们过来，给我按住这个小贱蹄子！哼哼，王妃别怕，这药死不了人，也就让你五脏六腑疼个3天3夜而已。哈哈哈哈哈哈！来人呐！救命啊！王妃杀人了！喝你大爷！就疼个3天3夜而已，死不了人的，你别怕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明在空中被炸了，王妃，所以这是炸穿越了。参见王爷。王爷殿下，老奴们是听从了您的命令，把王妃关在柴房反省的。可是王妃非但不知错，还把毒药灌给了容嬷嬷，老奴们也差点死在王妃的脚下。陶七夕，你知罪吗？我有什么罪啊？难道是我还手了，所以有罪？我堂堂的王妃就应该被这些黑心的老嬷嬷们折磨死才是应该的。王爷，那当你的王妃可真惨，我能不能申请不当了？你以为越王府是你想叫就叫，想走就走得了的地方吗？陶七夕，你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越王府，这辈子你都别想逃离，这是你自己选的。好想揍他呀，好像打不过。王爷，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我家小姐疼得受不了了，要上吊自尽。毒是你下的，去救人。他活你活，他死你陪葬。小姐，您下来吧，王爷就快来救您了，您再忍忍。刘峰，你别拦着我了，我好疼，我不想让王爷为难王妃来救我，就让我死了吧。小姐不要啊！紫妍，别做傻事。王爷，你就让我死了吧，真的太疼了，我受不了了。过来救人。王爷，你就别逼王妃了，臣女知道王妃不喜欢我，王妃就是要臣女死，臣女也愿意去死她，只要王妃开心。还不快救人！陶七夕。哎呀，好吧，救，那就请王爷您出门等着吧。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要给他脱光光才能治疗，如果王爷不在意的话，也可以留下来继续观看呀。别忘了，他死了你也活不了。王妃打算怎么救啊？不装了吗，小婊子！白小姐还是对自己不够狠呀，你就不怕你装的不像露馅吗？对付王妃这般就够了，总归王爷是会信我，不会信你呢。但是我这人信守承诺，答应了王爷要救你，就肯定要救你的。呸！看来我猜对了，这就是那个可以疼3天3夜的毒药喽。那这个就该是解药喽。还给我！急什么呀？我肯定会还给你的，要救你的嘛。陶七夕，你还给我！我去告诉王爷。哎呀，你去呀，正好让王爷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肯定没见识过你自导自演的本事吧。那解药，那个我先跟你提个醒，别来惹我，不然玩死你，信不信？白小姐屋里有整整1大瓶毒药和解药哦，真是搞不懂，白小姐明明有解药，干嘛非要让别人救她？不过本宫不辞辛苦来了一趟，总是要收点酬劳的，这些就都归我了吧。我是小怪物，可爱迷人的小怪物，平时最喜欢吃人啊，一口一个嘎嘣脆。王爷，你屋里的毒药解药怎么回事？王爷您信王妃，不信我，
我怎么可能会自己下毒折磨自己呢？那些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里啊！王妃来之前明明没有的。好好休养。贱人，该死的贱人！隐月，去跟着王妃，有什么异常立刻向本王汇报。是。来人呀，本王妃要沐浴。哎，好舒服啊！大胆，竟敢偷看本王妃沐浴，挖了你的眼睛！啊，是凌月。凌月是谁？是王爷的贴身侍卫。王妃恕罪。来人，把他打成猪头，送回给王爷。那个，身为本王妃的丫鬟，必须要学会这项技能，看好了，仔细学。哼！看见没？你们把他送回去给王爷，让他记得，不要再派一头笨笨的猪过来监视我。主子，凌月自行领罚。那就罚你去王妃跟前伺候着吧，好好跟王妃学学本事再回来。另外，告诉你们王妃，明日陪本王进宫，皇后亲办的赏花宴，让王妃好好装扮装扮，别丢了誉王府的脸面。王爷晚安。好好说话，站直身子。臣女给王妃请安。王爷不会是也要把她带进宫吧？王妃，您别怪王爷，是王爷心疼臣女闷得慌，带臣女进宫赏赏花，散散心的。行吧。陶七七，你来晚了，我们都展示完才艺了，现在就由你来吧。啊，我忘了，你陶七七哪会什么才艺啊？谁不知道你废名在外，琴棋书画无一会的。哼，没有才艺展示就认输吧。看见那件鸡毛裙了吗？只要你穿着鸡毛裙跳一段鸡舞，哼，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才艺展示？好啊，那我就给你们跳一段惊世艳俗的舞蹈，好不好？看好了，这一招叫小鸡起舞。救命啊！带本宫上去！哦，来人呐，扶公主回寝殿。救命！陶七七，本宫要杀了你！不知三公主哪里得罪了誉王妃，让誉王妃下如此狠手？本王定会给三公主一个交代。陶七七，还不向三公主赔罪？哼！臣女参见娘娘，瑞王殿下，求娘娘、王爷们不要怪罪王妃姐姐，王妃姐姐不是故意的。誉王妃，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宫里有宫里的规矩，哪怕你是誉王妃，也不能毒害公主。本宫罚你。且慢，残害公主确实罪不可恕，但若凶手不是我呢？不是你还能是谁？本王已经问过了，御花园里是你拿着柳树枝鞭打三公主和其他小姐们。鞭打？那明明是跳舞，而且还是三公主让我跳的呢。可能公主说的对，我是个废物，跳得不好，让公主不满意了。而且当时三公主落水时，这位白小姐就站在三公主身后呢。三公主到底是怎么落水的，白小姐应该最清楚吧？哦，哼！王爷，王爷，你相信臣女，
不是臣女推公主下水的。我也没说是你呀，我只是说你应该最清楚。你这叫什么呀？不打自招吗？跪下！王爷，臣女真的没有，臣女还跳下湖去救三公主了，在场的小姐们也都看见了的，可以为臣女作证。你又不会水，跳下去干嘛？添乱还是想讨好谁啊？哦，娘娘，请相信臣女，臣女与三公主没有仇怨，没有理由害公主殿下呀。倒是王妃与公主一向……哼，鬼知道你是不是想嫁祸给我呢？我与三公主是一向不和，但都明来明往的，不屑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本宫想起来了，确实有人推了本宫一下，当时本宫身边只有你。臣女愿意为王妃受罚。脸皮可真厚啊！拖下去打20大板。本宫还要他自打20个耳光。本宫见了他这张虚伪的脸就恶心。哦，誉王可有意见？无。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如今倒是长了点脑子啊！彼此彼此。本宫要杀了你！你打不过我。陶七七，本王提醒过你，进宫后老实一点。你可倒好，御花园被你闹得鸡飞狗跳，三公主要是有个什么万一，整个誉王府都要因为你受牵连。哎呀，这些话你应该去对你的亲戚，对你的心上人去说。害三公主落水的罪魁祸首又不是我。什么亲戚？我来我去的，本王看你是越发没有规矩了。陶七七本来就是没有规矩的一个人，只是爱上王爷才开始学着规矩的。但现在嘛，我决定不爱王爷了，也就不需要谈什么规矩了。王爷要是觉得丢人，可以休妻，可以和离的。你休想和离！本王说过了，就算是死，你也得死在誉王府里。哦，那咱们打个商量，能不能和平共处呢？我保证不去你和你的心上人面前碍眼，你喜欢他也可以娶她为侧妃嘛。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到时候别后悔。哼，谁后悔谁就是傻子。哎，桃园无远，快给本王妃传膳，本王妃快要饿死了。我要吃八宝丸子、松鼠桂鱼、黄金蟹肉、腐肉大虾，快都端上来！受了伤就好好养着，瞎折腾什么？只要是为了王爷，臣女做什么都乐意，哪能是瞎折腾呢？王爷在宫中也累了小半日了，坐下解解乏吧。刘芳，把我酿的兰花酒拿过来。王爷可还记得明德10年在潭县，臣女和您的初相遇？那年臣女还不知道您是王爷，救了您就把您带回了家中，还想着让爹爹在潭县多多提携王爷，为王爷谋个前程。现在想想，臣女真是太天真了，都未曾想到您竟是王爷。你放心，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本王都会庇佑你一生。陶七七到底是誉王妃，日后你远着她些，我要招她。又是陶七七。王爷娶王妃时问过臣女，愿不愿意屈居侧妃。那时臣女不想破坏王爷和王妃的感情，可臣女如今才意识到，我不能没有王爷。臣女心中对王爷早已情分深重，无论是侧妃还是妾，臣女都愿意。紫嫣，你还有什么想要的？本王都能满足你。臣女什么都不想要，臣女只想永生永世陪伴在王爷身边。刘芳，扶你家小姐去休息。回禀王爷，王妃近日都窝在芳华殿吃喝玩睡，安分得很。
回去告诉王妃，她若是能乖乖的不闯祸，便随本王去秋寿。啊，秋寿？女眷也能骑马狩猎？能的，只是女眷狩猎可以带着侍卫随身护卫。少你了。哼，陶七七，你可真没用，连本宫皇兄的心都留不住。不知道的还以为后面那位才是玉王妃呢。本宫最近迷上了舞鞭，但学艺不精，提醒诸位啊，离本宫远点儿，小心遭殃。你大胆！三公主还想同皇嫂一起玩乐吗？谁要跟你一起玩？陶七七，有本事咱们围场见，敢不敢和本宫比一比？既然是比，总得有赌注吧？自然，若是你输了，当众给本宫下跪道歉。那若是三公主输了呢？哼，若是本宫输了，赌注任凭你定。好，一言为定哦。本王警告过你，不要惹事。是他们先来惹我的。三公主自小就有骑射师傅教导，在女子中骑射殊为佼佼者。你，那王爷就笃定我会输吗？算了，别受伤。别丢玉王府的脸。王爷放心，本宫一定拔个头筹给你瞧瞧。王妃姐姐，王爷也是关心您。三公主往年都是秋寿魁首，您要不和三公主低个头就算了，万一到时候输，王爷脸面不好看。懦夫焉知勇夫？白小姐，你害怕的话，就躲在你家王爷身后就好了。臣女才不是害怕。不害怕，那你也来呀。头可断，血可流，尊严不可抛。女子本弱，但亦能刚强。白小姐，你说是不是？是。那臣女也参加秋寿比赛。哇哦！那白小姐记得要为你家王爷争光啊！王爷，臣女也略懂骑射，您别担心。哇哦！哎呀，爹的七七心肝宝贝儿！七七怎么了？半年不见就不认得爹了？可是在玉王府受委屈了？哎，七七啊，爹爹抱抱。宝贝女儿啊，玉王那臭小子欺负你了是吧？爹爹找他算账。他才欺负不了我呢，没有谁能欺负我的。是，我们七七最厉害了。哦，对了，七七啊，你师傅今日会回京。我还有师傅？哇塞！别笑得这么招花惹草。王爷，七七，听说你要和三公主比赛啊？我把我的马给你，流云和你熟，保证不会伤着你的。给我看看。那匹马带劲儿。那是誉王的汗血宝马猎鹰，这猎鹰凶悍认主，旁人靠近不得，会伤着你的。况且誉王一向不准旁人碰猎鹰，七七，你还是选流云吧。原来是他的马，选女人的眼光不行，选马的眼光倒是很不错嘛。既然你喜欢猎鹰，那就猎鹰吧。哦，你竟然愿意把猎鹰借我？你别多想，本王是为了玉王府的脸面，就算你赢不了，猎鹰也不会让你当手手。跟本王来。我先来试试。不愧是汗血宝马呀！哎，算了，你的马借给我，我也骑不了，我还是将就一下，就选流云吧。再去试试。猎鹰，看见没？这是你主人的玉佩哦，是他要把你借给我的。你要是不开心，就踹他，不要踹我。呀，
真的管用呀，真的管用。南宫姐，你的马我喜欢。哇，好帅呀！陶七七，就算你骑了猎鹰，本公主今天也定要你输了给本宫下跪。哦，是吗？那我等着瞧。咦，爸爸带你飞，咱们今儿开瑞全场。公主殿下，王妃不喜臣女，臣女可以跟着您吗？滚好吗？本公主也不喜你。别，依依，冲动是魔鬼，冷静一下。王爷是猎鹰。跟着誉王去看看，他这是放弃白虎了。不管怎么样，今日都得把誉王拉下马来。爹爷，你个疯马，你停下来呀！你大爷的！我就说，你怎么会好心的把猎鹰借给我？原来你是借马杀人！本王没有，你就是有！你是不是还给我下毒了？下的是不是夺命断肠散？你太狠了！哦，站好，你。林烨，王爷，王妃中毒了，毒里面还掺了能让马发狂的烈药。我是不是要死了？本王不会让你死。王爷，毒药找到了，就在这小丸子里。可能是因为王妃直接吞咽了一整颗丸子，所以药还没有彻底入骨，否则王妃现在恐怕已经……林烨，解药拿来。这个会不会很苦？不吃等死。药效得需1个时辰，你最好给本王老实一点。怎么这么久？那你可得保护好我。松开！我不。抱你上去，你可安分点。哇哦！行。咦，这方向不对呀。是你不好，逞什么强？不行，我不走。我可是和那三公主有过约定的。莫非誉王殿下希望誉王府落个言而无信的名声？你身上的毒还未解，想过去送死就直说。你在关心我？本王不想携带晚丧礼。总之，今天我必须去。殿下，上次他就看不起誉王府，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狠狠打他的脸，可不能错过呀！哎呀，殿下，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可否再给我一匹马？不行，你体内还有余毒。那这样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谁不知道誉王骑射狩猎均乃大禹王朝第一业？你这就是作弊！有何不公平？你也可以吞个毒，让人骑马载你比赛。本宫赢要赢得光明正大，你且就这般吧。好啊，有本事你就赢我，但我估计你没戏的。收敛点，少惹事。知道了。本公主倒是要看看你能有什么本事。本王暂且允许你进入外围，但是什么？只能本王骑马，你射箭。好。
公主，是陶七七。本公主又不瞎，要你多嘴。哎，这誉王殿下怎么会抱着陶七七呢？哼！哎呀，马都骑不好，还不自量力的跟本公主打赌。你要现在认输的话，本宫便不跟你计较。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可否再给我一匹马？不行，你体内还有余毒。那这样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谁不知道誉王骑射狩猎均乃大禹王朝第一？你这就是作弊哦！有何不公平？你也可以吞个毒，让人骑马载你比赛。本宫赢要赢得光明正大，你且就这般吧。好啊，有本事你就赢我，但我估计你没戏的。哼！收敛点，少惹事。知道了。本公主倒是要看看你能有什么本事。就这么怕输吗？咦！你个蠢货，谁让你出手的？公主，我就是看不惯他对您这么无礼。滚远点，别再让本宫看见你。本公主要的是光明正大的赢陶七七，以后谁再用这种低端的手段，休怪本公主不客气。哦。我们去看看。小猪，看这里！我还得再刷多少只才算赢啊？你比不过他。看这里！我还得再刷多少只才算赢啊？你比不过他。你放屁！你就瞧好了。放我下去！小心，他可能会咬人。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过来，对，过来，小宝贝，别怕。你是我的小白吗？我不管，你就是我的小白。以后你再也不用怕有人会欺负你了，我罩着你，知道吗？南宫瑾，我可以把他带回王府吗？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要心心管他？你就说可不可以吗？随你，王府不差这点地方。你不是想赢吗？还要我上忙？南宫瑾，其实你也挺善良的嘛。小白，七哥要去打猎了，你先跟着林烨好吗？他会照顾你的，他有很好的药能治好你的伤口。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哦，王妃放心，属下一定照顾好他。走，咱们冲！南宫瑾，你看，那有一头很肥的小鹿哎，烤兔子很好吃，不知道烤鹿的味道怎么样？你坐好，摔下马我可不救你。哼！回禀瑞王殿下，誉王和誉王妃在西山的林子里还未离开，似乎也没有打到什么珍贵的猎物。过来，瑞王殿下，请吩咐。你这样，殿下果然好计谋。这下誉王和誉王妃恐怕是没命回去了吧？怎么越往这走，猎物就越少呢？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打到猎物啊？你想太多了，
都是野兔子、野鸡，连一只带有杀伤力的都没有。你当我傻呀，南宫瑾？快，带我去猎物多的地方。陶七七，你胆子大了是不是？我去，南宫瑾，你看那是什么？陶七七，你给本王坐好。不是，那里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们。王爷，我们似乎被狼群包围了。狼？他环视四周，正如陶七七所言，数匹狼正躲在小山丘和草丛还有树后，露出饥饿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们三人。为了保持猎物的生存环境，皇家并未派人绞杀野狼，但这狼一直禁锢在后山，怎么会突然跑了出来？这不对劲儿。南宫瑾神色瞬间严肃起来。林烨，带他走。他一把抓起陶七七的衣襟，扔到了林烨马上。啊，你！陶七七揉着自己摔得生疼的肚子，不爽地开口：“南宫瑾，我不走，这里很危险的。”南宫瑾冷脸说道：“陶七七，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你留下指挥给本王添乱。”我不走！陶七七死死地抓住缰绳。林烨，还等什么？快带他走！南宫瑾脸色阴沉，声音里都带着从未有过的冷意。林烨身为属下，主子的命令他不得不听。王爷，您小心，属下尽快带人赶回来。说完，他猛地一拍马，带着陶七七从林子口往外冲去。狼群被马急促的声音给惊动了，就像是被打开了开关一样，直冲冲的朝着南宫瑾的位置跑去。南宫瑾拿起弓箭，拉弓射箭，一匹狼被射了出去，哀嚎不已。林烨，南宫瑾就算再厉害，也对付不了狼群。陶七七理智的开口。林烨一顿，只是说道：“王妃，王爷的命令是让我带你离开这里。那如果他会死呢？”陶七七凌厉的反问。林烨愣住了。你放心，你家王妃不是乱逞强的人，我有办法，不要下马。王妃，权衡之后，林烨还是停下了马。林烨，你速速回去找救援。话落，他飞快的从林烨身上摸走了火折子。林烨还不知所觉，陶七七用鞭子抽了一下马，马就飞快的跑走了。陶七七一边往南宫瑾那里赶，一边一路收集易燃的树枝。他确实不是逞强，狼群固然可怕，但狼群也有惧怕的东西。等到了南宫瑾那里，他一眼就看见几匹狼朝着南宫瑾撕咬了过去。南宫瑾的马早就被咬死，但他利落挥剑，眼都不眨了就砍掉了一条狼的头。陶七七眼里闪过一丝欣赏，不愧是誉王。然而他出声喊道：“南宫瑾，左边闪开！”你怎么回来了？陶七七，你把本王的命令当什么了？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南宫瑾狠狠一震，神色复杂了一瞬。然而现在情况危急，他只能厉声地说道：“躲到本王身后来。”一双饥饿的眼睛在黑夜中发出恐怖的光亮。你很聪明，俺王还在，接下来要小心。知道了。他神色谨慎戒备，然而狼王明显看出了他是弱者，一双绿幽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陶七七被看的心里有些发毛，下一秒狼王径直朝陶七七冲了过来。小心！南宫瑾抬手挡在了陶七七的身前，狼王那流着口水的血盆大口直接咬在了他的胳膊上。南宫瑾忍住疼痛，左手上的剑直接刺进了狼王的心脏，狼王当场倒地。南宫瑾，你没事吧？陶七七连忙查看他的伤势。没事啊。南宫瑾闷哼了一声，这哪里是没事，他的胳膊整个都沾满了血，伤口还在流血不止。痛不痛呀？陶七七凑近吹了吹。南宫瑾浑身一颤，黑眸落在他的身上，偏偏他还不觉，小心的给他吹着伤口。小时候我受伤了，这样吹一吹就不痛了。陶七七抬眸冲着他笑，不是以往的嘲讽或冷淡的笑，是笑得很温柔很灿烂的笑。天色越来越黑，两人坐在草地上，周围布满了狼的尸体。狼王死不瞑目地瞪着陶七七，他不动声色地偏过头，
南宫瑾胳膊上的血不停地向外流，俊脸也因为失血过多有些发白，然而他一直俊眉紧锁，隐忍着不吭声。陶七七难得有一次同情心，毕竟他这次也是救了他，于是抬手在自己瘦弱的肩膀上拍了拍，硬生生地说道：“那个林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天色再黑下去，连出去的路都看不到了。我背着你出去吧。”不必。他好心的想要报个恩，得到的却是这般冷漠的回复。都这么疼了，别逞强，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他转了转眼眸，直白的开口：“其实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当我们是共同作战杀狼群的战友，不分男女的。”战友？南宫瑾下意识的蹙眉，他又吐出来这些什么奇怪的话了。本王不需要背，你留着点力气，少在这里胡言乱语。南宫瑾沉声说道。忽的，陶七七便抬手不客气的在他伤口上拍了下，钻心的疼痛钻至身体。陶七七。陶七七趁势来到他面前，抓起他的一只胳膊，弯身，手攀上他的腰，小腮帮一鼓，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一鼓作气的将南宫瑾背了起来。南宫瑾的脸色早已难看之极，身子蓦然悬空，隐约听得背着他的女人吃力的嘤咛了一声。其实你没必要逞强的嘛，如前你不是也抱过我吗？现在抱下你怎么了？这些话在本王面前说说就罢了，出了外面休得胡说。我偏不要在爹爹面前说，还要在蓝君言面前说。陶七七刚没正经的说完，突然肩膀一痛，南宫瑾搭在他肩上的手可是丝毫没留情的按了一下他的肩膀。陶七七皱眉，一张好看的小脸运了些怒气，正欲发火，便听得远方的马蹄声错综浩进，以及林烨的唤声：“王爷，王妃！”林烨率先下马，恰巧看见王妃皱巴巴着脸，身骨瘦弱，身上扛着他家的王爷。王爷身形修长，整个压在王妃的身上，还是有些……王爷，您没事吧？都让王妃背着了，肯定很严重了。林烨，你先带着你家王爷回去，其余人跟着本宫回去抗狼，那都是我们的猎物。陶七七又恢复了精力，意气风发的说道：“不许！天色已黑，你同本王乘马回去。”南宫瑾闻言便冷了脸，这么晚了，林子里肯定危险难防。陶七七却竖起了食指，摇了摇：“不行，我和三公主还有比赛，而且你这个伤员现在没资格说我吧。林烨，把他带回去。”王妃，难道本宫的话你也不听了？林烨望着玉王妃，一时不敢再拒绝。你们王爷都血流不止了，还不赶快带去包扎？可林烨毕竟是听王爷的，犹豫不决地看着南宫瑾，直到后者松了口：“林烨，跟着他一起去，免得再惹出事。”惹事，又是惹事，他是惹事精吗？陶七七回眸瞪了一眼南宫瑾，自言自语地说着：“都跟着本宫去扛狼。”说完，陶七七便率先向前骑去，齐夫裙尾在空中飘飞，背影倒是很飒爽。南宫瑾紧皱眉头，见林烨还在愣神，一声呵斥：“全部跟去。”王爷，那您留一匹马给我，在林口等你们，快去快回。此刻的林子里，众人都聚集在一起，面前纷纷摆放着打死的猎物，其中最为壮观的便是三公主和瑞王的面前。众亲王弟子津津乐道，白子嫣也瞅准了机会，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上前来，端着态度弱声地说道：“三公主历年都是女子中最厉害的那一个，今晚王妃硬是要逞强和三公主比赛，不过三公主骑射技术向来最好，子嫣先提前恭喜三公主了。”白子嫣偷偷地推她入壶后，三公主怎么看白子嫣都觉得她在装，显得很。本宫厉不厉害，又得找你说。子嫣是真心想祝贺三公主的，子嫣不是。白子嫣闻言咬了咬唇，声音都轻颤了起来：“你什么时候能不委屈？”三公主嗤了一声，她是在宫里长大的，什么样的妃子没见过？白子嫣这样的都不够看，而瑞王的身边同样也不缺乏吹捧和拍马屁的。一向想跟瑞王交好的林口业便开始吹捧了起来。
瑞王竟然射杀了一匹白虎，这众人里面可就只有瑞王有这般能力了。玉王现在还没出来，和那玉王妃不知道在里面搞什么。看来今年的头魁非我们瑞王莫属了，也是实至名归。三公主自然也是女子中最厉害的，那玉王妃看起来便不懂事，怎么可能赢得过三公主？蓝君言同样在焦急地等待着，听到林侯爷这话不悦了，辩驳道：结果还未知晓，你怎么就能这么笃定谁赢？林侯爷莫不是忘记自己身份了，敢在这里诋毁玉王和玉王妃？本侯说的是实话，瑞王有白虎在这儿，难道玉王还能从林子里变出来比白虎更厉害的吗？玉王今日为了那任性骄纵的玉王妃，就根本没把狩猎当做一回事。不巧，陶七七身后背着2匹死狼，刚驾着马从林子里出来，就听到一个不知好歹的人在乱说话。陶七七眉目人力，从身后抓过一只狼腿，眼睛眯紧，盯准那个欠收拾的人，便将手中的死狼朝他砸了过去。一个灰溜溜、血淋淋的东西已经砸在了他的脸上，这猝不及防的行为让周围的人震惊之余，却又轰然大笑起来。好大的一条死狼！林侯爷的脸色骤变。谁砸的本侯？本王妃砸的，你又能奈我何？众人看过来，只见玉王妃骑着白马，背着狼，英姿飒爽。林侯爷惊呼炸毛的跳起来。本侯哪里得罪玉王妃了？玉王也是你能说到的人，本王妃还以为是谁在汪汪吠呢，原来是尔等小人。陶七七扫了一眼，绝美的脸上也蕴着几分怒气。玉王往年狩猎的确很出彩，可惜今日他陪着玉王妃玩物丧志，未必能拿出像样的猎物来呢。瑞王沉眸，忽地阴阴一笑。陶七七看了眼瑞王，真是碍眼。下一秒，他又拽了一条死狼砸了过去。不过瑞王比林侯爷反应及时，一个偏身，死狼砸在了瑞王的马脚边。那马受了惊吓，仰蹄惊叫一声。那本宫就让你们看看，整个狼群算不算像样的猎物。林烨等人从林子里渐渐齐了出来，每个手下的身上都背着3匹死狼。狼群数量多，场面浩瀚，倒是让不少的人的目光看了过来，随即满脸震惊。这是把山里的狼窝给端了吧？所以这都是玉王射的。瑞王脸色一黑，声音隐有不悦。陶七七这么一开口，身后不紧不慢说是陶七七猎到的猎物。咦，陶七七难得破天荒的转身看了眼玉王，他这个黑心驴肝肺也会护着他了。虽然他刚刚一瞬间是闪过一个念头，哪怕输给三公主，也不能让玉王输给瑞王呀。他不傻，对于玉王来说，魁首背后的意义就是萧齐莹。不过看着三公主面前壮观的猎物，陶七七还是蛮震惊的。小妮子看来也不是纯放大话，还挺有实力的。然而瑞王眼眸一扫，心中一片阴霾。这次的萧齐莹他势在必得。一直看戏的三公主听到玉王说那么多的狼都属于陶七七的猎物时，秀眉顿时皱了起来。三公主射的动物虽多，也很有分量，但凶狠的程度对比狼群还是差了些的。更何况陶七七那厮还不止射杀了狼群、梅花鹿、野猪，甚至还有一只活白狐正睁着乌溜溜的眸子看着他们。三公主不甘地咬了咬唇，却也不当众失态，而是微扬下巴，冷哼了一声：陶七七，这次算你赢了，本公主又不是输不起，下次本宫绝不会输给你。众卿子弟震惊地看向三公主，三公主竟然愿意认输。白子嫣在角落里衣袖下的手早就紧紧地攥在一起，指甲陷进手心里，快要渗出血丝来。陶七七敛眉，她若是同意了，也赢得不光彩。和三公主较劲儿，不过是觉得好玩而已。陶七七摆了摆手，也难得的软下声来。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搞定的狼群，赢了也不算光彩，所以就算平手吧。
三公主啊，他特意将三公主喊得甜甜的，还俏皮的眨了眨眼睛。三公主一脸别扭，这女人搞什么呀？对她笑得那么甜。皇上驾到！远处，大太监忽然高声禀报，众人侧目看过去，皆上前跪拜行礼。辛苦诸卿，都免礼吧。皇帝坐在高位上，抬了抬手。陶七七看了看南宫瑾的胳膊，突然凑近小声说道：“南宫瑾，我们要不要先去处理伤口？”南宫瑾倏地一僵，面上嫌恶地说道：“你离本王远点。”得，狗男人不识好心。陶七七哼了哼，但见他眉头一直紧蹙，也知道他那伤口肯定很疼，毕竟被狼王咬了一大口，若是再咬得深一些，恐怕胳膊都要断了吧。难得他陶七七良心作祟，那个，需不需要我扶你坐下？本王没惨，你闭嘴就好。他还没那么虚弱。陶七七当时想给南宫瑾一个流星大力拳，他撇开头，决定不再理他了。福公公已经开始念着致辞。秋狩结束，现在开始清点猎物。此次秋狩的头魁奖励是掌管骁骑营练心军。林业上缴猎物的时候，终是有些迟疑，再次低声问了南宫瑾：“王爷，这些狼确定归属王妃吗？”“可是骁骑营……”“骁骑营对于誉王来说无比重要，若是不能进骁骑营，王爷又要费好些功夫。”然而南宫瑾侧身，目光落在陶七七身上。“可是骁骑营……”“骁骑营对于誉王来说无比重要，若是不能进骁骑营，王爷又要费好些功夫。”然而南宫瑾侧身，目光落在陶七七身上，他正眸光闪闪，兴致盎然地看着大家清点着猎物。就这样。林业劝解无果，可能有些失落的拿着那些狼群去交上去。福公公开始念：“今日狩猎的最佳猎物是由瑞王射猎的一只品相极好的白虎。”闻言，德妃不禁喜悦地看了眼瑞王。但当福公公念起誉王的猎物时，除了一开始狩猎的几只大型动物后，便再也没有了。梁妃脸色微变，连皇上都意味不明地看向那端站着的南宫瑾。陶七七歪了歪头看他，难道他真就这么放弃了？南宫瑾觉察到他的目光，转过头和他对视。“别乱想，本王只是不想你输给三公主，坠了誉王府的面子。”“所以他输给誉王就不掉面子了？”陶七七撇撇嘴，狗王心，海底针，他猜不透，索性就不猜了。皇上终于发问：“誉王这次狩猎是怎么回事？”往年誉王可都是魁首，别说皇上奇怪，诸位大臣也觉得很奇怪。瑞王就已经冷嘲热讽地说道：“回父皇，誉王带着誉王妃把狩猎当成儿戏，在林子里好不潇洒，全然忘记了狩猎之争。”“是吗？”皇帝眸光冷淡，扫了誉王一眼。“杀臣不争气。”他竟也不辩解，难道不怕自己失宠吗？陶七七又是不解，但南宫瑾为了他才错失魁首的。他张了张唇想说什么，可南宫瑾却说的警告的瞥了他一眼。陶七七瘪瘪嘴：“那骁骑营练军之事，就交给瑞王。”皇帝一句话拍板，瑞王和德妃喜不自禁，连连谢恩。之后便是传膳饮酒，工人专门把在外烤了的猎物盛上来，推杯换盏，有人端酒敬誉王。南宫瑾刚抬起酒杯，就被一双嫩白的小手挡下了。“你受伤了，不能饮酒，我替你喝。”他拿过他手里的酒杯，朝着对面的人遥遥一敬，一饮而下。“王妃若是真心疼王爷，便不该连累殿下为你受伤。王妃自己胡闹便罢了，
可王爷却错失了萧启莹呢？白子嫣坐在誉王的后面，终是忍不住出声嘲讽陶七七。他受不了陶七七和誉王这般亲密的模样。陶七七忽然回头，对上白子嫣还来不及掩去愤恨的双眸，他笑了，无奈地说道：“他乐意，我又有何办法？”陶七七还怕一句话不够刺激到白子嫣，往白子嫣那边靠了靠，唇瓣勾起一丝笑意，低声地说道：“只是不知道白小姐是以什么身份在指责本王妃？”白子嫣当下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抬眼对上陶七七若有似无的笑意，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个陶七七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伶牙俐齿了？完全不像是他从前认识的那个蠢货。难道……白子嫣在心中转了好几个圈，双手在矮桌下紧紧地扯拽着手中的手帕。难道这个蠢货最近得到了高人指点？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测的没错。白子嫣恨恨地咬着牙，就差一点儿，要不是有王爷在，他陶七七必定会毫无痕迹地死在猎场之上。坐回去之后，陶七七佯装端起茶杯，实则是在暗地里打量白子嫣的表情。看到那个女人果然露出一些奇怪的表情，陶七七暗自嗤笑一声，便埋头苦吃，不再管旁边坐如针毡的人。享受美食的时刻总是很短暂的，刚沉浸在美食中的陶七七就被南宫瑾用胳膊碰了一下。陶七七略有些不耐烦地瞥了一眼南宫瑾。怎么啦？南宫瑾读懂陶七七眼中的不耐烦。瞧你这点出息，给本王有点王妃的样子。我要不是顾及你的面子，早就挽起袖子吃了。陶七七，爷爷在此啊！陶七七此时此刻的脑内剧场可谓是精彩纷呈。这句话要是这样就说出来，那可真是……王妃可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吗？南宫瑾如同鬼魅的声音，把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陶七七惊醒。不会吧？会吧？他不会把心里想的那句话说出去了吧？可真是自寻死路呢！不愧是你呀，陶七七。听得南宫瑾冷笑一声。陶七七，你好样的。坐在主位上的皇帝突然地说道：“老刘家的，听说今日你中毒了？”突然被皇帝点到，正跟南宫瑾较劲的陶七七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仍然死盯着身旁的男人不放。来啊，比眼神杀啊，谁怕谁啊！眼看着陶七七又要犯傻，南宫瑾屈起手指，在陶七七的额头上不重不轻地来了一下。父皇在与你说话。啊？哦！陶七七赶紧向皇帝那边俯首称是，正儿八经地说道：“回陛下的话，臣妾确实因为吃错了东西中了毒，所幸现在已无大碍，谢陛下关心。”皇帝却不打算就这样敷衍过去，颇有玩味地问他：“王妃在这里如何能吃错东西？”陶七七装作稍稍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柔柔弱弱地说道：“可能就是臣妾命不好吧。除了臣妾，可还没听说过谁吃八果丸子还会中毒的。”要说之前还是皇帝开玩笑的询问，陶七七这样做作的一回话，倒像是顺杆爬了。回完话，陶七七回头冲着南宫瑾挑挑眉，那表情明显是在说：“怎么样，我厉害吧？”南宫瑾微微扬了扬下巴，嫌弃地看他一眼，那意思是告诉陶七七，差不多得了，给本王收敛点儿。难道朕的猎场还有人敢下毒害人不成？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成功的让这场还算热闹的狩猎晚上寂静下来。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向坐在南宫瑾旁边的陶七七，大家都想看这个空有皮囊的玉王妃还能说出什么让南宫瑾丢弃。南宫瑾厌恶那群人的目光，更莫名其妙的不喜欢他们这样看着陶七七。
正想起身，却被旁边伸出的小白手拽住了衣袖。陶七七冲他摇了摇头，施施然走到桌外行礼跪下。陛下此话也不无道理。这话一出，便爆出了低低的惊叹声和议论声。没人想到一个王妃竟然能如此大胆，说出违背皇帝心意的话。高座之上的皇帝听到陶七七的话，反而笑起来。老六家的，你不妨说说，朕说的道理在哪儿？说得好了，朕有封赏。这话潜在的意思就是，要是说的他不满意，必然有罚。白子嫣看着陶七七上赶着送人头，心底嘲讽，面上却不显，轻身靠近南宫瑾。王爷，也不怪王妃这样失礼，不顾大局。今日要是嫣儿被下毒，却是万万不敢如此的。嫣儿自知人微言轻。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南宫瑾现在全然是在担心陶七七，听到白子嫣的话，不禁皱了皱眉头。有本王在，何曾让任何人看低你？王爷，白子嫣登时红了眼睛，想要借机再靠近南宫瑾一点儿，却被陶七七掷地有声的声音打断。陛下，今日在这皇家猎场上中毒的不过是我一女子，我的性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陛下您。说到这里，陶七七特意顿了顿，才继续说道：有人起了歹意，就可以在陛下您眼底下下毒，可见此人多有把握，一定不会被发现。其实就算这话不被陶七七说破，皇帝的心中也早已生疑。若王妃这次的事情不是偶然，那是不是就说明那些人还能将毒下到自己这里？抬起头来，朕看看你。陶七七乖巧的抬头，他还是第一次这样直视皇帝的脸。我去，南宫瑾那张脸简直就是完美的符合他老爹的脸啊！都这个岁数，除去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帅大叔形象啊！那你可有什么法子帮朕找出这个犯上作乱之人呢？本以为这件事情掀不起什么风浪，可大家听到皇帝扭转口风，明显是要将这件事情彻查到底。白子嫣这下可没有心情继续抹黑陶七七，按住砰砰直跳的心口，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他处理得很好，一定殃及不到他。若臣妾这法子真的有用，陛下该赏臣妾什么好呢？若你的法子有用，你要什么朕便给你什么。君子一言千斤重，宴会上的人心中大都掀起了惊涛骇浪。虽然错失了萧齐营，但看皇上对陶七七的态度，就知道在南宫卓的心中还是老六最重要。不过是个后宅的妇人，什么都不懂，还要出来丢人现眼。六弟，看来你是没能力管好你的王妃啊！啊，自从陶七七走出去，他不自觉的眼神也都跟着前面的女子的动作而动。听到瑞王挑衅的话，眼底升腾起一丝寒意，冷冷的回道：本王惯的，你有意见吗？关键时候南宫瑾还是挺给力的队友嘛。看了眼脸色憋得通红的瑞王，陶七七的心情大好，再补了一刀：王爷慎言，如此这般瞧不起女子，倘若日后被这女子算计，王爷今日这话可就会成为笑话了。你皇帝就当作是没有看出这中间的暗流涌动，时时开口：老六家的，你还未说有什么办法能捉到这犯上之人呢？这很简单，我中毒之时所食的八宝丸子有毒，能接触到这八宝丸子的人有许多，但要是能下毒的也就只有几人吧。不过陶七七不好意思的摸了摸笔尖：我怀疑之人有几位，我不确定就不说出来得罪人了。还以为你有什么厉害的线索，说来说去不过就是毫无逻辑的猜想。
三公主怎么还是这样心急？再急着瞧不起我，也要等我把话说完吧。牙尖嘴利。三公主把面前的碗一推，靠在一边不再说话。世人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惜她是个不懂毒的。王爷曾在臣妾中毒之时让人查看过食物，此毒名为汨罗兰，药如其名，味甘甜，却最是致命。但凡沾染过这汨罗兰，必会留下它的香味，虽淡却经久不散。说话的是坐在位置上的南宫瑾，他看着陶七七的眼神颇有深意。汨罗兰的事情，他可半分都没有透露给陶七七。他又是从哪里得知自己所中之毒是汨罗兰的？当时的白子嫣嘴唇有些发白，双手已经冰凉到握不住手中的筷子。那个什么汨罗兰是他转交给自己的奴婢的，他身上一定是留下了味道。想办法，一定有办法的。对了，白子嫣眼前一亮，幸好她留了一手。以前特意去找三公主，趁着三公主跟自己说话，让自己的奴婢偷偷把剩余的汨罗兰放在三公主奴婢的衣襟中。想到这里，白子嫣的眼神中透露着得意，就让他们两个去斗个你死我活正好。陶七七点头赞同南宫瑾的话。正因为有这香味经久不散，所以我才想出一个法子。梁妃也被陶七七的话勾起了好奇心。哦，什么法子？嘿嘿，这东西要请我的侍女送到帐中来。等到皇帝的许可，陶七七让人请来了自己的一个侍女。侍女低头，双手托着一个乳白色、手掌大小的小瓷罐，走到陶七七的身边。王妃，你要的东西就在这里面。拿起侍女手中的瓷瓶，转了一圈，让大家都看清楚自己手中的小瓷罐。三公主看着陶七七手中的瓷罐，以为她又要卖什么关子，正不耐烦着，就见陶七七打开了罐子，一只通体黑亮的蜘蛛从里面爬了出来。陶七七用手托着那只小蜘蛛，脸上还笑意盈盈的，反倒是把三公主恶心的够呛。这个陶七七简直就不是个女人。你这又是在胡闹什么？正好你也上来了，帮我个忙。陶七七反手抓住南宫瑾的手，小蜘蛛快速地爬到南宫瑾的手背上，惊得白子嫣惊叫出声。王爷小心！周围能看清楚两人手上动作的大臣皇戚们也都捏了把汗。然而小蜘蛛在南宫瑾的手背上爬了一圈，又乖乖地爬回到陶七七的手中。这是我找到的好东西，鬼面珠。将它称作为鬼面珠，是因为它擅长隐于黑暗之中，更是因为它所分泌的毒液可以毁掉人的一张脸。这个小家伙呢，他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除非那个人碰过汨罗兰。陶七七将手中的鬼面珠放在地上，看他快速地爬开，再抬头去看面前的男人，果然如他料想的一样，脸色沉的要拧出水来。他低声安抚了一句：“王爷，就当是为正义献身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南宫瑾拂袖回到座位上，那种蜘蛛爬过手背的感觉，真是让他觉得厌恶。南宫瑾刚一坐下，就听到对面传来了一声惨叫。三公主的侍女倒地，不断地抓挠着自己的脸，下手重到留下了几条肉丝。这一场景将大家吓坏，本以为陶七七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却真就看到一张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脸。三公主也被吓傻了。不可能的，不会的，有人陷害本宫。此事涉及到公主和皇家的颜面，皇帝这才冷下脸，重重的一拍桌子：“朝阳，你还想如何胡闹？朕是平日里过于纵着你，才让你做出这等事来。”从未受过这样委屈的南宫问下扑通的一声跪下，泪流满面。
父皇，不是女儿，女儿没有做出下毒之事啊！父皇，你连女儿说的话都不信吗？瑞王也撩袍跪下，替妹妹求情。还请父皇明察，不要冤枉了妹妹。说话间的功夫，陶七七已经捏住咬在侍女脖颈处的鬼面珠，将它放回小瓷罐中，又从侍女怀中摸出一小包东西。这个，陶七七把手中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这个应该就是令我中毒的汨罗兰，公主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毒药为何会在你侍女的怀中？本宫怎么会知道？本宫承认，今日的确逞口舌之快，说要让你死在这狩猎场上，可我没真的想让你死。白子嫣柔柔弱弱的开口说：“王妃，即便是今日公主说过要将你置于死地的话，那也只是说说，你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就是公主做的，你可不要冤枉公主。”这话说得好呀，看似是站在公主那一边，实则是坐实了公主的嫌疑。她那点小伎俩还不够陶七七看的。陛下，毒确实不是公主下的。我这样说，无非是2点原因。公主既然要下毒，自然不会傻到让自己的侍女下完毒后，还把剩余的药藏在身上。我能活着回来，公主却一点也不惊讶，这就说明公主并不知道我会回不来。三公主咬牙看向陶七七，眼中还含着泪花，说道：“你早知道不是本宫，为何还要吓唬本宫？”陶七七挑了挑眉，哼，谁让你先吓唬我的？咱俩这局扯平了。六哥，你看他。三公主被瑞王扶着从地上站起来，恢复之前傲娇的样子。就知道欺负我！南宫瑾出声叫住陶七七：“七七，回来。”哦。陶七七不情不愿地挪到南宫瑾的桌前，不再继续说下去。嫁祸公主，陷害王妃，数罪并罚，罪魁祸首，行五马分尸之刑。老六家的，你可想好这人是谁了吗？回陛下，臣妾已经知道是谁了。陶七七伸手指向了白子嫣：“是他。”白子嫣慌忙站起来，快步走出去，跪下：“陛下明鉴，臣女并没有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啊！王妃，我知道你讨厌我，但你也不可以这样对我呀，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王爷，臣女真的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南宫瑾看着下面跪着的女人，求助地看着她。我相信你。陶七七不可置信地看向南宫瑾，这个男人的脑子难道是被驴踢了？竟然会去相信这个女人？不对，南宫瑾要是相信她，那才不正常呢。果然啊，不能因为这个狗男人的意识正常，从而觉得他真的变正常了。大家都知道王妃看不惯我，我也处处退让，却没想到王妃要借着这件事情诬陷我，这女真的是冤枉的。你若真的是冤枉的，那便试试这个鬼面珠吧。陶七七打断白子嫣的哭闹，端着小瓷罐一步一步靠近地上跪着的人。不要过来，我好害怕。王爷救我！你闹够了没有？这句话应该问你的好嫣儿。陶七七头一次没有嬉皮笑脸，反而是冷冷地看着南宫瑾。人命在你眼里算什么？我的命在你眼里又算什么？陶七七的眼神使得南宫瑾愣了一下，拽着他的手松了些。白子嫣趁着这个时候给自己的婢女使了个眼神，婢女会意冲上来跪下：“对不起，王妃，这一切都是奴婢做的，与我们家小姐无关。”小妾，为什么是你？那个叫小庆的奴婢磕头如捣蒜：“求陛下王爷饶了我们家小姐，奴婢眼见的小姐每日被王妃欺负，实在是忍不了了，才趁这次的机会教训王妃。正好小姐带奴婢去过三公主那里，奴婢这才有机会将剩下的药放在三公主侍女的身上，没有想到会殃及到小姐。”
三公主靠着哥哥瑞王，对下面跪着的贱婢说的半句都不信。没有他的指示，你一个奴婢胆敢做出这样的事情？你真当本公主是个3岁小孩子吗？我们家小姐最是天真善良。小庆抬头，一脸的以死明志。所有的事都是奴婢瞒着小姐做的，与小姐无关。说完，站起来就往帐旁的柱子跑过去。有人在喊，拦住他，可惜晚了一步，人还是死了。白子嫣捂脸痛哭，一遍遍重复着都是他的错。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这边，白子嫣被送回来，把刘芳吓了一跳。主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去宴会上，怎的被人送回来了？小庆也没有跟您一起回来。那丫头还算识趣，替我认罪，撞死在了大殿上。刘芳双眼微微撑大。这怎么会这样？全都怪陶七七那个贱人，他用卑劣的手段想要让我承认要害他，我只能把小庆这个棋子放弃了。白子嫣满不在意的继续说道：“给小庆的家人一点补偿，也算是不枉他对我那么忠心了。那个陶七七也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比以前更疯。小姐，你可不要被他吓到，这次不过是他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哼，只要王爷的心一天还在我这里，他陶七七就没有本事和我争。”白子嫣得意地说道：“王爷今日可是为了我，差点与他翻脸。”刘芳给白子嫣捏着肩膀附和着：“那是自然，小姐跟王爷的关系哪能是他一个外人可以介入的？”白子嫣靠在榻上，微闭着眼睛，食指揉了揉额角。只是最近陶七七年王爷粘得太紧，我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小姐，没有机会制造机会也不在少数，不如就利用这次的机会，晚上主子您邀请王爷到帐内一叙，其他的就交给奴婢。陶七七出了营帐，吹着凉风，抬手伸了个懒腰，抬头看着夜晚的星空，还是古代好呀，连星星都这么亮。伸懒腰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放下，就被身后的南宫瑾抓着手按下去。你能不能有点女子的样子？女子应当是什么样？哦，我知道，白子嫣那种才是女子应有的样子嘛。南宫瑾没料到陶七七会突然靠近，登时退后一步，却没有放开手。自然，你与他没有半分可比之处。在狗眼里，粑粑都是香的，他不与他计较。陶七七哼了一声，撇开头不看他。下一秒，刘芳已经走到两人跟前，冲着两人行礼：“王爷，王妃。”子嫣怎么样了？刘芳担忧地摇了摇头：“主子他不太好，回去以后就一直蔫蔫的，说心口不舒服。王爷，请您去看看我们家小姐吧。”心口不舒服，找御医啊！陶七七笑着对刘芳：“怎么，王爷是治心口疼的药？他一去，你们家小姐就能好起来？”没料到陶七七会这样说，刘芳一时竟没能想起反驳的话。南宫瑾皱起眉头：“为什么没有请御医？”刘芳心中暗道不好，这个陶七七果然是变聪明了不少，都知道用王爷给他们找不痛快。王爷，我们小姐说她身份卑微，哪里敢惊动御医大人们，只能求王爷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去看看她。胡闹！刘芳，你去请御医过去，本王现在就过去看紫嫣。说完，留下陶七七一人，转身向白子嫣的营帐走去。看着他着急离开的步伐，陶七七不由得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也不知道是在安慰谁。这样心有所属的男人，也值得你嫁给他。9月的天，微风拂过，还是挺让人心情愉悦的。陶七七走到猎场中，东张西望，找到自己心仪的那棵树，拍了拍树干，仰头向上看，
唉，就你了。说完，借势3两下便蹦到最粗的树杈上，撩起衣服坐下，看着天边挂着的月亮，终于露出这些天以来最难过的表情。老头子，我还没来得及见你一面，也不知道你在那边怎么样，会不会正因为我的事焦头烂额？师傅，徒儿好想你啊，这个地方徒儿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陶七七拖着脸颊，眼里有点酸酸的。这里没有师傅，没有朋友，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了。六皇嫂，哼，你怎么一个人在树上坐着呢？突然被人叫，一个慌张没有踩稳，陶七七心中一个大写的卧槽，直直的就从树上摔了下去。南宫燕也没想到会害得陶七七从树上掉下来，连忙飞身去接，飞身将陶七七从半空中带回树上。陶七七扶着树干，捂着胸口把气喘匀，指着南宫燕半天都没说出话来。我告诉你啊，今天的事不准说出去，本王妃的英明神武全被你毁了。等陶七七回过神儿，才仔细看了看站在自己旁边的人，有些眼生，又听到他刚才叫自己皇嫂。你谁啊？本王是梁王，刚才吓到皇嫂了，实在抱歉。你是八皇子啊？好在陶七七的脑子没有摔坏，还能知道梁王是哪位皇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南宫燕坐在树杈上，拍拍旁边的位置，抬头笑着去看陶七七。皇嫂，你不坐下吗？陶七七靠着旁边的树干。不了，你坐吧。被陶七七拒绝，南宫燕脸上的笑意丝毫不受影响。这大好的时光，皇嫂你不与六哥在一起，怎么一个人在此赏月呢？嗨，说来话长。陶七七轻咳一声，发现南宫燕正等着他继续向下说。既然说来话长，我就不说了。这个树杈子，你要是坐得舒服，就让给你。我先走一步。陶七七刚一转身，又转了回来。今晚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你六哥，就当我欠你个人情。说完，便飞身下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中。南宫燕看着很快掩藏在黑暗中的人，勾起嘴角，转头学着陶七七的样子去看天上的月亮。皇嫂欠的人情，可是要还的。感觉到南宫燕没有跟上来，陶七七才松了口气，放慢脚步。放松之后，他才觉得一阵头痛，之前的记忆又断断续续的涌进来。原来八皇子是皇后不受宠的小儿子，之前也是冷冷清清的性格，可刚才他的样子分明就不像他平时展现出的样子。喂，商量一下呗，你要是下次再给我什么记忆，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我真的很头痛的。此时的白子嫣已经躺在榻上，旁边是御医在给他把脉，他则深情款款的看着坐在茶桌旁边的南宫瑾。王爷放心，我没事。白姑娘确实没事儿，臣给她开些安定心神的药便可。白姑娘的病是心病，这药治标不治本，臣先告退。南宫瑾看到桌上艾御医特意给自己留下的药方，眉头跳了跳。好个艾弘文，现在都敢给他上眼药了。白子嫣看到南宫瑾收起桌上的药方，试探地问道：王爷，艾御医给您留的是什么？我看您好像有些不大高兴。没什么，不过是一纸药方，你既没事就好好休息。
本王明日再来看你。王爷不要走，你能不能在这里陪我一晚，就一晚？臣女从来不敢奢望王爷的爱，但求王爷今晚能留在臣女这里。臣女今日真的是怕了。紫嫣，这次的事情到底与你有没有关系？白子妍心中咯噔一下，松开手，重重的跪下。王爷，紫嫣绝对没有做出对不起王妃的事情。之前我确实与王妃之间有些误会，但紫嫣是绝对不会害王妃的。难道王爷是真的不信紫嫣了吗？本王只是问问，你身体还没好，不要动不动就下跪。白子嫣顺势倒在南宫瑾的怀中，弱弱的说道：这次的事情我也有错，没有看好小青，让她做出这等事情。等我身体好些，就去给王妃赔罪。不管王妃要紫嫣做什么，紫嫣绝对不会反抗。不必。南宫瑾没有抱她，而是把白子嫣扶回床上。陶七七不会介意这种事情，你安心便好。王爷，今晚就在这里陪着我，好吗？不过他并未能如愿，南宫瑾把他的手拉开，给他盖好了被子。今晚让刘芳在营帐里陪着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南宫瑾走后，刘芳从营帐外进来，白子嫣抬手就将旁边的装饰花瓶扫落在地上。你不是说今晚王爷一定会留宿在我这里吗？王爷还是走了，他肯定是要去找陶七七那个贱人。凭什么？凭什么？他明明是被硬塞到王爷这里的，王爷为什么要顾及他？为什么？主子您息怒，王爷今日或许真是迫不得已才不能留宿在您这里呢。您想啊，王妃的毒刚解，王爷肯定要顾及到王妃那个当丞相的爹的面子，怎么也要装装样子的呀，主子。陶七七，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晚上的风吹得陶七七的裙角飞扬，从后面看她的姿势，好像是双手托着脸颊，坐在那里不知道在看什么。陶七七，外面就待着这么舒服吗？跟本王回营帐。没有得到陶七七的回应，南宫瑾走到他的身旁，发现他正在愣神。喂，听见本王说话了没有？哎呀，听见了，听见了。陶七七不耐烦的朝旁边瞥了眼南宫瑾。王爷要想就寝，就先去，不必等我。是不是本王最近对你的态度太好了，让你太得意忘形了？你对我太好了？我没聋吧，南宫瑾？是不是本王最近对你的态度太好了，让你太得意忘形了？你对我太好了？我没聋吧，南宫瑾？这样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来？好到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和白子嫣的事情跟我翻脸，这就是你对别人的好？本王……陶七七一摆手打断南宫瑾的话。哎呀，得了吧，本王妃可不稀罕你这种好，你还是都留给你的白子嫣吧，不要来烦我。说完甩手就回到了营帐，扔下南宫瑾在营帐外面被陶七七气得七窍生烟。哎，你说你这人这么别扭，哼，真是天道好轮回啊！我们的王爷被王妃气得够呛了。南宫瑾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艾弘文早就习惯南宫瑾冷脸的样子，游刃有余地说道：我发现啊，最近王妃是有点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她越来越有意思。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刺激的她？一个眼神杀，成功的让艾弘文闭嘴了。南宫瑾把怀里的药方拿出来，扔给身后的人。我没有让你去杀白子嫣，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哎，我可没自作主张啊！这件事儿是我查到梁妃身上，谁知道把白姑娘她爹也牵扯进来，就顺便留下给你看看喽。艾弘文把手中的药方折起来。我知道白姑娘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愿意再查他们白家以前的事儿，但你不查不代表别人不会去查。把药方烧掉，他爹既然已经死了，
就不要再为这过去的事情纠结过多。好，您说了算。我今日还要去给端妃娘娘准备明日的汤药，就不在这里打扰王爷了。您早些歇息啊。南宫瑾进来，就看到陶七七趴在床上的睡相，一只胳膊一只腿还搭在外面，整个人都快要从榻上掉下来。他总是这般没规矩，他都快习惯了。冷着脸走过去，一把把陶七七捞起来，往床里面一推，刚要转身走开，结果被他一把抱住了胳膊，蹭着他迷迷糊糊地说着：“小白，你这毛怎么越来越少了？现在搂着一点儿都不舒服。哎呀，乖，别动，要不然我可就不抱你了。”女人身上的清香扑面而来，南宫瑾黑眸暗沉，眯着眼眸盯着他无知的脸。陶七七，你故意的是不是？回答南宫瑾的就是陶七七均匀的喘息声。她的脸颊还有些婴儿肥，稍微有些肉嘟嘟的晶莹剔透，粉嫩的嘴唇微张着，让南宫瑾的喉头动了动。他鬼使神差的抬手把陶七七的发簪摘下，头发似瀑布般的散落下来。忽然他狠狠捏了捏她的脸蛋。你要是一直这么安静，本王也不至于。接下来的话他没有说出口，若陶七七能乖一点，他也不是不能容忍她。最终他把她扯下来，随手抽过来被子盖在她身后，然后转身出去。王爷，您猜的没错，萧庭炼军之事有九皇子的手笔。现在朝堂之上已经开始有人站边，瑞王怕是已经和九皇子联手了。月色照在南宫瑾的侧脸上，朦胧之下又有些看不清他的表情。随他们去，本王不想掺和厉太子的破事中。可王爷，不管是瑞王还是九皇子被立为太子，我们以后在京都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他想当太子的野心还不敢太早表露出来，一个还没有封王封地的皇子，在本王这里还掀不起什么风浪。至于瑞王，哼，废物一个而已。南宫瑾的目光凌厉许多，随即向营帐的方向看过去。最近多注意点陶七七，他可能会被人盯上。林月不解。啊，王妃怎么会被人盯上？虽然最近王妃的行为有些奇怪，但不至于会有人要给王妃下毒置她于死地。南宫瑾的脸色也有些凝重。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查出来，你多看着点，陶七七不能死在权位争夺里。属下明白。第二日清晨，陶七七眼睛还没睁开，先打了个哈欠，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伸懒腰，伸到一半时，像是被惊醒一般，一咕噜爬起来，低头摸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还都整整齐齐的穿着，头发上的发簪却不翼而飞。陶七七蹦下床，探头出去，想喊个侍女过来帮自己整理梳妆，却只看到林月一个人，跟门神一样站在外面，只好问：“哎，小林月，我的侍女呢？”被陶七七喊小林月，表情万年不变的林月脸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过了个遍，才勉强冷着声调回话：“禀王妃，王爷说既然您用不着侍女，那两个侍女就先过去伺候白小姐。”好啊，他南宫瑾可以呀。陶七七深吸了一口气，既然他那么心疼白子嫣，让你留在这里，那你就进来帮我梳妆吧。林月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不禁瞪大眼睛看向陶七七。啊，我？不然呢？这里还有第三个人吗？赶紧的。说完，陶七七转身回到帐内的梳妆台前坐下，扬声说道：“还不赶紧进来！”没一会儿，脚步声响起来，陶七七正对着镜子描眉。“行了，你就在一边候着吧，本王妃也用不着你做什么。”
那你还让他进来给你梳妆？还不是因为南宫瑾，谁让他故意气我？身为男子，小心眼的要命，你可千万不要。话说到一半，陶七七才反应过来，身后的人不是林月，而是南宫瑾。王妃刚才说让林月千万不要什么？本王想听你说完。就是千万别忘记了照顾王爷你呀。你看，你连身边最得力的人都留在我身边，我这不是怕你身边没有个能照顾你的人吗？明知道陶七七是在胡说八道，南宫瑾还是冷嘲热讽地说道：王妃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倒是见长了，你没话歪了。他走过来，拿起眉笔，伸手捏住他的下巴，抬起他的小脸。别动。他拿着画笔，仔细地给陶七七描着眉。分神的时候，看到陶七七正抬眼看着他，心中忽然有一瞬间的慌乱。闭眼。闭眼？我又不是画眼线，闭眼干什么？眼线是什么？本王让你闭眼。闭就闭。本事不大，事儿还不少。陶七七在心里默默地吐槽着。我又不是画眼线，闭眼干什么？眼线是什么？本王让你闭眼。闭就闭。本事不大，事儿还不少。陶七七在心里默默地吐槽着。没一会儿，陶七七感觉到捏着自己脸颊的手松开，马上睁开眼睛去看镜子里的自己，勉强看到镜子里自己的眉毛还挺正常的，点了点头。看来王爷没少在白小姐脸上练习画眉吧？在你脸上才算是练习。南宫瑾淡淡的说。陶七七一下就炸毛了，在我脸上练完，再给白子嫣那个小作精画。南宫瑾嘴角抽了抽，到底谁才是小作精啊？他不耐烦的一把按住他。坐好。陶七七不满的嘟了嘟嘴。哼，怪男人。南宫瑾深吸了一口气，最后到底是没忍住，大步走了出去。陶七七瞄了眼大步离开的南宫瑾，又抱着镜子左右看了看。小气鬼画的还挺不错的嘛。上好妆后，陶七七懒得弄头发，干脆直接就扎起马尾。收拾好自己，陶七七撩开帐帷走出去，看到站在外面的南宫瑾，冲他走过去。走吧，我们先去接小白。南宫瑾看到他今日这一身，头又开始隐隐的作痛。回去把你的头发和衣服换掉。又怎么了？陶七七给南宫瑾转了一圈。我这一身不好看吗？好看是好看呀。南宫瑾咬了咬牙，就是不成规矩。他顺势挽住南宫瑾的胳膊。哎呀，你别管我的衣服了，走啊，去找小白了。白子嫣从营帐里出来，看到的就是陶七七挽着南宫瑾的胳膊往猎营后面去。他赶紧开口：王爷、王妃，用早膳了吗？要不要一起去用早膳啊？不用，我们先去看小白。不过听着你这中气十足的声音，身体应该没问题了哈。刚才一着急，白子嫣喊的声音大了些，她随即开始后悔。听到陶七七的话有些难堪，再张嘴要说什么，陶七七就已经回头拉着南宫瑾走远了。她狠狠地咬住嘴唇，再张嘴要说什么，陶七七就已经回头拉着南宫瑾走远了。她狠狠地咬住嘴唇。来到营地，这里看管着活捉的奇珍异兽。陶七七在看守的带领下找到了小白。王妃，这个小狐狸虽长相讨喜，但性子烈。昨天我们的人都不敢靠近它，生怕被它伤到。看守边说边给陶七七开着卷门，接下来还想说什么，一开门看到一道白影扑出来，他大惊失色，大喊着王妃小心。心中想的皆是自己要完了，这小狐狸伤到王妃，自己必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再一转身，
发现那个小狐狸正钻在陶七七的怀中撒娇，细声叫着，拿脑袋蹭着陶七七的下巴求摸。哎呀，还得是王妃有福气，连这个机灵的小狐狸也亲近您。南宫瑾看着那只通体雪白的小狐狸，就想起昨天陶七七边摸着自己边叫小白的场景，伸手拎着小白的后脖颈拎到自己的面前。陶七七怀中一空，转头看到南宫瑾正嫌弃的和小白对视着，小白正四脚蹬动着挣扎着，闷闷的嗷声恐吓着拎着他的人。透过眼神，南宫瑾好像也感觉到了他的嫌弃，往上提了提。南宫瑾的视线往下挪去。这只狐狸公的还是母的？要你管！陶七七一把把小白抢过去，抱着摸摸小家伙的脑袋，瞪了一眼南宫瑾。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姐姐带着你，咱们走。陶七七抱着小白，一路气鼓鼓的上了马车。上车后，他把小狐狸放下，小白就老老实实的趴在他的腿上，揉着小白的爪子。陶七七看着他的眼睛，小白，你说你都在这里了，师傅会在哪里呀？有没有可能师傅也跟着我到这古代来了？小狐狸歪着脑袋细细的应了一声。陶七七瞬间兴奋起来，真的吗？小白，师傅真的也在这里？那你能带我去见师傅吗？小狐狸低低的叫了2声，蹭着陶七七的手掌，甩了甩脑袋，窝在主人的怀里，不再动弹。陶七七刚兴奋下来的眼神就落了下去，一下下的摸着小白。你也不知道师傅在哪里吗？那我们2个应该怎么样才能找到师傅呀？正想着，有人掀开了车帘，踏了上来。南宫瑾上车，看到陶七七怀中抱着的小狐狸冲着自己呲牙，他挑了挑眉，坐到自家王妃的身边，朝着小狐狸那边伸手。哼，你就知道欺负小白，才不给你抱呢！没看到我们家小白不喜欢你吗？再说，你今天怎么没上白子嫣的车？本王的车，本王想上就上，再多话把你丢出去。陶七七鼓嘴，很有眼色的闭嘴了。马车开始启程，陶七七把马车窗边的帘子卷起来，让小白趴在一边看风景，自己则靠在后面，哼着小曲儿靠在轿边，完全一副放松的状态，晃晃悠悠的，又有些困，还真就靠着睡着了。整个马车里就剩下南宫瑾和小狐狸，大眼瞪小眼。小狐狸盯着南宫瑾看了一会儿，几下就蹦到陶七七的身边，就要往他怀里钻。不等他钻进去，就又被南宫瑾掐住命运的后脖颈。南宫瑾把小东西拎到自己面前，蕴含寒意的双眼对上小狐狸圆溜溜墨黑的双瞳，自知自己打不过面前的男人，小狐狸终于偃旗息鼓，安静下来。看着这个小东西如此的乖巧，南宫瑾挑眉，能听懂？小白嫣嫣的叫了一声，算是回应，还算是有灵性。陶七七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王府前，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看到的是南宫瑾放大的一张帅脸，但也还是被吓了一跳。你干什么？南宫瑾面无表情的说道。下车。话落，他就率先下了马车。陶七七撇了撇嘴，阴阳怪气，看见那个狗男人没？记住他，要是他欺负我，你就咬他屁股，听到没？小白嗷呜了一声，小白耷拉着耳朵，附和得很敷衍。他也想咬啊，但是那个男人太可怕了，他不敢。回到芳华殿，陶七七把怀中的小白放下，让他自己撒欢，自己则奔向了主殿。桃园无缘，
你们的王妃我回来了。王妃，你回来了！我们两个都担心死了，生怕你在外面被那个白子嫣欺负。王妃也不带我们两个去。陶七七笑着摆摆手，他还欺负不了我，下次出去玩肯定带你们。拿着吧，这种小玉石做个发簪，应该能挺好看的。王妃，我们不能收。陶渊看到手中的玉石，有些受宠若惊。哎呀，给你们就拿着，去吩咐小厨房做点吃的吧，饿死本王妃了。而白子嫣确实没再想着欺负陶七七。经过秋寿这一行，陶七七和誉王显然关系缓和了不少，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危机感。他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得先成为南宫瑾的人，在誉王府有个身份才行。白子嫣阴沉着脸，小姐，负责给王爷扫扫书房的是奴婢一个乡里的妹妹，奴婢已经让她把香点上了，这香无味，不会被发现的。侍卫灵液也会被引开，只待您过去，一定能得偿所愿。闻言，白子嫣脸色这才好了很多，问他能确保万无一失。小姐放心。本小姐要沐浴，这次她一定要成功。王妃，不好了！奴婢刚刚一个没看住，小白就往王爷书房方向跑了，奴婢们没赶过去追。一听到小白要闯祸，陶七七赶紧站起来，就要往南宫瑾书房那边跑。林烨看见他，下意识抬手拦住。王妃，书房重地，不可靠近。可小白跑进去了呀！林烨满脸的疑惑，什么时候的事情？要是王爷看见小白，他就完了。陶七七眨了眨眼睛，你确定我要我现在进去把他抓出来吗？很快的哦。逐渐动摇中的林烨，那王妃您快点儿。好嘞。陶七七快速地冲到书房里，四目一扫，没有小白的身影。小白白，快点出来呀，不然七哥要打你了。陶七七故意恐吓，然而并没有声音。小白！忽的门外传来声音，陶七七眉头一皱，南宫瑾来了，完了，要是被他发现，肯定又要罚他。他抬头瞅了眼，脚步一旋，灵活地跃上了房梁。南宫瑾走了进来，他坐到桌案前，脸色严峻地处理事情。陶七七晃着脚丫，支着下巴看。他看见南宫瑾龙飞凤舞的字，不禁感叹：狗王爷写的还是蛮好的嘛。可惜他等了1个时辰，南宫瑾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慢慢的，陶七七开始晃起了脑袋，头昏沉沉的不说，还有些热。他扯了扯衣领，抬手给自己扇了扇。谁？陶七七一抖，身子一软，当时朝下跌了下去。他猛地闭上眼，等待疼痛。陶七七，你在这里干什么？南宫瑾冷着脸盯着他。书房重地，不是他可以胡闹的地方。陶七七眼神迷蒙，仿佛有点懵，一股子燥热直冲脑门，而他身上凉凉的，他忍不住抱紧他，蹭了蹭。你身上好凉啊，像冰砖，我喜欢。他将滚烫的脸蛋靠近他的脖子，试探让自己凉快下来。南宫瑾浑身一僵，刚想把他丢出去，身体里顿时涌上热意。生于皇室，他不会不知道这些下三滥的东西。他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一下扯下挂在他身上的陶七七，怒道：陶七七，你竟敢给本王下药！还以为他改邪归正了，结果根本就是他瞎了眼。陶七七懵懵的：啊，什么下药啊？还装！南宫瑾抬手掐住他的下巴。
嘴上装的不稀罕不在乎，却还是想要给本王。陶七七，你可真让人觉得恶心。他最厌恶女人把手段用在他身上了。陶七七被他掐得难受，又想挣扎，又想靠近。你在说什么装啊？南宫瑾，我好难受啊。那药太过猛烈，他又闻了很久，导致他已经彻底不清醒了。而眼前的南宫瑾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他推开他碍事的手，靠近，在他耳边呢喃道：“南宫瑾，本王妃想吃你。”轰的一下，南宫瑾身体里被他压制住的火彻底被点燃。他眸光一暗，紧紧地盯着投怀送抱的小女人。哪怕不惜这下三滥的手段，可身体却在告诉他要了他，狠狠地惩罚他。陶七七，这是你自找的。他发狠地说完，低头擒住他，攻城略地。陶七七被他咬痛了，想退，结果被他狠狠地按住腰。想跑？你放开我，混蛋！我不要你了，我要找别人。南宫瑾眼眸瞬间猩红且疯狂起来，因为他说要找别人，他的怒气旺盛。休想！药效彻底上来，南宫瑾陡然也失了理智。陶七七却因为痛找回了些许清醒，看清他疯狂的模样，他难得的产生了一丝害怕。滚开，混蛋！南宫瑾却越抓越紧。陶七七，南宫瑾的黑眸紧紧地盯着他，抱着他朝后一推，扫落了桌面上的文书，将他抱了上去，而后低头伸手撕开了他凌乱的衣袍，白皙如玉，点缀着点点粉红，格外的迷人。一向盛气凌人的小家伙此刻真的怕了，红着眼泪汪汪地说道：“南宫瑾，你放开我！”晚了。他轻身附下，双腿被南宫瑾抵住，陶七七无处可逃。他偏过头，让南宫瑾的一吻落空。南宫瑾，你再继续下去，我一定不会原谅你。南宫瑾瞳色幽深，掰过陶七七的脸颊。是你先来招惹本王的，给你什么，就给本王受着。南宫瑾，你不是人！陶七七的喊叫声飘出去，正砸在赶到说房的白子嫣耳中。他的指尖狠狠地刺进手掌。陶七七这个贱人，抢了他的王妃之位还不够，现在又想来勾引王爷。别让开，我要进去找王爷。林烨刚才在门口听到里面的声音，也是一脸的纠结。这种情况，自己要是进去，恐怕要被王爷剁成馅料扔出来，他就更加不能让门口的白子嫣进去。白小姐，你不能进去。我怎么就不能进去？白子嫣看着林烨，本小姐再说一遍，你让开。屋中，陶七七狠狠地咬了一口南宫瑾的嘴唇，趁他分神，抬起腿给了南宫瑾肚子一下，成功逃脱男人的钳制。南宫瑾，你清醒过来没有？还从来都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本王。啊，好疼！南宫瑾，你弄疼我了！这样的话飘进外面人的耳中，却品出了另外一种味道。门外，白子嫣的手都抖了。林烨，你还不让开？王妃这样在书房中，成何体统？房中，陶七七被那香弄得手脚皆软，再也无力挣脱开南宫瑾的怀抱，抖着手拼尽力气拔下头上的发簪，扎进自己的手臂，一掌将南宫瑾推开。不料他就算清醒几分，也抵不过现在失去理智的南宫瑾，被男人反折手臂拘在了背后。南宫瑾，你给我放开！不放。陶七七手臂上流的血浸透了衣襟，粘在南宫瑾的手掌上。南宫瑾，你放手，我好痛！
南宫瑾看到血迹，清醒了几分，一瞬间皱起眉头，将陶七七一把推开。滚出去！撞门逃出来的陶七七差点和外面的白子嫣撞上，幸好被林烨伸手拦住。白子嫣看着头发有些凌乱的陶七七从里面出来，衣服被扯得有些凌乱，她现在都能想象到两人在房中做了什么。看到陶七七错身离开，白子嫣转身追上去，林烨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想追上去，又关心里面王爷的情况，只好推门进去。王爷，只见里面凌乱一片，笔墨纸砚散落一地。王爷，你没事吧？南宫瑾睁开眼睛，压下汹涌的躁意，咬牙说道：给本王查清楚，书房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属下知罪，给属下半天时间，一定能查清楚。林烨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王爷的书房被人放了东西，自己居然没有发现，这已经是宽恕。他不敢再说什么。那边，白子嫣追上了陶七七。陶七七，你给我站住！白子嫣拽住走在前面的陶七七。陶七七，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王爷的书房里？我出现在那里，跟你有什么关系？陶七七甩开白子嫣的手，捂住手臂。我现在没空和你说这些，别来招惹我。陶七七，你毁了我和南宫瑾的一切，你知道吗？白子嫣以为陶七七已经和南宫瑾圆房，恨不得将陶七七撕碎吞下去。你真不要脸！陶七七一巴掌甩在白子嫣的脸上，看着她摔倒在地上，冷眼说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敢说本王妃不要脸？别再跟着我，不然本王妃绝不轻饶你。陶七七转身，皱起眉头，踉踉跄跄的离开。白子嫣眼中的妒火快要溢出来，你一定会后悔的，陶七七。王妃，这是怎么了？王妃，陶七七好不容易支撑到走回来，她整个人的意识都快要浑然不清，扶住桃园，含混说道：桃园，快去准备凉水，我要洗澡，本王妃要最凉最凉的水。桃园还在状况外，乌元就赶紧说道：桃园，你跟着王妃，我去准备水。王妃，后面水已经备好。跑到后面的木桶前，陶七七连衣服都没脱，踩着桶边直接跳进去，整个人咕嘟咕嘟冒着泡沉了下去。王妃，你赶紧出来吧，太危险了！陶七七猛地探出头，咳嗽了2声，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衣服上，加上刚才熏红的脸颊，有股禁欲却引人犯罪的样子。哇，王妃，你现在的样子，我才不管哪个男人见到你，肯定都要臣服。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出口。啊，那怎么了嘛？咱们王妃就是沉鱼落雁啊！放眼整个上京，论美貌，能找到比王妃更加好看的吗？陶七七靠在木桶边，听着他们2个人吹彩虹屁，越吹他越清醒。这桶冷水也是来得实在，他身上的药性散得很快，让他不禁打了个哆嗦。行了，你俩别捧，越捧越过分了。王妃，你好点了吗？陶七七点点头，揉了揉太阳穴。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出门没看黄历，小白那个小没良心的，逃出去还不忘给我找麻烦。明天找到他，就把他的毛全部剃光。王妃，王爷带着白子嫣找过来，看起来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哼，他生气，本王妃还没生气呢。陶七七从木桶中站起来，出去穿上给他准备的青色纱裙，头发还没有擦，就打算这样子出去。哎，王妃，您头发还没擦呢，这样出去有失体统。你家王妃准备出去对人，回来再擦。南宫瑾跨进芳华殿，正好陶七七从偏殿出来，
微湿的发丝散落在肩膀上，青色的纱裙若隐若现的，还能看出女人的身材，整个人湿漉漉的，显得那样的好欺负。白子嫣一瞬间后悔了，这个时候缠着南宫瑾上门来找陶七七，简直就是个勾引人的狐妹子。南宫瑾看到陶七七沐浴过后可口的样子，喉头不禁动了动。想到陶七七被自己压在桌上欺负到眼红的样子，他闭了闭眼，压下心中那点蠢蠢欲动。青天白日，你现在成什么样子？到底我是因为谁才变成这样的？你心里清楚。我清楚个！陶七七忍住没把剩下的那个字说出口，几步走上前。还不是因为王爷你是不是要对我负责啊？南宫瑾僵了僵。你做梦！白子嫣实在看不下去两人这打情骂俏的模样，在旁边找存在感的问道：王爷，本来我也觉得没什么，当我追上去想问问王妃这是怎么回事，就被王妃打倒在地。王妃可能真的很急吧？是啊，我特别急。我想王爷应该明白我急着回来做什么吧。哼，陶七七，本王还真是小看你了，这一出自导自演的好戏你还没演够。你少在那里阴阳怪气的，请王爷告诉我演的什么戏？南宫瑾紧紧地盯着陶七七的眼睛。今日之事是不是你做的？陶七七一阵无语。我做的？南宫瑾，你少自作多情。我说是因为你我倒霉才是真的。那是怎么回事？哪有这样巧的事？出事的时候只有王妃你在，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啊。这有你说话的份吗？陶七七扫了白子嫣一眼。从我进去到发作的时间上来讲，我确实最应该被怀疑。但王爷你别忘了，你和我几乎是同一时间发作的，以你的武功内力和我同时发作，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还有，陶七七伸出手指转了2圈。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那我还挣扎做什么？顺势而为就好，别搞不清楚状况，上门就来找我麻烦。其实南宫瑾也确实觉得有些奇怪，但当时只有陶七七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他的书房，也只有他有这个可能。陶七七，别以为本王会没有证据。我怕你呀，就怕你拿出证据的时候啪啪的打脸。陶七七的眼神落在旁边白子嫣的身上。王爷怎么不问问你们家子嫣？那个时间怎么会出现在你书房的门口？王爷，子嫣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今日去书房找您，是想让王爷去我那里尝尝我新做的点心而已。王妃可不要血口喷人。陶七七学着白子嫣的模样，看向南宫瑾。那本王妃也希望王爷不要血口喷人。王爷是聪明人，可为什么这事儿一到女人的身上，王爷就开始糊涂起来？你说什么？没什么，王爷要是没听清就算了。他听清了，这个陶七七分明就是变着花样的损他。南宫瑾上前抓住陶七七的手腕。就算不是你下的药，也绝对与你脱不了干系。有本事王爷就查清楚到底是不是和本王妃有关系。两人正对峙着，桃园从外面进来禀报：王爷，王妃，林烨说事情有进展，要过来请王爷回去。让林烨进来禀报，正好是为王妃听听。听听就听听呗。陶七七瞪了一眼南宫瑾，外面林烨进来，拎着一个婢女的衣襟，直接把人拎起来扔在了地上。婢女哆哆嗦嗦地趴在地上，不敢抬头。是谁指使你做这件事的？王爷的问话使得地上的婢女更加哆嗦了起来。回王爷，奴婢只是收钱在书房中放上熏香，其他的奴婢一概不知，求王爷饶奴婢一命吧。林烨的剑已经抵在丫鬟的颈间。王爷问你话，
速速回答！是王妃吩咐奴婢放的。王妃，奴婢想活下来，您不要怪奴婢啊！南宫瑾转过头，冷着脸对着陶七七：“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说是我吩咐你的，那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讲的？又许给你什么样的好处？”您当时只说让奴婢把那个东西放进去点燃就好。您给了奴婢20两银子，让奴婢保守秘密。陶七七直接笑出了声。就你这样，还学别人栽赃嫁祸？20两啊！你说得出口，本王妃都拿不出手。刚才还笑语嫣然的陶七七，说话间眼神变凌厉了起来，嘴角的笑意褪去。我劝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你这漏洞百出的说辞，本王妃也能编出好几个。小丫鬟赶紧磕头。奴婢不敢了，这些都是真的。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哪敢和王妃讨价还价呀？你是不敢讨价还价，但是你敢栽赃嫁祸呀！南宫瑾看着地上跪着的人，冷声说道：“你说是王妃，除了20两银子，可再有其他什么证据？”奴婢。白子嫣抢话道：“这种事情谁会留下把柄呢？更何况这件事情不一定就是王妃做的，趁奴婢的话听听也就算了。”若本王妃真的有那种心思，陶七七信步走到了南宫瑾的身边，在他身边站定。南宫瑾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你有这心思如何？陶七七勾着南宫瑾的脖子，坐在男人的腿上，并不需要那种下三滥的东西。你有这心思如何？陶七七勾着南宫瑾的脖子，坐在男人的腿上，并不需要那种下三滥的东西。王爷，如果我投怀送抱，还需要其他东西助兴的话，那岂不是太对不起本王妃这张脸了？你给本王松手！南宫瑾没想到他会坐到自己的腿上，女子刚沐浴完的阵阵香气冲着他飘过来，他忍住把陶七七扔出去的冲动，狠狠地说道。陶七七勾着南宫瑾的脖子更加靠近了一些，抬手描绘着王爷的唇边，呼吸间的温热气息，两个人都能感受到。王爷若是厌恶，推开我便是。陶七七低声用两人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说道：“可王爷怎么还不动手啊？”你放肆！你放肆！陶七七挑衅地看着南宫瑾：“我就放肆了，王爷，你能拿我如何呀？”别逼我扔你出去！陶七七施施然地站起来，看着地上跪着的洒扫婢女：“现在可以说说你是被谁指使的了吧？”婢女咬着嘴唇，抬头悄悄地看了眼白子嫣，看到她的眼神，害怕地低下头：“奴婢没有被任何人指使，全是奴婢自己讨厌王妃才设计这件事。”你说你讨厌我才会设计这件事情。陶七七走到婢女的身边：“你是怎么知道本王妃今天一定会去王爷的书房？”那婢女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奴婢，你可得好好说清楚啊！我可不像白小姐那样好说话，我可是杀人不眨眼哦。”王爷，这不关奴婢的事，王爷，这件事是白小姐让我准备的，奴婢所有的事都是听从白小姐的吩咐啊，王爷。你胡说！白子嫣立刻激动起来，看到那个贱奴反水，她又惊又怕。王爷，臣女拿性命担保，这件事绝对与臣女毫无关系。这个丫头污蔑王妃，又来污蔑臣女，你一定不能轻饶啊！南宫瑾的眼神在扫过白子嫣身上的时候，他的呼吸一滞，等到男人挪开视线，他才浅浅地舒了口气：“本王要听你的真话。”是，奴婢不敢撒谎。
是白小姐身边的婢女找到奴婢，说只要顺手的一件事就能得到好处。奴婢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求王爷饶奴婢这一回吧。婢女慌乱的磕着头，陶七七实在觉得无趣。这样的奴婢还留在身边，我想王爷应该早日清查身边的人，而不是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就来我这里喊打喊杀。南宫瑾站起来，林烨，将他带下去，施极刑。陶七七，你别以为本王这样就会相信你。王爷慢走，下次别来了。王妃真是好手段，这样都能逃脱罪责。陶七七笑了笑，没有白小姐你的手段好，一招栽赃嫁祸也是炉火纯青啊。我与你势不两立。白小姐，你我早就是势不两立。靠着别人的宠爱这种事情，我还真想知道你还能这样多久。别怪我没提醒你，爱会消失的。你想说什么？如果爱消失了，你该怎么办呀？全部都怪你，都是因为你我才这样寄人篱下。趁着现在王爷对你的纯洁无害还喜欢得起，你多加利用吧。桃园，送白小姐出去。是。王妃，我给你揉揉肩膀吧。桃园绕到陶七七的身后，开始给她放松。奴婢说王爷还未查证就笃定是王妃您，还真的是让人觉得委屈。陶七七倒是不在乎这些，他唯独宠爱白子嫣，怎么会觉得他有问题？你也看到那个丫鬟承认自己上面接头的是白子嫣，可结果呢？南宫瑾不信啊，男人啊就是这样被女人蒙蔽双眼的。回到书房中的南宫瑾咳嗽了一声，皱起眉头。刚才他凑近闻过燃尽的香，虽然点燃的香没有香味，但是靠近后还是能闻到燃尽的烟灰中有股莫名的味道。王爷，这种事属下来便好。王爷，这不像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主仆心照不宣的同时说出2个字：鬼市。王爷，王妃并没有在这之前有任何动作，也确实是因为那只小白狐狸才追到书房这边，误打误撞出了事。起来吧，这些东西你向来比较懂，你来仔细看看，这是什么香？此香在鬼市有卖，一根值1000金，其中混入曼陀罗，过度吸食会产生幻觉。这香向来都是一些王公贵族买来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个王府中的奴婢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南宫瑾的眼中没有一丝的温度，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把手伸进本王的王府中了。看来一再的忍让只会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这次是属下办事不力，请王爷一并责罚。你们2个都起来吧。林月，你回去继续看着陶七七，一旦他有什么异常的动作，一定要提前告诉本王。是，属下遵命。林月出去后，南宫瑾才对林烨说道：你最近多注意点紫嫣的动向。王爷是怀疑。南宫瑾揉了揉太阳穴，抬手没让林烨继续说下去。就这样吧，你先出去。是，属下告退。南宫瑾撇着被扔在桌上那只还带着血的簪子，忽然之前他想起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陶七七拿簪子扎向自己胳膊的决绝，又想起那个小女人刚才坐在自己怀里的感觉。他抬手想将簪子扔到一边，要脱手时却又握住，复而放进了怀中。是夜，陶七七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身体素质，所以压根就没有好好处理伤口，入夜便高烧不退。桃园乌元急得团团转，掀开陶七七的衣服袖子，随意包扎的地方还是一片红肿，压根没有消下去。乌元急得直接哭起来。王妃，你怎么样？王妃，都怪奴婢不好。乌元，
本王妃还没死呢，你留着等会儿再哭行吗？王妃这是说的什么话？桃园去换毛巾过来，就听陶七七在诅咒自己。王妃，这样不行，我们请大夫吧。别，用不着，就是伤口感染，染上风寒了而已。明天一早就好了。王妃，您现在这个样子，要是不找大夫，出了什么事儿，你让奴婢们怎么办？你们拿点伤寒的药，我吃下去就行，不必麻烦其他。拗不过陶七七的脾气，桃园只好出去拿药。看到守在外面的林月，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说道：林月，王妃今天受伤，伤口没有敷药，今晚一直高烧不退，王妃又不肯找大夫，所以我来求你，能不能找找王爷？什么？王妃受伤？是。好，我现在去禀报王爷。有劳。陶七七灌了药躺下，因为发烧，身上总是隐隐的作痛，他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也不知道几时才昏昏欲睡过去。这一觉倒是挺沉，沉到南宫瑾将他抱起来，他都没有醒过来，将陶七七放在自己寝殿的床榻上。南宫瑾掀开他的袖子，看到敷衍包扎的白布，揭开后看到本来纤细白嫩的手臂，发簪被扎得一圈胀得厉害。活该，那我就不该管你。南宫瑾边说着，边拿起金疮药倒在陶七七伤口的周围，放下陶七七的手臂。南宫瑾拿起一块白色的丝帕给躺在床上的人包扎。林业候在寝殿外。王爷，其实你要是不想管王妃，便不用照顾她如此的。本王是怕她死在王府，不好交代。林业适时的拆台。王妃是自己不用药，想必丞相大人也不会怪罪到您身上。林月给了他一拐子，用眼神瞪他：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眼神都没有啊？林业心中满是疑问，转头皱着眉头看向林月。怎么？林月无语，以前怎么没觉得林业这么少根筋呢？看着陶七七的睡颜，南宫瑾俯身离得更近了一些。你可要好好保住你自己的小命，别拖累本王。早晨，陶七七被外面洒扫的声音吵醒，反身想摸枕头抱着，摸了半天也没摸到，睁开眼睛茫然了几秒，腾地坐起来。这他妈是哪儿啊？怎么一觉醒来连床都给他换了？他还傻着，就眼睁睁地看着南宫瑾从外面走进来。这他妈是哪儿啊？怎么一觉醒来连床都给他换了？他还傻着，就眼睁睁地看着南宫瑾从外面走进来，看了他一眼。醒了就赶紧滚回你的芳华殿。我的芳华殿？这是你的寝殿？不然是你的吗？芳华殿隔着南宫瑾的寝殿都有108000里了吧？他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听说某人昨晚差点因为发热死在寝殿，本王好心救你一命，不用谢。你少诅咒我！谁要你救啊？本王妃自身就有底蕴，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南宫瑾气笑了。哼，好，下次要是再出什么事，快死了本王也不会管你。用不着。陶七七整理好衣服，甩头就走。出了寝殿，陶七七才想起查看自己的手臂，昨天的红肿已经消下去，伤口的手帕也被换掉。他摸了摸手臂，去，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渣男本色。王妃，刚才梁妃娘娘的人来过，说要让您和王爷进宫一趟。梁妃，那不就是南宫瑾的母妃吗？也不知道这位宫里的尊贵的婆婆召见她干什么。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从衣柜里拿出一套白色暗花的襦裙，套上后喊来桃园帮自己梳妆。打扮得体后，跟着林月往府外走。
南宫瑾早已等在府外，身着一身玄色的长衫，衬出她满身肃杀之气。陶七七穿着月白色的锦衣裙，略显端庄，压下了她平日里的几分跳脱。向她走过来的时候，多了几分温婉，但下一秒，她就看到这个女子提着裙子跑向她。跑跑跳跳成何体统？进了宫，就不可再像现在一样没规矩，知道吗？整日规矩规矩，陶七七嘟了下嘴，说道：“哎呀，知道，绝对给足你面子啊！”他整理好衣摆，故意给南宫瑾行了一礼：“王爷，请上车吧。”南宫瑾无奈的上车，马车畅通无阻的进入皇宫内，后在第二道小门处停下，两人一前一后下来。蹦下马车的陶七七好奇的四处张望着，南宫瑾伸手拉过还在发愣的陶七七，半拖着他似的往前走。你忘记本王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吗？哎呀，记得。哎呀，你放心哦，本王妃也是有分寸的。前面来接他们的太监将二人带到承乐殿中，主位上坐着一个身着素雅的妃子，正一脸笑意和下座的一个女子说着什么。看到南宫瑾和陶七七从殿外进来，女人眼中的笑意不减，柔和的说道：“小景、七七，你们快过来坐吧。今日啊，正好还有贵客在呢。”这就是梁妃吧？陶七七行礼时偷看了一眼高座上的女人，肤若凝脂，简直不是吹的，一点看不出有南宫瑾这么大的儿子。见南宫瑾不接自己的话，梁妃用帕子掩着嘴角笑起来。我们家景儿啊，就是这样少言少语的。小秋儿啊，不是本宫说，她呀，少不了本宫要操心呢。姨母就会说笑，秋儿倒是觉得王爷这样便好。若是成日里嬉笑，那姨母才真的是要操心呢。蒋丹秋说完，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偷偷看了一眼南宫瑾，见他还是那副冷淡的表情，笑意有所收敛。听说王妃在秋猎上大显身手，连瑞王都不是你的对手。梁妃的口气很是阴阳怪气，看来婆媳关系很是艰难。这不算什么大显身手，母妃不必夸奖的。谁要夸奖你呀？梁妃面上的表情变了好几遍，好歹维持着面上的优雅。这嫁给玉儿后啊，你要记得，在外面那些习性啊，就不要带到王府去了。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事呢。是，儿媳明白。陶七七答应的极其敷衍，什么相夫教子的，她可是要走江湖女侠剧本的。等到合适的时机，拿到和离书就开溜。到时候一边潇洒一边找师傅，简直是两全其美呢。梁妃满意的点点头，趁此机会提起了自己的侄女。本宫这个侄女啊，从小心高气傲，琴棋书画呀，样样精通。这不是吗？也到了该许配人家的年纪，本宫啊，也是替她操心呢。七七啊，你觉得小秋儿怎么样啊？陶七七眨眨眼睛，上下仔细的打量着蒋丹秋，差点把对面的人看毛，才收回眼神，惜字如金。挺好。那你们姐妹之间平日可要多走动，感情才会好嘛。你说是吧，七七？南宫瑾冷漠的打断。他们俩不是姐妹。哎，小景儿，你真是一点也不懂小女孩们之间的感情啊。七七成日里啊，大门不出二门不外的，很难有个交心的好姐妹。跟着小秋儿一起啊，也算能有个解味儿的。看来梁妃是铁了心要将人塞进王府的。南宫瑾面色一沉，陶七七也注意到南宫瑾并不是很高兴。他不高兴，他就高兴了呀。也是啊，王爷平日里几乎都在白子嫣那里，也没个人陪着我。要不这样吧，秋儿小姐姐如果不嫌弃，
就到王府去住几日吧。闻言，见他识趣，梁妃倒是缓和了些许脸色，蒋丹秋亦是羞红了脸。唯有南宫瑾猛地瞪了陶七七一眼，而陶七七正一脸无辜的撑着下巴歪头看着他。母妃，一个未嫁女子出入王府终是不好，请母妃三思。蒋丹秋的眼圈迅速红起来。姨母，秋儿想出去走走，就先告退。蒋丹秋走后，大殿里的气氛有些寂静。梁妃在扶手上重重的一拍：“继儿，今日之事你明知母妃是何意，为何还要违背母妃的心意？”母妃不必费尽心思在我身边安排人，王府只要陶七七一人便可。糊涂！本宫又没让你休了七七，只是让你再娶个侧妃巩固自己的位置啊。这场秋猎瑞王成为最受益的人，你还不着急吗？您可快点让南宫瑾休了我吧。陶七七默默的祈祷，南宫瑾却不耐的说道：“母妃，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你这是要气死你母妃吗？本宫给你找的侧妃你不要，你还真打算娶你府中那个知县女儿为侧妃吗？陶七七也好奇的看向南宫瑾，他应该是很想娶白子嫣的吧，毕竟那是他的白月光呀。府中后宅之事，无需母妃挂怀，儿臣自有打算。南宫瑾，母妃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儿臣就先行告退了。梁妃被南宫瑾的态度气得不轻。静儿啊，母妃自问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懂事以来，母妃事事以你为先，你难道就不能理解母妃吗？迟钝如陶七七也感觉出他们母子俩之前的气氛不对，便横插了一句说道：“母妃，您要是真的为王爷着想，那这门亲事怕是不成。”你说什么？王妃难道想一个人霸占着萧景不成？王爷身边有几个提及的人是好事，你身为王妃可不能如此擅妒啊！小了。啊？什么？格局小了？什么格局小了？王爷他想娶多少侧妃，这我不管。就算王府被王爷塞满女人，那也都是他的事啊。但母妃，蒋小姐是您的侄女，有道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何况母妃又怎知道蒋小姐当不了凤呢？恐怕陶七七都没细想，他这句话还有两层意思。反倒是南宫瑾和梁妃两人都沉默下来。主位上的梁妃看向了南宫瑾，以为这是南宫瑾的授意，而南宫瑾则眼神有些深沉地看着陶七七。这个女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好在大殿中的三个人各怀心思，这件事也就被接过去不提。虽然这件事接过去不提，梁妃却又说道：“七七这孩子还真是讨人喜欢，本宫还想着留你在后宫多住几日。”多谢母妃厚爱，这后宫中恐怕儿媳也不便久住。哼，本宫说可就可，你便留下来住几日吧。陶七七求助的看向南宫瑾，不是吧？真要留他在宫中？南宫瑾向前倾身，挡住梁妃看向陶七七的视线。母妃不是已经有蒋小姐在这里作伴吗？本王的王妃最擅长闯祸，留她在宫中我不放心。什么叫最擅长闯祸？陶七七不安分的在下面踹了一脚南宫瑾，见男人看过来，狠狠的瞪回去。看什么看呀？梁妃却是铁了心，必要将陶七七留下。静儿啊，本宫已经不提侧妃的事儿了。怎么，让七七在这宫里陪本宫几日也不愿意？愿意愿意。哎呀，王爷你放心吧，我就在宫中陪着母妃住几日，绝对不会惹是生非，你就放心吧。南宫瑾张了张嘴，终是没有再说什么。南宫瑾起身告退，
陶七七跟出去送他。送到王府的马车前，南宫瑾站住回身，眼看着不知道在低头想什么的陶七七一头撞在他身上，扶住南宫瑾的胳膊，陶七七才站稳。王爷走好，我就不送了啊！说着转身就要走。陶七七，宫中不比王府，你要是真的闯出祸来，本王可不会救你。放心吧，明白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用成语就少用。南宫瑾说完就甩袖上马车，马车扬长而去。陶七七冲着马车的背影摆了个鬼脸。梁妃把陶七七安排在偏殿住下，好在偏殿就他一个人住，梁妃还给他安排了几个宫女在旁边伺候。陶七七没骨头似的趴在桌上吃着糕点，手撑着下巴看着所谓的几个丫鬟。他怎么也想不通梁妃把他留在皇宫里的用意，还派这几个婢女防贼一样的防着他。没多久，蒋丹秋袅袅的来到了偏殿，声音细柔的说道：“玉王妃，臣女蒋丹秋求见。”进吧。他懒懒散散的说道。王妃觉得偏殿可习惯？尚可。陶七七打量着他，论姿色，蒋丹秋可比白子嫣明艳多了。南宫瑾可真是有艳福啊，宫里一个，府里一个，都想嫁给他。王妃嫌少进宫吧？不如丹秋带您去御花园逛逛。行吧，就给你个面子，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二人行至御花园，蒋丹秋有意无意地提及道：“幼时我与誉王也算青梅竹马，还记得幼时誉王最喜欢带着臣女在御花园。”青梅竹马？那南宫瑾如今怎会对你如此的生疏啊？陶七七不解地问道。蒋丹秋一噎，差点吐出一口血。陶七七心中暗哼，哼，让你秀。那是因为臣女及笄之后就鲜少进宫了，若非如此，自然与誉王是无比亲近的。姑母早就有意亲上佳期，只是没想到被陶七七捷足先登了。陶七七，你来宫里也不知道先拜见本公主。那知道本王妃进宫，你也不知道来拜见皇嫂。你到底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知道呀，皇帝陛下的地盘嘛。三公主气得抓狂，又不敢反驳。蒋丹秋看见这位备受皇帝宠爱的三公主，主动向前行礼道：“朝阳公主安好，臣女是……”走开，走开！本公主要跟陶七七说话，你冒出来干什么？碍事儿！蒋丹秋顿时一阵尴尬，他咬唇不甘地闭上了嘴。正好胜似狩猎平手，这次本公主要好好再跟你比一比。比什么？陶七七没在怕的。三公主四目一扫，就比试摘桂花，谁摘的桂花多，谁就胜。本公主小厨房做出来的桂花糕就是胜利品。光桂花糕有什么意思啊？输的人要大喊3声：“我是猪猪！”行，王妃娘娘，请您不要给梁妃娘娘添麻烦。婢女突然提醒道，担心陶七七闯祸给梁妃惹来麻烦。谁知陶七七还没说话，三公主就怒斥说道：“你们都给本公主滚开，别碍事！”公主，梁妃娘娘吩咐过，让我们一定要待在王妃的身边，保护她的安全。三公主瞥了几个奴婢一眼，怎么，本公主还能把陶七七吃了不成？都给本宫出去！抵不住三公主的震慑，加之公主身边的侍女也有意驱赶，终于整个御花园只剩下3个主角。玉王妃，若是誉王知道你又找三公主麻烦，只怕是……你眼瞎呀？明明是小三子非要挑衅本宫。三公主皱眉：“你谁呀？在这里废话连篇的。”蒋丹秋攥紧了拳头。
臣女是梁妃娘娘侄女，蒋家嫡女蒋丹秋。哦，那本公主命令你一起来。啊，臣女比不得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她心里想着，却并未说出后半句。让你来你就来，再啰嗦，本公主让人打你板子。眼瞅着三公主一下就制住了绿茶婊蒋丹秋，陶七七笑得很是开心。三个人一人一棵桂花树，陶七七很是气定神闲。三公主摩拳擦掌，蒋丹秋一脸菜色。一炷香的时间，三公主一挥手，率先一个利落的借力就跃上了树枝，挂着篮子开始摘花。蒋丹秋上不了树，也拉不下面子去爬树，想起那个丢人的赌约，又怕输，呆站着，着急的不行。陶七七背着手走到树边，她把身上的晚纱取下来，铺在了地上，而后瞄准的位置一脚就踹了过去。瞬间，桂花纷纷而落，桂花雨里的陶七七美得惊人。陶七七不过是连踹几脚，桂花就落了满满一地。三公主还在树上摘花，看见陶七七粗暴的方式，立马眉头一皱，跟着学。蒋丹秋也学着伸脚踹树，结果桂花树纹丝不动。蒋丹秋一脸的黑线。突然，三公主脚一滑，啊的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陶七七快速过去，伸出了手接住了三公主。而另一边，皇帝在御花园设宴，叫上几个皇子和安陵怀疑畅聊战场之事，刚好听到三公主那声惨叫。陛下，这个声音听得好像是三公主的声音。三公主？皇帝挑起眉毛，自己的女儿他还是有些担心的。老奴让人过去看看。不必，你们陪朕过去看看。南宫瑾没有什么异议，瑞王听到三公主的声音，更是想立刻顿身奔过去。安陵怀一点头，陛下请。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桂花树的附近，恰好听到陶七七打趣的声音：“小三子，你好废呀！你这是在对本王妃投怀送抱吗？可本王妃不喜欢女人呀。”闻声，南宫瑾的眼瞳猛地一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一些。他没听错的话，里面是陶七七的声音。刚走过来，所有人就看见陶七七抱着三公主在桂花雨里肆意的笑着。哎，陶七七，你好不要脸！谁向你投怀送抱了？本公主也不喜欢女人呐。皇上驾到！父皇，你怎么有空来这里？看着面前跟自己撒娇的小女儿，皇帝只是轻轻的看过去一眼，三公主立刻收敛起来，小心翼翼的行礼。父皇，女儿错了。皇帝眼神扫过地上赶过来跪着的丫鬟和太监，陪着公主胡闹，你们一个个的脑袋都不想好好搁在脖子上了，是吧？这话说的声音不算大，跪在地上的几人却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迫于皇帝的气势，没人敢开口。陶七七上前替三公主解围：“陛下，臣妾和三公主在这里摘桂花，可是打扰到陛下了。”陶七七，你怎么和父皇说话？陶七七俯身请罪：“陛下，臣妾鲁莽，打扰到陛下，罪该万死。”啊，父皇，要罚别罚女儿吧，是儿臣非要拉他们过来陪我玩，儿臣真的知错了，父皇。海公公，叫人送三公主回去闭门思过3日，好好给朕闭门思过。是。三公主再不情愿，也不敢反驳什么，偷偷瞧了一眼陶七七，才跟着几个奴婢回去，连蒋丹秋也偷偷摸摸地跟着退下了。余下的几个丫鬟太监被带下去打板子。刹那间，
只剩下陶七七一人面对皇帝众人。皇上饶命，臣妾还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吗？朕什么时候说要你的命了？刚才胆子不是很大吗？怎么现在反而要朕饶你的命了？臣妾知道皇上不会真的要我的命。陶七七小心翼翼地仰头去看负手而立的皇帝。陛下，您是明君，怎么可能会随便要人性命？这马屁拍的可谓是明目张胆，但皇帝还真就吃他这一套。老六，还不把你的王妃扶起来？不愧是陶丞相的女儿啊！父皇，七七生性爱胡闹，儿臣会管教她。不必，倒是可爱的紧。走，朕再跟你聊聊。安陵怀疑收回落在陶七七身上的视线，笑着应好。等到皇帝他们离开，陶七七才放松下来，看了眼站在旁边没跟着离开的南宫瑾。哎，你还杵在这干什么？还不走？陶七七，你能让本王省点心吗？哼，在王爷眼里，我只会添乱是不是？我劝王爷还是多操心操心你的白子嫣吧。说完，陶七七头也不回的离开。南宫瑾盯着陶七七的背影，握紧了拳头。这丫头越发的胆大了。陶七七身边也没有太监侍女跟着，赌气闷着头走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她迷路了。靠，这怎么每个岔路口都长得一样啊？这么大个地方，怎么都看不见个人，全都挂那个南宫瑾。绕来绕去，陶七七最终还是在一个凉亭里坐下，放弃了挣扎。爱谁谁吧，他的脚是真的走累了，等到宫女太监路过再说吧。从地上捡起小石子，陶七七趴在凉亭的栏杆上，百无聊赖的扔着石子。七七，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陶七七转过头去，看见来人已经走进了凉亭，好像是那个站在皇帝身边的人。你……哎呀，七七，几年没见就把我忘了，真是个小没良心的。几年没见，陶七七努力的在大脑里搜寻着记忆，面前这个人完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我想不起来了。小胖子，你总能想起来吧？小胖子？你是小胖子？哇，你现在也太帅了，根本认不出来了。他努力翻找原主的记忆，面上却装作像想起来了一般。我还以为几年没见你把我忘了。怎么可能？忘记谁也不会忘记你呀。陶七七继续装着，安陵怀疑的视线一直没从陶七七的脸上挪开，忽然间有些失落的说道：去军营历练几年，回来就听说七七你成婚了。提起成婚的事情，陶七七有些尴尬的松开手。七七，如果你过得不开心，记得来找我。陶七七眨了眨眼睛，没想到原主还能有只旧桃花。他刚要说话，一只手忽然伸过来，他抬头一看，愣了下。南宫瑾，本王的人不需要将军来操心。安陵怀疑看见南宫瑾眼中的笑意也消失无踪，言语间针锋相对。哼，七七跟你在一起并不开心，用不着你操心。南宫瑾看着安陵怀疑的眼神，毫不掩饰的敌对。一个是在战场叱咤风云的将军，一个是朝堂之上的王爷。南宫瑾气势不落安陵怀疑半分。南宫瑾拽着陶七七向外走，此时陶七七还不忘作死的回头对着安陵怀疑喊道：下次等我有时间去找你玩啊。南宫瑾，你慢点，我跟不上。
直到把陶七七带进一条小路，南宫景才停下。他握住陶七七的手腕，将人抵在旁边的树干上。陶七七，你还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你又发什么神经？南宫景捏住陶七七的脸，让她看向自己，眼神带着寒意。你是本王的王妃，谁准你在外面勾三搭四的？王爷是怕本王妃给你戴绿帽子吗？您尽管放心，本王妃才不会做那么没品的事儿。那你还在宫中就急不可耐的招惹其他男人？陶七七觉得南宫景最近越来越不可理喻，也没有那个耐心一步步的退让。她直视着男人的眼睛。南宫景，你是不是觉得我非要喜欢你不可？死死的在你身后那个赶也赶不走的陶七七。你说什么？王爷还记得因为什么娶我的吗？因为是我逼迫您娶了我，害王爷娶不了心上人，所以王爷最厌恶我，不是吗？既然厌恶我，何必担心我招三惹四？既然厌恶，能不能离我远点儿？陶七七扬起嘴角，平淡如风地说着，可他眼里却没有丝毫的笑意，冷若冰霜。南宫景狠狠的一震，刚要说什么，又被陶七七一堵，抬眼对上南宫景的眼睛。难不成王爷爱上本王妃了？你想得美！你以为本王愿意管着你啊？若不是为了誉王府的脸面，本王不会多看你一眼。那最好不过了。陶七七冷漠的退后，向南宫景规矩的行了一礼。既然王爷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先回去了。直到走出那条小路，陶七七才完全缓过来。难道这就是你当时心灰意冷的感觉吗？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爱上南宫姐那个大猪蹄子。回去的路上，陶七七恰巧碰到了正带着一个丫鬟往回走的蒋丹秋。这不是丹秋姐姐吗？怎么才往回走呀？啊，我就是逛了逛御花园。七七，皇上没有为难你吧？没有，皇上说我无罪。蒋丹秋咬牙，那他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哦，对了，陶七七走到蒋丹秋的身边，眼睛笑成了月牙状，可爱的紧。丹秋姐姐，刚才我们的比试可是你输了呀，咱们的约定是不是还有效呢？姐姐一定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吧？蒋丹秋看着面前这个笑颜如花的人，忍不住在心里歇斯底里，这个陶七七简直就是个魔鬼。怎么，丹秋姐姐不愿意啊？也是，玩个游戏而已，是我太当真了。那我先回去了。蒋丹秋赶紧叫住陶七七。七七，是我输了，这是应该的。看着蒋丹秋脸上又不甘又想表示大度的表情，陶七七就想笑。那好吧，既然丹秋姐姐坚持，那你就在这里兑现约定吧。谁坚持了呀？蒋丹秋心中万分不悦，磨蹭了好一会儿，开口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小。我是猪猪，行了吧？啊？陶七七一脸的茫然。丹秋姐姐，你刚才说话了吗？我没有听到啊。你……蒋丹秋差点没忍住。我怎么了？没事呢，我重新喊。我是猪猪，我是猪猪，我蒋丹秋是猪猪。那位拼尽力气，快速的喊完，喊得脸都红了。旁边的侍女拼命的低着头，不敢笑出声。丹秋姐姐，你也太认真了，也不用喊那么多遍吧。我知道你是了，乖。被陶七七气得头顶冒烟的蒋丹秋，知道自己要是再不走，就要被这个女人气死。抽了抽嘴角，说道：“王妃，我还要去找姨母，就先不陪你在这里了。”好啊，那我就不留丹秋姐姐了。等到蒋丹秋走远，陶七七才捧腹大笑起来。刚才蒋丹秋脸上的表情实在是太精彩了。
就是古代没有相机可以记录下来，这简直是他对人对的最有成就感的一次了。你说园林县草菅人命的案子有线索了，结果就是带回来这个消息啊！属下有罪，请王爷给属下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园林县的事情是有人从中作梗，是有人不想属下再往下查。你最近将功补过的次数是不是过多了？看来本王最近还是真的过于放松对你的要求，导致你现在事事不放在心上。灵爷不敢。最近我们动作频繁，却没有注重王府中的内奸。这件事灵月已经在探查，属下一定会找到通风报信之人。本王给你3日时间，若是还找不到，你便自绝，不必回来再见本王。是，属下明白。退下吧。林烨出去后，南宫瑾又想起被留在皇宫中的陶七七，又是一阵心烦意乱，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皇宫里是什么样的处境。过了个还算舒心的晚上，陶七七一大早就被催着起来给梁妃请安。他打着哈欠，任由几个宫女在他身上忙活着，总算收拾好他。陶七七踏进正殿，被宫女带着去到用早膳的地方。梁妃和蒋丹秋已经坐在位置上用着早膳，陶七七毫不客气地找了个空位，一屁股坐下，端起面前的白粥喝了一口。母妃早啊！这随意的态度让梁妃一大早就没了好心情。陶七七，你好大的威风啊！嘿，不大不大，知道母妃疼我，特地让宫女们来伺候我。要不是知道母妃疼我，还真以为您是找那几个宫女来为难儿媳的。那几个宫女对我不恭敬也罢了，连您的吩咐也敢怠慢，这可不行啊！之前就听姨母说，王妃是个口齿伶俐的，黑的能说成白的。今日一见，确实如此。小小姐，你看你这记性，咱们昨天不是已经见过面了吗？一句话能噎死人。陶七七当之无愧。你为难姨母的侍女是事实，还敢强词夺理？本王妃要禁这几个奴婢，母妃，这是您的意思啊？行了，你们2个都少说一句，用完膳便回去吧。姨母，陶七七耸了耸肩，吃完面前的东西，给梁妃行礼告退。姨母，你看那个陶七七的样子，哪里像个正经王妃的样子？景哥哥怎么会娶她呀？你懂什么？陶衡啊，算是陛下面前的红人。先帝在世时，陶衡就是丞相。陛下登基后，朝廷动荡，官员裁撤，可陶衡的地位完全没有变动。可见呢，他在陛下眼中的地位。他是陛下最尊敬的老师。景哥哥是因为陶丞相才娶了陶七七为妻。景儿需要陶衡做助理，陶衡当然也会选景儿作为靠山，互惠互利的事情，所以陶七七才能坐上王妃的位置。坐上王妃之位又如何？德不配位。秋儿啊，你要先藏住锋芒，要在最有把握的时刻置人于死地，不然春风吹又生，后患无穷。是，侄女明白，谨遵姨母教导。秋儿啊，你要记住，陶七七这个女人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蠢，她3言2语就能激怒你，这还不说明问题所在吗？姨母，你是说她扮猪吃老虎，其实什么都明白？总之，你要小心她。可是姨母，我们的计划被三公主打断，陶七七又不可能一日日住在宫里，我很难再次下手，这可如何是好？这有何难？他陶七七不是说要请你到王府住几日吗？有姨母为你谋划，你还担心进不得王府，收拾不了他陶七七吗？对呀，姨母，还能去王府中找他，还能见到景哥哥，这简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你这次去，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抓住景儿心的机会。侄女明白，必定不负姨母嘱托。次日清晨，陶七七一大早就得知南宫瑾来接自己出宫的消息。她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她没听错吧？昨天她说的那些话就等于是决裂了。再说蹄子今日还能来接她。等陶七七收拾好，候在门口的小太监已经催过3遍。她被小太监带着走到进宫的那条路，远远的她就已经看到站在马车旁边的南宫瑾。陶七七面无表情地忽略他，上马车后，他也一直靠在马车车窗边看着外面，没有搭理后来上马车的南宫瑾。南宫瑾脸色阴沉沉的，也一言不吭。而王府的白子嫣本来听到南宫瑾去接陶七七回来，心中还不快，但看到马车上下来互不搭理的2个人，再加上王爷急差的脸色，白子嫣心中窃喜，陶七七肯定又作妖，惹王爷不快了吧？王妃，你终于回来了，奴婢们都可想你了。桃园乌园，这几日你们俩有没有想念本王妃呀？桃园乌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笑意渐消。陶七七看出2人的不对劲。你们2个怎么了？王妃，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几日，白玉阁内外有多欺负人，仗着王爷向着他，就仗势欺人。这到底怎么回事？陶七七听得云里雾里，他才离开几天，白子嫣这个作精又搞什么幺蛾子？桃园绘声绘色的把这几天的委屈一股脑的说出来。哼，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本王妃给他脸了，敢作到本王妃店里来。那边白玉阁外面的小丫鬟进来通报，王妃已经到白玉阁门外。一会儿知道该怎么做吧。小姐放心吧，您一定会心想事成的。说话间，陶七七已经从外面来到阁内。王妃今日刚回府，怎么就有空来紫嫣这里？能动手还动什么嘴呀？多累呀！小姐，王妃，你再怎么有怨气，也不该往我们家小姐身上撒吧？刘芳，不得胡言。王妃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冲着我来。本王妃问你，赏你的这巴掌，你可知道为什么？紫嫣不知道，还请王妃明示。谁准你带人来本宫的寝殿，肆意翻找东西的？真当本王妃没有脾气吗？王妃，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是王爷的吩咐。刘芳，谁让你说这些的？张嘴！就算今天要张嘴，奴婢也要说，是王爷让我们家小姐去给您的寝殿里放些安神的香囊，却被您的丫鬟们说成去翻找东西。您再讨厌我们家小姐，也不该这样冤枉人啊！南宫瑾，本来在书房的南宫瑾被火急火燎的从白玉阁赶来的小丫鬟告知，白子嫣被上门的陶七七给打了。他赶紧带着林月赶过去，到殿前就听到陶七七最后的那句话。掐算着时间差不多，白子嫣适时的刺陶七七一句：“王妃，王爷对你这样好，您不要误会王爷。”误会？他恨不得本王妃死，本王妃可一点都不会误会，还好心放香囊，我怕是你想要毒死我吧？别装了，白子嫣，就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也就是南宫瑾那个心瞎眼瞎的人会相信你而已。王妃，就算您不喜臣女，何必这样诬赖王爷和臣女？门外，林月在旁边听得一身冷汗，她第一次觉得武功好、听力好不是件好事。王爷这低气压都要实质化了，王妃您可少说2句吧。放心，本王妃懒得跟你抢你的好王爷。本王妃也说过了，少来招惹我，否则……白子嫣被刘芳扶着站起来，离得陶七七近了一些，才得意的笑着小声说道：“你也抢不过我，王爷的心在我这儿，你空留一个王妃的名头有什么用啊，陶七七？”
快去找太医。是。南宫瑾抱着白子嫣，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放在床榻上。陶七七讥讽的看着这一幕。直到太医来到，南宫瑾才从床边让开。好好休养，磕的是头，需要每日换药，消肿化瘀。另外，让他好好休息，别再刺激着他。我们小姐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这倒不必担心，再过几刻钟，这位小姐差不多就能够醒过来了。桃园和乌元在旁边都傻了，刚才分明是白子嫣自己在屋中表演自由落体，谁知道王爷居然这个时候出现，这根本就是白子嫣的阴谋。两人有心揭穿，却无奈身为奴婢，说的话王爷也不会信，只好守在陶七七的身边。太医留下药方走后，南宫瑾转身，黑着脸快步走到陶七七的面前。这些天以来的怒火，加之陶七七在屋中说的一席话，让他的理智烧到一点都不剩。平日你再怎么胡闹，我都依着你。你不该伤了子夜。你就不问问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因为什么？哼，本王又不聋又不瞎，本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感情好呀。既然你都看见，也都知道了，留我在府中也是祸害。王爷，这休书你打算什么时候写给我呀？本王告诉你，你想休书，本王就偏不给你，除非你死，否则你别想离开本王。来人，王妃苛待王府中人，带他去佛堂思过，3日后再将他放出来。本王妃自己会走，带路。陶七七被带走后，南宫瑾深吸了一口气，垂眼看着自己微抖的手掌。其实那一巴掌打下去，他就已经后悔了。看到陶七七决绝的样子，他才狠下心送陶七七去佛堂。凌月在南宫瑾身边这么多年，又怎么会看不出，其实他们家王爷对王妃尤为在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只是罚陶七七闭门思过3日。王爷，其实王妃还需要本王让你跟过去？是属下多话。南宫瑾转身看着榻上还在昏迷中的白子嫣，好好照顾你们家小姐，她醒过来马上告诉我。是，奴婢明白。这古代人总是喜欢罚人在佛堂思过，难道佛祖很有闲心，在这里听我们思过吗？要不您给我个明示，我趁此机会逃离王府，怎么样？越发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可行，陶七七起身，拿起香案上的求签筒，跪下像模像样的拜了拜，抬起头盯着佛像看。您要是觉得我这个计划可行，那就让我摇个上签出来吧。不是吧，下签了？可我真的不想在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什么是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都好，总之不会是你。陶七七，嘴硬对你没有好处，做错事情不知悔改的是你，当初要嫁进王府的也是你，现在又想逃离王府，本王告诉你，休想！被压在墙上，毫无反抗之力，陶七七也不做无谓的挣扎。何必呢？南宫瑾，既然你如此厌恶我，何必互相折磨？我给你心爱的白子嫣让位，不好吗？哼，你倒是安排的妥当，可惜本王就是想和你互相折磨。他眼里的光暗沉无比，陶七七忽然有些心慌，他发现他有些看不透南宫瑾了。该不会你动心了吧？南宫瑾深深地看着他，陶七七不等他回答，就退开了一下，勾唇嘲讽的笑。王爷可千万别动心，本王妃你可要不起啊！你想得美，本王喜欢谁，也不会喜欢你这么恶毒、心机阴沉的女人。本王就是来告诉你，好好反省，否则别想出这佛堂。话落，他浑身冷肃的拂袖而去，两人的影子在摇曳的灯光中交叠，透过窗子落入窗外的一双眼里。那抹人影悄悄躲好，等誉王离开后，方才小心的回到白玉阁。小姐，王爷果真去了佛堂找陶七七了。我就知道陶七七那个贱人就会勾引王爷，若是她再怀孕了，
我岂不是更没机会了？小姐，刘芳有个主意，可以让你以后都高枕无忧。说。片刻后，白子妍眼睛一亮，说道：“此事交于你去办，办得小心些。若是再被发现，我可保不住你。记住小青的下场。”是，小姐放心。此时，陶七七又被扔在佛堂，一个人孤独的画圈圈，实在是有些无聊。林月，你是鬼呀你！大白天的就站在这里专门吓唬我。王妃，现在您正在禁足期间，千万不要生出要逃庄跑的心思。哎呀，小月月，你胆子大了呀，还敢这样跟本王妃说话？这是王爷的原话，属下只是照实说出来而已。狗男人，临走前还要找人盯着他。陶七七暗自翻了个白眼。你还真是王爷的忠心下属啊，在外面好好守着吧。一夜好梦，陶七七直接睡到日上三竿，直到有人进来送饭时，他才醒过来。送饭的小丫鬟将吃食放在桌子上。王妃，这是您的早膳。好，知道了，你下去吧。得了刘芳好处的小丫鬟得了刘芳的指示，让她亲眼看到陶七七吃下桌上的饭菜再走。她没有动身，再次开口说道：“奴婢服侍您梳洗更衣吧，这早膳若是凉透，便不好吃了。”哎呀，不必了，你放在那里就好，我想吃的时候再吃。小丫鬟一再坚持，要等到陶七七起来，她才回去。无奈陶七七只能起来梳洗好，坐在圆桌上。王妃且尝尝，喜欢哪个菜？坐下来一起吃吧。奴婢不吃。啊，哪有做下人的跟主子一个桌吃饭的道理？陶七七意味不明的笑了声，吃了口菜，点头评价道：“味道还可以。你不是打算在这里看我吃完再走吧？”王妃觉得可以，奴婢就可以回去交差了。王妃，您慢点用膳。小丫鬟后退几步，走到了门口，转身关门出去。听到门口彻底没有脚步声，陶七七去后面的窗户，将吃下去的东西吐出去。哪里找来的临时演员啊？菜里有毒，就差写在脸上，想装作不知道都不行。桌上的美味都撒了砒霜，这让陶七七很痛苦。铁窗泪啊！过了晌午，陶七七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饿死了，到前面的窗边推开窗，喊外面的林月：“小月月，你给本王妃过来。”哦，王妃有什么吩咐？你快去，让桃园给我带点吃的过来，本王妃都快饿死了。啊，王妃，您用过早膳半个时辰都不到。本王妃没吃饱不行吗？限你1刻钟之内将桃园还有吃的给本王妃带过来。林月应了声好，没到1刻钟，林月就拎着桃园，桃园怀中抱着食盒，降落在了陶七七的眼前。哎，小月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啊你？可你们家主子一个德行。好了，王妃，我没事。王妃，这是……你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这些饭菜带出去扔掉，切记，一定不要被人发现。奴婢明白。吃饱的陶七七心情还算不错，到佛像旁边抽签解闷儿。送吃食的小丫鬟过来送点心，看到桌上所剩不多的饭菜，不经意的笑了笑。王妃，这是小厨房做的点心，您要不要尝尝？是樱花做的糕点，闻着食盒的味道，有点像玫瑰的味道。哎呀，为了我，你们这是煞费苦心啊！小丫鬟没有听出陶七七的弦外之音，还附和着说道：“是啊，大家都盼着王妃会喜欢呢。”你放在这里就可以出去了。哎，您吃完我再来拿。小丫鬟走后，陶七七拿起一个精致的糕点，捏在手中掰成2半。端得久了，不如先来聊一聊。七七，蓝君言，你现在胆子够大的呀！
连王府你都敢闯，不要命了呀你！还不是因为你不会信，我怕你出事，这才来见你。这不是还没来得及看你给我的信吗？环顾佛堂，蓝居然皱眉。要不是我今天过来，还不知道你被关到佛堂里面。这个南宫瑾实在是过分。他什么时候不这么对我了？我才感觉他是吃错药了呢。嘿，要不然我带着你，咱们2个人逃出去，闯荡江湖怎么样？切！你那个刺史的爹还不得扒了我的皮？你要把你爹气死呀！蓝居然刚要回话，听到门口的响动，马上翻身躲到了佛像后面。进来！林月推门进来。王妃，蒋丹秋小姐已经到王府门外，王爷说您一起出去迎一下。小月月，王爷记错了吧？本王妃还在禁足期间，不方便出这个佛堂。你跟王爷说，等王妃遵守规矩，就不去了。王爷吩咐过，您的禁足从今日起便不作数，请您速速跟属下出去。本王妃就不去，这佛堂还挺好的，没打算出去。料到陶七七是这个反应，林月也有些招架不住，僵持在门口也不动。还想说2句的陶七七被一个小东西击中了后脑勺，张开的嘴又闭上。这是蓝君言在指点他呢，让他顺势离开佛堂。哎，行吧，带本王妃去见王爷。是。再次见到南宫瑾，陶七七走到他旁边，也选择无视他。南宫瑾也没有搭理旁边的小女人。蒋丹秋下来，他款款走到陶七七的身边。七七妹妹，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可以见面。是没想到，蒋小姐这么快就被姨母送过来了，可真是迫不及待呢。妹妹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这个身份本也不应该在宫中常住，正好姨母说让我带点东西给景哥哥，让我也过来住几天。七七妹妹不会介意吧？怎么会介意啊？我可是整个王府最欢迎蒋小姐的人呢。哎，你别不说话呀，你表妹专门来找你的，表示表示呀。东西送到，你便回国公府吧。表哥，丹秋好久都没来你府中住过了，表哥就这样不欢迎我吗？陶七七，陶七七。啊！陶七七正看戏呢，突然回神，看到南宫瑾眼神微冷的看着他。你觉得呢？什么我觉得呢？我说让表哥安排我跟七七你住在一块儿啊，这样我们2个还可以互相照顾，你说对不对？看南宫瑾的表情，陶七七觉得他应该是不想让蒋丹秋住进来，不过他不开心，他陶七七就开心了呀。哎，行啊，你跟我住吧，正好我一个人住还挺寂寞的。表哥，你看，我就知道七七会答应的。陶七七，你很好。我就是很好，用不着你说。他转脸看到蒋丹秋在看他，冲他笑了笑。走吧，蒋小姐，我带你进王府看一看。七七，平日里景哥哥都喜欢做些什么？喜欢钻进书房不出来呗。哦，还喜欢白子燕。闻言，蒋丹秋心中警钟敲响。他听姨母提起过白子燕这个女人，可以把景哥哥的心牢牢地把控住，一定是个难对付的女人。白小姐是王爷的爱妾。梁妃娘娘难道没跟你说过？她跟你一样，都是借住在王府的，不过是她的时间长，你的时间短而已。啊，我就是听说过，我没有打听别人的习惯。蒋丹秋其实还想问点关于白子燕的别的事情，但被陶七七的一句话给堵了回去，再也没有办法开口。王妃，还好您就在佛堂住了2天，不然奴婢和乌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呀，你们2个小丫头人不大，
操心的倒是不少。我没事儿，你们不用在旁边候着，都下去吧。是，王妃。这偏殿住的那位是将来的侧王妃。蓝君言，你怎么还没走？什么时候跑到我寝殿中来的？刚才要说的事情被人打断，再给你写信呢，我怕不保险，就跟着你们到这儿来了。什么事儿？哦，刚才在佛堂里，我看到你桌上还有没吃完的糕点，本来想吃一块儿。发现有毒是吧？看来这王府中和宫里都容不下你啊。唉，人家都说红颜薄命，可能是我长得太招人嫉妒了吧。确实。去，你赶紧回去吧，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不会中计的。这毒你也知道从哪儿来的？我怎么知道毒从哪儿来？从鬼市来。鬼市？没错，鬼市这个地方好进不好出，如果是不懂规矩的进去，肯定会被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下。能用鬼市上换来的药给你下毒，这个人一定不是善茬。按理说白子嫣那样的人应该没有本事去鬼市才对呀，难道是他背后还有什么人给他支招？鬼市什么时候开？我打算去看看。你要去鬼市？鬼市子时才会开，你连王府都出不了吧？而且鬼市只有单数的日子才会开，今日怕是不行的。谁说我要光明正大的出王府的？你定好地方，我晚上过去找你。今日不行，那明日正好。我倒是想带你去，可是现在南宫景正盯着你，这个时候跑出去，如果被他发现，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下场吧？南宫景那个时候才不会到我店里来，不用担心这些。到时候我让桃园假扮成我，躺在床上睡觉就行。咱们快去快回便是。好，明日子时我在东河那边的槐树下等你。好，我知道了，你快走吧，别被人发现了。七七，我自己进来了，可以吧？幸好这是蓝君言刚走，要不然他还真想直接把面前的这个假笑的蒋小姐灭口算了。蒋小姐有事吗？七七，你不要跟我见外，我是想着你今天带我逛逛王府，也好让我提前熟悉熟悉。提前熟悉熟悉？陶七七笑起来。好啊，正好我们午膳过后去后面的花园喝点下午茶吧。下午茶？哦，就是午饭过后的消遣，正好带你逛一逛王府的花园。午饭后，陶七七带着几个丫鬟和蒋丹秋往后花园去。快要走到时，一行人听到轻笑声和说话的声音。这个时间，除了我们，还有人在这里。这么做作的笑声，陶七七一下就听出是谁的声音，她勾起了嘴角。我也不知道，我们过去看看吧。白子嫣坐在秋千上轻轻地晃着，穿着一身白衣，笑得正开心。王府的下人都这般不懂规矩吗？这话他故意说的声音大些，恰巧能被坐在秋千上的白子嫣听到。白子嫣缓缓地起身，缓步走到陶七七身前，行了一礼。王妃也来这节吗？你这头还没好，就别出来乱晃了。要是一个没注意，再受什么伤，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王妃说笑了，王爷说让臣女多出来走走，有助于恢复。旁边的蒋丹秋猜出面前的人应该是白子嫣，装作不知道，哼了一声。什么样的阿猫阿狗，景哥哥都让他住在王府里。有些人还真是仗着景哥哥的好心，不知廉耻，得寸进尺了。白子嫣抬眼看向陶七七旁边站着的人，蒋丹秋认识他，他却不认识蒋丹秋。听到蒋丹秋口中的话，还以为这人是陶七七特地找来对付他的。这位小姐说错了，王爷叫臣女留在王府时，王妃都还没有嫁过来，不知道这位小姐所指的阿猫阿狗是指……
一个外女住在景哥哥府中，还口出狂言。走上前几步，蒋丹秋抬手就要给白子妍一巴掌。南宫瑾也恰巧走到这里，看到蒋丹秋抬手要打人，正要喝止，被陶七七先打断。哎，别动手，这要是碰瓷碰到你身上，你可担待不起啊！你没听出来他是在骂咱们两个吗？哎，白小姐确实是在我嫁进来之前就住在王府呀，她也没说错呀。走吧，我们去凉亭。白子妍偷偷打量过蒋丹秋后，开口说道：“王妃要去凉亭吗？婵女正好也要去，我们一起吗？”我们要去哪儿，你也要去。你刚才不是在这里荡秋千吗？何时要去凉亭的？现在正要去。蒋丹秋刚忍下去的火又被挑拨起来，正要说话，却被一个声音打断了。都在这里吵什么？王爷，王爷，您怎么来了？不是过来走走，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景哥哥，我不知道这是你留在府中的白姑娘，她刚才出言不逊，我想教训她一下，但听姨母的教诲，不要跟下人动手，故而没有伤害她。景哥哥，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原来这是南宫瑾的那个表妹。白子妍咬了咬嘴唇。王爷，可能我和这位小姐有些误会，让您担心了。看看这一个两个爆发式的演技，陶七七都想当场鼓个掌。他这边置身事外，正看得起劲儿，就感觉到南宫瑾的视线向他这边扫射过来。陶七七对上他的眼神，挑了挑眉，没说话。陶七七，你身为王妃就在旁边看着他们误会吧。又他妈关他什么事儿？他真是躺着都中枪，狗男人就知道找他麻烦。哦，原来你南宫瑾的王妃是用来调节矛盾的。行啊，林烨，你去把府中互相有矛盾的都找过来，本王妃今天就坐在这儿，跟他们解决一下。陶七七，本王是这个意思吗？元儿，王爷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解释解释一下吧。你家王妃脑子笨，实在是理解不了王爷这9曲18弯的意思。回王妃，王爷的意思是，应当是同在府中，小姐们误会解开便好。王妃，就是应该大家好好相处。王爷，你是这个意思吗？哼，本王懒得跟你在这里做口舌之争。那王爷慢走，不送。白子妍今天是得到消息，王爷会在这个时候来后花园，才在这里专门等着。他可不想让这个机会流失。王爷，您处理了一天政务，要不要跟我们去庭中坐坐？是啊，景哥哥，不如跟我们过去坐坐也好呀。你们两个倒是贴心，可真是南宫瑾的左膀右臂呀，有用处的很。从刚才开始，南宫瑾的注意力就一直在陶七七的身上，看他就一副不想让自己留在这里的表情。南宫瑾开口：“好，走吧。”小小姐，那我就不用带你过去了啊，有王爷陪着你，我就先回去了啊。谁准你走的？不是吧，王爷，有这2位小姐陪着你还不够啊？要不我再让桃园出去找2个川河院的花魁助助兴，怎么样？陶七七，你给本王闭嘴！这是你身为王妃该说的话吗？哎，王爷，你看你说的，这不是处理政务辛苦，偶尔放肆也是可以的嘛。我这不是替王爷你想得周到吗？这陶七七穿越到古代，他这阴阳怪气的功力大不如从前。本王用不着你操心。谁稀得操心你？王妃，您就别逞口舌之快了。王爷真生气，罚的还是您。切，真麻烦。最后，陶七七还是跟着一行人来到湖中心的凉亭中。王府的凉亭恐怕没有哪天会像今天这样热闹。陶七七觉得无趣，吃了块糕点以后，撑着下巴，转头看着湖中泛起的波澜。王爷，您尝尝，这是我亲手做的。白小姐，这种事你也要亲自下厨，都是丫鬟们做的事情，你这样自降身价可不好。蒋小姐这就不懂了，东西要亲自做的才算是有诚意。当然，
蒋小姐身家肉贵，自然是不懂这些的。要不是忌讳南宫瑾还在这里，蒋丹秋真想给白子妍一巴掌，还真把自己当做这个王府的女主人了。他气得一转头，看到陶七七正扭着脸拿糕点逗壶里的鱼，心生一气，说道：七七，你也觉得白小姐说的对吗？啊？什么说的对啊？蒋丹秋耐着性子把白子妍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期待地看着陶七七。你说呢，七七？又想祸水东瀛，他才不上这个当。挺好的，说的太对了，蒋小姐值得学习哈。哎，这么好的天气，我们来作诗如何？也算是添点乐趣。可以，以何为题？别急。王妃要一起吗？哎呀，不了，没意思，还是你们比吧。七七，你不是不敢了吧？这是作弄他的时候，倒是挺一致的嘛。好吧，你们先来。我们就以这壶为题，如何？好，我先来。湖光月色清悠悠，水桥一醉水明镜，天光水影交相融，愿得一人共白头。聋子都能听得出蒋丹秋这诗中所指的意思。白子嫣的脸色在听到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变得有些苍白。再看蒋丹秋看着南宫瑾含情脉脉的眼神，他恨不得将对面坐着的人的眼珠子给剜下来。蒋小姐这最后一句和前面的有所不搭呀，王爷且听听臣女做的如何。水光涟漪目晴天，莲叶一树知青天，泛湖舟上风光好，原是君郎在身旁。陶七七都要听吐了，这两个人求偶的意味也太明显了吧。南宫瑾也觉得旁边坐着的两个人作诗过于矫情，皱起了眉头。陶七七，说你的。那陶七七能输吗？身为21世纪穿越过来的女性，这要是没点古人的诗词在脑子里，那她当年不就白学了吗？听着啊，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碧青罗。陶七七背完一首诗，环顾周围的几个人，怎么样，还可以吧？南宫瑾淡淡的挑眉，越来越琢磨不透他这个王妃了。从前他这个草包对诗词一窍不通，现在说出的诗词竟能让他都感觉到惊讶。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想到如此的佳句，就算是蒋丹秋再怎么不服，也不得不佩服，也在心里默默地把陶七七的危险度提升。他果然像姨母说的那样，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白子嫣气得不断在桌子下面扭着自己的手帕，今天的风头又是被这个贱人陶七七抢走的，没意思，反正赢了也没有彩头拿。南宫瑾听到陶七七的话，解下腰间的赤红色玉佩，接着一个红色的东西向陶七七飞过去，几乎是下意识的，陶七七伸手接住，一个温润的软玉躺在他的手中。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的彩头。谁要你的彩头了？虽然嘴上这样说着，手上的动作一刻也没停的把玉佩塞进了怀中，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那是块上好的玉，赚翻了。他陶七七开心了，就代表有人要抓狂。那块血玉陪着王爷多年，王爷怎么能说给那个贱人就给他？那本就是属于他白子嫣的东西。一看自己小姐的表情不对，刘芳赶紧上前：小姐，到时间该喝药了，您忘了？啊，是了，刘芳不提醒我，我差点忘记。白子嫣站起来行了一礼后告退。
这凉亭一局也没有进行下去的意义，蒋丹秋也找了个借口要回去。凉亭中剩下最后走的是南宫瑾和陶七七。王爷，你慢慢赏壶，我失陪啦。陶七七，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那就要看王爷到底对我有多了解了。看着陶七七离开，林烨才上前。王爷，纵火的小厮已经找到，他临死前说是将王府中的消息卖到鬼市中来换取利益。又是鬼市？南宫瑾皱眉。上次给陶七七下毒的药也是出自鬼市，会有这么巧吗？属下也不敢确定，明日属下会去探查清楚。明日你跟本王一起，这件事儿本王要亲自查清楚。是，属下遵命。相安无事的过了一晚，陶七七照常接到王府厨房送来的剧毒小点心，依旧把点心扔到一边后，陶七七叫来了陶元。元啊，你们家王妃我今天要安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你做。王妃，是什么事？很简单，今天晚上乌元守在外面，你到我房间里装扮成我睡一觉。不行的，王妃，这要是被发现，您一定会被王爷罚的。哎呀，他根本就不会发现，他又不会来我的芳华殿，况且我只要一晚上就会回来的。哎呀，好桃园，哎呀，你就当是帮帮我不行吗？一定不会有事的。王妃，你那么晚要去哪儿？奴婢会担心。放心吧，你让乌元看好，天亮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的。那王妃你可要再点回来，我们两个都不住太久。放心。午夜子时刚过一刻，一个身影从芳华殿的主殿窜出来。陶七七抬头看到屋顶上林月正抱着剑昏昏欲睡，他嘴角一勾，几个轻巧的一跳，消失在王府的庭院中。准时到槐树下，那里蓝君言早早的就在等着。七七，这个给你先戴上。陶七七接过面具戴上以后，将自己外面的夜行衣脱下，露出里面玄色的男装。走吧，我们快去快回。鬼市大开，没有钱的就不要进来。幽蓝色的火焰挂在鬼市街道的两边，这里的火光昏暗，几乎看不出人的样貌，更别说一个个都还戴着面具了。入口处，一个穿着异域服饰的人拦住两人的去路。鬼市要有票才能进去，你们两个的票呢？陶七七从袖子中拿出200两银子，往那人手中一塞。别的票，比如银票，你要不要？有银票，那人的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二位贵人慢走，小的提醒一句，鬼市小小交易尚可，若要是沉沦其中，鬼市鱼龙混杂，这次过来不一定能得到我想要的消息，不过看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也不错。与他们交易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知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嘛。鬼市到了深处已经是人声鼎沸，做买卖的、买东西的声音掺杂其中，不乏还有几声争吵声传来。陶七七到了鬼市就撒欢了，现在没什么头绪，就索性到处逛逛。很快他被旁边摊子上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这是个紫色水晶般的石头，在昏暗的蓝光下显得尤为突出。他过去伸手要拿水晶。如若相中，请出价。你这东西没有价格，要我来定？好东西也要遇上对的人，这东西值不值钱，全在你呀。蓝居言站在陶七七旁边，
扯了扯他的衣袖，意思是并不值钱。1000两，小爷我要了。1000两，七七，你疯了！蓝君言顾及着旁的人，压低声音在陶七七的耳边说道：“小姑娘啊，这紫荆便归你了。”哎，等等，老板，你这东西可不值1000两啊！你想反悔？后悔也不用等到现在，只想问问老板，这里专门卖西域药品的在哪个摊位？往前走，第5个铺子左拐，第2个进侧门，就说是杨老三介绍来的。哎呀，赶紧滚蛋，别打扰我做生意。七七，我还是没想明白，这人的话可信吗？就冲他拿门前就变脸的态度，我觉得他应该有诈呀。我刚才把每个摊子都逛了一遍，发现他们说真话的时候，只有他们觉得钱合适的时候。我猜这样应该是鬼市不成文的规定，只要钱合适，必须照实回答客人的问题。蓝君言回想刚才摊主的态度，觉得有些好笑。所以他那个态度是表明不愿意告诉你，却还是要说实话。对呀，而且那人卖的东西几乎没有人会买，除了肯花钱当冤大头的，就是像我这样来问事情的人。哎，我怎么忽然觉得你比我更了解这里？那当然，想当初我也是在黑市上混过的，我经手的东。说到一半，陶七七哽住了，差点就说漏嘴了。什么黑市？我怎么没听说过？改天带你去啊！哎呀，快走吧，正事要紧。两人七拐八拐的，终于来到摊主说的那家店前。陶七七信步走到里面，架子上放着一些瓶瓶罐罐动物的内脏或者器官，还有一个精致的小瓶子，摆得非常整齐。但他却没有看到人。一时好奇的陶七七拿上桌上的一个小绿瓶，2只手把玩着。客官，这东西不要随便乱动，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这绿瓶子有什么作用？只需要一点点，便能让尸骨腐蚀的荡然无存。啊，这个多少钱？我要了。这可是毁尸灭迹的好东西呀！哎，七七，我们还要快回。哦。陶七七将怀中的糕点拿出来，递给了那个女人。你们这里有没有买这种药的？那女人接过糕点闻了闻，又将糕点掰开。在面具的遮挡下，陶七七虽看不清女人的表情，却明显的感觉到她僵了一下。怎么，店主很为难吗？女人将糕点放下，直视着陶七七的眼睛，烈焰红唇一张一合说道：“这个药只有他这里有，而且也只有他这里有。问他想要多少？1万两，我要买断。”这位爷说笑了，这味药可值不上这么多钱。店内的两人正聊着，门口又进来2个人。陶七七往门口看了一眼，立刻把蓝君言扯过来挡住了自己。怎么了？南宫瑾那个阴魂不散呢，他怎么也来鬼市了？蓝君言下意识的要往门口去看，陶七七将他扯回来。哎，别看，要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你戴着面具，他认不出来。我害怕好吗？虽然我换装出来，难保他认出我。一会儿你就挡在我面前，听见没？哦，等会儿我来说，你在旁边站着就好。陶七七悄悄地往旁边伸头观察朝这边走过来的人，小声地说道：“你别说，这一身还怪好看的。”哎，你不怕被发现了是吧？没有特意更改装扮的蓝君言倒是被南宫瑾认出来。蓝君言，景兄，好巧。今日我这小店里可是来了几位贵客。看上小店里的什么，尽管吩咐，奴家一定让几位尽兴而归。你这里可有蜜罗兰？蜜罗兰这药，
陶七七再熟悉不过了，他站在蓝君言的身边，微微睁大眼睛。南宫瑾居然会到鬼市来查汨罗兰？不会吧？他们两个难道是在查同一件事？这个想法很快让陶七七自己否认了。南宫瑾怎么会闲得没事帮他查下毒之人？哎呀，看来几位公子要找的是同一人。和小店的原则就是价高者得，不知二位……南宫瑾抬手勾了勾手指，林烨上前将银两放在桌上。这里是3万两，其余的我们出价都会比这位公子多1成。陶七七毛了，是人故意的吧？哈，5万两比那位公子多2成。继续讲。有钱可真好啊，就是可以无脑消费啊。陶七七在旁边小声地说道。南宫瑾的眼神掠过他时，略微的一顿。蓝君言，很少见你身边带人出来。叔父家的小儿子，我带他出来见见世面。因为蓝君言将陶七七挡得严实，南宫瑾并没有太看清陶七七的样子，但刚才的声音实在是太像他家中的那位王妃了，这不得不让他开始怀疑这人就是陶七七。更何况以陶七七的心性，他确实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问完就走，别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说完，陶七七将手中的银票放在桌上，刻意将自己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一些。老板娘，你这生意做的还真是精打细算。奴家在这里这么久，头一回见到几位公子这样的人，当然要精打细算了。老板娘，这生意可不能这么做，这银子放在这里，你却只收1份，赔大了。小公子还真是会说笑。老板娘，你看我像是在说笑吗？小公子，我们这里可不接受强买强卖。若你执意要如此，那奴家也只好请你出去了。陶七七拍了拍桌子，拿起了桌上的银票。表哥，我们走。再经过南宫瑾身边时，陶七七能感受到他落在自己身上的眼神，还是目不斜视的走出去。刚才我的声音没有露破绽吧？没有，听不出来是你的声音。哎呀，本来是想帮你查到线索，结果南宫瑾反倒是抢先一步，我真没有想到他也会来。没事儿，那女人不会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的，问了也白问。如果南宫瑾真的要到他想要的东西，算他有本事。应该不会吧？鬼市上的交易应该不会作假。作假是不会，但是那个老板娘到底能说出多少真东西？这件事情的背后牵扯的人估计很多。老板娘会做人，倒是不想惹上麻烦。她心中所想的，必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次没查出来，后天我们再过来。不必了，来几次可能都得不到我想要的消息。两人正聊着，后面响起了南宫瑾的声音。蓝君言，一道回去吗？陶七七僵住没有回头，站在蓝君言的身边一动也不动。王爷，刚才多有得罪，恭喜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实在是碰巧。蓝兄，若你知道，本王也不介意告诉你。不必。既然是属于王爷您的，君子不夺人所好，王爷不必客气。所以就说这古代人净整这些弯弯绕绕的，一句话好几层意思，在等着自己解码。南宫瑾眼神落在旁边陶七七的身上。你叔父的小儿子，本王未曾见过。叔父的小儿子常年聚在家中，极少出去，所以王爷您不曾见过。是吗？你真当本王这样好骗吗？说着，南宫瑾伸手去摘陶七七的面具，被蓝君言抬手挡开。王爷，你这是何意？南宫瑾抬手将面具摘下，扔到一边，脸上的表情冷的都快掉出了冰碴子了，眼睛盯着站在远处的陶七七。陶七七，夜半三更你私出王府，
还敢联合蓝君言来骗本王，你真是本事越来越大了。知道南宫瑾这是在诈自己，陶七七目不斜视的看向南宫瑾。王爷这是何意？我与表哥来鬼市，有冒犯到王爷吗？林烨，南宫瑾也不废话，直接让林烨过去摘下陶七七的面具。蓝君言上前挡住林烨的去路，跟他打在一起。陶七七没有逃，现在离开反而显得他做贼心虚，不如迎上前去。思绪如此，陶七七如离弦的箭，冲着南宫瑾过去。王爷，是在下哪里惹到您了吗？需要王爷您如此针对在下？蓝君言一掌拍开林烨，挡到了陶七七的面前。王爷不要欺人太甚，事出有因，即便你是王爷，也不能随意对人动手。我叔父极其宝贝他的小儿子，若王爷当真伤了他，也一定是两家人都不好过。南宫瑾看着蓝君言身边站着的人，刚才的试探，南宫瑾开始有些怀疑。那个人除了身材与陶七七有些相像，其他地方并没有相像，并且他这一身功夫比陶七七强了不止10倍，或许真的是他看错了。蓝君言，不是你的东西，若是你起心肖想，本王劝你最好将心思收起。林烨，走。看着南宫瑾走远，陶七七才抬手将面具摘下，看向南君言。你不用管他，他隔段时间就要犯病。七七，你真的不打算跟我离开吗？这里真的不适合你。唉，小兰，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师父可能在这里，我暂时还不能离开王府。如果我真的能找到师父，或者确认师父不在这里，我当然是要离开的。唉，行了，现在的正事还没有解决，我也没有心思想逃出去的事情。南宫瑾已经先回去了，我也要赶紧回去。他要是脑子一抽去我那里，我可就解释不清了。好，那你先回去，我们书信联系。不，最近我们还是不要书信联系。王府最近守卫森严，我怕你送过来的书信我还没看，就被南宫瑾先看过了。行，有事你便找我。那我先回去了。蓝君言看着陶七七跑远，嘴角的笑容才浅浅的褪去，转身返回了鬼市。王妃，你回来了。嘘，小声点儿，你先下去吧。哎，您早点歇息吧。陶七七将身上的男装换下后，放进箱子的最底下，往床上一躺，盖上被子准备睡觉。听到外面滴滴的一声王爷之后，便没了动静。床上躺着的人眯起眼睛，南宫瑾的疑心病不是一般的厉害。打了个哈欠，陶七七闭上眼睛，本想装睡，却被困意带的真的睡了过去。南宫瑾推开陶七七寝殿的门，入眼的就是陶七七四仰八叉的躺在榻上，没有形象的抱着被子睡着。抬脚向陶七七的床榻走过去，南宫瑾伸手将被子从女人的身子底下抽出来，重新给陶七七盖上。陶七七，床上睡死的人恍若未闻，翻个身呼呼大睡。南宫瑾扶住额头，看来他是真的将人看错了。林月和林烨守候在门外，等着南宫瑾出来。王爷，你确定王妃没有出寝殿吗？禀王爷，没有。你继续守在这里。是。南宫瑾带着林烨离开，然后把他从鬼市店主那里得来的东西交给了林烨。林烨，你替我将这件事情查清楚，还有藏书阁被烧一事，尽早给本王结果。是，属下立刻去办。陶七七一晚睡得踏实，早晨还被陶元强行叫起来吃早膳，他一点胃口都没有，不仅没有胃口，偏偏蒋丹秋还上门了。七七，不介意我跟你一块用早膳吧？不介意，这桌上的都是蒋小姐你的。七七怎么这么疲惫？昨晚没睡好？可能是昨晚做的梦太真实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对了，七七，
你这王府就你一个王妃，实在是太冷清。我想过，要不然我住过来怎么样？可以啊。但是蒋小姐要以什么身份进王府啊？总不能像那位白小姐一样无名无分的吧？七七，咱们两个姐妹关系这么好，你总不会不帮我吧？那你说，要我怎么帮你？只要你去跟景哥哥说，他一定会同意纳我为侧妃。更何况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我对付一个白子嫣，还不是绰绰有余？蒋小姐，你也知道我与王爷的关系，我去说，想必还没有你自己去说好用吧？七七，这件事我也没法开口，不是吗？你是王妃，王爷总会给你面子的。说着，蒋丹秋捏起一块糕点，小口小口地吃着，来掩饰自己的不安。恰巧他拿的就是其中被下药的糕点。陶七七没来得及阻止，眼睁睁地看着蒋丹秋吃下去，才皱起了眉头。好吧，我回去跟王爷说一下。太好了，那七七我就先回去了。王妃，你就这样听那个蒋小姐的话？王爷要是听你跟他说娶侧妃，一定要生气的。哎呀，我要是不答应，他肯定会一直烦我的。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还不知道，要他一个贵女自将身份去跟南宫瑾说要嫁给他，说怎么可能？这不，想不到其他什么办法才来找我说的吧？王妃你就是太心软了。你家王妃才没这么傻呢。晌午一过，陶七七提着早晨吃剩的糕点，又摆了摆盘，往南宫瑾的书房那边去了。遇到站在外面的林烨，陶七七抬起手中的石篮：“我进去给王爷送些吃的，可以吗？”王妃请。他迈步上前，敲响了书房的门。王爷，我来给你送吃的。在门外等了一会儿，里面传出南宫瑾的声音，让他进去，他才推门进去，却发现白子嫣也在里面。陶七七无声地笑了下，怪不得林烨这次这样爽快地让他进来。白子嫣摸了摸头发，红着脸整理了自己的衣服。王爷，我最近发现小厨房的糕点格外好吃，给你带了一些尝一尝。白子嫣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了。这有毒的糕点，每天他都要亲自过目才会送给陶七七，他怎么会不认识这糕点？他心里乱成一团，也不敢出言阻止，只能插话道：“王妃，这些都是小女人的吃食，王爷不喜欢吃这些。”啊，原来王爷不喜欢吃甜食，我还觉得好吃，特意给王爷送过来。南宫瑾本来在写字，听到陶七七委屈巴巴的声音，抬眼撞见陶七七湿漉漉的小眼神，要说的话哽在喉咙中，没能说出来。旁边站着的白子嫣看着两人含情脉脉的对视，差点把自己气死，只好轻声给南宫瑾磨墨，转移他的注意力。王爷，刚才的字还没有写完呢，继续吧。不着急。他伸手拿起碟中的糕点。王爷不要吃。白子嫣，你激动什么呀？这里面难道有毒？你干嘛叫的这么大声？不是，王爷，子嫣是想说，最近小厨房做的糕点太甜，王爷不喜甜，最好还是不要尝试。看着白子嫣这副做贼心虚的样子，陶七七不免笑出声。南宫瑾看向陶七七，笑什么？既然王爷不喜欢吃甜的，那这个我就拿回去，不打扰你们二位了。放这里。子嫣，你出去吧。白子嫣不甘心的看着碟子被端到南宫瑾的面前，手中捏着手帕，站在旁边纠结了一会儿，直到南宫瑾的视线看过来，他才狼狈的退出去。关门之前还狠狠地瞪了陶七七一眼。陶七七耸了耸肩，回头看着南宫瑾吃下了一块糕点。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就行。
这可是你的小宝贝儿白子嫣准备的上好糕点，王爷要多吃点儿，不然会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陶七七，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这不是看王爷喜欢吃，我高兴嘛。以后啊，我每天都让小厨房送些过来。那王爷，我就先回去了。不是献殷勤，南宫瑾看着陶七七蹦蹦跳跳的出去，过了一会儿，才将林烨叫进来。陶七七今天过来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回王爷，王妃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林烨，把这个拿下去查一下。王爷，您是觉得这盘糕点有问题？属下觉得王妃应该不会这样做。本王知道他不会这样的，难保有些人利用他。属下这便去查。白子嫣回到白玉阁，把能摔的东西摔了一地。刘芳匆匆进来，看到一地的碎片。小姐，这是怎么了？该死的陶七七，她该死！小姐，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要是被人听去，咱们没办法解释啊。刘芳，你个贱人，今天去王爷的书房，把我给他准备的糕点给王爷吃了。什么？这可如何是好？难道陶七七已经察觉出那糕点有毒？他根本就是想去王爷面前献殷勤。主子，那药奴婢每次只放一点，王爷吃一次应该没事儿。刘芳，这几天给我加大几倍药量。主子，这可万万不可，一旦真的突然出事，难保不会牵扯到我们身上。本小姐的话你敢不听？主子，按本小姐说的做。是。刘芳关门出去，思索再三，步履匆匆地走向荒废的南院。走到地方，他左右看几眼，没人跟着，才推门进去。见到那人正在里面，赶紧上前。还有药吗？我还需要4钱。我给你的那些药，你都用了？没有，还剩一些。但是小姐说最近要加大药量。我这个陶七七实在是不好对付，如果真出事，你真的会保我们家小姐吗？官家人自会保着你家小姐，该怎么做你心里清楚。说完，那人把一袋东西扔了出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誉王近日已经有所察觉，告诉你家小姐好自为之。那人走后，刘芳拿着东西缓缓起身，悄悄地开门，看到外面没人，赶紧跑了出去。你真的看到他进了南院？千真万确。我今天是去领咱们下人用的冰蚕丝锦缎，回来的路上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悄悄跟在后面，没想到他会去南院。南院那个地方早就已经荒废，他去那儿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跟他过去怕被发现，就远远的躲着，只看见他过一会儿才出来，怀里好像抱着个什么东西。啊，看来白子嫣是真的快要按耐不住了。乌远，以后这种事情你看见了要立刻回来告诉我，不要一个人偷偷去跟踪，很危险的。知道了，王妃。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算计，再将王爷拉下水，是不是不太好？王爷那么谨慎，一定会有所怀疑。不用担心，今天送给南宫瑾吃的那些没有毒的。不过小厨房送过去的有没有毒，那我就不能保证了。陶七七无心要害南宫瑾，但这件事情还必须要南宫瑾出面不可。几日后，蒋丹秋听着陶七七这里一点信儿都没有，愈发的着急。傍晚来到陶七七的寝殿。七七，你前2天答应我的事情，是不是忘记跟王爷？哦，哎呀，你瞧我这记性，真的忘了。七七，你看我在这里也不方便常住，要不今天去说说？啊，今天呀？
可是我听说今晚王爷被白子嫣叫去他那里用晚膳了，恐怕不太方便吧。陶七七透露出这个消息，果然蒋丹秋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起来。七七，要不然这样，我去找王爷，让他来你这里用晚膳如何？这不太好吧？好了，七七，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就去。蒋丹秋下定决心，距离姨母给他定的期限就剩下2天。这2天要是还搞不定南宫瑾，那他真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蒋丹秋去找南宫瑾后，陶七七忍不住捂住胸口，猛地吐出一口血。王妃，这是怎么回事？奴婢去喊大夫。把这里收拾干净，我没事。都这样了，王妃还说没事儿。他是将药量加大，我才会突然吐血的，不碍事。小厨房送来的东西，您不要再吃了，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放心吧，你家王妃今日准备好鸿门宴，等着收网呢。这药如此厉害，还好我先前留了一手，提前在老板娘那儿买下了解药。桃园将陶七七扶到榻前坐下，麻利地给主子换好了衣服。王妃，咱们这次兵行险招，真能将白子嫣揪出来吗？白子嫣可舍不得南宫瑾出事，她一定会为了救南宫瑾拿出解药的。蒋小姐，什么事吗？我来找景哥哥，你让开。蒋小姐，王爷在里面和我们小姐用膳，现在不方便有人进去。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本小姐的路？白玉阁中，白子嫣刚把菜夹到南宫瑾的碗中，南宫瑾也听到外面的声音，立即放下了筷子。外面怎么回事啊？臣女也不知道，我让人叫刘芳进来。白子嫣让旁边候着的小丫鬟出去叫刘芳进来。王爷、小姐，惊扰你们用晚膳，奴婢该死。刘芳，你的脸是被谁伤的？没事，小姐，是有些误会。怎么回事？是蒋小姐在外面说要找王爷，我跟蒋小姐说您在用膳，不方便打扰，她就打了奴婢一巴掌。岂有此理！这里是誉王府，你在这里随便打骂婢女，是想让本王叫人送你回去吗？明明是他先出言不敬，我出手教训一个丫鬟，景哥哥都不愿意，他说什么，景哥哥就信什么。你竟然来找本王何事啊？蒋丹秋的视线落在走出白玉阁的白子嫣身上，特意提高音量。是七七，他让我来问景哥哥有没有时间去芳华殿用晚膳。陶七七，他有事吗？他说要让景哥哥你过去，亲自和你说。他又要搞什么鬼？王爷，是王妃找您有什么事吗？您去吧，我不要紧的。我去看看，晚膳你自己用吧。王爷去吧。得逞的蒋丹秋跟在南宫瑾后面，转头高傲地冲白子嫣挑起嘴角，跟他斗还嫩了点儿。两人来到芳华殿时，陶七七已经坐在用膳的桌子边，膳食已经上桌，桃园和乌元在旁边候着。看着这阵仗，南宫瑾愈发觉得这是场鸿门宴。陶七七，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叫王爷您一起过来用晚膳，赏我个面子吗？说吧，叫本王来什么事儿啊？王爷先吃，这要是我有事儿的话，不是要边吃边说吗？本王是怕你在吃食中下了毒。陶七七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摇了摇头。哎呀，还真叫王爷猜中了怎么办？我这菜里真的有毒。桃园在旁边惊出了一身冷汗，王妃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她在旁边跟着，心都快要跳出来。七七，你真会说笑。晚膳用到一半，只有蒋丹秋偶尔说2句话，陶七七随口应和着，
南宫瑾只坐在旁边听着，极少回话。饭吃的差不多，蒋丹秋咳嗽一声，提醒陶七七。陶七七了然的将手中的筷子放下。王爷，今日确实有正事要找你。蒋小姐在王府住了有一段时间了，我想着，王爷是不是要给蒋小姐一个名分？蒋丹秋害羞的放下筷子，悄悄抬眼看向南宫瑾。今日你让本王来，就是为了此事吗？是啊，这不是找王爷商量吗？蒋小姐是母妃的娘家人，王爷信得过。陶七七，你有心吗？我怎么就没心了？两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蒋丹秋突然一口鲜血喷在桌上，昏了过去。陶七七马上站起身，想去看蒋丹秋情况如何，但刚站起来，眼前一阵晕眩，一股腥甜涌上来，他努力压住，却向后倒下去，只听见桃园乌园的惊呼。陶七七还是合上双眼，失去了意识。南宫瑾及时抱住了陶七七，伸手去探陶七七的鼻息，将人拦腰抱起来，送到寝殿，小心翼翼地将人放下。将人放下后，南宫瑾一个踉跄坐在榻旁，他探过自己的脉搏，是中毒的迹象。盛怒之下，南宫瑾把桃园和乌园叫进来。你们两个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乌园吓得直接大哭，桃园跪倒在地上，按照陶七七教的说：奴婢不知，今日的饭菜都是小厨房准备的，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王爷。说话间，林烨已经将府中的大夫寻来。王爷，南宫瑾让开身体，先给王妃医治。大夫踉跄地走上前，给陶七七把脉，皱着眉头，心道不好，还是强撑着说道：王爷，王妃的毒像是早在前几日就已经种下，今日的饭菜像是被加大了药量，才会突然出事儿。1个时辰之内，本王要你研制出解药。王爷，不是臣无能，是这毒药来得奇怪啊，臣一时半会儿还制不出解药。南宫瑾的额头已经有了一层细汗，微微皱眉。王妃这样还能撑多久？老夫这里有普通的解毒丸，可解一时之毒，但要治本，恐怕还要给臣3日时间。但是王妃……南宫瑾隐忍着咳出一丝血。陶七七绝对不能死，若他活不成，小心你的脑袋。王爷该不会这……旁的话不必多说，将解药留下。外面有下毒的饭菜，你给本王去研制解药。是，老夫这就去。留下解毒丸后，林烨送大夫出去，换林月守在王爷的身边。南宫瑾让林月将解毒丸带出去1颗，让外面的蒋丹秋服下。寝殿中，南宫瑾将解毒丸吃下，运功暂时压制下毒性。他转身将陶七七半抱起来，要把解毒丸喂给他吃。那药丸被陶七七含在嘴中，就是吞不下去。陶七七，你可真会给本王惹麻烦。对上陶七七的唇瓣，南宫瑾轻巧地撬开她的嘴唇，让她将口中的药丸吞下。随即，南宫瑾起身，看着毫无反应的陶七七，探上她手腕的脉搏，感觉到毒性暂退后，才起身走到了寝殿外。林月已经跪在外面。云月，本王让你好好看着王妃，你就是这样看着的吗？王爷，林月自知办事不力，请罪王爷，让属下自尽。本王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有本事，将王府搅成一滩浑水？真当本王是死的吗？王爷，抄命令，让林烨今晚就动手。是，属下这就去办。怎么会？王爷怎么会言？
刘芳听到消息后，吓得站在一旁不敢出声。今日他让小厨房下了往常剂量的3倍不止，要是被王爷发现是他做的，一定会被千刀万剐的。解药呢？解药在哪里？快给我解药！小姐，奴婢没有解药啊！怎么会没有解药？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小姐，奴婢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那人没有给奴婢解药。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王爷那边我们该如何交代呀？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下毒，自然没有解药。刘芳呆呆地坐在地上，知道白子嫣打算死咬着不承认这件事情。他突然想起小厨房帮自己蒙的那个小婢女，连忙爬起来。小姐，这2人能顺利下毒，全靠着小厨房的一个婢女。要是王爷让人去查，奴婢怕他会将我们供出来。奴婢先去将这个隐患解决。快去！这件事情一定不能有任何差错，你知道吗？奴婢知道。下毒这件事情闹得非常之大，宫里的人不想知道都不行。还不到3个时辰，宫里就派了御医到王府。艾御医进到芳华殿，看到榻前坐着的南宫瑾，一眼便看出他中毒了。王爷，这毒看起来来势凶猛，下药之人应该是将药下了数倍。你先帮本王看看王妃她如何？她前几日便已经中毒。艾御医上前到榻前检查陶七七的脉搏，手指撑开陶七七的眼睛看了看，皱起眉头。你简直是给我下难题呀！连你也没办法吗？要说什么办法都没，倒也不是，只是这药不是从明路上来的，应该是异域的禁品，我没有把握确定研制出来的解药有没有更大的伤害，所以臣不敢保证。恕我直言，王妃的身体经不起第2次的折磨，臣不敢试药。你去研制，本王替他试药。饶是如此，艾弘文还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南宫瑾有一天会为陶七七以身试药。王爷，臣要说的是，这药性猛烈，解药便是毒药，两药相撞，是何后果，臣也无法度量啊。本王恕你无罪，我府中的大夫已经在御药堂等你，快些去。是，臣告退。艾弘文退出去之后，南宫瑾吐息间调动内力，手掌贴在陶七七的小腹，渡着内宫，握着小女人的命脉。一次功力消耗过剩，南宫瑾脑中嗡的一声，眼前一黑，便没了意识。陶七七醒过来的时候，浑身酸痛，像是被人胖揍了一顿。外面的天色已经是3更天左右，陶七七迷迷糊糊的坐起来，才看到旁边还倒着一个人。陶七七凑近去看，发现是南宫瑾之后，伸手去探了探男人的鼻息。哎呀，好家伙，吓我一跳，还好没死。胸口火辣辣的也疼，陶七七又是一阵口干舌燥，这方法简直是害人害己呀！白子嫣还真够狠心的，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能撑着，不过来送解药。他是不想要他的王爷了是不是？没办法，陶七七将南宫瑾翻过来，看到南宫瑾的情况后，陶七七觉得不对劲，他怎么感觉南宫瑾中的毒还不浅呢？他搞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小心翼翼地穿鞋下床，差点没站住，快走2步，赶紧扶住桌子，慢慢走动着到门口，过去把门推开。王妃，你怎么跑出来了？你身上的毒……先别说这个，南宫瑾他怎么回事？他的毒怎么这么厉害？南宫瑾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菜，为何中毒会这般严重呢？王爷为了护住王妃你，耗费内力帮你加速毒药的发作，越发严重起来。谁要他救？白子嫣呢？都1天了，他就没有过来吗？
他确实没有来，已经派人跟他说王爷中毒的事。要是放在平常，他早就过来哭天抢地的，今天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那是做贼心虚。王妃，没事，我先回去。你们俩的反应一定要正常，不要被林月和林烨怀疑。奴婢明白。看在你今日帮我的份上，就不把你从我床上踹下去了。一夜过去，南宫瑾睁开眼睛，感觉到怀里毛茸茸的，下意识地将人推开。看到人翻到一边，他坐起来后感觉到头痛得厉害，他皱起了眉头。林烨，王爷，属下在。进来。南宫瑾说完，将被子一踢，把陶七七盖了个严实。属下已经按照王爷的吩咐去办，不出几日应该会有人找上门，倒是王爷如何应对啊？哼，本王就怕他们不敢来。啊，属下还有一件事要禀报。昨日凌月查小厨房是谁下毒时，唯独丢了一个丫鬟，问过名字叫做清墨。人抓到了吗？啊，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死在距离小厨房不远的小道旁的枯井中，我们查过是先被人先勒死，再扔进枯井的。属下和凌月以为这人应该是在主子身边，可以随意走动，又不被人怀疑的奴才。府中有些地位的奴婢奴才，近日都要查清楚。王妃身边的2个婢女也一并要查。是。你们后厨的人做出这等事情，孙管家，你有没有话要说？哎呦，我们真没想到过会是清墨下药啊！要是知道他敢如此，我们说什么都不敢收留他。哎呦，他这可是要把咱们这群人给害惨了。别顾着哭惨，你们昨日有谁看到过清墨？最好如实告诉我。现在说出来和一会儿说出来可不太一样。府中的丫鬟奴婢没有见过林月和林烨跟着王爷杀人的样子，但就是林烨这短短的一句话，带上凛冽的杀意，压得几个大丫鬟的腿一软，直接跪下。小厨房一个小打杂的跪下，向前挪了几步，磕头说道：大人，奴才昨天看到刘芳姐姐来到小厨房，说是要找清墨，这是奴才最后一次听见清墨的消息。我昨天是去找过清墨，我是想上次他答应我们小姐新做的饭菜做得如何，况且昨天我并没有见到他。哦，这么巧，那天他出去，你就刚好去找他。要是这样说，奴婢确实没有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这样说的话，那岂不是王妃自己殿中的人更值得怀疑？毕竟没有人会怀疑自己的奴婢。谁能有你心肠歹毒？不仅要害我们王妃，还想将脏水往我们2个身上泼！我呸！被气得要死的乌元被桃园拉住，才没有去揍刘芳。刘芳淡定地挑拨道：我看你们2个就是贼喊捉贼。吵什么吵？用我给你让个地方吗？我就是被误会，心里不痛快，是奴婢失言。林烨还有林月以及带来的几个人查过这些丫鬟和奴婢，最可疑的却是不排除桃园和乌元，包括小厨房的人以及刘芳。不过还没有证据，他们2个人并不能下决断，只能去找王爷回复。你们2个是属，没能找到真正下毒的人。属下无能，请王爷责罚。今日的解毒丸吃完，南宫瑾已经恢复了几分精力。谁最值得怀疑？林月和林烨2个人互相看了看，都不说话。哑巴了吗？王爷，我们怀疑白玉阁的刘芳，只有她在那天找过死去的清墨，去问过白小姐的菜品，属下觉得有可疑。而且属下觉得刘芳确实很奇怪，她什么时候问不好，偏偏在人死之前去过。她说没找到人，多少有几分假话掺杂。之前紫妍身边的人就被冤枉过，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妄下决断。哦，那属下还往下查吗？等陶七七醒过来再说吧。王爷，用药的剂量，臣没有把握。若是真的出事儿……他话还没说完，
南宫瑾就毫不犹豫的直接把药丸吞了下去。不管是什么样的作用，本王都要试。艾洪文在旁边候着不敢离开。一炷香过后，南宫瑾的脸色愈发苍白起来。发现异常的艾洪文赶紧上前去查看。王爷，不要忍，将毒血吐出来，否则毒物会侵蚀的更厉害。一口黑血吐出来，南宫瑾强撑着床榻边，胸口气血翻涌，神经脉络统统混乱起来。这药的副作用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王爷，你体内的2种毒物互侵，这个过程你会很痛苦，一定要熬过去。吞下药丸，南宫瑾伏羲而坐，闭上眼睛调理内息。忽然他感觉到体内的气息相撞，他又吐出了一口鲜血，皱起了眉头。艾洪文搭着南宫瑾的脉搏，王爷，你的内力……他的内力消失了，他算是暂时被废掉了武功，但是毒性眼见的被压下去。不过现在的他与一个普通的受重伤的人无异，甚至内力什么时候恢复也不知道。王爷，你内伤太重，最近半个月想要恢复内力，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这样还不能给陶琪琪吃，他撑不过去。我回去再研制调配一下药的剂量。这几日，陶琪琪昏昏沉沉的睡了醒，醒了睡。到了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又已经是晚上了。不过这次南宫瑾却没有在榻边守着他。陶琪琪还以为白子嫣来送了解药，他披上外套，赤着脚走下床榻，去门边刚推开门，一个人就进来。陶琪琪赶紧过去将人扶住，一个没扶住，抱着来人倒在地上。疼的陶琪琪只想骂娘，扭脸看到南宫瑾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南宫瑾，你别吓我呀，你醒醒！怎么回事？他怎么感觉一点内力都没有了？陶琪琪皱眉，这药对南宫瑾应该不会造成这样的危害才对呀。陶琪琪下榻，在殿外找到了乌颜和桃园。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候着？王爷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担心的要命，还不敢进去。王爷是怎么回事啊？王妃，王爷是为您解药才变成这样的。什么？是真的，解药是爱玉研制的，但是以毒攻毒，解药的毒性尤为厉害。王爷怕对您不好，吃药之后才内力全失，现在情况并不好。想到刚才南宫瑾的样子，陶琪琪突然愧疚起来。是几日？白子嫣难道还没有送解药吗？没有，他一次都没来过。他倒是能狠得下心。王妃，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没有解药呢？要是这样，咱们该怎么收场？这一点陶琪琪倒是没有考虑到。有毒药必定会有解药的定律，在他白子嫣那儿怎么就不好使了呢？你去把这颗解药给蒋南秋解毒，我回去看看南宫瑾。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让他知道了。可是王妃，别说了，这是我要做的，不该连累到你们两个身上。你要是一直对我那么坏，就坏到底，省得我对你总是又讨厌又愧疚。拿出一粒药丸，陶琪琪扶着南宫瑾将药给他喂下去。看到南宫瑾将药吞下，他也把剩下的解药吃下。没一会儿，陶琪琪便昏昏欲睡，倒在榻上睡过去。南宫瑾早上很早就醒过来，感觉身体没有昨天那么难受，只是内力还是无法调动，让林烨喊来了艾洪文。艾洪文给南宫瑾把完脉，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王爷，你体内的毒已经解了，是因为吃下了真正解药的缘故。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吃的解药？臣也不清楚啊，但肯定是在吃过臣配制的解药之后。臣想再为王妃请一次脉。南宫瑾深深地看了艾洪文一眼。艾洪文上前用手帕搭在陶琪琪的手腕上，给他请脉后再次回禀：王妃体内的毒也已经解了看来臣不用再研究解药了。这样看来，南宫瑾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你回皇宫复命吧，不要透露本王身上的毒一解，有多严重说多严重。臣明白，今日便先告退了。艾洪文走后，南宫瑾坐在榻边，久久没有说话。寝殿中安静的让人有些心慌。陶琪琪偷偷的捏紧拳头，这个南宫瑾怎么还不出去？陶琪琪，你打算装睡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本王不走，你就睡死在床上？你没事了。南宫瑾转过头，那阴沉的眼神让陶七七抖了抖。我真不知道你会去试解药，还把自己弄成这样。陶七七，你真就这么恨不得本王死吗？没有，我知道前2天有人给我下药，我就想用这个办法逼他出来，没想到人没逼出来，反而让你内力全失。你说有人给你下毒，是谁？我说是白子嫣，你又不相信，我还没证据。我是想让他为你拿出解药，谁知道都这样了，他也没来。陶西西，你能不能长点脑子？紫嫣下药害你能有什么好处？就因为你怀疑他，就能给自己下药，给本王下药是吗？我没有那个闲心思给自己下药，那药就是背后给我下毒的人提前准备好的。我只是没想到他这次放入的剂量这么多，这次是我不对，我道歉。哼，你道歉？不是什么事情道个歉就能过去的。你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还想怎么让我替你收场？如果不是我发现的早，你就准备给我收尸吧。他日日在我的吃食中下毒，想要不知不觉地置我于死地。我想抓住这个人，用的手段确实损人不利己，但这并不是你指责我的理由。你是真的令本王心寒。是，我利用你想要查出下毒的人是我的错，但你不指责下药的人，反而在这里指责我，我就不应该醒过来，对吧？强词夺理。气死我了！就不应该给你吃解药，就不应该心软，就知道跟我喊，有什么本事？两人稍微回温的气氛霎时间跌入冰点。那日之后，虽然南宫瑾在王府养病，却再也没有见过陶七七一面。跟陶七七别扭了有5日之久，南宫瑾在书房写着字，将毛笔放下后，将林烨叫进书房。有没有人来找本王？哦，回王爷，没有。陶七七，你很好。王爷，这几日王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属下很久没有看过王妃出门了。本王问他了吗？没有。林烨正在煎熬着，林月在外面有事禀报，他在房中松下一口气。王爷，那个叫清墨的丫鬟，家中人告诉属下，她死前的前2日曾经给家里送过20两银子，属下查过她跟王妃没有一点交集，应该不是王妃的人。还有，王妃已经好几日没有出过寝殿，听桃园和乌园说，王妃是身体不适。哼，她身体不适啊，没脸出来见人才是。林月和林烨沉默着，不敢接话。宫中有什么消息？瑞王最近很得皇上的眼，萧齐营的大小事务现在都由瑞王掌管，其他的王爷皇子并无任何响动。还真是难为他们憋这么久。这次我想要那毒的解药。你以为解药这么容易弄到啊？你有毒药，肯定就有解药。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好，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让你的主子帮我拿一样东西。说着，他将一个白色的小瓷瓶扔给了刘芳。我要他做的并不难，京都的修建往常都是你们家王爷负责，这城中的城防图也只有你最适合拿，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这件事我拿不定主意。你让白子嫣好好考虑清楚，那药就算我个人送你了，我还会再来，到时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答案。怎么样，拿到解药了吗？刘芳傻傻的点头，将东西放在旁边的桌上，魂不守舍。你怎么回事？回来之后就魂不守舍，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小姐，这事情关乎到王府的未来，所以希望小姐你听了千万不要声张。你快说。刘芳3言2语的将事情讲完，
白子嫣看着他放在桌上的白瓷瓶，这分明是要我背叛王爷。成方图这种东西，哪有这么容易得到？小姐，要不然这药我们先用着，这件事奴婢来想办法。这东西真的是解药？不会错的，小姐。走，你随我去见王爷。白小姐，王爷谁都不见。这是我托人在家中找到的药，对解王爷身上的毒有奇效，请你帮我拿进去就好。林烨将信将疑地接过药瓶，看着白子嫣离开后，他打开盖子闻了闻，皱起眉头，味道实在是刺鼻。王爷，刚才白小姐过来送药，说是托家中的人找到的药，说是有解毒的奇效。这药你查过吗？属下刚才倒出了一点吃下去，并没有什么事，看样子应该是解药无疑。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王爷，这药确实有助于您恢复，我已经按照比例对好，您这便喝下吧。南宫瑾喝下药后，马上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大夫大惊失色，赶紧给南宫瑾把脉。这怎么会？快来人，将王爷扶回寝殿。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将王爷送回去，我要为王爷扎针去毒性，快！于是林烨赶紧将南宫瑾送回了寝殿中。快来人，将王爷扶回寝殿。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将王爷送回去，我要为王爷扎针去毒性，快！于是林烨赶紧将南宫瑾送回了寝殿中，大夫拿出银针给南宫瑾扎针。这个时候南宫瑾已经陷入了昏迷，没有内力护体的他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因为还有余毒在体内，比正常人更弱一些。林烨在旁边焦灼地问大夫这是怎么回事。老夫在测毒性时根本无碍，怎么会到王爷体内就变成要命的毒药？这老夫怎么也想不通。芳华殿中，林月得知王爷出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陶七七。你说南宫瑾又中毒了？是，王爷吃了白子嫣送来的解药。他倒是心大，什么人给的药也敢吃？不对，那才是他自己的人，我担心什么？王妃，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你想想办法救救王爷吧。你带我去找南宫瑾，我去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是，您跟我来。陶七七跟着林月来到南宫瑾的寝殿，进去看到南宫瑾身上各处大穴都扎着银针，旁边放着男人吐出来的血水。他仔细闻了闻味道，发现味道发苦。白子嫣送的那个药还有剩下的吗？王妃，剩下的都在这里。他用手指沾了沾药粉吃下去，分辨其中的味道，眉头越皱越深。这药本没有毒性，但是和南宫瑾身上的毒相遇后，便会转变为奇毒。如果王爷还有内力护体，便不会中毒。偏偏他现在内力全失。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是老夫的失职，王妃请责罚。这个时候就别说没用的了。让我来吧，你们都出去。将人赶出去，陶七七摸了摸南宫瑾的额头，果然已经开始发烧了。陶七七拿下南宫瑾头顶扎着的银针，将它扎在王爷的手臂上，拿出九转丹给他喂下。这次不怪我吧？让你再跟我置气，还不是要我来救你？陶七七把针灸的位置调换，在胸口扎下了最后一针，量过南宫瑾额头的温度已经趋于平稳。揉了揉自己的肩膀，陶七七伸了个懒腰，趴在榻边迷迷糊糊的睡过去。来人！哎呀，别动，我给你把银针拿下来。将银针取下来后，陶七七将银针放在一边，用手背去试探南宫瑾额头的温度。谁让你来的？哼，我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让你死在这里得了，我就不该救你，省得你醒过来就气我。南宫瑾闭眼调理气息，
陶七七坐在旁边安静的看着。南宫瑾冷汗涔涔，身上的衣服被打湿，依旧没有能恢复内力。南宫瑾，不要再试了。松手！不松！你凭什么管本王的事？你以为我想管你？倒行逆施，最终害的还是你自己。哼，本王有今日，不都拜你所赐吗？拜我所赐？你现在这样也是我害的，来路不明的东西你都敢吃，就因为是白子嫣给你的？跟他有什么关系？那药难道不是他给你的？那药与我体内的鱼肚结合才产生相冲的药性，这一点府中的大夫都不知道，他又如何得知？好吧，就当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这药我看过，确实是千金难求。以现在白子嫣的身份，他父亲不在，白家肯拿出这么好的东西来，是冲着王爷您的面子，还是别有用心啊？你以为谁都是你，就想着算计？喂，你个大男人有完没完？我这次是将你算计进去，你南宫瑾以前难道就没有算计过我吗？哼，你算计过我什么？你自己清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陶七七，好，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保证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王爷？本王不信。我吸取教训，下次一定不犯。王爷可以监督我。哼，笑比哭都能看。哎，南宫瑾，你差不多得了，你看不出我在给你台阶下呢？你给的台阶，本王不想下。行，你赢了，本王妃懒得理你。说完，他转身奔着门口去，把木门摔得震天响，把站在外面的林烨和林月吓了一跳。王妃，这是怎么？王爷他……别给我气他，我就不该来，来了还生一肚子的气。林月，跟我回去。唉，还是自己的床舒服呀。王妃，白子嫣在殿外求见。她来干什么？难道是来找骂的？不知道，婺源正在外面跟他周旋。您要是不见，我就出去回了他。不知道这个白子嫣又在打您的什么坏主意。不必，让他进来吧，我倒想看看他还能说出什么来。小姐，你的病还没好，切莫大动啊。行了，别演了，有什么事直接说。王爷怎么样了？我听说是我之前找到的解药与王爷体内的毒相冲，王爷那里不让我进去，所以我没办法，只能来找王妃。怎么，你觉得是我不让你进去见王爷的？难道不是吗？林烨说要见王爷先来找您。陶七七现在想砍人，怎么每次都是他背锅？等着吧，林烨，你坑本王妃的，一定从你身上找回来。来找我，总不能你让我带你进去见王爷吧？林烨应该是怕你进去又给王爷吃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再让王爷出事。王妃，你这话就是不讲理了。这解药也是我费尽心思才找到的，你一句话就否定我的功劳，就凭你是王妃就可以这样侮辱我吗？白子嫣啊，白子嫣，你要装就在南宫瑾面前去装，我不吃你这一套。还有啊，我这芳华殿尤其不欢迎你，所以请你出去。陶七七，你才是害死王爷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死的不是你？白子嫣，你就这么沉不住气呀？现在跑到我面前来展露你这一面，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下场吗？哼，你不过就是个王妃，王爷不会信你说的话，所以你不要妄想着在王爷面前说我的坏话。撕绿茶这件事情，哼，我还真是越来越有经验了。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让你尝尝人性险恶而已。啊！你放开我的头发！你怎么可以这样粗鲁？是你先要过来找本王妃的麻烦，
怎么现在都不会反抗了？王妃，你放开我们小姐，不要动手！这一来一回，殿中只剩下白子嫣的痛呼声，以及刘芳让陶七七松手的声音。将白子嫣收拾了一顿后，陶七七翘起二郎腿，坐在桌子前喝着温热的茶水。白子嫣跌坐在地上，头发一片凌乱。她旁边刘芳的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被陶七七收拾得够惨了。你说你们两个是故意来找气受的吗？以后要是再想挨揍啊，就过来找我。白子嫣狼狈地从地上站起来，扶着刘芳才站稳。陶七七，你现在不用得意，等王爷好起来，不会饶了你。哎呀，你就省点口舌吧，会说话就说点儿，不会说话就把你的嘴巴闭上，这样活的时间才能长点儿。你这是在威胁我？哎呀，你上辈子是唢呐生的吗？你喊什么？白子嫣被陶七七气得胸口上下起伏。这次他来本想是对付陶七七的，却不想被对方抓个正着，只能撂下一句：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接着带着刘芳狼狈的离开。王妃，刚才太进气了。他也就是在王爷面前惯会装成那副柔柔弱弱的样子。哼，看他刚才那副嘴脸。乌元，人才刚走，你说话注意点。没事儿，他这次是把在南宫瑾那里吃的亏算在我头上。这几日南宫瑾对他冷落下来，他到我这儿来是为了找点存在感。本王妃才不惯他这个臭毛病。王妃，外面林烨找您。我是一顿饭都不能好好吃吗？都喜欢挑别人吃饭的时候来找事儿吗？把林烨给本王妃叫进来。王妃，瑞王带着齐王还有四皇子来王府，说是来看望王爷和您的情况。王爷的情况不能见他们，希望王妃您出去迎一下几位王爷和皇子。敢在别人用午膳的时候过来，你说你是不是过来蹭午饭的？王妃这脑回路想来与正常人不同，林烨早都已经习惯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王妃，只能低头站在一边。人什么时候到？哦，已经到胡同的拐弯处，现在应该差不多该到了。行，走吧。陶七七带着陶元和乌元，还有林烨和林月站在门口等着宫里来的几位祖宗。还以为3位的阵仗不会小，结果只有3个人骑马前来，身边连个仆人都没带着。到了裕王府前，瑞王先从马上翻身下来。陶七七，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南宫瑾他人呢？你也知道王爷中毒的情况，还要让他出来接你，到底是你看他，还是他看你？本王才不跟你做口舌之争。皇嫂，你怎么样？我听说你也中毒了，就赶紧跟着二哥他们过来了。南宫燕熟忍的上前，上下打量过陶七七。啊，还好，皇嫂你没事。齐王也翻身下马。哼，少有能见到小厮这样担心一个人。别在那儿给本王丢人！你看陶七七这个样子，哪儿像中毒的样子？他死不了。瑞王，我看你不是来看望我们王爷的，你是来找我茬的吧？陶七七一瞪眼，抬脚狠狠地踩了南宫从寒一脚。南宫从寒的脸色都扭曲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能丢了面子，深吸了一口气，忍下剧痛。陶七七，你给本王等着！皇嫂，不是说你也中毒了吗？难道毒解了？我没什么事，王爷最近不大好。怎么回事？我听爱御医回宫说，6弟的毒虽然已解，但是伤及内力，短日内不可恢复。王爷是为我试药，所以才使得他现在内力有所损。陶七七留了个心眼，并没有将南宫瑾内力全失的事情告诉他们。我怎么听说南宫瑾是内力全失，恢复不了了呢？哎，那我倒是想问问，瑞王这听说到底是听谁说的？我也想知道，这造谣生事的人到底是谁？
切，要是真的没事儿，艾玉仪会好几日都待在这誉王府，谁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啊？陶七七本来想带着几个人往后花园去，听到南宫从寒这句话，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王爷这样轻信流言，可不算是明事理的人呢。你，王爷是中毒了不假，不过毒已经解了。至于内力全失，怕是有心之人胡乱造谣生事，结果就把瑞王你给引过来了。你这是打算趁人之危吗？弟妹，二哥就是开个玩笑，你别当真。我们是真的担心六弟，宫中消息纷杂，总有些喜欢夸大其词的。是啊，夸大其词遇上盲目相信的人，这两种人凑在一起啊，简直就是流言的起源地。给你台阶不知道下是吧？本王今天还就说他南宫景没内功，现在就是个废物，怎么样？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南宫从寒，你别以为人人都怕你，我陶七七向来不惧你这种人。七七，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嘿，本王就说了怎么样？怪不得问夏那么不喜欢你，你就是一个粗鲁的女人。哼，谁稀罕他喜欢我？南宫从寒，既然你说我们家王爷内力尽散，那你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我中毒比王爷还要深，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内力有没有散尽？不试试就试试。哼，王爷我对女子向来不占便宜，我让你3招。哼，不自量力，看来本王妃今天不把你揍成猪头，你是不会满意的。林烨早在陶七七跟南宫从寒吵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悄悄的去找南宫景了。林月和桃园还有乌元劝也劝不住，只能看着陶七七跟南宫从寒打在一起。别行这么大的礼，我可受不起。你敢侮辱本王？还要打吗？本王妃奉陪到底。七七，不得胡闹。南宫景，南宫景，六弟，王爷，南宫景，你没事替我挡什么？你难道不要命了呀？闭嘴！这个时候还顾着耍酷。陶七七拿出怀中随身带着的药，为南宫景吃下。不想死的话，就赶紧吞下去。看着南宫景将药吃下去，陶七七才将人给林烨扶着。其实南宫从寒也就嘴上说说，得罪南宫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发愣的功夫，眼见陶七七过来，他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陶七七抬手一巴掌打在脸上。你真是个小人，打不过就背后偷袭，你还算男人吗？陶七七，你敢打本王的脸？打你，打的就是你！我们家王爷不跟你计较，我陶七七跟你南宫从寒这梁子从今天开始结下了。南宫景要是没事就算了，他要是有什么事儿，本王妃必定千倍万倍的要你偿还。我看南宫景就是已经没有内力，要不然他刚才会因为我的一掌吐血？你还想骗我？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我们王爷是君子，你连小人都不是，王爷不会跟你一般见识。你还跟我在这里蹬鼻子上脸，连我都打不过的废物，还想让南宫景跟你动手？你做梦吧你！哎，你们两个都少说2句吧，都是自家兄弟，别闹得太僵。谁跟他是自家兄弟？要跟他是兄弟，背后捅你一刀，那才倒霉呢。我们王爷就是例子。我不是故意的。哼，才怪！没看你那一掌有多狠，这要是打在我身上，你养我后半辈子吗？南宫从寒拟了半天，拟不出个词来，越想越气，干脆被陶七七的一个白眼翻得昏过去。活该！看到南宫景吃了药，脸色好些，算是稳定下来，舒了一口气。你来干什么？还平白无故的挨了一掌。哼，还不是怕你出事吗？
陶七七听他这话，揉了揉鼻头，切了一声，别过头去。陶元和乌元脸上的姨母笑都快要憋不住，简直太不容易了。王妃今日终于能和王爷和平相处一天了，天上恐怕马上就要下红雨了吧？我拜托你，别总以为自己很抗揍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子。那也是因为你啊。我这点小辫子，你到底还要抓着多久？你抓着一直都不放，难道非要我每天过来给你道歉你才舒心吗？也不是不行。你做梦吧！南宫瑾伸手握住陶七七左边的肩膀，陶七七刚想问他要干什么，就感觉到肩膀上的力道加重。南宫瑾，你这是公报私仇，谋财害命啊！本王谋你的财，那本王怕是要饿死了。把衣服脱了。你要干什么？耍流氓吗？给你上药，你连脑子里还有正常的东西吗？陶七七。哦，陶七七抓了抓耳朵后面，将左边的衣衫半退，露出白皙的肩膀。不过肩膀的左上方一片青紫色，在白玉的肌肤下更显得触目惊心。你轻点儿！南宫瑾看了一眼他肩膀上的伤，莫名的冷下了脸，将手中的药膏搓热，一巴掌按在陶七七的肩膀上揉起来。南宫瑾，你还说你不是在报复我？别好，玉姐要化开才好得快，忍忍吧。感情你不是给我上药，说的那么轻松。哎，疼！轻点儿，轻点儿，我错了。你再逞能，跟南宫从寒打在一起的时候，也没见你喊疼啊。那能一样吗？他都那么说你了，还想让我在他面前示弱，想得到婷妹。下次不许再这样。下次他要是再说，我就锤爆他的狗头。这是我俩的恩怨，跟你没关系。南宫瑾不再说话，专心的给陶七七揉着肩膀，感觉到肩膀没有之前那么痛。陶七七试探着动了动身体，被南宫瑾按住。还没好？我屁股坐的都疼了，还没好啊！陶七七已经麻木的随便南宫瑾怎么搓揉。你一个女子能矜持一点吗？张口闭口都是。都是什么？懒得说你。哼，都是屁股呗，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把衣服穿上，滚出去！王爷还真是翻脸不认人啊，变脸的速度就是快。没事就赶紧出去，别在本王面前晃。我就晃，怎么样？哼，气死你！南宫瑾看着面前作妖的人，抬手一扯，将人带到自己的怀里。投怀送抱，王妃还真是主动啊。谁投怀送抱了？南宫瑾，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南宫瑾，你松开我！陶七七，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本王？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那个眼线，看我看得那么紧。鬼事。陶七七瞳仁微微一缩，看着南宫瑾没说话。南宫瑾盯着陶七七说道：“王妃最近难道没有去过鬼市吗？”皇嫂六哥，你们在里面吗？南宫燕隔着门冲着大殿里面喊道：“我去开门。”六哥，你身上的毒还没有全解。暂时还未全解。六哥，其实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朝堂表面上平静无波，实则动荡不安啊。你我都知道，父皇猎场一事实为试探，究竟父皇想立谁为储君？六哥心中有数了吗？哼，别人看不出来，我却知道，六哥现在一点内力都没有，对吧？难为你如此了解我。放心吧，六哥，这件事我一定守口如瓶。我说过，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以前我还真没想到，你是在扮猪吃老虎。哥，你这样说我可是要伤心的。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不管，
你刻意接近陶七七的目的我不追究，但你最好离他远一点。我只是觉得王嫂和我很合得来。南宫言，你最好不要太过分。六哥，现在你最应该相信的人是我呀。我只是希望自己做个闲散王爷，但这和我希望六哥成为储君并不冲突呀。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聊这些。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有时候小的牺牲是必要的。若六哥这内力永远无法恢复，那不如靠谋算，先解决掉挡在我们前面的人。说完，南宫燕转身出去，没有再停留。小姐，那几位王爷来，真的是来看王爷的吗？王爷中毒，他们肯定会来看我。本小姐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王爷虽好，但你家小姐我要给自己多留条后路。这次中毒的事虽然没有查到我身上，但解药的事情也足够让王爷对我疏远。这全都怪陶七七，她最近总是频频挡着本小姐的路。小姐，你不觉得陶七七这转变有些太奇怪了吗？奴婢记得从上次猎场开始，她就变得伶牙俐齿，不好操纵起来。刘芳，她性情大变，会不会是有什么鬼怪转着陶七七的躯壳，操纵着陶七七？小姐，奴婢的意思是，应该是有人在背后出主意。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把出主意的人揪出来。明日我们去趟法华寺，求些辟邪东西回来。你让人悄悄放到陶七七那里去。小姐，这要是被人发现，一定会追究到我们身上。我当然会提前跟王爷说，陶七七是被邪祟附体，我们是为他好，他能追究我什么呢？谁在说我呀？王妃，武士案快要好了，我们在哪个店用膳？不如我们去后面湖中心的凉亭用膳吧，那里地方够大，凉风习习的，肯定很舒服。你去让人告诉王爷一声，我带南宫燕他们过去。是。陶七七本来想带着几个人往后花园去，没想到却在半路上遇到白子嫣。陶七七无语啊，想要装作没有看到白子嫣经过。王妃，你们这是去用午膳啊？几位王爷，臣女不知几位要来，在这里冲撞到了几位王爷，请恕臣女的罪。无事，不知者无罪。况且我们是在六弟府中，没有冲撞一事。谢王爷。白子嫣起身，想迈步却被绊倒了，惊呼一声向前扑过去。扑过去的方向正好对着南宫从寒。这边的男人下意识地将人接住，温香软玉在怀，淡淡的香气直往南宫从寒的鼻子中钻。这要换成别人，可能还会有瞎心思，但南宫从寒向来不吃这一套，抬手将白子嫣往旁边一扔，齐王赶紧接住。忽悠！二哥，没事，是我该道歉，我的裙摆有些长了，不小心绊到了王爷，给王爷添麻烦了。知道就好，下次出来别穿那么长的裙子，别绊到总往别人怀中扑。陶七七站在旁边憋笑憋得肚子痛。南宫从寒这个人是不怎么样，但是对白子嫣还真是对得刀刀见血呀。瑞王向前迈了几步，跟白子嫣错开。还不赶紧走，本王饿了。白子嫣在后面脸色铁青，没有人邀请她一起吃饭，她又不好跟上，只好厚着脸皮追上了陶七七。王妃，午膳我还没用过，我们一起吗？好啊，走吧，多个人多双筷子而已。一行人到凉亭坐下有一会儿，南宫瑾才到，看到坐在陶七七旁边的白子嫣，微微的皱起眉头。怎么想着来这里用午膳？这里吃饭不是挺舒服的吗？在店中吃饭闷得慌。王爷，快过来坐。南宫瑾到陶七七的身边坐下，低声问他：你让紫嫣过来的吗？我能有那个本事？刚才在花园里碰到的，他自己要跟过来，我还能拦着不成？听到陶七七说的话，南宫瑾往白子嫣那边看了一眼，
白子嫣恰好往南宫瑾这边一看，微微一笑。南宫瑾点了一下头，不再去看他，几乎被南宫瑾无视。白子嫣哪里尝过这个滋味，心里打鼓。最近他好像没有给南宫瑾惹什么麻烦，他现在就这样不愿意搭理自己吗？他思绪万千，桌上的午膳已经上齐，几个人吃着饭都十分安静。风一吹过，只能听到湖水中拍打岸边的声音。这顿饭还是齐王先开口。六弟，这次我们来也是父皇的授意。父皇在宫中无法出来看你，嘱咐过我们，你需要什么尽管提。不必，告诉父皇，我一切安好便可。那可是一切安好，身边几个女人环绕，要不是六弟你中毒，蒋小姐已经被你娶回府中了吧？吃你的饭，那么多话，是不是还想挨揍？天不怕地不怕的瑞王，现在最怕陶七七突然的回怼，闭上嘴，默默的吃饭。皇嫂，我哥那侧妃，你愿意不愿意啊？这话一出，所有人，包括白子嫣，都看向了陶七七。他要是愿意啊，娶多少回来都行，我不管这事儿。我可是很大方的。他愿意，南宫瑾反倒不怎么高兴，冷漠的转过头去，不搭理陶七七。这男人又怎么回事？刚才不还好好的，这怎么又开始傲娇了？唉，白姑娘在府这么久，一直没有名分，我还以为是皇嫂你不愿意我哥纳侧妃呢。这不关王妃的事，我们之间只是有些误会而已。是有些误会，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当不当侧妃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你说话可要说清楚呀。当时南宫瑾正看着南宫燕，眼神发冷。陶七七在这儿，他提起这件事情分明就是不怀好意，南宫瑾也知道，只是他现在不好揭穿。皇嫂，你们两个别吵起来呀，我就是随便问问，你看你们怎么还当真了呢？那你就不要问，问了再打圆场，有意思吗？看来是我不小心惹到皇嫂，给你道歉了，千万别介意啊，我不是有意惹你生气的。南宫从寒向来看不惯南宫燕这个样子，眼不见心不烦，低头猛地一顿操作，吃完将筷子一放。我们也该回去了，是吧，齐王？齐王这才刚喝口水，被瑞王这话呛了一下，赶紧将杯子放下，边咳嗽边点头。是，我们也还有事要处理，也不好在此久留，用完膳我们就回去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不在这里陪你们继续吃了。跟我走，别吃了。啊，我还没吃完呢。回去再说。陶七七再不愿意，只能起身几步跟在他旁边，扭头跟南宫瑾说话。白子嫣这边听不见，抓心挠肝的难受。白姑娘这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样子，有心事？还不是因为我六哥，人家有心插柳，我哥无心成荫，怕是姑娘要失望了。白子嫣羞愧难当，放下筷子，准备起身离去。如果姑娘有用到本王的地方，可以让你身边的小丫鬟到齐王府找我。白子嫣的眼眶已经憋红了，都没有顾及礼仪，回头给王爷行礼，已经迈步离开了。多此一举，你说要帮那个白子嫣，她一看就不是什么简单的女人，小心你想利用她做事情，反倒被她利用。这点倒不用担心。确实不用担心，那个白子嫣的头脑可比皇嫂的简单的多，从她下手确实是个好选择。南宫从寒向来不惜利用女人做事，他虽不认可两人的说法，但那是他们两个要做的事情，与他无关，他也懒得管。南宫姐，你到底什么意思？我顺着你也不行，不顺着你也不行，我干脆以后别说话算了。怎么说都是我的错，我今天还不够给你面子吗？本王用你给本王面子吗？哎，你说这话一点良心都没有。你喜欢白子嫣，又不娶她进来，就让她这样在王府住着。南宫燕那么说，我还能怎么回？本王说的不是这件事。那是什么事？我好像
也没说什么吧？谁说我要去侧妃了？啊？我和紫妍的事情用不着你管。哦，这是因为白子嫣生他的气了。南宫瑾看着陶七七，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又叹了口气。他皱起眉头要说什么，被陶七七先把话抢了过去。我没想管，只是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我总要表态吧，不能让别人以为你的王妃是个善妒的吧，连个侧妃都不让你娶。陶七七，你真的很会招惹本王。哎呀，我又怎么陶七七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南宫瑾轻身堵住了他的嘴。一时之间，陶七七竟然忘记了反抗，任由男人吻着自己。等到被人抱起放在了床上，陶七七这才反应过来，想起来逃跑被南宫瑾轻松地按住。陶七七不可思议地看着南宫瑾，你不是没有内力吗？怎么还这么大劲儿？不公平！南宫瑾没有回陶七七的话，伸手将女人腰间的丝带抽开，顿时陶七七的衣服散开，肩膀露出一半。别，南宫瑾，我知道错了，好好说话，别动手行吗？我知道你在吓唬我，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你不知道？陶七七看到南宫瑾离境的脸，抿住嘴唇。你说，我哪里有错？我改还不行吗？晚了。别，南宫瑾，你白日轩，你臭不要脸！你放开我！陶七七闭眼挣扎着，使了些内力，将南宫瑾一掌推开。听到男人闷哼了一声，陶七七睁开眼睛，看到南宫瑾紧皱着眉头。南宫瑾，你没事吧？陶七七，我看你是真打算要本王的命不可。我还不是因为你又犯病。南宫瑾闭着眼睛调理气息，陶七七也有些后悔，知道他还有毒没解，用上内力一击，还不知道这毒性会窜到哪里去。陶七七握着南宫瑾的手腕，给他把脉，也幸好他的身体还算好，毒性没有被激发出来。别装了，南宫瑾，没事的。南宫瑾睁开眼睛，入眼就是陶七七衣衫半退的样子。从前，南宫瑾见过不少自荐枕席的人，从没有动心过。但看到陶七七现在的样子，喉头猛地一紧，转过头不去看陶七七。把衣服穿好。哼，王爷刚才不是还不想放过我吗？现在清醒过来，怎么还害羞起来了？陶七七，王爷该不会是不行吧？好啊，陶七七，这可是你主动的，就别怪本王没有放过你。哎，等等，王爷，我嘴贱，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王妃这事，一天要做好几遍，不值钱。本来以为南宫瑾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会动真格，但他还真是高估了南宫瑾现在对他的定力。脖颈处的刺痛提醒着他，现在正在被南宫瑾吃干抹净中。屋中一片旖旎。王爷难道没回来？应该不会呀，我刚才问过下人，他们有看见的，说王爷是回殿中了。你在门口等着我，
要是有人要进来，不管是谁，拦住他。是，奴婢明白。离门近一些的时候，听到里面呜咽的声音，他登时呆立在门口。他哪能听不出那是陶七七的声音？居然这样也能让陶七七那个小贱人钻了空子。他一狠心，推开门走进去。王爷，你在？紫嫣不是故意的。紫嫣敲门，听到没有人开门，害怕是出了什么事，擅自闯了进来，请王爷恕罪。只差临门一脚，却被白子嫣进来碍了事情。就算是南宫瑾平日里再纵着他，脸色也难看起来。你还不赶紧起来？你非要等人伤心了跑出去再追吗？南宫瑾回头看着不老实的陶七七，轻声地说道：闭上嘴。两个人像是在说什么小话，站在不远处的白子嫣听不到，她被气得发昏，但也不愿意离开，成就陶七七的美事。你来做什么？臣女本想问问王爷，今晚要不要到白玉阁中用膳？本王今晚在王妃的殿中用膳。你有病啊！死直男，你家白月光都这样约你了，你还傲娇个屁呀！啊，我今晚不吃饭。你吃？我不吃。不吃也得吃。你！白子嫣笑不出来，只好冲向陶七七。王妃，我想跟王爷说点事情，能给我个机会吗？我给你们腾地方。王爷，我先回去啊，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不能当着王妃的面说的？王爷，臣女想说的事情。哎，停！我不太想听。那个，我先回去，有事回头再说啊。陶七七快速的溜走，生怕南宫瑾将他留下。寝殿中只剩下两人。紫嫣，今日你僭越了。王爷，你知道臣女对你的心思，臣女从来不求名分，只求能陪在王爷身边。难道这也不行吗？本王说过，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除此之外，本王也别无他想。王爷，你就真的舍得臣女以后嫁与他人吗？你也不必这样，本王以后会替你寻一个好人家的。王爷，即便是让臣女离开，也给我一次机会，我只要一次，只求王爷宠臣女一次，可以吗？南宫瑾没有抬起手，手垂在身旁，没有碰白子嫣，眼神冷淡，淡淡的说道：紫嫣，若我对你做过什么，便是对不起你。本王对你没有其他的意思，这句话不要让本王再说第3遍。王爷，今日是紫嫣失态，求王爷莫怪。你回去吧。听到南宫瑾冷淡的声音，白子嫣心中发苦。之前她做的努力，全都因为陶七七化作了泡影。她绝对不会放过陶七七。南宫瑾那个狗男人，吃着锅里的，还看着盆里的，渣男！王妃，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乌元去哪儿了？哦，乌元去侧殿看蒋小姐去，近日大夫来看过，蒋小姐应该没什么大碍，快醒了。唉，王妃，您怎么啦？从王爷那里回来就唉声叹气起来。别跟我提他，提起他就烦。
王妃，梁妃娘娘差人给您送的信到了。看你那冒冒失失的样子，也不知道像谁。王妃，送信来的公公还在外面候着，他说让您看完给回个信。走，跟你们王妃我出去会会宫中来的公公。不知王妃考虑的如何？老奴该如何跟梁妃娘娘复命？公公且回去，跟梁妃娘娘复命。想丹秋小姐并无大碍，无日便能将人送回去。王妃，您可别跟老奴开玩笑，娘娘可是嘱咐过老奴，一定要问清楚咱们蒋小姐出嫁之事。公公，蒋小姐出嫁的事情可不是本王妃说了算的，梁妃娘娘决定便好，只是要公公回去和梁妃娘娘说一声，这件事如果娘娘决定好，最好还是和王爷知会一声，毕竟是王爷的侧妃嘛。王妃难道是要出尔反尔吗？哼，本王妃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什么，公公慎言。哼，还望王妃您别后悔得罪我们娘娘。公公慢走。哇，王妃，您简直太英明神武了！梁妃娘娘身边的周公公可不是口香语的，您三言两语就将人打发了。您都没看他那胖一鼻子灰的模样，简直太好笑了。再过2年，你也是该嫁人的丫头了，怎么还这样跳脱？王妃惯会取笑奴婢。胡言呐，就是这样的性子，奴婢看他呀，再过几年也改不了。桃园，你找打！王妃，你看他。主仆几人打打闹闹，回去的路上遇到南宫瑾，本来还在笑闹着的2个丫鬟赶紧噤声，跟在陶七七的身后。王爷，今日接到皇宫里来的口信，父皇让你进宫觐见。我？陛下找我能有何事？明日林月会送你进宫的，在父皇面前，你说话注意些。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好像我经常惹事似的。你不是吗？太烦人了。哎，王妃，这位是海公公，今天由他给您带路。有劳海公公。哎呦，王妃可折煞老奴了，您跟我这边请。陛下，人已带来。陛下万安。起吧，老六家的，快坐吧。陶七七抬起头，这才发现旁边还坐着一个人，安陵怀义。安陵怀义冲他笑了笑，小胖子怎么也在这里？朕曾在怀义出征前，将尚书大人之女赐婚于他，没想到不等他回来，尚书大人之女因意外落水逝去。怀义回来后，朕又将金兆尹之女赐婚于怀义，可就在前几日，那女子没了。陶七七听着，瞪大了眼睛，往旁边安陵怀义那边看了一眼，那意思是没想到你还克妻呢。这件事属实奇怪，朕不好让人大肆查这件事，因为事出蹊跷，若传扬出去又没查出结果，有损皇家颜面。但陛下为何会让我前来？你之前的风采朕见识过，
听怀疑说你们认识，你也是朕最佳的人选。毕竟没人会想到，朕会让一个女子查案。是，谢陛下信任。朕其实想将三公主许配给怀义，这事儿一出，朕顾及着公主，你必要给朕查清楚。是。怀义，你送老六家的回去。啊，臣告退。臣女告退。唉，秘密知道的太多，很容易被灭口的。哼，没事，若你不愿意，我自己查便是。唉，陛下亲口圣谕，我能不愿意？呸！陛下要赐婚你跟三公主，三公主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还大闹过一场。公主啊，不愿意嫁给我。这丫头到底眼光是有多高？难道这辈子打算不嫁人了？其实这样也好，我想娶的只有七七一人。唉，小胖子啊，我现在都已经嫁人了，你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不然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我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路上，两人沉默着，陶七七感觉到尴尬的要爆炸了。幸好没一会儿，两人就走到了誉王府的马车前。陶七七急匆匆的摆摆手：“那我先回去了。”因为太着急，脚下一下踩空。小心些。温热的气息拂过陶七七的耳旁。那我走了。赶紧弹开，连头都没有回，撩开车帘，赶紧坐了进去。多谢安陵将军。安陵怀疑退开几步，给林月驾车让出地方，看着马车缓缓的离开。回到王府，桃园和乌元出来迎接陶七七。王妃，没事儿。小月月，跟我到芳华殿一趟。是。小月月，你的主子是南宫瑾，你跟着我，也算是埋没了你这个人才。要不然，本王妃把你还给王爷如何？王妃，不知属下是哪里做的不好，惹得王妃恼怒。本王妃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监视。进宫这件事情，南宫瑾一定让你如实禀报，可本王妃不愿让他知道，就只能把你送回去了。王妃，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属下明白。王妃不愿的事，属下一定只字不言。哼，小月月，你可以呀，什么时候这么会看人脸色了？王妃，好，本王妃就信你一次，出去吧。是。七七，蓝君言，你怎么又跑到王府来？让你给我回信便好，你当做耳旁风啊？嗨，信上一句半句的说不清楚，我总不能半夜把你叫出王府吧？那也太不像话了些。哎，你都知道什么内部消息？安陵将军出征之前，大约是在2年前吧，陛下给他配过婚事。就在婚嫁迎娶定下日子的前一天，尚书大人之女杨千枝失足落入府中的荷塘，愣是没能将人救回来。还有金兆尹之女温月珠说是自枪。其实我看过仵作验尸的陈案，是认为的没错。蓝君言，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皇宫之中的机密，难道你都知道？你就不怕知道的多了被……哼，我是不知道点别人不知道的。你陶七七
还会用得到我。哎，说真的，蓝君言，你都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这些恐怕连南宫景都不知道吧？哎呀，这南宫景不知道这种事情啊，很正常。他身为王爷，这种事啊是不会过问的。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又偷看叔伯的案卷来着？仔细你爹爹知道，揍你个屁股开花！案卷你都偷看了，还不赶紧把话说全？我想知道，杨千之真的是落水而死的吗？仵作没有查出死因吗？这个在我爹的案卷上没有提到过，只是一笔带过了。尸体检查的陈案上写的也很模糊。越是这样，才让我觉得越奇怪。哎，你先回去，今晚我跟你去趟叔伯的书房，再去看看案卷，我要自己看看，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不怕我爹晚上发现你，把你屁股打开花？去你的！哎，不闹了啊！还是上次的时间，我在外面等你，我带你回府，我们直接去书房。那个时候我爹早就请了，肯定不会被发现。夜半时分，陶七七穿好夜行衣，悄悄地翻窗出去，直到飞身到院墙边，才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南宫景。王妃，夜深了，你准备去哪儿？这件事情吧，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等我回来再跟你说。说完，陶七七左脚借力，飞身上了院墙上，越过王府，消失在南宫景的眼前。黑夜很好的掩饰了南宫景眼中的墨黑，若陶七七有时间留下来，一定会发现南宫景不同往常的令人生寒。可惜他这一走，更加激化了现在的南宫景。蓝君言，我感觉等我回去，免不了要被说一顿。怎么回事啊？我今晚出来的时候，被南宫景抓了个正着，他就在院墙那里等着我，我简直冷汗都要被吓出来了。这种情况，南宫景还能放你出来？怎么可能？我逃出来的呗。蓝君言向后看，陶七七叫他：“哎呀，别看了，没人追过来。要追我的话，当时出来就会被追上。我们快去快回。”好。左右看到真的没人后，蓝君言才带着陶七七往书房的方向去。吱呀一声，门被蓝君言推开，陶七七跟在后面进去，跟着蓝君言来到了书架处，看着他好像在找什么。你在找什么？蓝君言摸着书架的旁边，找开关。话音刚落，书架动了起来，朝旁边挪了一个人的距离才停了下来，里面放着几本案卷。陶七七凑过去感叹道：“不是吧，这案卷这么宝贝，叔伯要将它们这样藏起来？”那当然，如果不重要，我爹也不会将案卷都收到这暗格之中。啊，你看看。果然有问题。你是说温月珠？不是，我是说杨千之。你看，虽然写得很笼统，但还是有迹可循。比如口鼻中并未发现大量的泥沙，小腹微鼓，这已经很不对劲了。七七，这溺水之人死前肯定要喝进去很多水，小腹微鼓也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啊。但如果口鼻中有大量的泥沙和小腹微鼓同时出现在一起，这就很奇怪。人死之前是喝了大量的水，
口鼻中必定会有大量的泥沙。蓝君言一愣，陶七七接着说道：“那可是府中的荷塘，荷塘之中淤泥甚多，杨千之怎么可能掉进去之后，口鼻中没有大量的泥沙？这根本就说不通。”也就是说，这2个姑娘的死都不是意外。对，没错。陶七七看着案卷，还想说什么，忽然听到门口有响动，火速将案卷塞回了案格，顺手将机关关闭，把书柜恢复成了原样。两人来不及躲藏，和进入书房的人撞了个正着。爹，叔伯，这么晚还来书房看书啊？我和蓝君言就不打扰您了，走了走了。站住！叔伯，七七知道错了。你们2个小兔崽子，偷东西偷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还敢半夜到书房里来？你们2个还想干什么？是不是要将老夫整个府搬空啊？哎，没这个意思，叔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来您书房看看，欣赏一下。七七不懂事，你也陪着他闹。她现在是王妃，你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也要顾及她王妃的身份吧？请家法来。这件事情跟蓝君言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让他带我过来的。如果叔伯要罚的话，就罚我吧。你就是被陶恒那个老家伙宠坏了，从小到大，不管你干出什么事儿，他都能给你收拾烂摊子。叔伯，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不用再麻烦我爹他老人家。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情叔伯全都算在我身上就行。爹，此事是孩儿考虑不周，望爹不要责罚七七，他没错。好，你们1个2个都没错，是老夫错了，全是老夫的错，老夫才懒得管你们。不用追，这是我爹在给咱们2个台阶下，赶紧走吧。什么？什么叫做给咱俩台阶下？你以为我爹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放过咱们2个？那是他同意咱们2个在这里看案卷，但又不能做得太明显，只好借由生气出血。我先回去了，你要是挨了打，一定要告诉我，咱们出去吃一顿，庆祝一下。蓝君言拿陶七七一点办法都没有，挥手让他赶紧走。一路上，陶七七的心情都不错。他来到王府的院墙下，待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敢上墙。也不知道南宫瑾会不会找他谈心。一咬牙一跺脚，谈就谈吧，反正横竖都是一死。陶七七就飞身上墙，点足平稳的落地后，嚯，好家伙呀，这王府的人都到齐了吧？至于吗？就为了抓他？周围灯火通明，几十个家丁护卫提着灯举着火把，在院子里等着陶七七。为首站着的就是南宫瑾，陶元和乌元站在后面，连头都不敢抬，更不敢看陶七七的惨状。大家晚上好。哎，南宫瑾，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南宫瑾。南宫瑾一言不发，任由陶七七一路嚎着被带回他的芳华殿。南宫瑾，你是不是要本王用铁链将你锁在这芳华殿，你才会老实呢？哎，别，我错了。王妃认错倒是认得快，可就是一次次不知悔改。哎呀，知悔改，知悔改。
这件事情我其实可以解释的。本王并不想听你的解释。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陶七七忽然想到，以前自己看《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男女主角你听我解释，我不听的场景，把女主角换成南宫瑾的脸，也太好笑了吧！不知不觉走神的陶七七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陶七七，你是不是以为本王说的话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不是的，南宫瑾，王爷，这件事情是我欠考虑，没有早点告诉你。但是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是吗？这件事我不能知道，你却能告诉蓝君言。他敢闯王府还不算，你还要跟着他夜半出去，你可真是本王的好王妃呀！鬼市那次，是你吧？陶七七。是我。好。你就这么走了？放开。南宫瑾有些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怕再多待下去一刻，两人又会吵起来。鬼市那晚，既然我们去的是相同的地方，你就知道我想查什么。至于这次，是啊，的确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关系到三公主，宫中谁人不知你和瑞王的关系有多差。若是王爷知道这件事情，往后如若三公主真的出事，必定会牵连到你。我可不想给你找麻烦。杨家和温家联手将这件事瞒下，这件事你很难查。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陛下不是说没人知道吗？杨温两家突然之间死了女儿，两位是朝中重臣，只要有些地位的臣子便会知道这件事，只不过有父皇的吩咐，没人敢外传罢了。那陛下还说就我们几个知道呢？不这样骗你这个好骗的，你会心甘情愿替父皇卖命吗？被你这样一说，本来我有些线索的，现在又是一团乱麻。我知道从哪里查起，但那个地方你不能去。凭什么我就不能去？这里还有本王妃去不得的地方。小香院。那是个什么地方？听起来还有点奇怪。青楼。什么？青楼？难道他们两个生前去过青楼？当然不是，青楼是线索情报的聚集地，那个地方只要银子带够，什么都能查出来。之前刚出事的时候我查过，杨温两家奴仆去过。啊，原来你之前也查过这件事情，我还以为你们王爷没有功夫去管这件事情呢。这件事当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只不过被压下去了，查无可查。本王懒得惹事，便没再查下去。这中间要是藏着什么皇家秘密被我查出来，我这条小命还不够甜的呢。王妃这次可真是自作聪明。你现在说风凉话有什么用？我已经应下了，硬着头皮也得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引那人出来。这话说的简单，我总不能拿三公主做诱饵吧？瑞王要是知道，还不把我生撕了？那你最近还是老老实实的给本王待在府中，不要出去惹是生非。又是我惹是生非？王妃，宫里传来消息，说让您和王爷进宫一趟，说是16皇子丢了。啊！王妃，10万火急，王爷已经在府门前等您，您快去吧。
说就走。皇兄皇嫂，六弟，今日可只有你带着王妃进宫。你们要是愿意，也可以带着王妃进宫。我三哥倒是想带着家眷来，无奈父皇只钦点陶七七一个王妃前来，果然还是誉王府出人才呀。切，出什么人才？我看是蠢材吧。被陶七七提起他的伤心事，南宫从寒就要暴怒，向陶七七这边冲过来。南宫瑾恰好挡在陶七七的前面。哥哥，问夏，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还不是因为我太想见哥哥。你都多久没有进宫看过我啦？哥最近没时间过来，下次进宫给你带些你喜欢的可好？这次就算了。南宫问夏笑着转头，看到南宫瑾旁边站着的陶七七，嘴边的笑容消失了。你怎么也来了？父皇有让你进宫吗？就会蹭我六哥的身份进宫来。哎，这次还真的不是啊，是陛下让我跟王爷一同进宫。不知道三公主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前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少说两句，那就不是我陶七七了。九弟还没来，我们也不好在此处等，就一道先去父皇的御书房吧。皇兄，你们今日进宫到底所为何事啊？我问过父皇，可父皇就是不说与我听。哥，你就偷偷告诉我嘛。架不住自己的妹妹撒娇，瑞王想说什么就被陶七七出声打断了。陛下既然不跟三公主你说，当然是不能让你知道了。你这不是在害你皇兄违反圣意吗？谁说的？哼，陶七七，你最讨厌了，不告诉我就不告诉，你自己去吧。哥哥讨厌，我才不在外面等你。问夏，你就是要惹大家都不开心是吗？你没看到问夏生气了吗？我又没瞎，自然能看到。瑞王如此着急，还不赶紧追上去？不过这可是会耽误陛下的事情，到底还是三公主更重要些嘛。南宫从寒哪里听不出陶七七这是在揶揄他，拿手指指着陶七七，又碍于南宫瑾在，不好说什么，只能转过身去。你没必要帮他。没事儿，反正他也不会领我的情，只是为了三公主那个笨丫头，当然不是因为瑞王。南宫瑾听到陶七七的话，没有再说什么。今日16失踪的事情，你们几个都知道了吧？几人道声知道，皇帝这才点头，继续说道：虽然16是宫女所生，毕竟是朕的皇子，在皇宫中无缘无故失踪，还留下一封信，说是出宫玩耍，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不知父皇可否将书信给儿臣看看呢？皇帝的眼睛瞥向桌上的书信，福公公赶紧将信拿起，拖着下去递给了南宫瑾。请王爷过目。南宫瑾将信拆开，陶七七凑过去，书信上的字迹确实像是小孩子的手笔，落款是昨日，内容也不过就是贪玩的孩子偷跑出宫写的请罪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接着陶七七凑得更近了一些，吸着鼻子闻了闻书信上的味道，这才皱起眉头，转头和南宫瑾对视，两人沉默下来。书信被南宫从寒从手中拿走，过去和九皇子他们相看。南宫瑾收回手，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咱们两个想的是一样的吧？
你们看出些什么来？儿臣愚钝，只是觉得这应该只是16弟小孩子心性，想出去玩，又不敢与父皇说，这才留下信。儿臣相信，过几日16弟便会回来。你们没有反驳，是都同意瑞王说的话，是吗？大家都没说话，陶七七也不想显得自己那么特别，也安静地站在一边，没有说话。但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将陶七七推得向前2步站出去。除了南宫瑾，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陶七七的身上。皇帝一看陶七七站出来，眉头才舒展了些。七七，你给朕讲讲你的看法吧。陛下，臣妾可能说的也不一定对。恕你无罪，讲。臣妾没有见过16皇子，更没有见过16皇子的字，暂且就当是16皇子亲笔所书。可信上的落款是昨日，也就是说，人是在昨天不见的。那书信上的墨的味道应该很浓郁才对。可惜，臣妾闻到的墨的味道不仅不浓郁，而且不仔细闻，几乎闻不到。这说明这封信是早就准备好的。可惜，臣妾闻到的墨的味道不仅不浓郁，而且不仔细闻，几乎闻不到。这说明这封信是早就准备好的。皇帝自然是能看出这其中的关窍，不然也不能在瑞王说出他的猜想时语气那样的不高兴。那你便说说，从何查起？陛下，臣妾刚才所说的都是王爷教的，查案这种事情还是要让王爷来。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呗，两人这局算是扯平了。老六，说说吧。纸上的字迹像是半月前写下的，若人丢了半月之久都没能被发现，只能是工人有意隐瞒。其实他只说了一半，那封信上的落款是昨日才填进去的，墨迹相较于之前的较深，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以你之见，朕当如何？父皇，现在人已经不见了这么久，有很多的线索已经被破坏了，只能将16弟宫中的宫女太监带来问个清楚了。南宫瑾的话没有说的太绝对。老六家的，你说呢？我和王爷的想法一样，现在再去16皇子的殿中，应当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皇子殿中的人找来问清楚。皇帝点头，抬眼示意旁边的福公公，公公行礼后退了出去。你们都是朕出色的儿子，今日叫你们过来，也是想看看到底谁是有能力的人。现在看来，朕也不必再纠结人选了。父皇，就因为这件事就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些？上次猎场之事，真当朕不知道到底谁狩猎的多，不要想着瞒过朕的眼睛。父皇，这件事确实是二哥做的不对，倒也不是二哥争强好胜，他是希望父皇可以对他另眼相看。这话说的急了一些，而他的性子直，不懂得拐弯抹角，让父皇不高兴，确实是二哥的错。父皇，刚刚儿臣鲁莽，口无遮拦，望父亲饶恕。朕会因为这件小事罚你不成？老六立储君一事，朕现在已经想好，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说完，扫视一遍下面的众人，有谁有意见的，现在就给朕提出来，让朕也看看
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话音落下，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人说话，皇帝这才点了点头。既然没人有意见，那朕便拟旨，择日宣布。从宫中出来，陶七七坐上马车，跟南宫瑾商量起晚上去潇湘院的事情。南宫瑾就回了他2个字：不行。南宫瑾，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去？你带上我去会怎么样？再说了，这件事情是陛下让我来查的，你去算怎么回事？南宫瑾当作没有听见他在自己耳边的叽叽喳喳，眼神落在窗外，没有回话。南宫瑾，你能不能不要装作听不见？马车突然一颠簸，他重心不稳，向南宫瑾扑了过去。你投怀送抱也没用，不能去就是不能去。谁投怀送抱？是这个马车太晃了好吗？自恋狂！你想去也可以，必须答应帮本王一个条件。我答应。本王还没有说什么条件你就答应啊？是啊，你让我答应和你和离我都愿意，所以你要说的是什么条件？陶七七，和离你就别想了，本王不可能与你和离的。好，我不说这个行吧？那你的条件是什么？说吧。本王没想好，等想好了再说吧。你只要记住，你欠本王一件事便好了。行，本王妃记住了。回到王府，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他回去换了身男装，一个人去南宫瑾的店前找他。到店中才听到里面还有一个人的声音，仔细听着，应该是白子嫣的声音。还没来得及贴到门上，门便被打开，南宫瑾从里面出来，白子嫣跟在后面，眼睛有些发红，像是哭过的样子。呵呵，你们2个要是还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哈。我们走。什么？陶七七被南宫瑾拽走，回头看向门口站着的白子嫣。我的天哪，那是哭的叫一个梨花带雨，让人心疼不已啊。潇湘院外，陶七七看着灯火通明，招来客人的潇湘院，不禁哇了一声。这个青楼也太豪华了一些吧。南宫瑾，你说这家青楼的背后的人是有多大的势力呀，才能在上京开这么大的青楼？不知道。哎呦，小公子看着就眼生，头一回来我们这儿吧？啊，我跟我哥过来见见世面。老鸨子这才把眼神挪到南宫瑾的身上，这一看不要紧，差点给人家跪下。一声东家差一点就脱口而出，幸好在南宫瑾的眼神下止住了，陪着笑脸：贵人小公子，咱们里边请。陶七七点头，示意老鸨子带路，在后面低声问南宫瑾：你没有觉得他有点奇怪吗？没觉得，他哪里奇怪？不知道啊，就是觉得他奇奇怪怪的，特别是看到你那一瞬间的表情，好像是认识你一样。后来看我的眼神也很奇怪，咱俩不会被认出来了吧？认出什么来？你从来都没有来过，他会认得出你吗？也是。2位公子，
这间可否？陶七七跑到窗户边，看着下面一览无余的景象，嘴角不禁翘起。就这间吧，视野还不错。趁着陶七七的视线被楼下勾走，南宫瑾给老鸨子使了个眼色，两人退了出去。老鸨子赶紧倒头要拜：东家，怎么今日有空过来看看？今日就当不认识我，里面的人想知道些消息，你知道该怎么做。明白明白，东家，我这就去安排人过来。南宫姐，你快过来，下面1楼的人都聚满了。我刚才听隔壁敞着窗户的那桌说，今晚是潇湘院头牌第1次接客，价高者得。没兴趣。你就不好奇吗？看下面那么多人就知道，这个花魁一定是朵牡丹花，娇艳无比呢。反正是价高者得，不如我帮王爷一举拿下如何？陶七七，你是来查案子的，还是来给自己找乐子的？我是在给王爷您找乐子呀，我查我的，你忙你的，这样互不耽搁嘛。陶七七，我开玩笑的，你别认真嘛。主上，今日来有何吩咐？主上，陶七七都傻了，这应该是潇湘院的人吧？叫南宫瑾主上。陶七七一回想，便想明白了，那个老鸨子怎么会是那个表情？原来南宫瑾还有这层身份呢。还不赶紧问你想问的？在本王的脸上能找到线索吗？哦，温家和杨家的女儿莫名而亡，你们可有听说什么？如果有什么线索，能告诉我吗？温杨两家因为这事儿已经闹翻，之前两家关系很好，现在已经互不来往。他们两家女儿的死十分蹊跷。我也知道十分蹊跷，可为什么他们两家女儿死后，他们两家会闹翻？我想不通，他们是因为什么？因为是杨尚书的女儿死后，曾在大殿上举荐过京兆尹温良之女温明珠。皇上赐婚后，温明珠莫名而亡，温良就此恨上了杨尚书，两人就此不再来往。原来是因为这个。你之前查过杨尚书吗？尚书家女儿溺亡时查过，杨尚书的反应很不对劲儿，不许仵作验尸，只让仵作草草写过死因。杨先知的尸身只在家中停放2日，尚书府便让人将棺材抬出去，把人埋了。如此，你们后来可有查过死者的尸身？没有，尚书府那段时间好像做贼心虚，杨先知的坟前一直有人看守，我们没能找到机会查看。线索肯定在杨千之的身上，要不然杨家不会刻意让人看着他的坟，那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东西。南宫瑾挥手让人退下。陶七七捏着耳垂思索着，碎碎念地说：这件事情剩下的应该就和我没关系了吧？挖坟的这个事情还是安陵将军去做吧，我可不想半夜去翻人家的坟地。你在自言自语什么？现在我也知道追查的方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王爷，你可真是藏得够深啊！这里原来是你开的，怪不得你对下面那个花魁没意思，原来是见得多了呀。本王不常来。行了，
我们从后门走，那边没人会看见我们。好，我们走吧。哎呀，看戏也挺累的。他看着正灯火阑珊的夜市，哎，我们要不过去看看？那边好像有不少好吃的。南宫瑾看向夜市那一边，眉头紧皱。怎么，你不想去啊？那我们回去吧。走吧。南宫瑾先带头往夜市走了去。南宫瑾，我想问你件事儿。上次在鬼市，那个老板娘到底告诉你什么了？那药到底是谁买的？我有事要告诉你吗？哎呀，告诉我一下能怎样？再说了，那本来就是我先到的，我把消息让给你，你还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吗？是你让给我的吗？哎，是王爷人傻钱多。啊，对不起，姐姐，不是故意的，我是有急事。没事的。男孩想走，却被陶七七牢牢地抓住手腕。没什么事，姐姐你没事的话，我能先走吗？走吧，陪姐姐逛逛，姐姐买点好吃的给你。啊，真的不用了。小男孩趁机挣脱了陶七七的束缚，一个扭身，一溜烟的跑得无影无踪。怎么突然对一个小孩感兴趣了？因为他偷了我的钱袋，还敢偷到我的头上，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人心险恶。这人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去哪里找啊？我刚才在他身上留下了一点东西，只要顺着过去，说不定还能找到他住的地方。循着留下的踪迹，陶七七带着南宫瑾很快找到了小男孩的藏身之处，是个小小的破庙，里面还有几个孩子，可见他才回来没一会儿。先听一听再说。放心吧，双双，你今天回去一定不会再挨打了。我今天偷了个有钱的姐姐，待会儿给你们一人分一些，这样大家回去都不会有事的。清风哥，那个姐姐怎么办？她要是没钱回不了家，我们是不是就干了件坏事啊？那个姐姐看起来就是有钱的样子，她肯定能回去。可是，双双，你要是今天再不拿钱给王大老爷，一定会被打折腿，扔到路边乞讨的。听着两人的对话，南宫瑾和陶七七对视，还有这种事儿，简直坏透了！让小孩子来做这种事，简直不是人！居然还有人把孩子们当成赚钱的营生，这一点陶七七绝对忍不了。哎，我先给大家分分钱，大家别一块回去，这样王大老爷就不会打你们了。清风哥，钱袋里面怎么会有糕点啊？钱袋里面当然不会有糕点，糕点是在那小孩摸走陶七七钱袋的时候，他转手换进去的。嘿，怎么样？你要是想夸我，就不必了，我知道自己有多厉害。论自大的功夫，是没人比得过你。还有些时间，我再出去一趟，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说完，转身要走，发现出现在门口冲着他笑着的那个姐姐，他下意识地将几个小孩护在身后。偷你的钱袋是我的错，姐姐，请不要追究到其他人身上。
哟，看看你这小身板儿，护得住他们吗？姐姐，对不起，刚才是双双吃了你的糕点，要打要骂都冲着双双来，不要伤害清风哥。哼，你们兄妹两个倒是有情有义啊！姐姐，请饶我们一回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没那么小气，你叫我一声姐姐，我自然是要帮你的。一袋子银钱出现在自己跟前，何清风呆愣愣地抬起头，伸出双手托住钱袋子。陶七七松开手，站了起来。我想知道，你们这么多小孩子是怎么非要做偷盗的事情的？清风哥，这个姐姐要帮我们，你快说吧。陶七七看何清风还是沉默着。我可没有什么要利用你们的地方，姐姐我不缺钱，也不缺人。我们其中有些是孤儿，有些是走失的孩子，还有一些是王大爷偷过来替他卖命的。我们还算好一些，只要能偷着钱回去，就不用挨打挨骂。还有一些本来就体弱的小孩子，会被打断腿，送到街上去乞讨。本来我也会被扔过去，是哥哥救了我，带我一起偷东西，我这才没有被害。你一个人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啊？不是的，姐姐，今日是大家都没能偷到东西，清风哥哥才出去帮我们想办法。我们只要有一些钱就够了，不会多偷穷人的东西。唉，其实我们也不想偷别人的钱，但是我们为了活命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下去。这件事情啊，我来帮你们，你拿着我给的钱回去，告诉那个老头，就说你碰到一个冤大头，说要养着你们这群小孩，这样一定能将他引出来。啊，引出来又如何？王大爷可厉害了，会伤到姐姐的。放心吧，我一定让那个老头吓得屁滚尿流。你们快回去吧，明日啊，我还在这里等着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他引过来。你就这样相信那几个孩子的话吗？我小时候也是被师父捡回家去养着，也经历过他们这个时候，那简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都想帮帮他们。陶七七，你什么时候还经历过他们的事了？我可没有听说过陶丞相提起过这件事情。完了，陶七七真想给自己一巴掌，说着说着怎么把自己绕进去了，还把他在现代的事情说出来，被南宫瑾怀疑了。他可真是一头猪啊！我在听你解释，陶七七。我小时候的事情，爹爹怎么会跟你说？再说了，这件事情关乎我的名声，怎么好说出去让别人知道？陶七七，你知不知道你撒谎的时候不敢看着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再说了，我还能骗你什么？我小时候的事情，难道王爷能保证事无巨细的都知道？你确实和之前大不相同，现在本王会想起，仍旧会觉得十分的奇怪。真的会有人一夜之间和之前完全不同吗？你够了！被南宫瑾扯了一下脸颊，陶七七有些恼火，甩开南宫瑾的手，自己捏着脸颊两边扯了扯。南宫瑾，你是不是有病？我就是陶七七，我看你是画本看多了，有被迫害妄想症吧？什么被害妄想症？就是总觉得有人要害你。
你难道不是总在憋着劲儿的要害我吗？放！我才没有好吗？我害你能有什么好处？你要真的追究我小时候的事情，可以去问我爹呀。我爹总不可能也是假的吧？今日先回王府再说。你别扯我，我自己会走。陶琪琪又是被拖着走的一天，她加快步伐，跟在南宫瑾的身旁。王妃，蒋小姐说要见你。蒋小姐，哎呀，那就让她进来吧。好几日没见她，还怪想她的呢。陶琪琪，你居然想害死我！哎，等等，我要想害死你，你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你、我、王爷三人，是我中毒最深。我要是只为故意害你，那我这牺牲也未免太大了些吧？陶琪琪，你是不是在糊弄我？哼，糊弄你？之前王爷中毒，你也中毒，你还没醒过来，你让王爷怎么娶你？你别是醒来之后脑子坏掉了吧？你才脑子坏掉，我现在也醒过来了。你现在可以去跟王爷说答应娶我的事情了吧？哎呀，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行了吧？陶琪琪来到了南宫瑾的书房外，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在看着。刚要敲门，门就从里面被打开，陶琪琪抬着的手悬在半空中。呵呵，走啊！你站在外面干什么？替本王看门吗？不是啊。陶琪琪抬脚跨过了门槛，走进书房，看得到南宫瑾桌上还没有收起的笔墨纸砚。南宫瑾，你现在很忙吗？你什么事啊？那个蒋丹秋醒了。本王今天给梁妃送信，让她找人将蒋丹秋带回去。哎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我在王府中也有2年的时间了，无所出无所养的，你身边也一直没有那侧妃，所以你觉得蒋丹秋怎么样啊？你就这样着急让本王娶侧妃吗？也不是，2年没有子嗣，没有侧妃，外人该说王妃善妒，和王爷您不行了呢。本王行不行？王妃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哼，哪里还用得着别人呢？不如本王今晚歇在芳华殿如何？哎，不劳烦王爷您了，我今晚不是要去庙里看看吗？哎，没空就下次吧。这一边，陶琪琪逃也似的，一溜烟的消失在书房中。陶琪琪回到芳华殿，蒋丹秋还在殿中等着。一看到陶琪琪回来，他站起身来，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唉，王爷今天不大高兴的样子，我把能说的都说出来了，被王爷一顿说，然后就被赶了出来。你是不是骗我？什么都没说就回来，怕我跟你抢景哥哥的宠爱，对不对？哎呀，我当然说了，我现在可以跟你去找王爷对质。哼，不用，我自己去。你要是去了，还指不定要为自己辩解什么呢。陶琪琪挥了挥手，让蒋丹秋赶紧走。蒋丹秋往王爷的书房那边去，还没走到地方，就在外面的院中遇到了南宫瑾。景哥哥，你来做什么？景哥哥，我醒过来你都不去看我，也太不关心我了吧。姨母让我来王府小住几日，景哥哥一点儿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
是，还让你在王府中毒，这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已经给母妃传信了，告诉她我会找人将你送回国公府。是不是陶七七让你这样做的？她不想让我做侧妃，是不是？跟她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本王的意思。你有什么不满吗？蒋丹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呵斥，他忍不住哭了起来。景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丹秋？王爷，蒋小姐，这是在说什么？怎么还哭起来了呢？白子嫣和蒋丹秋几乎是同时到的，只不过白子嫣一直躲在后面，听着蒋丹秋和南宫瑾的对话。来，擦擦吧，怪不好看的。用不着你家好心。没事吧？差点崴到脚，没事的。蒋小姐，你心中有火，不要冲着别人发，我也是好意，看来是办错事了。没错。靖哥哥，你现在宁愿护着他，也要说是我错了是吗？紫嫣只是将手帕递给你，你不接受可以，但是你差点让他受伤，难道没错吗？你就这样护着他，有你后悔的时候。说完这话，蒋丹秋哭着往芳华殿的方向跑去。王爷，要不要过去安抚一下蒋小姐？我看她哭得真的很伤心，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不用管她，被母妃宠得无法无天了，也该让她吃些苦头了。是。你来什么事儿啊？紫嫣也有几日没有见到王爷，今日研制出了几个像样的糕点，想要让王爷过去尝尝呢。今日本王没空，改日吧。啊？王爷今日木休，难道还有公务要处理吗？今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你先回去吧，好好照顾你们家小姐。说完，他没给白子嫣挽留的机会，便迈步离开了。刘峰，你看着王爷现在的心思在谁身上？那肯定还是在小姐你的身上。王爷那么厌恶陶希希，又直接拒绝蒋小姐，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是吗？刚才我算是看出来了，王爷现在的心思全都在陶七七的身上。王妃，您从早上回来，心情便不太好，是有什么事吗？我只是有些想不通，不就是娶个侧妃吗？我跟南宫瑾说起来，他至于这么生气吗？还拿眼神吓唬我。王妃，你就不想想为什么王爷会生气吗？还不是因为南宫瑾有病。那你说，他喜欢白子嫣，把人放在府里面又不娶，不喜欢我又非要把我娶回来，反正都不喜欢，左右不过娶个侧妃，堵住梁妃的嘴，他为什么不愿意啊？王爷说过不会娶白小姐，只是他为了救王爷家破人亡，才将人养在府中，事事顺着他。之后传出王妃你抢了白子嫣王妃的位置，王爷也发过脾气，只是王妃你一直都不知道而已。即便是这样，他都已经娶了我，再娶一个侧妃又不会少块肉。那还不是因为王爷喜欢你，不然你让王爷娶侧妃，王爷会那么生气吗？可别，投缘，你可别乱说啊！南宫瑾他这辈子喜欢上谁，他都不会喜欢我，这是他自己说的。要是让他知道你这么编排他，一定会让人打你板子的。算了，桃园和乌园放弃了，当局者迷吧，他们也没有办法。
差不多到了昨天同样的时间，陶七七换好衣服出门，南宫瑾已经在外面等着他。陶七七下意识的想要转头回去。怎么，不着急去约定的地方了吗？啊什么啊？跟上。那个，上午，南宫瑾，你不生气了吗？本王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你什么样子。那个，其实梁妃娘娘就是想在你身边安排一个她的自己人，不是蒋丹秋，以后也会是别人。反正一个也是刘，两个也是刘，不如……本王知道你是什么人，不代表着本王不会生气。知道了，不说了，我闭嘴。姐姐，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呢。怎么会呀？姐姐呢，今天只是来的晚了一些。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人没来吗？王大老爷说完，让我把你们带过去，说你们是块肥肉，要拿住你们，要挟姐姐的家里人。哼，原来他还不止做些缺德的买卖，连绑架这种买卖他也敢做。所以姐姐，我是想告诉你，你不要去，大不了我回去就是挨一顿打，大老爷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但姐姐，你不能因为我们出事情呀。既然他敢请君入瓮，我当然要好好的跟他玩一玩。你的内力还没有恢复，我一个人对付那群混混没问题的，我可不想让你旧欢未好，又添新伤。本王虽然对你有诸多的不喜，但也做不出让你一个人身陷险地之事。切，我一个人能行？姐姐，还是让哥哥跟着你一起去吧。我们那里人多眼杂，我怕到时候如果真的动起手，会伤害到你的。快走吧，你带路。好的。南宫姐，你要不就在这里等着我，我怕里面会来阴的，到时候你如果受伤倒是小事，就怕你受伤的事情传出去，王爷的威严就保不住了。你想太多了，对付那群人还用不着我使内力。那到时候要是打起来，你不行的话就躲在我身后。啰嗦。陶七七对着南宫瑾摆了个鬼脸，心想，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终于几人来到一个较大的废宅前。姐姐，到了，我先去敲门，你们两个就跟在我后面进去，什么都不要说。大老爷，人已经带来了。王大老爷一口黄牙呲出来，看着陶七七长得如此好看，便起了歪心思。听说你要养活和清风他们这群小的。是啊，清风说要我来问问，你这里给多少银子才能放他们走？我也不是多要的人，1万两，你把他们带走。你要是没有1万两也行，今晚暂时先住在这里，写封信跟家里人把银子凑齐，或是跟了大老爷我，这1万两便省了。是吗？我倒是不知道，我还值1万两呢。此时王大老爷说的话已经不上当，伸手就要来摸陶七七的脸颊，被南宫瑾从后面一脚把人踢出去老远，翻了2下，一屁股坐在地上。只有你的，看来真是我多担心你了，
没了内力，你还能把人传那么远，佩服佩服。少在这里恭维。南宫瑾余光看到旁边围上来的几个男子，提醒陶七七小心旁边的人。你们两个都到了我的地盘了，就别想完好无损的从这里出去。居然敢踹本大爷，给我上！拿住那个男的，这个女子给本大爷带过来。南宫瑾本就不满那个老头对着陶七七的言语和动作，心中带着火气，下手也一点没有留情面。几个人被两人揍得站都站不起来。好你个小子，敢找人来骗老子！看老子今天收拾完他们两个，我活扒了你的皮！老头脱了外套，光着膀子，冲着陶七七冲过来。陶七七正要动手，却被南宫瑾拦住。我来。啊，你不是说怕脏了你的手吗？陶七七这话还没说完，南宫瑾已经跟那个大老爷打在一起。几招过后，陶七七恨不得搬个凳子坐着看。那个所谓的大老爷被南宫瑾打得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个等级上的。南宫瑾，你别下死手啊！等会儿如果把人打死了，就不好玩了。听到陶七七的话，南宫瑾一个背身，狠踢了老头一脚。哼，你刚刚说要清风他们，要和我要多少钱来着？我记性有点不太好，记不清楚了，不如你再说一遍。你们有胆子对我，知道我是谁的人吗？你们等着回去遭殃吧。哟，我还真想知道。大爷，我上面可是有尚书杨大人顶着，你们今日砸了我的场子，明日一定会来给本大爷我磕头道歉。我当是谁呢？叫他有本事就来找南宫瑾，我等着他。不出意外，陶七七觉得杨尚书可能要倒大霉了。走，现在我们去找你的双双妹妹他们。好。双双他们今天都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里面还有些岁数比较小的孩子。哥哥，大姐姐。双双，没事了，姐姐现在是要来带咱们出去呢。陶七七看了眼屋中的人，都是些可怜的孩子。这里的地方官难道不管吗？这里离京都不远，也算是皇城脚下，还有人敢如此蔑视圣意吗？我们这里曾经有个小孩，偷偷报官后，第二天便被王大老爷打死，说这就是不听话的后果。从此以后，我们没人再敢往外乱说话了。你有什么办法吗？现在倒是能想起我来啊。哎呀，你别矫情了，这么多孩子，我总不能一个个去查吧？更何况还有几年前被带到这里的，我这要查到什么时候去啊？南宫瑾低头看了眼仰头盯着他看的双双。这种情况身份最好用，没有其他的办法。南宫瑾抬眼扫视了一圈房里的孩子，眼神忽然停留在一个小男孩的身上。男孩算得上虎头虎脑，长得周正可爱，比着周围的这群孩子惹眼了不知多少。喂，你看什么呢？陶琪琪刚才跟南宫瑾说话，见他没有回复，便顺着他的眼神看到了那个男孩。怎么这个孩子这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16皇子，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是王大老爷6天前带回来的，当时他身上还穿着极好的衣服，身上还带着不少的银两。我们知道他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孩子，
被王大老爷拐了来，这才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小弟弟来的时候也没哭，我给东西一开始也不吃，只是坐在旁边傻傻的。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他不太聪明呢。这些事情等等再说，我们先出去。我们先出去再说。就是他闯了我们这里一阵捣乱，还要带走我的孩子们，一定要请外面的大老爷做主啊！他哭天喊娘的叫冤，有几个衙役上前要压住南宫瑾，南宫瑾一个眼神，那几个人便缩手缩脚的不敢上前。陶七七护着这群孩子走出去，南宫瑾走在最后护着，总算出了废宅。大胆，见到大人胆敢不跪？恐怕这轿子里的人受不得我这一拜吧，我怕他折寿。本不打算与你计较，但你今日之话藐视朝廷命官，必要拿你回去。哦，不知道官爷与这废宅中的王大老爷是何关系？狼狈为奸，还是官贼勾结？师爷听着陶七七这话，越说越大胆，抬手就要让身边的人拿陶七七。周子匡，还不给本王滚出来！大胆！你们几个江湖人士还敢冒认是王爷，想被砍头是吧？下官不知王爷在此，多有造次，请王爷恕罪。太守一跪，连着旁边的师爷和衙役也一块跪下，特别是师爷身上要是有毛，都得一块抖下来。朱太守，本王妃看你这京官儿是当腻了呀，这件事情地方的知府都管不了，还能将你这位太守也请过来，里面那个王大老爷的面子不小啊。今日是下官恰好遇上此事，这是个误会啊。下官是以为贼人作乱，原来是王爷王妃，是下官等不察。朱太守，没这么简单吧？我可听说里面那位是杨尚书的人。王爷，朱太守和杨尚书他们关系如何呀？周子匡是杨墨的学生。王爷饶命，王爷恕罪啊！下官也是奉命行事，求王爷饶了下官这回。南宫瑾没有说话，抬眼示意陶七七。小女人会意的开口说道：今天啊，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我要你帮本王妃一个忙。王妃请说，下官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去办。本王妃要你把这群小孩子安顿好，如果有一个孩子没有安顿好，那本王妃就考虑考虑，这事儿要怎么上报朝廷才好。谢王妃，下官一定将这群孩子安顿好。还有啊，废宅里的那个人，下官一定会处理好此人，给王妃一个满意的答复。好，赶紧去吧，还跪在这里做什么？是，下官这就去。周子匡赶紧带人将小孩子们领过去。何清风和他身后的7、8个孩子没有动。陶七七看向何清风，对他笑了笑：放心的跟着他们去吧，一定会把你们安顿好的。你和双双就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奔波了。不，我不去，我跟双双要跟着姐姐。后面的几个孩子也同声同气地说着要跟着陶七七。你们如果能找到家里人，他们一定会很担心的。跟着我做什么？可是我们几个都是孤儿，姐姐，如果你也不要我们，
那我们就真的无处可去了。你看，怎么办？南宫瑾看着陶七七身后那群小尾巴，有些头疼。这样吧，本王还要解除外宅，让他们先去住下，住到他们想离开为止。和清风在这里代替各位弟弟妹妹，谢过王爷哥哥、王妃姐姐。快起来吧，我们帮你们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不想看到你带着妹妹现在出去偷，将来出去抢。姐姐，我将来一定要做个好人，不会再去偷东西了，一定不会辜负姐姐的期望，做姐姐的左膀右臂。你呀，现在把他们照顾好就行。这样吧，你们先跟着我回王府，等回去以后，我会找人把你们带到外面的宅子里。王妃，这个小孩子也是您从外面捡来的？不是，那是16皇子。什么？16皇子怎么会跟您回来的？不是说……说来话长，算了，我还要将17皇子带回皇宫去才行。一路上都没说话的16皇子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去。他不回皇宫的话，你能去哪儿？我要跟嫂嫂住一起。那可不行哦，你是皇子，是不可以一直待在王府里的。那我不做皇子，是不是就可以留在嫂嫂这里？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回宫？因为在宫里人人都可以欺负我，我才不是什么16皇子。那你可以找陛下呀，你是陛下的儿子，谁敢动你？我都见不到父皇，父皇也应该不愿意见到我吧？我还没问你呢，小16，你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你不是跟着贵公公出去玩吗？我当时想出宫看看，我宫里那些人一个都没有敢出去的，只有小桂子说要带我出去，但是要我写一封信留下。我当时就按照他说的写好，所以他才将我带出宫。出宫之后，我觉得哪里都新奇，却不敢离开小桂子身边。跟着小桂子玩了几天后，我是想回宫，但是小桂子却不想，说离开皇宫后便不再想回去。这个小桂子真是要捉他回来砍头才行，竟然为了一己私欲将你一同带出来，太可恶了。我们拿了不少盘缠出来，但都在小桂子身上，所以我只能听她的话。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得太熟，听到她悄悄在跟人说话，好像是要威胁父皇给他们更多的钱。知道这件事后，我便跑了出来，但是没想到左拐右拐的迷了路，然后就是那个人说要带我去吃点东西，我才会跟着他回去。放心吧，进宫以后啊，这些事情我都会解释给陛下听的，陛下也一定会派人捉拿小桂子。不用找小桂子了。怎么，你心软了？不是，是他已经死了。什么？他是怎么死的？那是我被带到跟那群小哥哥一起的第3天吧。我们一起去街上偷东西，发现有一群人凑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我们也凑上前去，我才发现地上躺着的人是小桂子。我看到他被一刀割了喉咙，我再没敢往下看，赶紧从人群中逃了出来。好吧，今晚呀，你先住在王府，明日我和王爷一块送你回去，不可以说不回皇宫，我会保护你的。从来没有人说过要保护我，
你真的会保护我吗？当然啦，我陶七七说话向来都算数的。来，我们拉钩。什么叫做拉钩？陶七七勾住16皇子的小手指，这就叫拉钩。小16，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南宫寻。好，我陶七七若是不能保护南宫寻，就叫我这辈子都吃不到好吃的。我们拉过钩的一定算数，这下就不用担心了吧？快喝点水吧，我之前已经让乌元去准备吃的，应该一会儿就能好的。南宫瑾办完公事，想到16皇子还在陶七七的芳华殿中，本想回自己的寝殿，脚下去就转了个方向，向陶七七那边走。他到芳华殿中时，陶七七正带着小家伙喝茶，没有察觉他的出现。嫂嫂，我以后可以娶你吗？南宫瑾，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以后要娶你的时候。那个小16还小，他懂什么嫁娶，你别听他乱说。我知道，就是娶嫂嫂回去给我当娘子，跟我住在一个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小16，你说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叫我嫂嫂吗？因为我已经是你皇兄的王妃了，不可以再做你的娘子，懂了吗？可父皇有那么多妃子，为什么嫂嫂不能同时嫁给我？这不一样。南宫瑾在陶七七的旁边坐下，将人揽入自己的怀中，冷眼看着16皇子。本王没有跟人分享王妃的喜好。哎，可我喜欢她。她是你皇嫂。哎，你跟个小孩子置什么气？赶紧把我松开！本王可不觉得，说出这样的话还能放任不管。南宫瑾的手滑到陶七七的腰间，将她搂住。是吧，陶七七？这个狗男人竟然趁机耍流氓。是啊，王爷说的都对，现在可以松开手了吧？南宫瑾松开手后，陶七七急忙站起来躲开他。我去看看乌元做的怎么样，你们两个先坐着啊。屋中只剩下16皇子和南宫瑾，两人一大一小的，谁都没有先说话。屋内的气氛僵持着，屋外的陶七七却开心了，跑到自己院中的小厨房里，看到乌元正在炖乌鸡汤。哇，味道好浓，我都饿了。这乌鸡汤还要再炖1个时辰才能软烂好吃啊！现在还没好呢，王妃仔细烫的。没事的。啊，王妃，你怎么出来了？留小皇子一个人在殿中没事吧？哎呀，他和他皇兄在一块儿呢，没事儿。啊，王爷也来了，那我再做几个菜，正好留王爷在这里吃饭。陶七七摆了摆手，随便吧，不知道南宫瑾又犯什么病，没事就到这里，跟个孩子还杠上了。那个太监已经死了吗？你刚才这张嘴，在本王的王妃面前不是挺厉害的吗？皇兄，你这样子我是有些怕你。是吗？16我不常在宫中见到你，但却不是不知道你的情况。你在本王的王妃面前装作不谙世事，他信你，本王却不信。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六哥。不过我没有骗皇嫂，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到底为什么出宫？南宫寻听到门外陶七七的脚步声，翘起了嘴角。可是皇兄，16不想告诉你。就知道
这个小孩没有那么简单。南宫瑾眯起眼睛，嫂嫂，石榴饿了，马上就好。你要留在我这儿一起吃饭吗？陶七七瞪圆了眼睛，他没听错吧？什么？你也要留下来？怎么，不行吗？这里是本王的地方，你住的地方是本王的，你吃的东西是本王的，你也是本王的。你放！陶七七说到一半，想起还有小孩子在旁边，就把要说的脏话憋回去。哎呀，吃，我也一会儿多吃点儿。撑死你！你说什么？啊？什么都没说。我带小石榴出去走一走，王爷你坐着等你的饭吧。说完，带着小家伙跑了出去。七七，你怎么这么怕我六哥？谁怕他？还不是因为……小石榴，你叫什么？叫你七七。以后我六哥不在的时候，我就叫你七七；我哥在的时候，我再叫你嫂嫂。哼，你这小子，没看出来你还挺叛逆的呀。王妃，您今日也在这里？我还以为王爷在那里，所以出来逛逛。原来王爷不在你那里吗？我皇兄在我嫂嫂那里，嫂嫂是带我出来走走。你是谁？子言不知是小皇子，请恕罪。我是王爷的……这话说到一半，白子嫣卡住，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孩子介绍自己尴尬的身份，想说是王爷的人，也没敢说出口。我是白家女儿，王爷心疼我，让我住在王府。既然是跟陶七七无关的人，他也没兴趣知道。他点了点头，扭过脸去，不再问话。王妃，王爷在你那里吗？怎么，你有事儿？啊，我是有些事要找王爷商量，不知道王妃可否让我见王爷一面？走吧，小石榴，咱们差不多该回去了。经过白子嫣的身边，他看都没看一眼。你不是要去找王爷吗？跟着吧。好像施舍一样的语气，把白子嫣气个够呛，憋着气被刘芳扶着跟在陶七七的身后。喏，你家白子嫣找你有事呢，还不快去？白子嫣站在殿前看着南宫瑾，以为南宫瑾会出来跟自己说话，没想到王爷连动都没有动一下。有什么事情要来这里说？南宫瑾最近真的没有精力去管白子嫣的事情，信已经递进宫中，梁妃迟迟没有来将蒋丹秋接走，还是有意要拖着他，这一点已经让南宫瑾很不高兴。加之最近一直跟陶七七处理事情，差点连白子嫣这个人都没想起来。王爷，子嫣是想请您过去白玉阁坐坐。您好久没有去子嫣那里了，子嫣怕你把子嫣忘了。本王最近公务繁忙，没空去。白子嫣什么时候被南宫瑾这样驳过面子？公务繁忙，还天天跟陶七七出去，他手中的手帕差点被自己搅碎。那王爷什么时候有时间，记得去趟白玉阁，子嫣给您准备您爱吃的点心。殿中没人回话，三个人都安静的在吃饭，直到南宫瑾吞下口里的饭，才了一声，算是答应白子嫣。白子嫣来着弄了个没脸，也不好继续待下去，只好强撑着笑脸。那王爷王妃，你们先用膳，子嫣先行告退。
退吧。这话是陶七七说的，他扬了扬手，让他赶紧走。白子嫣站在这里，当真是妨碍他的食欲。刘芳，齐王说什么时候见我？齐王让人传信来，说是今日在悦来客栈天字1号房中等你。好，给我收拾收拾，我要去悦来客栈。小姐，我们不知道齐王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到时候把小姐您的事泄露出去，咱们可就在王府住不下去了。放心，齐王和王爷是死对头，如果我能跟他合作，他绝对不会将我供出去，否则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你在外面守着，我一个人进去。小姐，孤男寡女。白子嫣瞪了刘芳一眼，看见他闭嘴，才推开门，抬脚走进去，将门关上。紫嫣姑娘请坐。白子嫣也不跟齐王拐弯抹角。你要王府中的消息，我可以帮你递，需要我在南宫瑾身边做什么，我也可以替你做，这个够诚意吗？齐王安插在誉王身边的眼线都没有能近身的吧？这话说得不错，南宫瑾除了林月和林烨，没有再重用府中的任何一个下属。紫嫣姑娘不是喜欢誉王吗？你肯替我做事，我可不敢收啊。我喜欢他，可他现在眼中只有陶七七。若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即便是毁了，也不要让给别人。果然是最毒妇人心。齐王语气中带着笑意，抬眼看白子嫣。作为交换，你希望本王如何做？白子嫣狠狠地说道：我要让陶七七做不成王妃，让她没脸见人，我要让她再无翻身的机会。齐王点头，这点可以做到，但是陶七七这个人不好对付，本王要从长计议，一点一点地将陶七七从内部瓦解，这事本王可以答应你。但是本王却觉得你的诚意不够，本王并不知道你会不会诚心为本王做事，所以本王需要收点利息作为抵押。我今日出来没带什么信物，王爷所说的利息是什么？紫嫣姑娘喝了我这茶，觉得如何？你下药，你想做什么？做点让你我都心安的事。齐王站起身，走到白子嫣的身边，将她抱起来，怀中的人已然无法反抗。齐王，不要！只要睡一觉，便会过去。本王不会让诚心要合作的紫嫣姑娘太难受。终是没有撑住，白子嫣昏睡了过去。刘芳在外面左等右等的，也等不到人出来。他在外面焦急万分，往门口里面看，也不敢推门进去。只是这眼看着进入都已经2个时辰的时间，里面依旧没有什么动静。屋内2人已经结束，齐王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边。紫嫣小姐醒了。这样本王才放心把你留在南宫瑾身边。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应该不会做出背叛我的事吧？你无耻！我无耻，这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你以为本王非要跟你一个女子合作不可吗？我会去找机会接近陶七七，让她慢慢习惯我在身边，那么我行事便会方便许多。再营造几次英雄救美的情景，她一定会对我动心的。一个女人永远拒绝不了对她好的人。
她才不会轻易被你俘获。这个女人看上去傲慢，没有心机，实际上是个玩弄手段的高手。本王自然知道，所以这件事一定要细水长流，你急不得。好，只要陶七七能身败名裂，要我如何都可以。刚才紫妍你没有醒过来，现在清醒着，我们再来一次如何？你……白子嫣脸色通红，要说什么被凑上来的齐王推倒，有一便有二，两人半推半就，就又在房中旖旎起来。怎么回事？大晚上的，对面在吊嗓子呢？啊，不是啊，王妃，好像是白玉阁中白小姐尖叫了一声。啊！陶七七的脑子还没有清醒过来，听到乌元说尖叫，还以为出事儿了，外衣都没来得及穿，赤着脚往白玉阁的方向跑。王妃，您先披上外衣呀！白子嫣，你在吗？白子嫣！突然，后脑一阵剧痛，陶七七晕倒在地上。主子，今晚我们行事如此大胆，要是被王爷发现，今晚我会一同跟着齐王出去，跟着陶七七一块儿消失，一定不会被王爷怀疑。刘芳，你可不要让本小姐失望。王妃，王妃，你拖一会儿，齐王的人马上就到。是。两位姐姐，我们家小姐不见了。刚才王妃不顾我们的阻拦跑进去，我跟进去的时候，王妃也不见了。乌元和桃园心中皆是一惊，两人就要往白玉阁中闯。哎，你们两个不能擅闯白玉阁的。刘芳，现在还说什么不能擅闯？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还要拦着我们？是不是你们又要搞出什么事情，要对王妃不利？你们几个奴才，半夜在紫嫣的门前吵什么？王爷，惊扰您，奴婢们罪该万死。南宫瑾接到林月的禀报，说是白玉阁出事了，陶七七赶过去。他担心陶七七真出什么事情，过来就看到三个奴婢吵成一团。说吧，怎么回事啊？回王爷，今晚小姐梳洗过后便歇下，但是刚刚奴婢听到里面一声惊呼，跑进去一看，我家小姐已经不在，我赶紧出来喊人，是王妃先到的，不顾奴婢的阻拦冲进去，便也消失了。让开！王爷，贼人应该是从外面的树林中翻墙进来，找到白姑娘的院内，他们的目的是要带走白姑娘，却没想到王妃赶到，便一同将王妃抓走了。南宫瑾从进入白玉阁中，眉头就没有舒展过。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陶七七现在的情况如何，会不会被那帮贼人对付？王爷，咱们现在应该多找些人出去找王妃的踪迹。属下觉得人应该还没走远，循着痕迹去找，应该能将人找到。追踪的事情让别人去做，你去大将府还有蓝君言的府中，将陶七七失踪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速来帮忙找人。王爷，这王妃失踪的事情，若是告诉不相干的人，这传扬出去，本王现在只想尽快的找到王妃，顾不得这么多。怎么，你要违背本王不成吗？属下不敢，属下这便去。南宫瑾一掌拍在旁边的木桌上，转身看到站在一旁瑟瑟发抖的刘芳。刘芳，你当真没有看到那贼人如何模样吗？回王爷的话，奴婢真的没有看清。你最好说的是实话。刘芳瘫坐在地上，汗如雨下。今日谁找到玉王妃的下落？
本大将定有重谢。有劳各位兄弟们。王爷，人我可是帮您弄过来了，有没有什么奖励给我？你想什么说便是，本王一定满足你。我要王爷找几个人，将这个贱人弄得回不了誉王府。哼，没想到六哥喜欢的人原来是这副样子。王爷，八皇子这是在恐吓燕儿吗？行了，暂时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留着陶七七还有用，你的事先等等。我等不了，好不容易将陶七七弄出来，你还不帮我解决他？现在陶七七在我们手上，还不是我们想怎么样便怎么样，你何必急于一时？紫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懂吗？是我太心急，差点误了王爷的事，请王爷莫怪。哈哈哈哈，本王怎么会怪你呢？疼你都来不及。这六弟还真是有福气呀！仔细看七七这脸蛋和身材，当真是京都第一美人儿。美人在怀，三哥难道还要惦记我的皇嫂吗？没见过八弟这样护着一个人啊。若是八弟有意思就先来，我不介意和兄弟分享一个女人。可我介意。三哥可别忘了，今日将皇嫂带出来，是要阻止他查杨尚书的事，莫要节外生枝啊。马车走到一半便停下。王爷，前面有查马车和行人的关卡，好像是在找两位小姐。属下看到外面除了誉王的人，还有大将府以及蓝府的人在寻人。誉王妃果然有本事，能让这些人大半夜的被他出来搜成。这可如何是好？要是被查出我们两个在马车上，一定会解释不清的。二哥，先让你的人把白姑娘送回誉王府，为了逼真些，难免让白姑娘吃些苦头。咱们声东击西，只要白姑娘被送回王府，我们就能争取更多的时间。紫妍，我让我的人先将你带回去，我们要带陶七七先出城，你要帮忙拖住时间。见过誉王，咱们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三皇兄这个时间出来有事吗？今日我们家王爷带着八皇子去找姑娘，现在才回来。二皇兄难道不想出来跟本王聊聊吗？什么事这么大阵仗？你们三个人半夜在这里设关卡，逮谁呢？王爷不方便掀开帘子给我们看一下吗？你们这是要连着本王一块儿查呀？六弟，这是你的意思？本王的王妃被贼人掳走，心下着急，希望三皇兄谅解。什么？这可是大事，不过本王并没有见过，但是也要卖我八弟一个面子，六弟你可要收敛些。车帘被撩起，几个人看到里面是南宫燕搂着一个女人的腰，而女人靠着南宫燕，披着南宫燕的外袍，两个人的姿势倒是让人有几分遐想。我们将姑娘带出来，六弟不会这也要查吧？蓝君言立刻移开视线，看多了这样的事情是要长针眼的。南宫瑾看着马车中的人，他说有些害怕，六哥能放行了吗？盯着车上女子的后背，南宫瑾没有说话。安林怀疑看了眼，便移开视线。那不是七七，让他们走吧。南宫瑾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又说不上来，到底是不是因为南宫燕的缘由，让他的方向出现了偏差。让我看看他的脸。安林怀疑和蓝君言同时看向南宫瑾，他不会真以为这车上的女子是陶七七吧？六哥，我这女子胆小得很，
你可别吓到他。我说，让我看看他的脸。王爷，有人到王府将白姑娘扔下，我们已经派人去追了，请王爷回去看看吧。看来是误会一场，六弟赶紧回去看看白姑娘吧，顺便还有可能问出玉王妃的下落，比拦在这里为难我们要好得多。南宫瑾不等他说完话，已经大步的离开。差点露馅儿，还好他们的及时来报，要不然你跟我都要交代在这里。我早料到六哥会怀疑，所以才让人将白子燕送回去。厉害，不过南宫瑾怎么怀疑到你身上，还非要看陶七七的脸不可？大概是因为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不过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呀。你打算怎么办？费心费力的在陶七七这里做好人，要是让他知道今天抓他的是你，我想他应该不会顾念什么情分放过你吧。他今日并没有看到我的脸呀，就算日后他知道了，我也有办法瞒过去。王爷，白小姐身上多处擦伤，头应该是被硬物撞击过，暂无大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快点清醒过来？请允老夫施针，这样白小姐能早些醒过来。王爷，万万使不得呀！我们家小姐身子弱，不能再强行施针啊。谁说要强行施针了？只不过是针灸之术，让她早些醒来罢了。这都要阻拦，你怀的什么心思？请王爷千万不要误会，奴婢只是心疼主子身体弱。施针。这一下刘芳不敢再说什么，只好退到一边，紧张地盯着床上的人。没一会儿，白子燕转醒，有些发愣地睁开眼睛，转头在看到南宫瑾后，眼泪不自觉地滚落下来。王爷，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我真的太害怕了。你有没有看到抓你那人的模样？陶七七是追着你进去的，你看见他了吗？我只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有个不知道什么人站在我的屋子里，我被吓到尖叫，之后被打晕，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王妃难道也被抓走了吗？为什么他要送你回来？我只有一点模糊的记忆，其他的子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在醒过来的时候，便是现在看到王爷，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让南宫瑾三人极为头痛。三人出了白玉阁，我先去城外找找，或许是他们没有看好，已经将人放出去。你们再在城里找找吧。安陵怀疑离开后，蓝君言看着旁边一言不发的南宫瑾。七七很聪明，相信他现在应该没有事情。那些人费力抓他，也肯定也不是想要他的命。本王是在想，我们拦下齐王的马车，车上南宫宴抱着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七七。那女子实在不像七七呀，只是从背后看，你说像谁都可以。走吧，出去再找。城外，马车停在一处老宅。杨尚书，杨尚书，时隔这么久，这个丫头却又查起这件事，还查到本官头上，她本事不小啊。如果她本事小，我父皇就不会只招她进宫，让她查这件事。此人不能留，虽然我很欣赏他的才能，但此人若不能为我们所用，就是祸害。如果他查到这件事，因而将我暴露，那九皇子一定会失去一个助力。九皇子留他还有其他用，这次将他抓来，就是想等安陵怀义和三公主成婚后，
再将他放出去，那样他再查的什么都以为时已晚了。三公主与安陵怀疑，成婚在10日后。你们难道有把握将此女留在这里10日？好了，别装了，我知道你没有被我点住。南宫雁，又是你！我怎么觉得皇嫂你不是很想遇见我呢？这件事情有你的参与，也就是说背后还有其他皇子或者王爷的手笔。我就说啊，做女子啊，不要像皇嫂这样聪慧哦，聪慧之人活不久的。哼，谢你吉言。南宫雁伸手将陶七七眼上的黑布摘下。皇嫂，这算你欠我的第2个人情了吧？你什么时候能还清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是放皇嫂回去啊。不过我也告诉你，行凶的人不是杨峰，他顶多算是个帮凶。至于到底是谁，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要放我走？那你为什么抓我？哎呀，皇嫂，我跟别人好歹是一条船上的，做做样子总可以吧？皇嫂只要记住欠我2个人情就好了。若是再不走，可就真的走不掉了。现在不是思考南宫雁说话是真是假的时候。陶七七站起来，3两步的走到窗边，回头看了眼南宫雁，一个转身消失在窗户外。三哥，杨少叔，不好了，陶七七跑了。外面2个人的脸色皆是一变，冲进屋内，果然没有陶七七的踪影。七王回头去找南宫雁。你怎么回事？连个人都看不住。我看得住他吗？他的功夫在你我之上，又是在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冲开穴道逃跑的。他看见你的脸了吗？我本来要去抓他，看到他将黑布摘了下来，我就闪躲到一边，才让他有机会逃跑了。他没有看见我。走，现在出去抓人还来得及。你是不是能找到陶七七在哪里？小白挣扎着想让南宫瑾把他放下，可南宫瑾执着于让他给个回复，小白只好呜呜了2声。王爷这才把小狐狸放下。放下后，小狐狸扭身撒欢的往东边跑。跟上。一路上，小狐狸闻这闻那，走了好一段路。小白跑到一半，闻了闻味道，头歪了2下，好像有点为难，原地转了半天没动弹。这小家伙不会是找不到七七了吧？他话音落下，小白又往回跑，快速地窜到另一条小路上，3人也赶紧跟上。主人的味道逐渐清晰起来，小白跑得更快了一些。在一棵树下，小白仰着脖子，冲树上细细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南宫瑾和身后的2人也赶到。南宫瑾抬脸看着树上，并没有见到有人在，还是喊了一声：“陶七七。”陶七七本来躲在树上，想等到天光大亮之后再回去，结果听到南宫瑾喊他的声音，看到下面果然是南宫瑾他们，飞快地踩着树干飞身下树。南宫瑾将人接住，2手护住，将人揽入怀中。陶七七感觉到南宫瑾心跳的速度很快。你怎么心跳的这么快？还不是被你给吓的，你都不知道现在城里乱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因为要找你。我没事儿，让你们担心了。南宫瑾一言不发的将人抱起来。为父。被当着蓝君言他们的面抱起来，陶七七的脸腾的一下烧起来。
安林怀疑移开视线。对了，你知道自己被什么人给抓走了吗？陶七七原本想说南宫雁，但又想到那个男人说的话，还是决定隐瞒下来。不知道，我全程被蒙住眼睛，抓我的人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你怎么逃出来的？趁他们没注意跑出来的。但我知道，抓我的人跟杨峰脱不了关系。我听他们说，抓我是为了不让我破坏小胖子和三公主的赐婚。哼，看来我是必须跟公主成婚不可。大概吧，只有这样才能引出背后的人。你们大婚那日，由我来守着三公主，不会让她有事的。眼下还有一个难题，若是凶手真的在我们去玉河道那天动手，也算是个下手的好机会。那我就多带些人去玉河道守着。要是真的能带那么多人去，那就好了。那日船上都是王公贵族，你怎么将人带上去？哎，南宫瑾，你倒是说句话，出个主意啊！那可是你妹妹。南宫瑾垂眼看着怀中还有心思担心别人的陶七七。你再多话，本王就将你扔出去。哎，好歹我也是死里逃生，你对我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陶七七在南宫瑾的怀中闹腾起来，南宫瑾假意松手，陶七七一个没防备，差点掉下去。他赶紧伸手够到南宫瑾的脖子，男人又快速地将人捞起来，说：“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拦你脖子的？”陶七七，你少给本王自作多情。切，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如果问夏一定要去，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跟着他。唉，行吧，那你到时候不要离我太远。怎么？你一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们？我这不是还要照顾一下王爷你吗？别逼我扔你出去。陶七七被南宫瑾的话噎住，好歹还在人家的怀里，需要人家的帮忙。陶七七也不敢太过放肆，干脆就窝在南宫瑾的怀中，不再出声。王爷，王妃已经受伤，再穿的这样少，是不打算让自己的伤好起来吗？赶紧回去吧。王爷，王妃为了我没事吧？我心中不安，在这里等着王妃回来。他无碍，你早些回去吧。你又舍得让你们家紫嫣在外面站着了？她身子弱，不是王爷你说的吗？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我帮你记呀。你少阴阳怪气。两人眼看着又要斗嘴，白子嫣马上在旁边化成了雕塑，她马上出言寻找存在感。啊，王爷，你快些送王妃回去吧，紫嫣不要紧的。本以为说出这话，南宫瑾会因为他把陶七七抛下，没想到南宫瑾还真就顺着他的话了一声。你也快些回去吧。潇洒地留下一个背影，独留白子嫣站在风中自我怀疑。早点将他水给你母王妃。桃园得了南宫瑾的吩咐，赶紧应试，下去小厨房熬汤。一路上被南宫瑾护着，陶七七也没觉得身上冷。其实不用叫他们这么麻烦，我没事儿。有没有事，不是你说了算的。南宫瑾伸手握住陶七七的脚踝，陶七七下意识的要将脚缩回去，被南宫瑾抓住，愣是没有办法。你干什么？
赶紧松开我！脚踝如此的冰凉，还要逞强？真的没事。你快点松开！南宫瑾将旁边的被子扯过来，给陶七七盖上。下次如果再有什么事，先来找我。这次是我没防备，才让他们得逞的，我保证没有下次了。将汤熬好，南宫瑾看着陶七七喝完，才从芳华殿出去。桃源屋园也太无聊了吧，怎么会这样没有意思啊？没有王爷在，王妃您一个人确实无趣了些。谁稀罕他在？我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走来走去的，又回到原点。我真的想不到该怎么解决了。王妃，八皇子要见您，说有事要告诉王妃您。好，你不必跟着我，本王妃自己去。是。南宫燕，你还敢来王府找我，你胆子不小啊！皇嫂，我有什么不敢来的？你今日来有什么事？不是打算将昨天抓我的人都供出来吧？皇嫂真会说笑话。我是来提醒皇嫂，需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人，不是什么人接近你都可以拿他当自己人的。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我怎么都觉得你要算计我。你接近我，难道就是没有目的的？我接近皇嫂你的确有目的，但我说过，我们并不会成为敌人，也不会成为朋友。你既然帮着昨晚抓我的人，说明起码现在你还在他们的阵营。左右逢源，难道是八皇子的长处吗？皇嫂，有些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皇兄应该也有事情瞒着你，大家都有不能说的事情。皇嫂，你没有必要对我有太大的敌意。敌意是没有，毕竟你救过我。不过，我不可能将你当成自己人。我当然明白，将来皇嫂一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也有用到皇嫂的地方，只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互惠互利嘛。好了，事情也说的差不多了，你该走了吧？好，我走。哦，对了，皇嫂，还有一件事情忘了跟你说了，过两天你们要去的玉道河，玩是好玩，但一定要看好三公主啊。那可是你皇妹，你也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出事？你背后的那个人就一点都不顾及兄妹之情吗？皇嫂，你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天真了。皇家哪有什么兄弟兄妹，不过是为了权力利益相互利用罢了。怎么了？坐在这里做什么？我正在想杨峰的案子，还有些地方想不通，自己跟自己聊一聊。今日有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没。你今日进宫为的是何事？玉河道郡宫，父皇让我们明日傍晚去玩玩，顺便考察一下民情。三公主真的要一起去吗？父皇宠她，他说要，怎么会不应呢？南宫姐，你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劝劝他吗？让他老老实实的待在宫里不好吗？南宫从寒出来的时候，还撺掇他一起去玩，亲哥都如此，我劝有用吗？即便是知道明日去了便是龙潭虎穴，还硬是要往那里去，还真是难受。放心吧，有我们跟着，也不会让南宫温夏出事。我还不放心你呢，要是明天乱起来，即便本王没有内力，
他们也伤不到本王分毫。陶七七在心中吐槽，不愧是南宫瑾啊，这个时候还不忘记耍耍帅。嗨，你的紫嫣也要去，那你可要分神保护好她呀。你给我过去坐好。我可是提醒你了，到时候你可要注意些。刚上马车，就看到两人贴耳说话，白子妍就不禁想到陶七七又在说自己的坏话，心中万分紧张。王爷，紫嫣在这里，不打扰王妃和王爷吧？午安。王爷，玉河道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去了便知道。南宫瑾这样惜字如金，白子妍也不气馁。王爷，听说上面还有抚琴之人，你也好久没有听紫嫣抚琴了，不如今日紫嫣为你抚琴一首，如何？今日啊，咱们是去看他们表演的，不是让你去表演的。你怎么会将自己摆在卖艺女子的位置上？我才没有，我只是想给王爷抚琴。哼，是吗？哦，那便是吧。不必了，抚琴而已，没必要在今日。什么叫抚琴而已？白子嫣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南宫瑾口中说出来的，她抖着嘴角说不出话来。一路上没了白子嫣的聒噪，陶七七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七七，你来了。其他皇子有些还未到，有些呢已经上了船舫。你看到三公主了没？已经跟着瑞王去到船上了。快点，我们上去找三公主。蓝君言，你要一起吗？我得要在这里等着安陵将军，他说要跟我一道过去。好的，南宫瑾，我们快走吧。前面的两人走得飞快，完全忘记了还有白子嫣这个人跟在后面。他小跑着都快要跟不上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停下，要开口叫住南宫瑾，却被身后的人捂住了嘴巴。王爷还在前面呢，你敢这样对我？哼，这算什么？更过分的是，本王也敢做。没个正经的。今日你尽量引开陶七七的主意。你想做什么？放心，只是要你引开陶七七的注意，其他的自由我们来办。王爷王妃，请。昭阳公主，你这是多早就来这里蹲着了，还特意叫我们一起过来？还不是本公主找你有事，要不然会让人带你上来？哎，文夏，你找红兄帮忙便是啊，找他们两个来做什么？你既然看不上我，还把我引到这里来干什么？六皇兄，你看他。南宫瑾早在进来之后，便倚着房中的窗边，看着外面的湖面，听到三公主的话，淡淡的回了句：“怎么了？”这冷淡的几个字，将三公主想要说的话噎回去。你怎么跟问夏说的话的？我说，你们俩能消停点吗？三公主，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如果你没事，我可就要跟着王爷出去了。我给你一盏茶的功夫，有话赶紧说。南宫问夏咬了咬嘴唇，不得不示弱。是关于安陵怀疑的事情，父亲将我赐婚于他。我不想嫁给安陵怀疑，我要看婚，你要帮我。你看婚？我说南宫问夏，咱们能聊点你能做到的事情吗？
你抗旨不婚，知道是多大的罪责吗？我父皇这根本就是推我入火坑。安陵怀疑在外是什么样的名声，谁没听说过？那2个女子还没嫁给他就死了，我可不想做第3个。那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你进宫和我父皇进言，就说我与安陵怀疑不合适，父皇对你不是欣赏有加吗？说不定就能听进去你说的话呢。瑞王，这是你妹妹，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那你就按照我妹妹说的去做，反正父皇这样心疼六弟，对你自然是爱屋及乌。抗旨不婚这事儿，谁都帮不了你。父皇决定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因为我们改变过？三公主咬住嘴唇，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眼看着就要哭出声。陶七七赶忙拦下：“哎，南宫问下，你别这样。安陵怀疑的为人真的不错，她肯定会保护好你的，别总是担心这些事情。”我能不担心吗？他要是能保护好我，那些没过门的女子是怎么死的？他们都和安陵怀疑没见过面，他怎么保护呀？你跟他们不一样，平日里在皇宫里，嫁过去在将军府，谁敢动你？说来说去，你根本就是不想帮我，陶七七，我真是看错你了。被误会的陶七七也没想着要辩解，他扯了扯旁边南宫瑾的衣袖：“哎，我们是不是该出去了？”走。是不是你说的不准陶七七帮问下？你我之前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其他人。你想的太多，本王向来公私分明，是二皇兄你分不清孰轻孰重，是非黑白。你，瑞王，这话是我说的，事情是我做的。你要是个男人，就不要将这件事情扯到南宫瑾的身上，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本王的王妃做什么，本王都万分支持。这应该是在抚琴吧？怎么会有这么多？陶七七的话还没说完，看到那个抚琴的人，后面那半句就吞了回去，扭头看了看南宫瑾，发现男人面无表情。你的白子嫣都在上面登台表演给这么多人看，你难道就一点也不生气？本王为什么要生气啊？喂，王爷，他可是你的白月光啊！白月光在这么多人面前弹琴，你不是应该愤怒的将人从上面拉下来吗？然后拉回房间，这样那样再这样？这个男人怎么不按剧本走呢？不知道陶七七走神又想到什么，南宫瑾抬手弹了一下陶七七的额头。在想什么？我在想你的白月光。什么白月光？你不去把白子嫣拉下来，还等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把他拉下来？他喜欢弹便弹，跟本王有什么关系？完了，陶七七泄气，这个万恶的死直男，难道没有看到其中一个人对你们家白子嫣的眼神吗？都快把人吃了。一曲终了，白子嫣起身谢礼，众人看着楼上抚琴的女子走下来，直奔着南宫瑾而去。其中几个有心思的也都没有敢凑过去，只能看着白子嫣在南宫瑾的面前停下，飘飘的行礼。王爷，紫嫣这一曲如何？可还有当年的味道？倒是比当年静静许多。啊，王妃，听说之前您也很擅长抚琴，今日
难道不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看一下吗？看起来这么明显的不怀好意，放在平时，陶七七也就逗逗他玩一玩。这个时候，他可懒得和面前的人客气。不必了，我不感兴趣。王妃该不会是因为怕比不过我才这样说的吧？我开玩笑的，王妃别介意。哼，你说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好，我今天还非要上去谈不可。你去做什么？哼，难道你是怕我给你丢人？南宫瑾看着下面那么多人，一想到他们一会儿盯着陶七七看的眼神，他就一阵烦躁，转身拉着陶七七出去。反正就是不准去。哎，你拉着我干什么呀？你给我松开！陶七七被带出去。哎，不会吧？难道你是怕我抢了白子嫣的风头啊？小气鬼！有时候南宫瑾发现他们两个人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连接上过。不是。那是什么？害怕我弹得比白子嫣好，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因为不想让你上去被那么多人看着，你再多说一句话，本王就真的将你扔出去。说了这么多次要将他扔出去，也从来没有动过手。陶七七早就已经免疫了，不怕死的继续说道：“哼，这话你不应该对着白子嫣说吗？她可是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弹完了一首曲子呢。”南宫瑾伸手拎着陶七七的后脖颈的衣服，将人拎起来就往外面拖。啊，南宫瑾，你来真的，你赶紧松开我！这边陶七七正挣扎着走到拐弯处，正好碰到从上面下来的三公主和瑞王。陶七七赶紧小声地说：“哎呀，你还不赶紧把我放下来！三公主下来了，我要去跟着她。”哼，你跟过来做什么？还觉得让我不够讨厌是吗？怎么，这里是你一个人包下来的？三公主气得不想说话，只回了一句懒得理他。外面的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湖面上也越来越暗。陶七七总觉得这样的情形是杀机四伏。原来外面也这样热闹，在里面见不到你们，没想到都在这里躲清闲的。我和九弟好不容易才脱身。三弟，你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吗？二哥放心吧，还有九弟解决不了的事吗？你们在这里正好，能看到今晚我准备的第一场烟花。看时辰，应该差不多要开始了。话音落下，天边炸开一朵小烟花，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在天边炸开。陶七七哭笑不得，果然古代的技术就是不行，这烟花就像是信号弹一样，稍微放大了些，颜色单一。不过在这个时候可以弄出来这样的，也算还不错了。此时趁着烟花声大，10几个黑衣人从黑夜中窜出，冲着三公主的方向踩着湖面奔来。大家小心！陶七七这一声喊出之后，大家已经做好了防备的姿势。陶七七转身见安陵怀疑在后面，小胖子接住！听到陶七七喊自己，又说接住，安陵怀疑下意识地护住飞过来的人。公主，这里很危险，他们应该是冲着你过来的，你还是回到船坊中安全些。我才不进去！三公主趁着安陵怀疑没有注意到自己，悄悄地想要跑回到陶七七的后面。就快要到陶七七的身后时，从侧面冲出来一个黑衣人，没有一点犹豫，举刀冲着三公主劈下去。陶七七转身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想要冲上去救，已经来不及了。
三公主也尖叫了一声，抬起胳膊护住自己的脸，想着今天势必要交代在这儿了。但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感觉到疼痛。三公主放下挡住脸的胳膊，看到南宫瑾用手抓住黑衣人手中的刀刃，将刀一折，顺势把人踹开。刀上有毒！陶七七立刻决断，抬手在南宫瑾手肘肩膀处点住穴道，这只能暂时压制住毒性，具体是什么毒还要回去再看。皇兄，你没事吧？我告诉过你吧，让你老实一点，可你是怎么做的？三公主，你能不能不给别人找麻烦？你说什么，陶七七？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怎么知道会有一个人从侧面冲过来？你至于这样说我吗？我告诉你，三公主，今日南宫瑾要是因为你出事，我陶七七跟你势不两立。陶七七，你今晚去鬼市之时，带上爱羽衣。啊？我带上爱羽衣做什么？他不会武功才危险吧？那解药只有爱红纹认得，你去，就算真的得到解药，你能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吗？那就麻烦爱羽衣了。今日跟我走一趟，本王妃带你去见识见识鬼市。啊，那便谢过王妃了。哎，我说王爷，你和王妃的关系看起来没之前那么僵持不下，看来心结解开了。什么心结啊？白子嫣，你打算什么时候送走啊？暂时还不行。子嫣父亲的事情没有查清楚，还不了白家的清白。在这个时候将人送出去，你觉得他能活下去吗？那你不如就娶了白子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住在府中了。他对本王的救命之恩，本王记着，对他再多的不过就是这些恩情。艾洪文，如果你再胆敢说刚才那些话，就给本王滚出去。是，臣不敢。两人的对话被白子嫣在外面听了个清楚，她浑身发抖的用力捏住拳头。夜半时分，啊，原来是由你带路啊，我还以为只有王妃一人呢。哼，我是怕他在鬼市惹出什么麻烦。我怎么了？上次明明就是懒得和你说。哎，我可是第一次看你吃瘪，还笑得这么勉强。去你的！你之前不是还说过喜欢陶七七吗？放弃了？嗨，不是一种喜欢，我两个人算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我是最喜欢她，可也就是对于妹妹朋友的那种喜欢。再说了，七七都已经成婚了，现在还谈什么喜欢？哎，安陵将军喜欢陶七七这件事儿，可不止我一个人知道。嗨，他那是不怕死。安陵怀义这个人向来是我行我素，受陛下赏识却不居功。他做出惊人之事又不是第一次了，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还是比较想知道陶七七的态度。我听过一次，他很利落的就拒绝了，估计也只是将安陵将军当作是朋友吧。哎，你今天问我这么多，是不是在替南宫瑾打探什么？哎，你们两个是来春游的吗？走得那么慢，赶紧点儿跟上。这次小公子来是想要在奴家这里得到什么？这次我来想跟老板娘要一样东西，柔骨断肠散的解药。小公子，你要柔骨断肠散的解药，我这里没有，但是我知道这解药在谁那里。如今京都鬼市中有此解药的人
只有一人，但不知那人肯不肯将解药给你。老板娘尽管引路，成不成在我。爽快，我就喜欢小公子这样的人。哈哈哈，小姑娘，你怕是第一次来这里吧？猴子都不会玩，也敢来这里？玩骰子是要看运气的，不是靠本事。难道杜老板害怕这次赢不了我吗？笑话！杜老六抬手将骰鼓打开。3个6，豹子。小姑娘，请吧。陶七七拎开骰鼓的盖子，里面摆着5个6，他笑了起来。嘿，不好意思啊，杜老板，这一局我赢了。好你个小姑娘，胆敢在我的场子出老千！杜老板，你好像没有说过不准出老千的规矩吧？你这个赌场不是各凭本事吗？我凭本事赢了杜老板你。杜老板，你不会不认账吧？这局我杜老六愿赌服输。小姑娘，你想要什么？我要手骨断肠散的解药。哎呦，我倒是不知道，罗雨柳，你什么时候跟誉王的人成了朋友啊？京都中有人身中此毒，便是誉王。看来在鬼市中已经传遍，解药在鬼市中，手骨断肠散也必然是在鬼市做的交易。小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掺和这件事儿，这解药我是不会给的。我今日前来不过是想要解药，杜老板，你当真不给吗？黄毛丫头，还敢威胁本大爷！你们今晚谁也别想走出这里！给我上！看来势必要打一场，杜老板才会心甘情愿地将解药给我。少废话，小姑娘，大爷我可是劝过你的。话音落下，杜老六向陶七七出拳，大有拳拳到肉之势。陶七七闪避自如，专挑杜老六薄弱之处攻击，不急不缓地吊着此人，让杜老六焦躁不堪。将袖中的毒药捏在手中，趁着陶七七退开一步，将毒药洒向了陶七七。老板娘着急地喊了声小心，陶七七还是被毒药泼中了，落在地上后退了几步。杜老六哼了声，让周围的人停手。蓝君言和艾洪文也急急地来到陶七七的身边。艾洪文给陶七七把脉，瞳孔猛地一缩，感觉到陶七七捏了一下他的手腕。怎么样，七七有事吗？艾洪文摇了摇头，蓝君言急得眼睛红起来。我杀了你！你别冲动。就是，小姑娘说的对，你别冲动啊。解药在哪里？哼，想好的，我身上带着的毒药可是没有解药的，世间无解。是吗？那我便放心了，没有解药便好。哎，你不是中毒了吗？你是说这个吗？陶七七将药包撒向杜老六，看着人跌坐在地上，动弹不得。怎么样，中了自己的毒药，滋味不好受吧？这药怎么会在你身上？你难道没有闻到，你刚刚那包毒药有点胭脂的味道吗？刚才打斗中，我换了你的毒药，
你到底是什么人？天下第一神偷，陶七七。我死了，你永远别想得到解药。是吗？可是解药不就在你身上吗？怎么会？解药在杜老六的身上。杜老板这样自负的人，从来就不会相信身边的人，自然会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东西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安全的。还请艾御医上前看看解药在哪儿。陶七七，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解药果然在他身上。陶七七不再理地上那个如同死人一般的杜老六。杜老六今日破坏鬼市的规矩，还要伤人害命，如今是他的毒药害死了自己。你们是要助纣为虐，还是要为我所用，全在你们一念之间。10几个男人对视议论过后，通通给陶七七跪下。参见尊主，尊主在上，请受属下们一拜。看来奴家没有赌错人。什么意思啊？老板娘蹲下，在已经死去的杜老六怀中摸出一块白玉令牌。这个给你，这是尊主令牌，可以调动我们鬼市所有人。这个东西实在不应该在我这里，应当归还给你的，老板娘。是你对付了上一代尊主，这令牌一定要归于你，还望尊上能让鬼市重回巅峰。明日朝中内人应该会知晓，我现在的身份十分透明，他一定不敢再动手。最近鬼市应该能安分些。尊主，你还是早些回去处理伤口吧。这几日这里有我在，您暂时不用担心。鬼市中什么人都有，不服我的人自然也会有。我回去后便会让人来帮你。既然我接手这里，整顿鬼市势在必行。南宫姐，解药找回来了。冒冒失失。我这是为了给你找解药，还说我冒冒失失，懒得搭理你。你们两个就是这样看着他的吗？不关他们的事情，这是我自己伤到的，艾御医已经给我处理过，没什么大事，你的事情才重要。解药已经拿回来了，快让艾御医替你解毒吧，时辰不早了，我要回去换药就寝，困得要命。你回去赶紧处理伤口。我知道，麻烦你了，艾御医，我先跟蓝君言离开。艾洪文，陶七七今日如何会受伤？本王不想听你撒谎。因为要拿到解药啊。艾洪文放下小瓷瓶，坐到一边，跟南宫瑾重复了一遍他们在鬼市的情形，却唯独省掉陶七七被称尊主的那一段。哎呀，王妃确实不像你之前说的那样，我看你啊要对她改观了。她为了你这样危险的事儿都去做，你还不心动啊？艾洪文，臣多嘴了。王爷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吗？南宫瑾运气依旧感觉不到内力，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暂时没有什么感觉。王爷，应该晚些时候会有反应。今晚臣便在这儿候着，王爷有事儿随时喊臣。陶七七在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天光大亮，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桃园无缘，你们在吗？王妃，你醒啦？饿不饿？我让厨房现在开始做早膳。不用，
王爷的情况如何？不太好。安御医一直在王爷寝殿陪着，白子嫣也进去了。怎么回事？不是带了解药回来吗？怎么又不太好？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快天明的时候，灵叶急匆匆的出来，说王爷情况不太好，但是嘱咐我们不要叫醒王妃您。这种事情应该早点叫醒我呀！南宫瑾也真是的，这个时候还顾及那些没用的干什么？陶七七穿好鞋，一溜烟的跑出去。王妃，你到底安的什么心？王爷要不是因为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吗？让开！陶七七将白子嫣拽开，扔到一边的地上，给南宫瑾把脉后发现，他现在的脉搏紊乱，但已经恢复了内力，也就是说，解药不是假的。王妃，是因为之前的残毒，王爷现在体内的内力正在慢慢恢复，只是这会让王爷极度虚弱，需要再用药。爱御医，南宫瑾大概什么时候会醒来？王爷现在的情况，约莫2个时辰就会醒过来了。陶七七点点头，看了眼依旧还坐在地上的白子嫣。喂，你不会打算在这里坐2个时辰，等王爷醒过来告状吧？我没有。你把王爷害成这样，怎么还这样理直气壮？哼，到底是谁下的毒，谁心里有数。白子嫣，你要是不想丢脸，赶紧给本王妃滚出去！白子嫣掩面站起来，偷偷看了眼站在一旁的艾弘文，咬了咬牙，还是灰溜溜的跑了出去。艾御医，你在这里看着王爷，如果他醒了，你跟林月说一声，让他去外府找我。好。清风哥，桃子姐姐来了。七七姐。桃子姐姐。为什么要叫桃子姐姐？因为七七姐像桃子一样甜，而且七七姐姐也姓陶。姐姐不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小孩子们围着陶七七说了会儿话，何清风便让他们去干活，将人支走了。七七姐，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去办吗？应当也不算有事要你去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交给你是对是错。七七姐，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上刀山上刀山，上什么刀山啊？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是有个地方我不方便露面，需要你替我去那里处理事情，你能做到吗？七七姐，你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替你办好这件事情。南宫瑾，你没事了？本王内力已经完全恢复，不必再担心。谁要担心你啊？咱俩两清了，你的内力也恢复了，以后不准再提你之前中毒的那件事情。看本王心情吧。你看你什么心情？你都已经好了，还要揪着我的小辫子不放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南宫瑾看着陶七七气鼓鼓的脸，冲他勾了勾手指。过来。陶七七不情不愿地挪过去。干什么？本王心情不错，这件事便算了。哼，咱俩彼此彼此嘛。艾弘文忽然觉得自己在旁边就是个多余的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快速的告辞。既然王爷没事儿，那臣先回宫复命。说完，迈着脚，快步倒腾着离开。伤如何了？哎呀，没事的，就是被划了一刀，没有多大的事情。
艾洪文说你当时伤口很深，你不必骗我。哼，这个艾洪文还真是多管闲事，这一刀伤不了我几分的，看着深，其实有技巧在里面，只是流点血，没有什么大碍的。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你不要动手伤害自己。这样能救人一命，我为什么不做？南宫瑾，你不用觉得欠我什么，是我欠你的，还清了。陶西西，你有没有……话说到一半，没了下文。陶七七探究地看着南宫瑾。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南宫瑾看着陶七七的眼睛，忽然有些说不出来。王爷，听说你醒过来，紫嫣马上带着些吃食赶过来，看着王爷没事，真是太好了。我先回去，你慢慢吃。白子嫣将吃食放下。哎，你干什么，南宫瑾？过几日三公主大婚，我们也应该到佛山寺去礼佛了，王爷。佛山寺礼佛？王妃不知道也很正常。前些年王爷没有带着王妃去，只带了紫嫣过去。王妃自然不知道这件事。也怪紫嫣没有和王妃解释清楚。王爷的生母忌日将到，王爷总会在那几日到佛山寺礼佛，住在寺中几日，今年也不会例外。王爷可要带着王妃一同去。王妃可要跟着本王去礼佛？陶七七点了点头，对于他来说，能过去都算是放风了，去佛寺拜拜也好啊。紫嫣，你还有什么事啊？啊，没事，吃食我放在这里，王爷想吃便吃，那紫嫣便不打扰你们了。白子嫣转身走过门口，也没听到南宫瑾的挽留，心有不甘的向里面看了一眼才离开。给白子嫣的爱心午膳。什么爱心午膳？没什么。你每年都会到寺庙中给你母妃祭奠吗？我母妃无人祭奠，连皇家的坟冢都没有入。若我再不记得，就没有人记得我母妃了。这件事情得陛下恩准了吗？私下里祭奠宫中亡故的嫔妃，是不是不合规矩？父皇知道，他恩准我每年去佛寺几日，就当是为母妃积福。原来王爷的身世也这样的坎坷啊！我之前还以为你就是个娇养起来的坏脾气王爷呢。谁给你的错觉？哼，还不是你南宫瑾，对谁都好，唯独就是对我刻薄。我什么时候对你刻薄过？哼，你上次还打了我一巴掌，我可没忘。我陶七七向来就是这么小心眼儿。还有，你对白子嫣永远都是看不见，她就是个绿茶婊。对不起啊。被突然道歉，陶七七就觉得他有什么阴谋，上下打量过南宫瑾。你没什么事儿吧？时隔这么久了，干嘛突然说对不起啊？那次是我冲动误会。哼，你又知道是误会？如果你真的要伤害紫嫣，不会选择我一定会去的时候。哼，那件事情算了，反正你又不相信我，我解释了也没用。你以后要是一直这样听话，本王也不会不相信你啊。我呸！渣男说的话从来都不可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
南宫瑾眯起眼睛看着陶七七，渣男这2个字绝对不是什么好话。你的内力刚刚恢复，需要时间调息的。三公主近日又要大婚，我看啊，你最好是在陛下那里亲启天假，没有必要强撑着去早朝的。我确实觉得近日有一些力不从心，明日我便让林业帝修木无书进宫。陶七七挑了挑眉，他南宫瑾什么时候这么愿意听他说话了？他点了点头，好，那我先出去了。王妃，刚才府外有人给您递信，说是三公主的来信。陶七七接过桃园递来的信封，这段时间陶七七正和三公主闹着别扭。三公主说让我进宫一趟，刚刚在信中给我道歉，这一点也不像她的作风。有可能是三公主快要出嫁想通了吧？走，回去收拾一下，我们进宫。是。三公主，坐下陪我喝口茶。陶七七坐下，看着三公主给自己倒茶，皱起了眉头。你怎么了？我觉得你有些不对劲啊。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大婚的时候你可以跟怀疑说你的不愿，你们可以相敬如宾，他不会逼你的。陶七七，你说咱们不对付这么久，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说过话吧？确实，陶七七每次见到三公主，两人之间必然是鸡飞狗跳的。陶七七喝了口茶，我知道今天是那人出手的最后机会，我会看着你，不会让那人得逞的。陶七七，你当真愿意帮我，怎么都行。我说过我会帮你的，你是王爷的妹妹，自然也就是我的妹妹。那我就放心了。他站起来，走到放嫁衣的榻边。你看这个嫁衣好看吗？好看啊，挺适合你的。那你觉得适合你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既然说要帮我，难道不是要帮到底吗？我不想嫁给安陵怀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人替我嫁过去。如果随便找一个人应付，一旦被发现，我也会受到责罚。但如果是你，就算是被发现，安陵怀义也不能怪罪吧？哼，这件事情我可没有办法帮你，我不可能替你嫁过去。如果今天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大可不必。陶七七转身要走，却觉得眼前一阵晕眩，跌坐在身后的床榻上。你在茶中竟然下药？哎，七七呢？没有跟你一起过来？应该是和王府的人在女眷那边。那会儿我替安陵在门口迎人进来，已经看见了王府中的白姑娘到了将府，可也没看见七七啊。去让他们看看后面的女眷，王妃有没有到？没有，都说王妃没有来。林月在哪儿？他应该不会不来。林业去将林月从府中叫来。属下这边去。我还以为你会带着七七一起过来。今日我先去宫中，就没能跟他一起过来。哦，对了，你送三公主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感觉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像是走路什么的？没有。出宫的时候，是南宫从汉背着他从里面出去，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就怪了。什么？我觉得三公主的样子不像是清醒着的，她身侧一直有2个人扶着，拜堂行礼的时候也是，
他身边的丫鬟说是身体不适，但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像一个正常的人。说到这里，南宫瑾也想起刚才自己眼花看到的玉佩，心中忽然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但也不能贸贸然地闯进安陵怀疑的婚房。怎么了？有哪里不对劲吗？现在还不确定，等林月回来，我自会问他。陶七七被送进婚房后，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但是身体就是动弹不得。旁边站着的丫鬟看到陶七七清醒过来，也知道她动弹不得，得了公主的吩咐，一点也不害怕。王妃，我们公主说过，只要过了今晚，她就会亲自跟你道歉，让王妃受累了。哎，你别太过分了。明天如果王妃要找人算账，我们也肯定会被牵连的。哼，怕什么？过了今晚，她是不是王妃都不一定。公主吩咐你做什么便做什么，别那么多废话，咱们赶紧出去候着吧。好吧。陶七七闭眼运气，因为药效的原因，我丹田的气一直送不上来，任凭她努力多久都没能动弹一下。试过几次后，陶七七彻底的放弃。酒过三巡，安陵怀疑从酒桌上退下，林月和林烨才到。玉王妃呢？王妃没有来将军府中吗？今日王妃被公主的人叫进宫中，没让属下跟着。王妃临走前说她自己会到将军府，出什么事了？南宫瑾和蓝君言立刻反应过来，暗道一声不好，赶紧往将军府的后院冲。我知公主屈尊嫁给我，也是万般不愿。那不如就将话说清楚，本将军也无意冒犯公主，你我从今往后便相敬如宾，公主觉得如何？你倒是掀盖头呀！陶七七在心中吐槽一句，她现在不能说话，简直气到变形。说了一会儿，安陵怀疑终于觉察到床上的人既不回话，动也不动一下。他也知道今晚是那些人动手动脚的最好时机，以为床上的三公主出了事情，上前将盖头一把掀开。下一秒，他深吸了一口气。七七，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会为了抓贼人和三公主调换身份被送到这里来？他还没有大义凛然到这个地步吧？陶七七呜呜了两声，皱起眉头。安陵怀疑这才反应过来，你中了药。陶七七飞快地眨眨眼睛，你终于开窍了。老师，怀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你可有把我当作你的老师？是我将你带出来，让你成为一代将军，你却让陛下撤我回来做个文官。安陵怀，你可对得起我？只为这个，你竟然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你知道什么？贤侄居然心甘情愿的要嫁给我这个逆徒。父女俩大吵了一架，我只是扇了他一巴掌，他居然上吊自尽了。我们杨家丢不起这个人。那为什么您要害金兆尹的女儿？他害死了我的女儿，难道还想娶别人不成？只能给先知陪葬。是你逼死自己的女儿，却要把这个事情算在安陵怀疑的身上。你说什么？七七，我与安陵怀疑是多年的朋友，
他绝对不会做出背后出卖师傅的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不相信杨尚书这样聪明的人会想不清楚。你太聪明了，聪明到我们不能留着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了京兆尹的女儿，他却不敢上报吗？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我这里，比起女儿，仕途更加重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杨尚书今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吧？你背后的那个人许给了你什么，能让你来将军府送死？哼，永远不会知道。师父，你不要冲着七七，你要我死，便冲着我来，不要对无辜的人下手。师父，你还能回头？陶七七不能活，单凭着几年前的线索就能将我扯出来，以后必定是心腹大患，我必除之。我真为你的女儿有你这样的父亲感到悲哀。能这样轻易的被我查出来，说明你杨峰也没有那么厉害，你是个弃子罢了。你死了，他们就算不实现诺言，你又能如何？陶七七，你不要口出狂言，废话真多，你还是到阴曹地府说去吧。谭公瑾，没事吧？我还以为你不会发现我不见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是我来晚了。你知不知道，我都快被吓死了。刚才他举剑冲着我，我以为我要没命了。你怎么才发现我不见了？还不是因为你去找南宫问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都这样了，你还要训我？南宫姐，你是人吗？我带你回府，今日的账，我们来日再算。彼时，安林怀疑的伤口处的血已经被止住，这已经伤到骨头，并且伤得很深。蓝君言将怀中的龙骨丸的小瓷瓶递给了安林怀义。我以为这瓶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上，看来是要用在你身上了。哼，谢了。安林怀义知道这东西是恢复元气的上品，没有拒绝，但是眼神一直落在床榻边说话的两人身上。就这样，你还要继续喜欢？七七那么明确拒绝你，也是不想让你浪费时间。哼，起码他还认我这个朋友。哼，真朋友总比假朋友来得好。出去以后，不论什么人说话，你都不要出声。为什么？你是怕丢人？人多嘴杂，今晚抱着你出去的事情，如果被传出去，传到城中那些人口中，还不知道你的名声会变成什么样子。本王可不想听到那些人对你指三道四的。笨！你才笨呢！闭嘴！做好准备。什么准备？玉王，这是要带三公主去哪里啊？老爷子，本王今日身体不适，要先回府。六弟，我知道你心疼朝阳，但你也不能这样惯着他吧。今日是他大婚，你这样将他带出来，让父皇怎么和老将军一家交代？将我妹妹还给我，我带我妹妹回去，本王就不计较这件事。今日之事，本王定会追究到底。你们之中到底是谁在耍手段？
仔细记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免得日后本王找你的麻烦，你不知道因为什么。誉王，今日便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将三公主留下，我便不追究这件事。父亲，放他们走。哎呀，我的儿，这一会儿不见，这如何成了这样？誉王，你要带三公主走，老夫不再拦你，但你不该伤了我儿。父亲，跟王爷没关系，伤我的是今晚抓到的那个要下手的人，不是王爷伤的我。老爷子愣了一下，想起之前那些被赐婚后死去的女子，以为南宫瑾是因为三公主差点出事，才想将人带走。誉王，老夫多有得罪，还望王爷原谅则个。爹，让王爷将人带走吧。明日我自己会找陛下说明白。今日此事，不仅王爷要追究到底，本将军也要追究到底。明日此事，我一定会禀报陛下。大家早些回吧。安夫人听到儿子这样说，才明白这其中的事情应当不简单，到前面招呼大家去前厅。大家心思各异，瑞王最是心虚，走远后才对着身后的齐王说道：三弟，这件事已经被南宫瑾发现，他知道这件事和我妹妹有关系，这该怎么办？齐王还想着自保的事情，刚开口就被九皇子拦住。二哥，这件事你不过是护妹心切，看到妹妹不愿嫁，才出此下策。你和父皇请罪，他不会重罚你的。九弟，你说的对，我不过是为了妹妹，确实对不起南宫瑾，我给他道个歉，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齐王在心中骂瑞王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有他这样的哥哥呀，什么时候才能成事？白子妍追出来的时候，只能看到南宫瑾一骑绝尘的背影，咬着牙跺了一下脚。身后有人在他旁边说道：看来我六弟又将你落下了。你们怎么这么没用？木已成舟的事情也能让陶七七躲过？此一事本就不一定能成，你就这样急于让陶七七死？那是当然，我一刻也容不得他。他现在与王爷越来越近，弄得我在王爷面前已经说不上什么话。我恨他。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你急也没用。本王让人送你回去。齐王，我可等不得从长计议。齐王斜斜地勾起嘴角，手在白子妍的身上不老实起来。本王还是让人送你回去吧。最近南宫瑾一定会发难，你最好不要被他抓住你的小辫子。那就快些吧，齐王，我可不能太晚回去。蓝君言走到将军府门口，恰巧看到刚刚分开的两人和转身要回去的齐王。早知道本王就应该送你回去，让你将衣服换了。哎，衣服装你了。本王看着碍眼。行，我回去换。老实在这儿待着吧。我这件事啊，算了吧。三公主算不了。三公主只是不想嫁给安陵怀义，她也只是被利用的。大不了我以后不再跟她接触。最可恨的是背后指使这件事情的人。他养在宫中，习了一身坏毛病。南宫从汉向来只知道顺着他，没人教他，那就由本王来教。现在不晚。门外，林烨和林月求见，南宫瑾让两人进来，后面还跟着桃园和乌元。你们俩这是怎么？我当初将你调给王妃，是怎么跟你说的？
保护好王妃，你又是怎么做的？她是王妃，所以便可怠慢吗？是属下办事不力，愿自断一臂，向王妃请罪。哎，多大的事情就要自废手臂？南宫姐，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是我自己没有让他们跟着的。你是要杀鸡儆猴，做给我看吗？王妃误会了，做错事的是我们，该受罚的也是我们。你给我闭嘴！南宫姐，我不需要这些。这次的事情是我自己的原因，与他们没有关系。我不想一出事就赖在他们身上。那你下次出去，就给本王老老实实的带着他们出去，不然本王给你留着这些人也无用。本来我今天对你长了一点好感，现在没了。本王不需要你的好感。狗男人，南宫姐，你再给本王说一遍。我困了，南宫姐，你让他们出去吧。都下去吧。你这么护着他们，有没有想过今天要是真的出了事，你让他们瞒着本王，以为是对他们好吗？我保证以后都不这样了，行了吧？吃一堑才能长一智，你总要我吃个亏才行吧？本王不想让你吃这种亏。没事儿，反正三公主这个嫁衣还挺好看的，一点儿也不亏。好看？没有，我逗你的。我不是看你冷着脸，想让你笑笑吗？一点也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陶七七干脆躺在床榻上，背过身去，闷声说道：“哎，我困了，今天你的床榻就归本王妃了。”这是本王的寝殿，我不介意和王妃你同榻而眠。我介意。南宫姐，你可别开玩笑啊，我真的很困。南宫瑾挑眉，单手解着腰间的束带，陶七七倒吸了一口凉气。南宫姐，我这药性还没解呢，你别脱啊你！陶七七眼看着南宫瑾将外衣脱下，王爷，南宫瑾，你不能这样。大半夜的，能不好了吗？那你不准强迫我。本王要看卷宗，没兴趣陪你在这儿演戏。陶七七看南宫瑾真的去房中书桌旁坐下，翻看卷宗，翻身将被子盖过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南宫瑾简直是太可恶了，一直在误导他，居然还敢打趣他，将自己团成一个团，躲在被子中，气得陶七七捶了2拳空气。南宫瑾的视线落在床上那一团鼓起来的被子，嘴角不经意的微微勾起。南宫问下，朕问你，可对朕给你的赐婚不满？是，我不满意父皇给我的赐婚，将陶七七迷约，让他代替我嫁给安陵怀义。荒唐！父皇，此事与妹妹无关，这方法是我想的，事儿也是我办的，求父皇不要怪罪妹妹。好，萧启营的正将你便不用当了，从明日起，你就给朕到马圈当个马夫，王爷的名声朕让你挂着，王爷所有的俸禄皆从今日起断了。瑞王不可置信的抬头看着皇帝。父皇，你就是偏心陶七七，我不想嫁给安陵怀义，你要逼着我嫁，我只不过让陶七七替我过去挡一下，你就如此生气，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从小到大没有挨过打的三公主傻眼了，捂住脸颊动也不敢动一下。
你们两个真是朕养出来的好儿女，不但不替朕分忧，还险些给朕惹出大乱子。这件事还好将府的人愿意替你们瞒下，这件事要是传到世人耳中，朕这皇帝的脸面要不要了？整个皇家的颜面要不要了？你们是想让朕活剐了你们是不是？这话说的真重啊！三公主的牙齿打架，身上颤抖的不行。南宫姐，说，你替三公主说说话。为什么？别让三公主太没脸了。我现在也没事，安陵怀疑也不计较。陛下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我看三公主都快被吓死了。不关你的事，就不要多嘴。陶七七，陛下，陶爱卿还不知此事，难为你了。陛下放心，这事儿应当不会传到我爹的耳中，我也没有什么大事。公主还小，总会被引着犯些错。陛下，气大伤身啊，您要保重。你说，朕该如何罚他？三公主已经能想象到陶七七幸灾乐祸的样子，咬着嘴唇低着头。要不就算，不如就请父皇将他贬为庶人。陶七七傻了，看向冷着脸的南宫瑾，这人是疯了吧？那可是他妹妹呀！你怎么能如此恶毒？我妹妹没做错什么，你要是有不满，冲我来便是。迫害王妃，用意要将人代嫁；迫害联姻，让皇家言而无信，这就是你口中的无错吗？如果昨日是本王下药，将南宫问夏送去别人的洞房，恐怕你南宫从寒等不到今日便要提刀去找我了吧？朕知晓你心中有气，但若真将问夏变为庶人，世人一定会有所猜测，这事传出去对皇家无益。这样吧，三公主为恶，便罚她出宫做3个月的庶人，让她去体会平民的生活。三公主已经听不见大家说的话，僵住一动不动，直到瑞王过来扶她，她才踉跄着站起来，膝盖已经跪得没有知觉。出了御书房的大门，三公主泪如雨下。哥，父王是不是放弃我了？这全怪陶七七和南宫瑾，哥去裕王府替你讨回公道。哥，你怎么还不清醒？你还嫌不够丢人吗？我有什么公道？我害陶七七是真，逃婚是真，我有什么脸要公道？妹妹，哥，你别再管我了。另一边，南宫姐，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虽然我是觉得三公主不值得我原谅，但毕竟你是她的皇兄，连贬她为庶人这话你也能说得出来，你也不怕她伤心吗？善良是好事，但是善良过头，便是纵容他们再次行凶。我不是善良，我是觉得三公主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坏，只是她识人不清，加上在宫中被宠坏了，做出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出自她的本意。所以我才让父皇将她贬为庶民，让她尝尝事事不如意的滋味。你还是心疼她的，对吧？不管怎样，她害你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算了，总要让她知道，身为公主也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另一边，哦，静儿真是这样说的？是，奴婢听得真真的。在御书房候着的陈公公出来就是这样跟奴婢说的。
王爷为了王妃，让陛下将三公主贬为庶人，当真是护着玉王妃。哼，我自己养大的儿子，我还不清楚他什么样子吗？不过是当下要做给陛下看罢了。安陵一家若不安抚好，皇上与安陵家要是真的出了什么嫌隙，这件事三公主还有那个德妃可担待不起。恭喜良妃娘娘，这样一来，宫中的大权几乎落在您手上，您所求的终于如愿。还要多谢我那德妃姐姐养的好女儿，哼，断送了她自己的前程。杨峰，玉王和王妃怎么有空来天牢找我这个将死之人呢？我知道你背后的人是谁，他利用你做死事，许给你的好处怕是不会兑现。玉王，你不必来探我的口风。我既当初下定决心做这件事，已经回不了头了。你手中的乘风图残卷在哪里？哈哈哈哈！玉王，你觉得我会将藏残卷的地方告诉你？你手中没有残卷对吧？你说什么？哼，我说你根本就没有残卷，或者说，你手上的残卷已经被人拿走了，不然，就凭我们家王爷想要回的东西，我就不信没人会来救你。哈哈哈哈！杨峰，你真的以为王爷今天来这里是跟你要残卷的？只不过是为了看你的反应罢了。你也太笨了吧！王爷会傻到跟你要残卷吗？杨峰，你一心求死是吧？可这里偏偏让你不行，让王妃可以帮你。1刻钟后，南宫瑾和陶七七被狱卒送出去。你在里面和杨峰说了什么？王爷这么聪明，不想猜猜我说的是什么？不想。哼，真没意思。其实王爷去找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如何吧？我不懂，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若是什么事都靠猜测就能知道结果，那这世间就没有冤案了。也是啊。不过杨峰这个也不能算是冤案，只是他嘴太硬了。虽然你想要的东西不在他那儿，但是他知道在谁的手中。是啊，不过也没什么用，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从他身上得到的消息已经足够了。王爷，这么早来我这里，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杨峰死了。我知道。你知不知道，昨天只有我们去过天牢。他的死，父皇一定会怀疑我们，况且杨峰与你我还有莫大的过节。放心吧，王爷，我给杨峰的药本就是他自己拿来害人所用，怎么查都不会查到我们王府的。你又去了贵市啊？没有，上次恰好看到，我就买了一点儿，没想到会用上。哎呀，南宫姐，我忘了，今天是不是三公主要出宫的日子啊？哎，三公主会被送到哪里去？我想去看看她。你想去看她的笑话？你才想去看她笑话呢，你就不能想着点我的好？你没有好地方让本王想。我才懒得跟你说呢，本王妃自己去。
狗男人，南宫瑾。三公主出了宫门，带着自己的几个小丫鬟向外走，她和陶七七就这样迎面对上了视线。三公主像是被烫到了一般，马上收回视线，转身要走。哎，三公主什么时候要这么狼狈的躲开我了？你们先过去等本公主。是。陶七七，这次是我南宫问夏对不起你，我的笑话你也看了，你还想怎么为难我？我要是想为难你，也不用等到现在吧。记住，在宫外可任性不得，遇到什么事情，记得拿着这个来找我。我真搞不懂你，如果有人这么对我，我早就跟他血海深仇了。你是不是个傻子？其实吧，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坏，但就是蠢了点儿。希望这次能让你变聪明一些，不要再被别人利用了。你才蠢呢！本公主不要跟你说了。虽然这样说着，三公主还是紧握起拳头，将陶七七给的玉石攥在手中。不要走了，不能再耽搁了。好，路上小心。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我哥头脑简单，这次的事，我和我哥被利用，我怕我不在，我哥会吃苦头。我现在才知道，你和六哥是唯一能帮我们的人，我能求你替我看着我哥吗？你也知道瑞王有多讨厌我，恐怕我帮不了你。如果我哥真的要做出出格的事，你把这个给他。我知道他从小到大最心疼我，看到这个他不敢做得太过分。可拜托你了。三公主没有给陶七七拒绝的机会，转身快步的离开。二哥，你这是？你们两个来这里做什么？本王几日不见客。二哥，你再这样下去如何是好？你忘了三公主被南宫瑾害得出宫受罪吗？你就只能在这里买罪。我妹妹让我不要管这件事，我还能怎么办？反正我肯定是不能饶了他南宫瑾。这件事不是没有办法。最近南宫瑾在准备生母继承的事宜，趁此机会让南宫瑾和陶七七在佛山寺永远出不来，将此事做成意外还不简单。佛山寺？对，佛山寺。南宫瑾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去佛山寺祭奠他的生母，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将人解决？三公主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帮帮忙，二哥，你说是吧？三弟，这若是没成功，你二哥我是不是还要背上谋害同胞兄弟的名声啊？这次的杀手都是我麾下得力的人选，二哥不必担心。我们只是上山礼佛偶尔碰到，而且我们也会受伤，怎么能说我们是凶手呢？你们想怎么做？要我如何配合？王爷这几日心情好像一直不太好，他每一年这个时候都这样吗？奴婢听别人说是这样的，王爷的母妃是陈妃，听说当年是文采武艺双绝，算是我朝第一美人，深得圣宠。可惜红颜薄命，竟能染上怪病，就这样去了。哦，第一美人呢？看南宫瑾的样子也看得出来，她的生母一定非常美吧？她看起来不太像陛下，果然还是像她母亲多一点。对啊，奴婢也是这样觉得。
晌午过后，林月来报，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请陶七七跟着王爷出府。王妃，咱们上马车吧。南宫瑾呢？王爷在前面的马车上。白小姐出来的时候说是一个人坐马车害怕，硬是跟着王爷去前面的马车上了。知道了，不要耽搁路上的时间，启程吧。王爷也是的，怎么就让那个白子嫣上去了呢？你小声点儿。王爷原本也没有想带着白小姐上马车，是他。死皮赖脸，无缘。本来就是，还不让我说呀！你们两个说什么，我都听得见。王爷跟他在一个马车，便在一个马车上。本王妃怎么觉得你们两个比我还激动呢？王妃，都被你听见了。我们就是觉得那个白子嫣也太有心机了，硬是要上王爷的马车。随便他，我现在才没心情跟他斗气呢，他爱怎么钻就怎么钻。王爷，臣女有事想跟你说，不知道王爷想不想听？说便是。王爷，你可是觉得我住在府中，爱到你与王妃了。近日你都没有去我阁中陪陪我，我知道这不是王爷的本意，但求王爷也能多怜爱我一些。子言这样的话以后不必再说，本王可以事事依顺你，但若你有其他的心思，那本王劝你收收心，我只将你当救命恩人，当妹妹。是因为王妃吗？最近王爷和王妃的关系近了许多，王爷是爱上王妃了吗？与他无关。那与谁有关？王爷明明之前还很讨厌王妃的所作所为，为何现在却对她如此的上心？难道王爷已经忘记他从前对我做的事情了吗？一个人一旦做了件好事，就可以抹杀他之前做的所有坏事吗？之前也有很多事是误会吧，子言。是我不好，我怕王爷不要我了，才情急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是。王爷每年今日都要到佛山寺礼佛，当真是有心了。还需要主持多费心了。看来今年与往年不同了，王爷带来了一个很不同的人呢。我？贵人第一次来本寺，抽个签，让和尚我帮贵人看看吧。不用了，大师，我不相信这个的。贵人不试试，怎么知道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呢？陶七七没办法，接过签筒，看了眼站在一边的南宫瑾，走到佛像前跪下，垂眼看着手中的签筒，闭上眼睛，摇着签筒，直到听到竹签落下的声音，才睁开眼睛。好了。住持在旁边站着，捋了捋自己的胡子，半天没有说话。大师，王妃这一签求的不好吗？主持，如何？下签。此签文主大凶，两虎相争，孤军陨落，独着一煞。无可避免。浊煞，两虎相争，孤军陨落。这虎说的必然不是我，那孤军便是我了。住持这话的意思，是我会死在这寺庙中吗？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贵人还是小心些好。这签文中的意思是要贵人这几日多加小心啊。谢过主持，我明白主持的意思。你不必在意主持今天说的话，你签文不一定准。我只是觉得这个签文有些有趣，两虎相争，我真的想知道是哪两虎相争啊？睡王，你怎么在这里？和3弟9弟到佛山寺为国祈福。怎么，佛山寺只有你们能来？我去，不会真被住持那个乌鸦嘴说中了吧？哎，我们走吧，不要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南宫瑾跟着陶七七进了下一个院门，放眼望去，后面这个院子里放了能有10几口这样的棺材。陶七七看见里面躺着一个年岁不大的和尚，看样子死去的时日不多。这么多的棺材就放在佛寺的后院，也不下葬，也不盖起来，我怎么觉得这里这么诡异？应该是寺中的规矩吧，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这可能就是停尸的地方吧。可是这些和尚明显是刚刚才死的，怎么突然死这么多人，寺中还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也算是寺中的大事了吧？你能看出来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这样看他们身上也没有伤口，死相又不像是中毒，可正常情况下怎么会差不多同一时间死这么多人？你在想什么？我是在想，住持是不是瞒着我们什么？寺中的人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去问问。那就不必问了。为什么？既然住持有事要瞒着我们，应当不会让寺中的人将实情告知的。问了也是白费力气。我们今晚还要住在这里，不会出什么事吧？你少说2句就不会出事，还不走？你打算今晚睡在这里吗？谁说要在这里睡了？晚上要在佛殿前念经祈祷，殿中只有住持、南宫瑾和陶七七3人。陶七七悄悄地睁开眼睛，发现南宫瑾和住持都闭着眼睛在念经。反正他也只是个陪衬，2个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他便仔细打量起这间佛殿。他看着看着，注意到佛殿前挂着一个风铃，上面贴着一张符咒。风铃被风吹起来晃荡着，却听不到其中的声音。陶七七发现不对劲，想要转头跟南宫瑾说让他看看，但他回头的时候，南宫瑾和那个住持全都不见了。南宫瑾，你别吓我！南宫瑾！喊了几声也是徒劳，大殿中没有人回应。陶七七后退着走到了殿门前，仰脸看着还在晃动着的风铃，转身跑出去。怪事却不止方才那一件。真是晦气，出现这样的事也能碰上你。你们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了？齐王和九皇子呢？不知道，我嫌佛殿的香太过难闻，出来透透气。再进去，他们2个已经不见，撞鬼一样转了好几圈，突然回到这个鬼客寨中，出来就碰到你了。你是向着哪个方向走的？哎，不知道。你好好想想，睡王，你不想死在这个地方吧？
你应该已经发现这里不对劲吧？应该是向南，向南走了好几次才走到这里。坠王，你有没有听过八卦阵？什么八卦阵？没听说过。这么大个王爷，还没学过周易吗？什么周易？你那是什么眼神？这里应该是有人刻意设生死门阵，特意等着王爷上门来，应当是算好了时间的。那你刚才说的八卦阵又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的是生死门，其实要摆这阵一共有8门：生门、死门、景门、经门、伤门、休门、开门、渡门。你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应当是景门，算是安全的门，但若是想出去，只能找到这8门中的生门，才能从这其中出去。那我们赶紧去找生门。哼，这么容易就能找到生门，我就不用坐在这里跟你一起聊天了。你个傻子！我不管，总有一个门能找到。那我现在就去挨个找。那里应该还有一扇门，应该能逃出去。还不赶紧带路？本王跟着你的脚步声，我们一起出去。好。九弟，我们这一招行得通吗？他们要是侥幸逃脱，那我们2个岂不是栽了？三哥，你顾虑太多了。这一箭三雕的事情，若是成了，那岂不是美哉？若是不成，你我2人从这阵法中逃出来，也是到外面搬救兵而已。他们能逃出来也是命好，这阵法还能让他们破了不成？九弟，其实二哥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为什么连他也一块算计上？哼，三哥，这位置可只有一个，若是不将有可能的全部碾死，又怎么可能十拿9稳？哼，我提前预祝三哥心想事成啊！齐王嘴角抑制不住的翘起来，没有注意到九皇子在看向佛寺方向的眼神。你怎么来了？我出去没看到你，就知道你在死门，找过来了。你没事吧？南宫瑾将人揽入怀中，刚才不稳的情绪才平定下来。陶七七，你为什么总是能让本王担惊受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刚才一动，死门的位置变了，所有门的位置已经不在原处了，我们又要重新找出去的门。睡王在旁边看到2个人抱在一起，一阵的无语。快点找出去的路吧，有什么你们夫妻之间的话，留着出去说不行吗？你为什么把他带进来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先找出去的路。将符箓去贴上吧。陶七七没有搬椅子，青台步轻松上去，将符箓贴上，稳妥的落下。现在主殿的门应该已经变成生门了，我们出去吧。这不毁了这个地方吗？身处阵法中，无法毁了阵法的，先出去再说。我们是不是还在阵法中啊？我们折腾了这么久才出来，怎么会丑时3刻呢？不，我们已经出了阵法，阵法不过就是障眼法，其中所对应的时间和现实中大相径庭，你想太多了。走吧，破解的地方是在后院的棺材中。对，就在棺材中，那个棺材中的小和尚应该就是阵眼。哎喂，南宫讲，你也知道那什么周易？什么周易啊？那你不懂装懂什么？你懂那个什么门吗？不懂，这和解9环没什么区别。走错了几次岔路，总能有解开的源头。你怎么懂这么多东西？连我们没听过的都知道。
会些奇门遁甲是八卦学的皮毛而已，每样东西都要学一些。其实我也不是很精通，毕竟我又不去盗墓，神偷平时用不到这些的。盗墓？神偷？盗墓？神偷？啊，我是说，我朋友会一些，我跟着学了一点儿。你这朋友藏得够深的。是啊。陶七七抬手推开门，果不其然，里面只剩下一口棺材。此时棺材盖已经钉上，三人上前，瑞王左看右看，看不出所以然。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棺材劈了？劈了有什么用？阵眼在小和尚身上，他身上一定有破阵的东西。棺材里钉着的是不是他还不一定呢。那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们还要起棺吗？解决了。几位贵人，为何在此叨扰我徒弟的安宁啊？住持，我们刚才从佛殿中没有见到你，敢问住持去了哪里？贵人，老衲念完经再睁开眼睛就没看到贵人们，老衲以为两位贵人先行出去，便也随之离开了。老和尚，别怪本王妃的话没有说在你前面。我们在你寺中出了事情，你觉得你逃得了干系吗？老衲行得端，坐得正，不知道王妃所说的是何事啊？有人在寺中布阵，意图害我们。难道住持当真一点也不知道？老衲并不知晓。老和尚，你害死自己的徒弟，设此阴毒阵法，你还称得上是佛家弟子吗？你又有何证据说老衲行此事？哼，当然出事了。明明是老和尚你、王爷还有我在佛殿中，中招的不可能只有我和王爷。哼，我是不相信，老和尚，你还能有通天的本事，能直接找出生门在哪儿？你怎会？我怎会知道？是吗？佛殿门前出现风铃，本就奇怪，再贴上符箓，加以强压阵法，为的就是让我们有人将符箓摘下，陷入阵法中吧。老和尚，你到底因为什么要对付誉王？本王妃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你是如何会此阵法的。誉王妃，老衲这寺中最近确实有些古怪，害得老衲的小徒弟出了事儿。眼下又到王爷每年来祭奠的日子，我司只能将人停在后院，请王爷莫要找些莫须有的罪名怪罪到老衲身上。哦，既然老和尚你不知道这阵法，那定然也不是布阵之人。听说被人强行破阵，布阵之人会被反噬的。老和尚，你应该不会有事的，对吧？话音落下，陶七七用上内力，将手中的佛珠碾成了碎末，棺材中的那具尸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见鬼了！这和尚当真会妖术？什么妖术啊？不过是些江湖术数，借用人的五感蒙蔽你的眼睛罢了。不过陶七七很快便发现，站在他们对面的老住持
并没有反应。不是他。是他，没错的。但布阵的人大概另有其人。师傅，您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有人破了我的阵，被反噬了一点内伤，不要紧。师傅，咱们这一办法不是万无一失吗？此阵无解才对。那寺庙里有些懂术法的人，不然不会将我做的阵破解。你去告诉齐王和九皇子，此事败了，让他们想办法摆脱嫌疑。是，我这就去。果真是我们寺中招了贼人，做出这等事情，贫僧是有责任在身，但担不起王妃这么大的罪责。主持，本王在佛山寺祭奠10几年，从未见过今日之事，不知这佛山寺现在看管愈发松懈，还是住持你在背后操纵啊？老衲不敢，请王爷明鉴。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不还好好的在寺中念佛，怎么大半夜的都聚到后院这里来了？二哥，你怎么也在这里？你们两个出来了？我刚才在这里就没看见你们。二哥，你忘了，九弟晚上有些不舒服，我将他送回去，一直在房中没出来啊。刚才听到外面吵闹起来，才跟着九弟过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看来这个老和尚是不打算承认寺中布阵一事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拿他没有办法。你知道本王是什么样的人，本王不希望在接下来的几日里再生事端。住持可听懂了？阿弥陀佛，贵人教诲，老衲明白了。这不会是你们安排的吧？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计划好让那个杀手假扮成山贼动手的吗？我们两个哪有这个本事？让你的部下退下吧，这个计划本王不想继续下去。二哥，你心软了？那三公主怎么办？我妹妹的事，我心中有数。这次一定不能让陶七七在寺中出事。这次计划就此罢手。二哥，这件事情就依你说的做，我们这就让他们回去。三哥，我还是有些不舒服，你先送我回去吧。好。两人走了一段距离后，齐王才将手松开。南宫从寒如此作态是什么意思？和咱们划清界限？哼，你还没看出来吗？他从刚才就一直站在陶七七那边，不知道这期间陶七七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连自己的妹妹都不顾了。那我们是要将南宫从寒撇清吗？这事不能做得太过，瑞王知道我们太多事情，如果不能一次将人解决，就要先稳着他。兄弟之间的关系还是同从前一样便好。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那人现在身负重伤，无法帮我们再做事，只凭那个住持也无法生事啊。知道他南宫景在佛山寺中一日，我们就还有机会，这办法自然会有。哎，南宫姐啊，你倒是来的轻车熟路的，进来怎么连个声音都没有？你还真是不客气啊。看你在肃穆张牙舞爪，就没有打扰你。不是，你这么早来我这里干什么呀？不会这个时间就要开始礼佛吧？哎，昨晚才刚闹完一场，我是真的没有力气再起来了。不是这件事。那是什么事情？值得你这个时候闯进我的房间找我？我忽然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和南宫从寒有关系啊？不会，他那么笨，如果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也不会被困在阵法中。如果他是装的，那未免装的也太像了一些吧。
我说的是他身旁的那2位。我每年这时间来祭奠母妃的事情，不是什么秘密，可偏偏他们3个在这时候来说是为国祈福，是有些奇怪啊。但我们还是找不到他们的漏洞。不急，我们还要在佛寺中几日，如果他们想再动手，一定会露出破绽。啊，不会吧？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就是你想的那样。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如果离开佛寺，出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啊。请贵人将手边的佛珠放入佛龛中。南宫瑾拿起桌上的佛珠，将手伸进佛龛中放下，然后给陶七七让出一步。陶七七拿起中间的佛珠，将手伸进佛龛，松手将佛珠放下，感觉到了一下的刺痛，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怎么了？我刚才把佛珠放下，好像被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咬了一下似的。南宫瑾听了陶七七的话，反复看了看他的手指，依旧白皙光滑如初，看不出什么。没有伤口。这佛龛已经有100年之久，很难保证里面不会有脱落的木刺之类的东西会被扎到，贵人多心了。算了，可能是我想多了。你们2个不是都没事吗？主持，你我去年的棋局可还在啊？1年以来，老衲从未让人动过。贵人请。白子被黑子压制，落入下风，这样一局，白子还有翻盘的机会吗？有没有翻盘的机会，试了才知道。难道这白子是南宫瑾吗？陶七七站在南宫瑾的身后，看着他捏起旗鼓中的白子。白子烈士先行一步，住持将黑子落下，稳稳地把南宫瑾的白子堵住后路。哼，落子简单，他这一步走上走下都能活。走这一步虽然能活，但下一步又会被堵死啊，损失掉的是3颗棋子。走下也是一样的，两边都是死路。所以我说落子简单，这一步看似有很多下子之处都能让白子活过来，其实也算是棋术上的障眼法。行啊你也没有那么不学无术嘛。本王怎么就不学无术了？陶七七，我告诉你，你少小看本王。嘘，我这不是在夸你吗？你那么大声做什么？有你这么夸人的？2人争辩着，南宫瑾落下一子，没有在陶七七预想的位置，也不在瑞王预想的位置，他的白子落在黑子围困的一角。这落子的位置你见过吗？有什么讲究？他下错了吧？看来住持是忘记了我去年在这里说过的话了。阿弥陀佛，老衲年岁已高，很多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还望贵人赐教。本王说将这残局留给住持，若是明年住持的白子能够得胜翻盘，本王愿为住持所说的俗家弟子。南宫瑾这话中的意思是，去年他持的是黑子，住持所持的才是白子。南宫瑾，你何必非要戳穿我不可？你我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你是谁？真正的住持在哪里？假住持被揭穿，
将脸上的人皮面具揭下。独孤道见过王爷，王爷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厉害呀。我劝你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本事就为虎作伥。陶七七，你很厉害，居然连八卦阵都能破的，我实在是好奇你的师傅是谁呀？哼，你配知道吗？真正的住持到底在哪？你们两个打赢我，我就告诉你，不然我今日必要取南宫景的性命。有很多人想要取本王的性命，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独孤道就要做这最后一人。他将风铃晃动起来，陶七七忽然一阵晕眩，身形不稳，跌落下去。你怎么了？他手中的风铃有问题。陶七七，你对他做了什么？啊，只是在佛龛中放了个我养的宝贝，轻轻地咬了王妃这么一口，只要我风铃响3声，它就会成为我的傀儡，为我所用。摆八卦阵，懂得蛊毒，独孤道，我才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独孤道没有回陶七七的话，抬手要再次晃动风铃。陶七七捡起地上的白子，用上内力弹向男人手中的风铃。为躲避白子，独孤道手握着风铃，抬手躲过。陶七七趁机用轻功逼近他，逼他出手。但风铃声再次响起，陶七七落在地上，捂住刺痛的额头，神志越发的要剥离这具身体。他向南宫景的方向看过去，正看到男人向他奔赴过来。独孤道举起手中的法杖，陶七七明白，若是法杖击中南宫景，一旦风铃再度响起，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他用力握住颤抖发热的手指，奋力站起来，转身扑进南宫景的怀中，替他挡住了法杖迎面的一击。七七，南宫景第一次这样觉得，心中发冷。南宫景，你先带着陶七七离开，这里有我。独孤道无意再和他们缠斗，陶七七替南宫景挡住一击后晕了过去。他手中的风铃已经无用，这两个人联手，他一定赢不了。嗨，这次没能和王爷玩的尽兴，在下先走一步，以后有机会再见。陶七七情况不好。南宫聪寒，你来四周的目的如何？我没有拆穿。如今七七现在躺在这里，我倒要问问你，这其中你参与了多少？我没有对他动手，我要动手也不用去找外人来替我。我这次来寺中确实是目的不纯，但也只是开始。南宫景，要不是我刚才护着你，你们两个早一块儿去见佛祖了。你居然还怀疑本王？你和齐王他们到底还有什么阴谋？没有，这件事儿与旁人都没关系，是我让他们两个跟我一起来这里的，显得没那么引人注目。我哪知道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我早就没有害他的念头了。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七七若是没事，这笔账我们日后再算。若是他出事，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你这说的什么话？我真的没有害过陶七七，本王才不屑于找帮手。是本王做的，本王一定会承认。但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本王所为。你们两个别吵了。七七，陶七七，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已经让林烨去将艾洪文带来了。还好，我现在没什么感觉。你们两个吵什么？哼，这还不是因为南宫景要冤枉我害你？
难道不是吗？你来的前2天，不是一直憋着想害我吗？陶七七，你说话要凭良心，我后来还害过你吗？没有，南宫瑾，不关他的事情，在天梯发生的事和佛寺中的事情都和他没关系。他要是能找到这么厉害的人替他动手，也不至于自己被困在八卦阵中。这才像人话。不对，我发现陶七七你就是向着南宫瑾变着法的损我是吧？哎，我刚才想说，都这么晚了，你们2个怎么不点灯啊？什么都看不见，弄得房里一片漆黑的。一瞬间，房中静下来，瑞王转身看着陶七七，这才注意到他双眼无神，弯腰伸手在陶七七的眼前晃了晃，被南宫瑾伸手打开。他，瑞王想说什么，却被南宫瑾的一个眼神瞪回去。怎么了？我的头还是有点疼，我怎么没觉得我昏过去好久了吗？陶七七，南宫从寒，好，我不说，我先出去，你们2个慢慢聊。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我本来也不想瞒着你，但你要答应我，听了之后不要激动。南宫瑾，你今天怎么了？难道被打傻了？现在不是晚上。你别逗我了，现在房间里一片漆黑，不是晚上，难道是晌午啊？是，现在是晌午，现在房间中很亮，是白天。我看不见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你别冲动，应该是受到内力的冲击，只是暂时看不到。本王已经让林烨去将艾魂文带过来，你不会有事的。没事儿，我这也算是破了独孤道的蛊毒，虽然付出的代价是眼睛看不见，不过总比要当傀儡要好。这次怪本王，如果不带你来，你就不会有事了。怪你做什么？要是我不来，你都不一定能走得出八卦阵。陶七七伸手摸着南宫瑾的衣袖，顺而摸上南宫瑾的脸颊。听说盲人摸象可以在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准确地认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还从来不知道你的脸颊这么软呢。陶七七，你给本王得寸进尺是吗？南宫瑾抓住陶七七的手，将她一拽，拽得她向前靠过去，脸颊离得她自己的唇边极近。南宫瑾，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你在想什么坏主意呢？身上有伤就躺着，看不见就别给本王惹事。我哪有惹事？再说，我还不是为了救王爷你才看不见的。你刚才又说与本王没关系。那你还真的一点都不愧疚啊！好歹我还救了你呢。艾魂文的本事你是知道的，能让你看见也是时间的问题。若是你真的这辈子都看不见，本王养着你就是了。啊？真被你养一辈子，还不养废了？你还真打算让我瞎一辈子吗？瞎一辈子也没什么不好，起码不会出去给本王惹是生非。那我还不是要被你欺负死啊？不行，我还是要好好的配合艾御医，让我早日重见光明。王妃的眼睛看不见，与王妃所受的伤没有关系。王妃，可还记得在此之前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记得，
爱玉可知道蛊毒？蛊毒？王爷，还需要您出去避避，下官要单独替王妃过血脉。放心，我就在外面。好，说吧，我能承受住。我知道蛊毒难解，爱玉一，你尽管试试吧。王妃是何时知道自己中了蛊毒？我把手伸进佛龛中时，被那个东西咬到，但是没有看见那东西的样子。被咬过后，手上开始有一点点的刺痛，而且没有伤口。在对方晃动风铃的时候，我的身体会不受控制的下坠，意识会混沌不清。我听他说，只要我听到3次风铃的声音，就会变成他的傀儡，所以我赌了一把。哦，王妃身上的伤就是由此而来。是，有人曾经告诉过我，蛊毒会在人濒死的时候作用降为最低。今日袭击我们的那个人，应该也算到我会走这一步。他是故意让我的眼睛看不见的。艾红文将银针拿出，扎在陶七七的手腕处。下官见过许多奇难杂症，像王妃这样受此一击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是这蛊毒使得王妃您见不得光明，但我现在即使能将蛊毒引出，也不能贸然而行啊。我知道，蛊虫一旦进入到寄生的人体内，要么共生，要么共死。如果强行将其引出，所被寄生的人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以我现在的状况，将它引出，我活不活得成都是个问题。3针下去，艾红文见陶七七额头上已经出现了细汗，将拿起的银针放下。是，王妃您说的全对。还有一件事，我想我不说，王妃应该也是知道的吧？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你身中的这种蛊毒一天不解，你的身体便会慢慢衰败，到时候不只是会看不见，你的内力也会被蛊虫慢慢吞噬。若是解不了，可能你最后的时日只能缠绵病榻了。若是真到了那个地步，我希望艾雨怡可以帮帮我。什么？我陶七七生来就是个骄傲的人，我从来不向任何人低头，也不想屈服于一个蛊毒。若是有一天，还希望艾雨怡能早些让我做个了结。我实在是不明白，世人有机会都想活下去，王妃难道真的舍得放弃？还有，这事儿不要告诉南宫瑾，我不需要他的愧疚。王妃放心，下官一定会倾尽毕生所学，清除王妃身上的蛊毒。哎呀，你好像比我还要伤感，不过是再死一回罢了。啊，王妃，您说什么？没什么，本王妃只要你记住，我们今日说的这些，你都不要告诉南宫瑾，你只当我是重伤，才无法恢复，能瞒多久就瞒多久。臣明白。你们两个来做什么？当然是听说七七受伤，过来看看他呀。王爷，你带七七去佛寺都无法保证她的安全，以后就请你不要带七七去那种会发生意外的地方。别挡路。哎，我听人传信回来，说七七伤得很重，她到底怎么样了？哎，王妃身上的伤倒是不打紧，只是眼睛，暂时应该看不见了。爱羽一说，每天都会来府中替王妃诊治。蓝君言和安陵怀疑都没有想到这次会如此的严重，两人一瞬间脸色都不太好。
已经进了王府，你还打算装睡到什么时候？啊，都到王府中了呀，你怎么没叫醒我？看你装睡中的起心，就没打扰你。这几日艾红文会日日来府中帮你疗伤。知道了。别就只是知道，然后又不照做。我是那样的人吗？是，所以我会让林月看着你。我知道了，王爷，谢谢王爷。不必客气，你不输本王爷受的气。陶七七听到这里，只想摸起床上的枕头扔向南宫瑾。还好这个男人没有再说什么，嘱咐了几个丫鬟一声便出去了。王妃，王爷这是逗您呢，我可从没见过王爷这一面。现在你看到了，他现在惯会用话气我，真讨厌。王爷是逗您，您现在看不见，都不知道王爷的表情有多紧张。哼，得了吧，我才不想看呢。王妃饿了吧？我让他们准备些您爱吃的，如何？好啊，让他们做吧，最好快一些，我饿了。哎，奴婢这就去。王爷，属下查出这个独孤道原本在江湖上声名狼藉，只是易容术了得，但最近几个月他用一些古怪的招数，在短时间内赢了不少门派，现在已经在江湖上自立门派了，叫做墨莲教。可查到的背后还有何人？再深入的消息，属下暂时还没有得到消息。不过属下倒是查出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墨莲教中也有人在找王爷要找的名单。朝廷与他们江湖门派本无牵扯，他们也要找到这份名单，说明他们中有朝廷的眼线。独孤道一事，若是本王用朝廷的身份介入调查，一定会引得江湖上的门派对朝廷不满。他应当是算计到此事对王爷的牵制，才敢如此的大胆行事。如果不然，属下愿将独孤道绑回来。此人一见狡诈，你不必与之交锋。你继续查这件事，不要打草惊蛇。是，属下明白。七七，安君言，你可真够胆子大呀，居然还跑到我的寝殿里来。你是不是真觉得南宫瑾不会把你怎么样？我这次来呢，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安陵怀疑知道你在佛山寺那边受了伤，现在已经派人去江湖上找那个叫独孤道的麻烦了。他这么快就查到伤我的人是谁了？那几个小和尚的嘴也太不严了吧。你也怪不得他们，你都没看见那天王爷将你带进府中时，安陵怀疑那眼神都要吃人了。我确实看不见，哼，这个小胖子什么时候还学会吃人了？你帮我告诉怀疑，此时他就不要插手了。如果被那些江湖人借此为由，说朝廷故意打压他们，那就解释不清了。我也是这样觉得。近年来，朝廷与江湖门派也只是面和，其实内里暗云涌动。这件事情若成了导火索，那朝廷和江湖上的人都一定很难收场。我就是这样，所以之前和南宫瑾说过，他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没有大肆追捕，探寻独孤道的踪影。这个人阴险狡诈，小心对付他不成，反而对我们不利。我先回去告诉安陵大将一声，就说见了你一面，是你告诉他的。我在这里也不便久留，你没事，我也能放心了。要走就快走吧。七七，你这样子还真像利用完就把人甩在一边的无情女子啊。无情个！陶七七想说，
无情个屁呀！还不赶紧走，等我留你在这用午膳。也行。滚蛋！陶七七用完午膳，深深的呼吸了几口气，陶七七隐隐觉得有些困意，合眼睡了过去。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是感觉有人拂过他的鬓发，飞快的反应，抬起胳膊挡住，闻到淡淡的冷香味儿，把手松开。南宫姐，你是不是有病？进来都不出声音的吗？哎，你知不知道，我刚才要是一用力，你的小命就不保了。命还在，多谢王妃关心。你少来！南宫瑾抬手揽住陶七七的腰，将人顺势往下一压。陶七七的唇瓣擦着南宫瑾的脸颊而过。南宫瑾，你赶紧松开我！你不是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看人有些恼了，南宫瑾才将陶七七放开，把她扶了起来。明日启程，我回来看看你。哼，说的可真好听。你放着去查案也不带我，还来跟我说什么？你这样子，你让我查案如何带着你啊？我就只顾着怕你出事，哪有心思查案子？你没事吧？怎么今天突然说这样的话？房中没有点灯，南宫瑾看着陶七七被月光照耀着的脸颊，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如此关心陶七七，他受到一点伤就能让他心惊肉跳。南宫瑾抬手捏住陶七七的脸颊，说：难道不是因为你太能惹祸了吗？疼，你就不能轻一点捏？陶七七从一开始让他放手，已经变成了让人轻一点捏。南宫瑾听到后，淡淡的挑了下眉毛，松开手。下次轻点儿。没有下次，还下次呢？你这么大个王爷，就知道欺负我。两人闹过之后，陶七七问南宫瑾：你真的打算只身前去那个地方？陛下怎么跟你说的？只是说此地的地方官已经管不了此事，本来这事儿要交给瑞王，因为之前的那件事儿，父皇就将此事交给我去办。啊，还因为一件事儿。还因为什么事啊？三公主如今也在那个县城中，父皇应该也是怕她出事儿。什么？那现在三公主她……没事儿，陛下已经安排人去保护三公主了，有当地的太守在，不会出什么大事。对了，三公主的行踪她应该最清楚，那个地方发生这种事情，瑞王不可能不知道，他不可能不去吧？他已经借着我的名义往那边去了。啊？你怎么不拦着点儿？瑞王的胆子未免太大了些吧？我为什么要拦着他？那地方的太守分不出你和瑞王两个人吗？要是一旦被发现，上报给陛下，你们两个肯定都要被责罚的。他要装作是我赶去跟他妹妹见面，可以先帮我探一探这其中的虚实，所以我才没让人拦住他。只要这案子能破，父皇不会介意我们的动作。哎呀，我看啊，你本来就是想利用瑞王，先帮你探探虚实吧。是，父王没逼他，是他自己偷偷前去，我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我觉得最初三公主不是要被送到这个地方去，怎么会辗转去到那里？父皇还是心疼他，没人让他去那受苦的地方。那个地方风景宜人，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你不会真以为父皇会罚他吧？我可没以为，我当时在御书房就看出陛下不乐意那样罚三公主的，还不是你不怕得罪陛下的，硬是要陛下责罚。这件事儿
有我在，也不需要你管。你呢，就给本王在王府中好好待着就行了。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不行。艾玉一说了，我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眼睛看不见，又不碍着我出去，你就整天把我憋在府中，你要闷死我呀！你可以出去，但是不可以跟我去那个地方。唉，陶七七发出一声哀叹，向后面的床榻倒过去。南宫瑾眼疾手快的将手掌垫在陶七七的后脑勺，陶七七被南宫瑾推起来。你至于吗？至于。从上次见到三公主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也想看看她现在如何了，而且说不定我去了还能帮上你的忙呢。明天去了，一切听我的，你能做到吗？放心，我肯定听你的。我又看不见，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当然要跟着你了。你晚上早点歇下，本王先去书房一趟。好，王爷，你也早点休息啊。王爷，我刚才去书房找你，听林烨说你不在，原来是在王妃这里。找我什么事啊？听说要去镇远一段时间，能带上紫嫣吗？本王是去那里办案，不是游山玩水，没办法带上你。我知道大概王爷不会答应我，我只是想去看看那里的景色。我爹曾经说过要带我去看看镇远县的景色，看来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那里最近很危险，我不放心带你去。紫嫣，不要胡闹。我不想给王爷添麻烦，我今晚有些失言了。我就是太想我爹，对不起王爷。紫嫣，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本王刚才一时着急，对你的语气重了些。王爷，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回府之前时，王爷你不知道我有多煎熬。我知道我不该有非分之想，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南宫瑾抬着手臂，没有碰到白子嫣的身体，被白子嫣这样抱着，她的身体僵硬着，却又不能生生的将人推开。你明日跟着我去就是了，别哭了。两个人这边的互动全都被乌元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便跟陶七七绘声绘色的形容着，果然啊，这个男人不是不会哄人，是只会哄他的心上人罢了。哦，才不是呢，王妃，你刚才都没看见，他扑进王爷怀里，王爷都没有抱他，刚才分明就是想让他快点松手，没办法才答应了他什么。我也看见了，刚开始王爷的表情还有些不耐烦，不知白子嫣说了什么，才让王爷拉住他，是他自己扑进王爷怀里，王爷两只手都没碰他。简直要被你们两个笑死了，好像是特意偷窥王爷的行踪似的。那我们可没有，谁让他们在咱们芳华殿外不远处来着？哼，我和桃园就是随便看看。行了，这事儿我知道便算了。南宫瑾和白子嫣之间的事情，我本来就不想去管的。你们俩也不要挖空心思的安慰我。我知道你们两个小丫头又在想什么，我没事的。正好现在本王妃什么都看不见，本王妃也就眼不见为净。还有啊，你们两个让林月准备准备，明日跟着王爷去镇远。是，奴婢这就去。王妃不知道我们几时出发吗？是不是王妃忘记答应王爷要出府的事情了？你去马车上吧，我在这里等着七七。
没事，我陪王爷一起在外面等着。小心！哼，意外，我没事的。你能慢一点吗？步子非要迈得这样大。哎，你小点声行不行？还嫌我不够丢人吗？我扶着你上马车。哦，白子嫣在看旁边，看着南宫瑾将陶七七扶上马车，都没有回头看他一眼。你刚才可看见王爷对陶七七的样子？他分明喜欢上了陶七七，现在的心思全然不在我这里，我这几年的忍让全都白费了。也不知道这个陶七七是用了什么本事，让王爷会弃小姐你不顾。哼，还有什么本事？不过是替王爷挨了一掌，现在又看不见了。王爷一定是可怜他。一定是这样的，小姐。陶七七现在瞎了，王爷肯定也不能不顾她这样的情分。陶七七既然能为王爷做到这个份上，背地里肯定找王爷哭诉。王爷被他弄得没了办法，这才对他照看3分。这次我要跟着去，下次我也要跟着。只要他陶七七在，我就跟在王爷身边，让他没有跟王爷独处的机会。不是说这次去的地方有些危险吗？要是陶七七在这种地方出了什么事，也没办法，不是吗？小姐，奴婢说的对吗？他眼睛看不见，一定会跟在王爷身边的，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这件事不如交给奴婢。小姐，王爷最心疼你，一定不会让你有事。到时候小姐只要装作出去，王爷必然回来找您。陶七七就交给奴婢。哼，好，就按照你说的做。这次的事若是成了，你家小姐我一定不会亏待你。小姐就放心吧，奴婢会办好的。啊，你怎么不叫我，就让我这样睡着？睡得像猪一样，我叫得醒你吗？南宫瑾，你才像猪呢，我懒得理你了，你的嘴里就对我没有一句好话。陶七七转身摸索着要到另一边去，南宫瑾抬手将人扯回来。懂你的，看你睡着没喊你，想让你睡得舒服一些。哼，现在几时？走到哪里了？已经过了5时了，到京都外5里了，傍晚应该能到。太守刚才派来接应的人说，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又死了一个人，是同样的手法。让他们将人留下来吗？我让林烨告诉那人，那个死人要留下。魏王、玉王妃，里面请。陶七七，南宫，南宫从寒，你们来了。你没有去看三公主吗？还有啊，你怎么会在府衙里？还不是因为这个太守一定要将我留下来看案卷、看尸体。我想看我妹妹，才不想看到什么尸体。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也见不到我妹妹了。哎，明天再说吧。看着两人越凑越近，南宫瑾垂在身侧的手越握越紧，打断了两人的话。不是说要带我们去看尸体吗？现在便去吧。王爷不必着急，大家赶了半天的路，都应该饿了。咱们吃完饭再去吧。要不然，看完了可就连饭都要吃不下了。说的是，我们先用膳吧，之后再去看那些东西。唉，既然王爷都这样说了，那还是听王爷的话吧。南宫瑾心中的火又被煽旺了几分，天知道他现在多想过去把陶七七拉走，最后也只能是勉强忍住。
下官已经给2位王爷和底下的人准备好了住的地方，这几日便委屈王爷暂住在下官这里吧。下官这府衙中住的不是很好，还望王爷不要介意啊。誉王和誉王妃同住一间，属下也将瑞王您和您的家眷安排在一起，其他人下官也安排了客栈，等会儿我便让府衙中的下人带他们去。听到要跟瑞王一间房，陶七七要站起来，被瑞王扯住了衣袖。大局为重。好，我忍了。南宫瑾的脸色更是冷得要结冰，看着那太守却是不太会看眼色的样子。我们镇远这里的景色那也是远近闻名啊。誉王也可以明日傍晚带着王妃去看看景色啊。我们是来查案的，不是出来游玩的。是，王爷说的对，下官刚才是说错话了。2位王爷请吧，尝尝我们镇远的特色吃食。南宫瑾坐在陶七七左边，看了眼瑞王，拿起筷子给陶七七夹了块嫩豆腐，说了一句吃。吃到一半，瑞王才想起来陶七七看不见，他伸出筷子夹了一个大鸡腿放在陶七七的盘中。多吃点儿，补补身体。谢谢啊。太守看着左右两边都给陶七七夹菜，眼睛偷偷来回看了几遍，扬声说道：王妃怎么在府衙中还戴着围帽啊？摘下来便是啊。需要你教吗？乐意戴着，你有意见？左右夹攻，弄得太守是哑口无言，硬着头皮顶着南宫瑾刺骨的视线，只能闭上嘴老实的吃饭。太守大人不好了！刚才几个出海打鱼的渔夫在海上发现了一具死尸，和之前死状是一样的。王爷，我们要走得快些，追上他们吗？不必。不过，王爷，今晚要是王妃和瑞王一个房间，是不是传出去不太好？看南宫瑾没说话，白子嫣还想再说什么，南宫瑾已经向前去追上了陶七七两人。南宫瑾，你过来做什么？你想露馅儿啊？露就露。南宫从寒，你给本王把手松开。哎，你别弄得我好像想占陶七七便宜似的，行吗？你看看你那张脸上满脸写着我吃醋了，你让后边跟着那个草包太守怎么想？皇兄抢皇帝的王妃？你说什么？这就开始窝里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少说两句？南宫瑾，这可是你一开始说要演戏的，现在翻脸的也是你，为了大局，你就不能忍一下吗？你跟他走得太近，本王忍不了了。我要是自己走，那个太守一定会看出来我看不见，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就是啊，誉王，你什么时候这么沉不住气了？我帮你扶着陶七七，你到后面去吧。你敢？太守在后面看着前面三人的动作，他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那神情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皇家秘闻似的，斜愣着眼神去看旁边的白子嫣。果然看见白子嫣盯着前面的眼神恨意满满。王爷，有什么需要下官帮忙的地方吗？滚开！滚！是，下官不碍您的眼。你们两个这不是挺有默契的吗？谁要跟他有默契啊？
谁要跟他有默契啊？行了，刚刚那个太守应该是怀疑了什么，你也不要太明显了，小人很难惹的。本王知道。知道你还过来？哼！你要是还想见三公主，就给我闭嘴！瑞王只好讪讪的不再说话。太守，几位大人，这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哦，是他们先在湖里发现的。据他们所说，他们发现的时候，那片湖水已经被尸体染红。还有一个大胆的匠人用钩子勾上船，带上岸才报到官。这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回禀大人，据小人刚才检查，尸体如同前几次死状一样，大腿处的皮肉已经几乎被咬尽，单单只剩2条骨头，腹部的咬痕、撕扯痕迹也明显，牙齿尖利的像是被猛兽所致。大人你也知道，镇远没有猛兽，所以……誉王，您还要再看看吗？要不我让人将尸体抬下去，咱们先回府衙吧。誉王，还不赶紧蹲下来帮忙看看？你站在一边，好像没你的事情一样。本王这么大一个王爷，要陪你们蹲在这里查案，像什么样子啊？你干什么，陶七七？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就是腿软，没有蹲住。你怎么也没蹲住啊？你们2个快看，脖子上有伤。啊，看不见，你说就行了。不像是那个仵作说的，脖梗上的伤不像是尖牙咬出来的，像是被人咬的。这具尸体，让仵作他们带回府衙吧。明日再看看今日上午死的那人的尸体，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王爷看得差不多了。将尸体抬回去吧，明日我们再看。下官这就让人抬回去，先送您回府衙。陶七七，你还真打算跟着南宫从汉过去吗？对呀，让他住在外间就是了，不然我睡哪里？你跟白子嫣一个屋子，难不成我们3个人一起睡？确实要3个人一起睡，不过不是跟紫嫣，是我们3个。你口味够重的啊，南宫瑾，真是没想到。陶七七嘴上不饶人，后果就是被南宫瑾拉进屋中，被拎到床上去。陶七七彻底怂了。瑞王还在后面跟着呢，你别动手啊，我警告你。现在觉得害怕了，刚才不是牙尖嘴利的很吗？我就是随便说说。你还不赶紧滚过去，把门关上。凭什么？这是本王的屋子，要出去也是你出去。我错了，行吧？你们2个好好在屋子里歇着，我出去，我去门口待着。没想到南宫瑾突然来了一句，让陶七七好好歇着，他出去。瑞王也瞥了一眼南宫瑾，到软榻的另一边坐下。南宫瑾，你怎么想的？将你府中的2个女人都带过来，你是过来查案呢，还是过来游山玩水了？用不着你管，先管好你妹妹吧。行，算本王多嘴。正好你们2个去查看尸体，我去找我妹妹。你现在是誉王，当然要跟着南宫瑾一起去查案。我先替你去看看3公主吧。不行，我昨天就没看见我妹妹。是你要换身份的吧？要演戏就要演到底。瑞王现在的心情就如同南宫瑾昨天的心情，感觉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要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等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你带着凌月一个人小心一些。知道了，我先走了。南宫夏，你不进去帮忙，坐在外面做什么？也不知道爹爹收留你干什么，一点用都没有。你怎么说话的？我们公主次次让着你就算了，凭什么还要看你的脸色？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本小姐？不过就是个被罚做庶民的，在这里给本小姐摆什么谱？方冷河，本公主已经处处忍让，你不要欺人太甚。怎么？这里是我们镇远，难不成你还想回去跟皇上告状吗？你还有机会回去吗？跟我这儿摆什么谱？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住在谁的府上？你还真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公主千金大小姐呢？等等，本小姐还没说完你就想走？你还想说什么？方冷河，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本公主怕你，本公主只是不想惹事而已。你还真以为本小姐不敢对你怎么样是吧？今儿个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里是谁做主。谁呀？好疼啊！陶七七，三公主，许久不见，你怎么变得如此重？你还说我陶七七？你还真就不来看我，这么长时间才过来找我。早知道我六哥这么狠心，将我送到这个地方来，我一定不鬼迷心窍。你带着这个玩意儿做什么？生怕我认不出来你不成？好了，剩下的我们回去慢慢说，先解决你的事情。哼，我说怎么胆子大了，原来是知道有人会帮你的忙。有人帮你又怎样？等着我爹爹出来要你们好看。你可知道你今日得罪的人是谁？你居然敢打我！哼，怎么还不服？你刚才不是还想打公主一巴掌吗？我打你又如何？小姐，哎呦，我的乖乖，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了？爹，三公主仗着自己的身份，叫来一些欺男霸女的地痞流氓来，想要将女儿打死啊！爹，你要为女儿做主啊，爹！哼，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收拾你！是他先找我的麻烦，我没有找人欺负他。哎呦，三公主，你平日里嚣张跋扈便算了，老夫就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可你怎么好找人来欺负我方某人的女儿啊？哼，我刚刚还在想，这位方小姐颠倒黑白的本事从哪里学来的？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个爱颠倒黑白的爹，从小耳濡目染的呗。你这女子说话怎么如此的不堪？我方某何时颠倒黑白了？哼，我们亲眼看到你的女儿想要打三公主巴掌，到她这里就变成三公主要欺负她了。你不但不查明真相，还偏帮着自己的女儿。我想你平日对自己的女儿也是如此的骄纵吧？你们太守说公主在这里很好，看来是敷衍本王妃的呀，是也不是？王妃饶命！太守大人说已经打点好，不会让三公主受委屈，奴婢绝不敢撒谎，请王妃明察。哼，明察？哼，
是要好好查查。你刚才可是看得清楚，这个方家小姐发起疯来，可是连本王妃都要一起打。刚才还装疯卖傻的颠倒黑白，你可要一字不落的回去报告给你们家太守。草民不知王妃远道而来，多有得罪。此事是老夫护你心切，没有将事情调查清楚，还请王妃原谅则个。老何，还不赶紧过来跟王妃道歉？对不起。哼，看来员外的女儿果然是缺少管教，就连道歉都没点诚意。你说什么你？你给我闭嘴！你还任性什么？还不赶紧给王妃道歉！一日之内连着挨了3巴掌，方冷河终是忍不住捂着脸颊跑回府中。是老夫没有管教好女儿，让王妃您见笑了。平日里啊，三公主和老夫的女儿小打小闹，老夫只拿他们闹着玩，没想到今日出了这档子事儿。当真是老夫管教不严。哼，是要好好管教管教，不然你家女儿再说出这里是你们说了算，如果说出这样掉脑袋的话，本王妃可帮不了你们。王妃千里迢迢来草民府中坐坐如何？走，前面带路吧。回去告诉太守，我们晚些回去。如果天黑之前我们还没有回去的话，告诉王爷，我们是来员外府的，让他来接我们。小丫鬟得了特赦，接连答应2声，转身就走了。夫人，今日府中，你个没心肝的，为了些个什么样的人，就要对你的宝贝女儿动手啊你？本来就让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住在咱们家里，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还要为他们打咱们的闺女，你说我是能活还是不能活了呀？这是京都来的。我呸！谁知道是不是京都来的？看他那个身段，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青楼女子呢。在这里装什么皇亲贵族？老娘才不吃这一套呢。这是方员外家的一条狗吗？从本王妃进来就听见他叫个不停，看来你们家这条看门狗不是很欢迎我啊。你个臭不要脸的小狐狸精，我看你什么是京都来的，就是想来勾引我们家老爷。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个小狐狸精长个什么样子。哎呦，娘，你没事吧？南宫问夏，你怎么能仗势欺人呢？谁仗势欺人？难道不是你一直在欺负我吗？每次明里暗里的挤兑我的，难道不是你吗？哎呦，小狐狸精，你让你身后的男人动手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老娘打一架呀！林月，退下。王妃，出来的时候王爷叮嘱过，千万可别闹出大事儿。您一会儿下手轻点。放心吧。哼，再装也是个花架子。你是服还是不服？哎呦，王妃饶了贱内一命。他是粗人，没有见过皇城中的人。山野村妇，您别跟他计较。今日啊，您也算替我教训过，就算了吧，王妃。哎呀，草民给您磕头了。你既然知道我是王妃，还敢如此胡言乱语，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将陛下放在眼里。一个草民的女儿，竟然敢如此欺负公主，
我看你真是觉得天高皇帝远，活腻了吧？王妃饶命！王妃饶命啊！是民妇不知好歹，是民妇不知好歹呀！是民妇有眼无珠，王妃饶命！饶命啊！我错了，王妃，我再也不敢了，求王妃饶了我们这次吧。你们给本王妃道什么歉？你们知道你们应该跟谁磕头吗？哎呦，三公主，饶了草民一家吧，草民以后肯定好好管教小女。三公主，民妇在这里给您磕头了，是民妇平日里太纵着自己女儿了，公主这些时日受的委屈都冲着民妇来，民妇绝无二话。切，本公主才懒得跟你们一般计较。七七，我们走吧。好了，我不想跟他们在这里纠缠。若是方员外在本王妃走后背后想使坏，就想一想自己会是什么下场。这草民怎么敢？怎么敢啊！扔下三个人这么跪着，陶七七带着三公主出了府。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只是暂时看不见了。那要多久才能看得见？不知道啊，艾御医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就先这样吧，反正也不妨碍我的。哎，之前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的就是跟你过不去。我其实也不是那么讨厌你，我就是讨厌我六哥身边那个白子嫣，加上你之前对我的态度，就连着你一块儿讨厌起来。其实我没想要把你送到将府酿成大错。哎呀，这件事情都过去了，我都不提了，你还提起来做什么？这次啊，我想着跟着来，也是想把你一起带回去。陛下这个气也该消了，不然也不会担心你的安全，让南宫瑾来这里查案。查案？妹妹，你有耳朵干什么？疼！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不要为难陶七七？你又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居然还想要害他。陶七七，说好的不告状呢，你说话不算话。坠王，我也没有告你的状啊。你还说没有？怎么？你现在还想当着我的面来威胁他？哎，没有，还有外人在，妹妹，你给我留点面子。我告诉你，再让我发现你要欺负七七试试，我肯定跟你翻脸。你什么时候跟陶七七关系这么好了？明明之前还要死要活的，现在好像成了朋友似的。你说什么？你也知道是之前，不准再提从前的事情。哎，你们两个今天查出什么了吗？那个太守果然可疑，死者身上有几处伤口是被人刻意做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野兽或者鬼怪撕咬的。而且南宫从还说他看到太守跟仵作鬼鬼祟祟的在说什么，我就更加怀疑这件事跟他们有关系。今天我去接三公主回来，发现啊，她所在的方员外家很有问题。我怀疑方员外的夫人以前或者现在就是山匪之众，太守还将公主安排在那里，说明他和方员外关系匪浅。岂有此理！他们胆子这么大，居然连公主都不放在眼里。你小点声，你是生怕外面没有人听墙角吗？
别丢人。哎呦，你们胆子可真够大的！如果这里的太守真的和匪徒勾结，并且这里的第一大财主方员外又和他们之间有道不明的关系，这样的铁三角在镇远难道还不是横着走？天高皇帝远的，还会怕你们不成？若真是他们三方勾结，我们只来这么几个人，根本就不够他们看的呀。那我们岂不是瓮中之鳖，等着别人来煮呢？倒也不用这样想，毕竟他们还不敢在明里动手，我们还有机会，对吧，南宫瑾？敌不动，我不动。去给太守大人上杯茶，今日我就让你在这儿看出好戏。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好戏啊？我让人抓了那个王妃，现在这个时辰应该已经快到了。哎，你真是疯了！你这样岂不是要坐实镇远山匪杀人的事情？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哎，太守大人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山鬼杀人还分王爷还是平民老百姓的？到时候啊，将那个王爷王妃往山上一扔，这镇远闹鬼一事不就更加瓷实了吗？太守大人放心吧，这事儿我们都干了不下过100遍了，早就轻车熟路了，出不了什么问题。大哥，我们回来了，人给你带过来了。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是誉王，这个是誉王妃。今晚我们去的时候正好碰上，一起抓过来了。哼，陶七七说的果然没错，你这个太守还真敢做出官匪勾结的事情。太守看见瑞王也是怂了一下，坐在旁边别过眼去，不敢再说话。誉王又怎么样？在老子这儿照砍不误。你敢？老子有什么不敢的？也就是说，镇远发生这么多人命案件，全都是你跟太守一手策划出来的。不愧是京都好风水养出来的王妃，样貌果然出众啊！大有我今天回心转意，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可以饶你不死。我知道你当着你相公王爷的面儿不好意思跟我，没关系，等我一会儿剁了他，你就不用怕他了。你还真是沉不住气，陛下派几个王爷一块儿前来，你觉得会不带着兵丁侍卫？你以为你们伪装的很好，其实错漏百出，还在这沾沾自喜。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不懂吗？作为一个诱饵，引你们上钩，查出你们整个山寨，所以一网打尽。早在我们来这里的第1天，就已经知道你这个太守有问题。之所以没有揭穿，是想要钓出你身后的这条大鱼。哼，果然，你和我所料的一样，很快就忍不住要找这个和你出谋划策的人见面了。这个人绝不能留下，他知道我们太多东西，还有功夫在身上。一旦他逃出去，我们的事迹败露，一个都别想活。还有一件事情，想必你也有兴趣知道吧？什么事儿？现在在这里的是瑞王，而没有被你抓过来的才是誉王。他在拖延时间，他要等外面的人进来救他，赶紧杀了他善后啊！吴有涛，你以为你在心中的算盘
本王妃不清楚吗？你现在是不是想着自己要怎么脱身才好？如果我们一行人被他杀了，你出去就会告诉誉王，我们是在山中遇险，带兵来剿匪的，是吧？哎，你别听他乱说啊，他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赶紧把他杀了，我们里应外合才好对付外面那个王爷。好。就见那个太守被黄三太从上到下用刀来了个大斜叉，死尸躺在地上，嘴里还吐着血，睁着眼睛，死不瞑目。我承认你有些小聪明，知道利用我和吴有涛长久以来的矛盾，让我杀了他。不过没关系，我早就想杀了他。他唯唯诺诺，做朝廷的走狗，还不如我一个人杀得痛快。我该说你们蠢呢，还是说你们傻呀？你以为你今天还能出得了我这个寨门吗？我在这里等我。七七，你没事吧？你哪里受伤？快让我看看。没事，那不是我的血，你们别这么紧张。谢谢你了，小胖子。我那个时候让人给你送信，还麻烦你带人过来。王妃身上有伤，不能在外久留，本王要带她离开，你们收拾一下吧。轻点儿。就是这样才好让你知道，还敢让自己受伤吗？你的眼睛已经这样了，还要逞能？你是真要气死本王吗？错了，我错了。我这不是想要唬一下那个黄三太，给你们拖延时间来救我们吗？明日我们就回京去禀报父皇，这件事太大，将黄三太等人带回去，让父皇定夺。还有几个时辰就天亮了，你先歇着，有事喊我。怎么啦？你也去睡一会儿吧，明日你还要跟我们一块儿回京都呢。陶七七，我不想回宫去。上来说吧。三公主眨了眨眼睛，就是快速的将鞋子脱下，上了床榻。你说说吧，你怎么不想回宫呢？其实我知道我父皇一直以来最宠我，宫中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就当是我母妃也都带着算计。我知道我父皇为什么要让我和安陵怀义成婚，是要借着我这个公主的身份，让安陵怀义一心只为他。那我算什么？不过是个父皇用来巩固人心的器物罢了。我想要找一个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其实我们一样，当初我嫁给王爷，王爷也不喜欢我，不过也是皇上赐婚，他也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也闹了这么多年，别扭过很长时间。我也觉得这样生活下去特别累，而且我现在并不喜欢他。可是你现在跟我六皇兄之间的关系明明就很好，他现在多紧张你啊！我以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么紧张过别的女人，那个白子嫣也没让我六皇兄这样紧张过。可能最近接触的多了，有好些事情两个人说开就没有那么多别扭了。你就好了，现在跟我六皇兄多好呀！南宫问下，你不就寝，不要打扰七七，他手上还有伤，明日马车颠簸，他睡不好。哦，知道啦。你看吧，我六皇兄现在心眼里全都是你。哼！好了，赶紧睡吧，明日还要坐马车回去，一路颠簸的，你肯定也睡不成。吃点东西啊，早餐没用，一会儿该难受了。陶七七张嘴咬下半块糕点，靠在南宫瑾的怀里。
受伤了还有王爷喂饭，我这待遇未免也太好了吧。下次再把自己弄到受伤，我就让艾洪文给你上最疼的药膏。无毒不丈夫，我可真惨。突然马车停了下来，陶七七被晃了下，南宫瑾将人揽住，皱眉说道：外面怎么回事啊？王爷，是白子嫣姑娘想上马车来，将马车拦住了。让她上来。说完自己挪到一边，我先吃点东西，你们两个慢慢聊。王爷不会怪紫嫣吧？我一个人坐在后面的马车上，着实有些害怕，就想着跟王妃挤挤。南宫瑾的眼神还落在一边靠着的陶七七身上，难道陶七七真的不在乎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非常生气，气陶七七如此不在乎自己。南宫瑾伸手扯过白子嫣的衣袖，让人跌进自己的怀中。白子嫣一声惊呼，跌坐在南宫瑾的怀中，娇媚地搂住南宫瑾的脖颈。幸好王爷你抱住了紫嫣。陶七七靠在马车的另一边，听到那两个人的动作，默默地在心里画圈圈。狗男人南宫瑾啊，刚才还细声细语地对自己说好话呢。看吧，现在白子嫣上马车就原形毕露了，果然还是喜欢绿茶的，还说什么不喜欢。他出事了，还不是第一个去救他。在心底骂了南宫瑾100遍，陶七七靠着晃悠的马车睡过去。南宫瑾本是想让陶七七对他的行为有一点反应的，哪怕是生气也行啊。没想到人竟然就这么靠着马车边睡着了。松开手，南宫瑾将怀中的人放在一边，自己走到陶七七的身边，抬手护住陶七七的头，将人揽在怀中，看着她微颤的睫毛，移开视线。白子嫣看南宫瑾又将自己扔到一边，出声说道：王爷，我……嘘。白子嫣被南宫瑾的眼神吓到，只好一个人坐在马车的另一边。你怎么不在那边陪着白子嫣？过来给我当什么枕头啊？他回后面马车了。怎么，我在这里妨碍到你们两个了？王爷，你生气了？南宫瑾忽然发现陶七七不像从前那样针对白子嫣，以后也不像从前那样想方设法的吸引自己的视线了。到现在他才发现陶七七实在变得太多了，以至于他在陶七七的身上已经找不回曾经那个令他十分厌恶的女子的影子。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你盯着我做什么？没什么。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看？哼，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七七，你好好养伤，过几日镇远的事情处理好，我再来看你。三公主还有镇远的事儿，本王还要回宫复命，你在府中好好歇歇。那你早点回来。陶七七搭着桃园的手转身回府。每次七七和誉王在一起都会受伤，看来誉王是真的保护不了他呀。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本王和七七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操心。不若王爷早些放手如何？本王不与你一般计较，也是看在七七的面子上。你当真觉得本王对你多番忍让是为了什么？哼，王爷有良妾在身旁，自然顾不上七七。我说的这话难道不对吗？老六，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前段时间朕听说你的王妃眼睛因为你受伤看不见了。是。
有件事梁妃之前跟朕说过，朕一直没有问过你的意见。这次趁此机会，朕倒想好好和你聊聊。父皇还请告知儿臣是何时？你与七七成婚也有3年之久，一直没有好消息传来，你母妃也十分着急。父皇也想抱上皇孙，侯府小姐蒋丹秋很不错，我和你母妃都很喜欢。朕准备给你寻个良辰吉日，赐婚，给你做侧妃吧。父皇，此事还是要三思，儿臣现在不想娶侧妃的事。父皇，此事还是要三思，儿臣现在不想娶侧妃的事。怎么，你现在还想着家中那个你藏着的女子，想要她做你的侧妃？父皇误会了，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儿臣的意思是，儿臣身边只需要一个王妃足矣。哦，你是真的对陶七七动了情？你娶侧妃，怕她难过不成？是，还望父皇收回成命。朕最倚重于你，自然事事都希望你好。老二那暴躁的脾气，你也是见识过的。朕也不能放过多的心思在他身上，你明白吗？儿臣明白。明白便好。过几日，朕便拟旨，将你和侯府女儿的婚约定下来。你先起来吧。是。王爷这是怎么了？突然叫我到书房来。陶七七的情况如何？之前的伤已经好了，只是眼睛暂时还不能恢复，贸然用药可能会出现别的臣无法预料的情况，而且蛊毒只能用蛊来解，臣暂时还没有找到解药。这次叫你到书房，也不单单只是为了陶七七的事情。父皇说要赐婚我与侯府蒋丹秋。啊，侯府小姐要做你侧妃？可这事儿你跟王妃说过了吗？我从宫里出来，第一个见的人是你，我怎么跟他说？这王爷认为该当如何呀？我要是有办法，还用将你叫来书房中啊？王爷可是因为无法跟王妃开口在烦恼，是怕王妃因此事伤心？本王在府中再养一个人没什么所谓，只是我才和陶七七关系缓和，本王也费了不少的力气啊。我一开始娶她是有目的的。王妃现在已经接受王爷您了，就算之前王爷你是装的关心也好，但现在的结果不就是王爷您想要的吗？这王爷3妻4妾倒是平常的事儿，臣觉得王妃不会不同意的。知道王爷是嘴硬心软，明明喜欢陶七七，还固执的要命。艾弘文便说重话刺激他，他不介意帮着两人促一下感情，不过他可不知道，自己这好心却办了坏事儿。南宫瑾啊，南宫瑾，你费心费力的谋划这些事情，可当真是为难你了。门外的陶七七听到这儿，抬手捂着嘴，让自己尽量不要发出声音，赶紧逃离了书房。王妃，你怎么了？王妃，王妃！书房中还不知道出事的南宫瑾看向艾弘文，冷着脸。我一开始娶她是有目的的，但后来本王对她的关心都是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你刚才还不承认？你就承认吧，你是对陶七七动了情，怕她因为你娶侧妃一事伤心。王爷，爱羽意，王妃刚才吐血晕过去了。什么？这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脉搏紊乱。你们王妃刚才见了什么人？没有啊，
王妃刚才没有。王妃说要去书房见王爷，回来便这样了。大抵是他在外面听见自己和爱红人的谈话，误会了什么。南宫瑾坐在床榻边，握住陶七七有些冰凉的手掌，开始懊悔他刚才说过的话。南宫瑾，你放开！七七，你听见我在书房中说的话了吗？听见又如何？我可以解释。不需要你解释。南宫瑾啊，你不会真以为我有那么在乎你吧？你不要自作多情了，清醒一点吧。你说什么？你不用怕，我不会跟我爹告状的。你也不用再故作深情来讨好我，你要娶几个侧妃，我都无所谓的。从一开始的厌恶，到现在的关心，南宫瑾，你到底有几分是真心？你当真一点都不信我吗？信你？你要我如何信你？为了你的权利，你什么都能利用，不是吗？你不相信本王对你的好，你觉得无所谓，又为何会吐血晕过去？你还是不对本王有情。那是因为我活该，我活该信了你的话，以后不会了。南宫瑾，我讨厌你，就算以后喜欢谁，也不会再喜欢你。王爷，请出去吧，我要歇息了。你既然不喜欢我，那我也没必要手下留情。南宫瑾，你还想做什么？就算是你我今世如何也罢，我都不会屈服于你。即便是不爱，你也要留在本王身边。南宫瑾，你有本事就放开我，你还是不是男人？今晚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本王是不是男人。衣衫半落，他颤抖了起来。怎么，害怕了？怕什么？我知道，是被狗咬了一口，看清这只狗的真面目而已。好，陶谢谢，你最好一直都这样嘴硬。眼前的黑暗就好像是他坠入了无底的深渊，原来心痛是这样的感觉。七七，别离开我。别做梦了。你是说，王爷回来后便和陶七七在芳华殿缠绵了一下午？奴婢也是听说，蒋丹就被皇帝赐婚嫁回来做侧妃，那我算什么？他陶七七还想跟王爷在一起做恩爱的夫妻，想都不要想。我不会让蒋丹秋做侧妃，也一定不会让陶七七好过。小姐，陶七七运气太好，每次都有人替她出头，她次次都没事儿。要对付她，一定要小心啊！我自有办法，就让他们两个去斗，我在中间看着他们两个斗得两败俱伤便好。陶谢谢，你是没看到本王吗？你是看不见还是脑子不好？你看不见我瞎吗？王爷刻意在这里等我，有事吗？陶谢谢，你能不能不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这样王爷就受不了了。可有想过我昨日对你苦苦哀求？王爷，你还是不要装出一副我伤你很深的样子。你这个样子，真让我觉得恶心。哼，向来洁身自好的蓝公子，是怎么还会来这样的地方？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你就别打趣我了。他向林月的方向看了一眼，林月领意。王妃，属下在外面守着。好。什么事情？
还要背着林月跟我说。其实你今天若是不来找我，这件事我原本也不打算跟你说，也不知道我今日在这里是对是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先说说你吧，你来这里找我做什么？是不是南宫景又对你如何了？我就知道他装几天深情又会跟白子嫣鬼混到一起，是他又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了。别乱说，他一直都是那样，是我没有看透。我还以为我不像从前那般，他也不会像从前那般，是我太傻了。七七，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有事一定要跟我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我是想说，如果我身上的蛊毒无法彻底清除，我应该没有多少时日了。什么？怎么会这样？艾雨依不是说你一切都好吗？南宫景知道这事吗？这是我让艾雨依没有告诉你们的。南宫景不知道，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之所以今日来找你，为的也是这件事情。若是我死了，总要有一个人替我照看我父亲。不会的，七七，我去帮你找蛊毒的解药，我不会就让你这么。不必担心我，你看，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南宫景怎会放你？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会突然之间跟我说这些？我想和他和离。既然你这样说，那有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什么事啊？你不是想问为何我会出现在凤来阁吗？是因为我得知前一段时间凤来阁有个跟你长相十分相像的花魁，我前几日见过他一面，竟然与你有8分相似。竟然有8分相似，那么像吗？你说要和离，我可以帮你将那花魁赎出去，做你的替身，让你金蝉脱壳。花魁也是人，将他赎出去，如果只为做我的替身，我替他不值。原来蓝公子没有骗我，我果真与姑娘有几分相似，却没有姑娘的倾城绝丽。你叫什么名字啊？叫我牡丹就好。这名字不配你。公子的这位姑娘真会说笑。我是问，你来这里之前叫什么名字？贱名顾清福。好听，将他赎出去吧，给他些银两，让他好好过日子。我若做姑娘的替身，定会做得天衣无缝。难道姑娘不愿吗？既然公子赎我出去，我就要对公子有用才行，不是吗？不必了，不要浪费你的大好年华。姑娘，可当真是个令人好奇的人。他当真去了烟花之地吗？是，王爷。王妃是去见了蓝君言、蓝公子。南宫景拍案而起，一忍再忍，亲身拿起佩剑，踏出了书房。陶七七，你好生逍遥快活，居然赶到这烟花之地，与别的男人相聚。王爷来做什么？哦，是来监视我有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是吗？跟我回去。我不回去，你弄疼我了。王爷这是要做什么？来兴师问罪的吗？她是本王的王妃，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我不管你跟七七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现在她不愿意，你就不能带她走。南宫锦，我要做什么，还用不着你来管。陶七七，你现在就是仗着本王一定不会对你如何，才敢如此放肆，是吗？王爷，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吧？没必要和他废话，我们还有事要谈，请王爷出去吧。陶七七，你最好不要后悔，本王一再容忍你，因为你不再像从前那般任性，
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装出来的而已。你我之间不过是彼此。王爷如今这作为，又当如何？王爷这是不敢对我呀，还是真不想对我如何呀？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就跟本王回去，本王不跟你计较这件事。我不回去，你还要让我再说几遍？陶七七身形微晃，呼吸急促起来，感觉到头痛慢慢席卷而来。蓝君言感觉到身侧人的不适，顺手将人扶住。七七，我扶你过去坐下。只听得一声，南宫瑾身侧的佩剑出鞘，架在蓝君言的脖颈处。松手！南宫瑾！啊，七七，我没事。你清醒了吗？王爷若是要对付我，就冲着我来，不要伤害我的朋友。如果日后王爷再动手，就不是这样轻易能解决的了。陶七七，记住你今日所说的话，从今往后，本王不会再管你。七七，七七，你千万别吓我。没事。你就是不想让南宫瑾看见你这样子，才用话激他走。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不把话说清楚呢？一直以来，都是我一厢情愿，他从来没有动过一点情，我又为什么要拿这一点让他愧疚，让他留在我身边？南宫瑾，你鬼鬼祟祟的到我寝殿来做什么？本王来王妃的寝殿有什么不妥吗？南宫瑾，你给我出去！陶七七，这几夜本王都会歇在你殿中，你让本王去哪儿啊？你不要在这胡言乱语！我告诉你，南宫瑾，你要么赶紧出去，要么我出去。陶七七，你别想太多。现在本王只要让你怀上本王的孩子，之后你这芳华殿，你请本王来，本王都不要再踏进一步。不要！如果他当真有了孩子，还不知道南宫瑾会怎么利用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呢。他不知道的是，南宫瑾只是想用孩子将陶七七留在他的身边，哪里都不想让陶七七去。强取豪夺的姿态，倒是让陶七七又种下了天大的误会。本王给你的，不要也得要。陶七七伸手抓住南宫瑾的手臂，转头狠狠地咬住男人的手腕，直到听见南宫瑾的闷哼声，才松开了嘴。喜欢咬，本王让你一会儿好好咬。南宫瑾，放开我！狗男人，你不是人！王妃，王爷在您这里吗？我们小姐病了，有些不舒服，想让王爷过去看看。王爷，白子妍不舒服，你还有心思留在我这里？他心里实在是生气呀。陶七七为什么一次次的推开他？他根本就不喜欢白子妍。南宫瑾生气的向里面看了一眼，甩袖离开。王爷，子妍，你怎么了？我好难受，我刚才见了父亲，我心口好难受。王爷，你能不能陪陪我，哪怕是一会儿也好。睡吧，我在这里守着你。白子妍缓缓躺在床榻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南宫瑾，嘴角弯弯地笑起来。还不睡啊？只是想多看看王爷，这样能睡得踏实些。我失去父亲，本来能得到王爷的照拂，已经是不敢想的。我怕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这些都不见了。南宫瑾的思绪早就回到了芳华殿，不知道现在陶七七有没有睡着。白子妍看出南宫瑾的心思不在他这里。王爷，我先睡了，
你要有事，别先回去吧。不爱，你睡吧。王妃，王爷只是罚您禁足，那些看人脸色的就已经给我们冷菜冷饭了。我一定找王爷说理去，看这是不是王爷吩咐下来的。啊，桃园，给什么便吃什么，不准去。王妃，你看这怎么吃嘛？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桃园，你现在已经这么没有规矩了吗？我说的话你也不听了？不是，奴婢不敢，奴婢只是替王妃不平。以后这样的话不必再说了。是，奴婢明白。白子嫣，你来我这芳华殿做什么？我是听你的丫鬟说的，王妃刚才吃了剩菜剩饭，我正好拿了些新鲜的吃食过来。王妃这样金贵的身子，怎么能吃那些东西呢？白子嫣，不用你在这里假好心，你心中再打什么算盘，我也不想去猜。带着你的东西离开芳华殿。王妃不必这样想我吧，若是王妃不吃我今日带来的吃食，这以后可就只能吃些残羹剩饭了。王爷现在不屑于你演戏，已经吩咐府中的人不必在意你的存在。我想王妃你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还不如趁现在我肯施舍于你，赶快接下。滚开！王妃，就算您是王妃，也不能这样不讲理吧？我们小姐心疼您，过来给您送些吃食，您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小姐？明明是你们家小姐先招了我们王妃，你们这么倒打一耙，我们王妃根本没有推她。明明就是王妃推的，我在旁边看得真真的。王妃要是有什么气，撒在我们做奴婢的身上也就罢了，为何要侮辱我们家小姐？刘芳住嘴！王妃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能这么跟王妃说话呢？小姐，你怎么还替王妃说话？她是故意将食盒打翻，将您推倒的。张嘴！是。这怎么回事？王爷，我没事，只是不小心吃食洒了。我和王妃姐姐在殿前说说话而已。不是这么简单吧？只是不小心，你至于让自己的丫鬟张嘴吗？乌元，走吧，进殿。本王说了让你回去了吗？本王说了让你回去了吗？陶七七没有搭理南宫瑾的声音，依旧转身向殿中走去。王爷，这件事真的与王妃没关系，王爷不要为难王妃。小姐，你都这样被王妃欺负了，还要替她隐瞒到什么时候？刘芳，是不是本小姐最近有些太宠着你了，任由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小姐，奴婢不敢说了。这一巴掌是我赏你的，也绝对不会跟你道歉。王妃，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你要如此针对我。我十分讨厌你，现在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没事吧？没事，不碍事。陶西西，你一次次的欺负白子言，是仗着你自己王妃的身份，在府中就可以如此的对她吗？你原来还是之前的样子，一点都没变，还真是让本王厌恶。哼，我什么时候不让王爷你厌恶了吗？哼，王爷想如何为白子言报这一巴掌的仇啊？干脆当面说了吧，别做那些背后一套君子小人的戏码。好，陶七喜，你今日无故伤我王府中人，本王给你两条路：跟子言道歉，这件事本王算你过去；另一条路，你在佛堂外面跪到你认错为止。王爷千万不可，王妃的身体还没恢复，不能这样跪下去啊！乌元，你起来。王妃，我选第二条路，不就是要我跪吗？我跪
跪多久我都跪。哼，让我给白子嫣道歉，想都不要想。王妃，你千万不要跟王爷置气，王爷只是气急了才会这样说的，对吧，王爷？本王说的话，从来都不会收回。顾源，扶我去佛殿。啊，王妃，还不过来！是。王爷，您要是担心王妃，就去看看吧。你现在知道本王担心她，刚才为什么不拦着本王？若是属下刚才说话，那王爷您也一定不会听属下的，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刚才属下没敢说话。你去，告诉他，只要他跟本王认个错，就让他回寝殿去。是，属下这便去。啊，王妃，王爷说只要您肯认个错，咱们就能回去了。哼，我有何错？你回去告诉王爷，让他别白费力气了。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林烨没办法，也只得回去复命。吩咐下去，他要是自己跪出病来，不准给他找大夫，他想跪就跪去吧。王爷，这要是王妃真的跪出病来，本王说不准请，你没听见吗？是，属下听见了。王妃，你不要再跪下去了，这样真的会出事，奴婢怕您出事啊！小傻妞，别在这里陪着我跪着了。你这跪下去，若是生病了该如何？那你也不能一直这样跪着呀。王爷，这外面已经下了一天的雪了，王妃还在外面跪着呢，不会出什么事吧？他会出什么事啊？这样下去，铁打的人都会出事的。王妃性子倔，您罚罚她便罢了。紫妍陪着你去看看她。他要是真受不了了，自会来求我，你不必替他求情。寒风凛冽，加之大雪纷飞，陶七七体内蛊毒迸发，她身形晃悠几下，向前倒去。王妃，王妃身体不对劲儿，脉搏微弱到我几乎探查不到。我去找王爷，让王爷找大夫来。我今天就算死，也要将王爷求来。你带着王妃回殿中。哼，小姐果然算得准，还是要来求王爷。求王爷开，饶王妃一命！大胆！王爷现在正在阁中与我们小姐品茶，哪里容得你在这里胡言乱语？要是今天王妃出了事，我就一头撞死在白玉阁，让大家都知道是白子嫣逼死我们家王妃。你愿意跪，就在这里跪着吧。王爷，王爷，请给我们王妃请个大夫吧。本王吩咐过了，他今日非要在佛堂外跪着，为了给他一个教训，今日不准给他请大夫。求求王爷救救我们王妃吧！王妃刚才在佛堂前吐出一口鲜血，昏厥了过去，现在生死不知，奴婢求王爷了。南宫瑾心中咯噔一下，撩袍往芳华殿去。外面下这么大的雪，你让他在外面跪了3个时辰。六哥，我看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为了那个白子嫣，你竟能做到如此地步，我哥可真是个用情至深的人。你让开！我不让，是你把陶七七害成现在的样子，你不准进去。公主怎么也来了？雪天入华，我来的晚了些，没关系的吧？这做作的样子，看得三公主直接给了白子嫣一个响亮的耳光，还嫌不够，抬手用力将白子嫣推的跌坐在了雪地中。南宫问下，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的是你，你是不是忘了你在父皇的御书房是怎么样为了陶七七据理力争的？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只为了一个白子嫣，你就将你们两个人的过往全都否定？南宫瑾双眼被三公主逼得通红，看着眼前的人，什么都不懂。你别挡在这里。我是什么都不懂，不懂六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起码知道，真的喜欢一个人是永远都舍不得让他受一点伤害。王爷，公主，你们不要为了我而破坏了兄妹之间的感情。这件事全是我引起的，我认罚。你认罚有什么用？够了，南宫从寒，看好三公主。不管我皇妹做什么，我都站在她这边。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哼，别怪本王跟你翻脸。殿外僵持不下，殿内艾红文给陶七七扎针，扎了一身的汗，非人般的疼痛，几乎要使得陶七七昏厥过去。可这痛意就这样折磨着他，让他既痛苦又清醒着。杀了我，南宫瑾，你不如杀了我！听到陶七七痛苦的声音，艾红文手中握着的银针找准位置扎下，引得陶七七又一口鲜血和一声惨叫。三公主听到陶七七的喊叫声，顾不上和南宫瑾的争吵，转身向殿中跑去。进到寝殿之后，南宫瑾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迈不开步子。明明人就近在眼前，可脚下的步子就是有千斤重。盆中和地上的鲜血，还有屋中弥漫的血腥味儿，无不昭示着床榻上的人受了多少苦。那女子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想过去抱一抱床榻上的人，可却只能扶着旁边的桌子远远地看着。你把陶七七害成现在这样，心里很开心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蛊毒御寒会发作得更厉害，所以就能让他跪在大雪中3个时辰。原来真的有人将真心付出，在别人看来一文不值。原来深情是可以装出来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伤人最深。三妹领教了，你不配在陶七七身边，你太可怕了。王爷，王妃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若是她醒过来，请尽量不要刺激她。为什么会这样？回王爷的话，蛊毒臣还未找到能解的办法，这蛊毒喜寒，可能就是因为如此，王妃才会发病啊。掩饰掉其他的事情，艾红文没有将事情和盘托出。之前他答应过陶七七的，他依旧打算保守这个秘密。王爷，臣先告退。七七，所有一切都是本王错了，对不起，我对你是认真的。陶七七，你能听见吗？你还站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夹着尾巴滚回你自己的地方去！三公主是否对我偏见太大了些？我只是来关心王妃的情况，而且这次的事也不是我的错。白子嫣，我劝你别在本公主的面前装，你是知道本公主有多讨厌你，所以我现在劝你赶紧夹着尾巴走人，不要等一会儿本公主动手。既然公主看紫嫣不顺眼，那紫嫣走便是了。小姐，这个三公主要是不来，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到底是谁出去通风报信的？听见今日芳华殿中传出来的声音没有？听到陶七七受罪，我就浑身都畅快。我知道不能一次将她踩入泥中，在蒋丹秋出事前，我们有的是机会。可是小姐，这样一来，王爷的心思又全都扑在陶七七身上了，咱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七王告诉我，陶七七身上中的蛊毒
现在依旧是无药可解。不过，我暂时还不想让他死。是，奴婢明白。你在殿外做什么？怎么不进去？桃园，你一下午都去了哪里啊？你知不知道王妃差点出事？怎么回事？我只是出去办了点事。哎，算了算了，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件事的时候。乌元叹了口气，将今天下午陶七七出事的情况和桃园说了一遍。他没注意到的是桃园脸上奇怪的表情。说完，再看向桃园的时候，他已经恢复到了正常。乌元，这件事王爷是什么态度？哎，还能是什么态度啊？从下午进去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我刚才还问了王爷要不要用晚膳，王爷只说要守着王妃醒过来。我进去看看。啊，王爷说了，没事不要进去打扰他，让我守着门口。你就别进去打扰王爷和王妃了。好吧，我去让小厨给王爷还有王妃做点吃的，你在这里守着吧，我等会儿就回来。嗯，你去吧。王妃，您终于醒了，奴婢可担心死了。没事，乌元呢？他去给小厨房给您看着早膳去了。王妃，昨日连三公主也惊动了。三公主昨日住在府中，没有回宫去，奴婢告诉公主一声。她怎么来了？是知道您出事才赶过来的。好，你且去吧，我一个人在殿中可以的。哎，奴婢这就去。你和我六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大概是装不下去了吧。装？三公主啊，要是我和南宫瑾和离了，你会讨厌我吗？你是你，他是他，你不与我六哥和离，也没耽误我讨厌你啊。我开玩笑的，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与你是不是玉王妃无关，本公主大发慈悲，站在你这边。南宫瑾站在殿外，听着两人聊了有一会儿，在听到陶琪琪说要和自己和离的时候，他的手倏地握紧，踏进寝殿中。陶琪琪，三公主回头发现自家六哥正站在寝殿门口，脸色不愉。不会，他六哥把他们刚才说的话都听进去了吧？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还真是都听见了呀。三公主找借口赶紧逃出去，再听下去恐怕就要被自家的六哥灭口了。既然你都已经听见了，那我就长话短说，我要和你和离，希望王爷可以找个时间把和离书写一下。陶七七，你不要一次次的触碰本王的底线，你知道的，本王绝对不会与你和离。既然这和离书王爷不想写，那就由我找人代笔吧。我知道你是因为这次的事情生本王的气，我做错的事情，我与你道歉。誉王，你不需要因为任何事情跟我道歉，你没有错。身为王爷的你，会有什么错呢？本王只想让你服个软，没真的想惩罚你。你以为看你这样，本王心里当真不难受吗？放开我！放开我！七七，听本王说完，我可以放你走，但是你要在王府将身体养好，这样我才放心。好，希望王爷言而有信。你当真放得下昨晚又为何握着本王送你的玉佩呢？王爷想多了，我当时疼得快要死了，哪里还顾及到那么多，不过就是随便握着一个东西罢了。南宫瑾盯着陶七七的背影好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身后脚步声响起，随后消失在寝殿中。陶七七知道南宫瑾离开了，
才扶着床榻边跌坐在床榻之上，手指碰到散落在旁边的玉佩，将它收到手掌中，紧紧地握着。哎，七七，赶明儿我把寝殿外面那扇窗户给你改成门得了，省得你来一趟还要从窗户外翻进来。哎呀，你看你每次都要损我一句。哎，这以往你都能在我进来之前就能察觉到我，怎么今日有心事？我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半分内力都没有了。是因为昨天蛊毒发作的事？哟，蓝少爷这消息够灵通的呀！快说，在王府里布了多少眼线？哎呀，别贫，我都知道南宫景是怎么对你的，看来是将你利用完了，就想将你扔到一边。我看他就是没被揍过。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他好歹是王爷，你这可是以下犯上，注意点自己的身份。哎，就这样你还向着他，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今日来就是跟我说这个的？哦，不是，我是想跟你说，顾清福跟着我回到府中了。不过他说他不想离开京都，还想让我告诉你，如果你需要他，他一定会来帮你。你又拿话来试探我，就算是要我和南宫景和离，我也不想把一个不相关的人扯进来。既然他不想离开京都，那你就替他寻个好住处吧。整日在你府中，也不像个样子。好吧，我其实指望着能说动你的，将你带走的。要是真被你发现，你的脑袋倒是不要紧，我更担心蓝伯父的身体。好歹也是京中的大官，儿子做出这种事情，还不得在家中怄气。本来你爹对我爹就不满，之后肯定更加记恨上了。你要是真拿我当朋友，就歇了这个心思吧。好，你说的算啊。昨天我去了趟鬼市，让老板娘帮你找蛊毒的解药，15日左右就应该会有消息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最有的就是时间。对了，过几日是乞巧节，京都应该会热闹几日。哎，要不我带你出去玩玩？你看我现在的样子，出去就是给你添麻烦。再说乞巧节放长明灯，我又看不见，没什么好玩的，我不去。你不约心仪的女子去乞巧节，约我做什么？我要是有心仪的女子，我还会带你出去。我就是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还不乐意。七七，陶七七，快走！蓝娟妍反应极快，一个翻身，人就没了影子。走，快跟我去王府门口。三公主，你这是怎么了？火烧屁股了？蒋丹秋已经到王府门前，正和我六哥站在门口说话呢。眼看着这都要贴上我六哥了。好歹你现在还是个王妃，他这副做派一定会让外面看热闹的那些人乱说话的。可是，不等陶七七回答，三公主已经脚下生风，把陶七七带到王府的门口。六哥，南宫瑾本来就不耐烦压着蒋丹秋，转头看到三公主正扶着一脸茫然的陶七七。你带她出来干什么？过来看看你的侧妃呀。我带你回去。七七姐，你还不知道吧？我要成为王爷的侧妃了，要跟你一样侍奉在王爷身边，日后需要王妃多多提点。脸皮真厚，脸皮真厚。没有刻意压低声音，蒋丹秋听到三公主说的话，想要回嘴又不敢，只能看向陶七七，笑着说道：听说七七的眼睛看不见了，正好等我过来可以陪着你说说话，这府中还能有点人气儿。南宫瑾不愿让陶七七继续在这里听着蒋丹秋胡言乱语，
要扶着陶七七转身。我扶你回去。国公爷也算得上是陛下面前的红人，在京都，未嫁人的女子上赶着到夫家露面，蒋小姐这是自轻自贱吗？我只是来看看我景哥哥。哼，是吗？那蒋小姐在外面的阵仗可不小啊，引得外面的百姓都来围观，议论的声音，我可是没到府前就听见了。你要是真的想对得起自己的身份，也不该今日过来。七七姐，是不是我要嫁过来做侧妃，你不高兴啊？今日说话这样冲。我说话向来这样，你要是不乐意听，就忍着。景哥哥，你替秋儿说句话呀。南宫瑾自始至终没有看对面站着的人，心思全都在陶七七的身上，感觉到陶七七的手渐渐凉下来，直接将人抱了起来。请他出去。林烨挡在想要跟上前的蒋丹秋面前。蒋家小姐，请。哼，等我嫁进来，有你好看的。我让人给你准备暖炉，你的手有些凉了。王爷不必在意，你有事就先去忙吧。你就这么急着跟本王走，一刻都不愿和本王在一起吗？国事繁忙，王爷不必为我担心。最近又要迎侧妃进门，我身为王妃，也没有能力帮忙，王爷自然有的忙。有心要跟陶七七解释，陶七七这话说的，南宫瑾也张不开嘴了。不必准备，无非赐婚，府中人自会准备。王爷可要好好待别人。你就一点都不懂本王的心思吗？我是从来都不懂你，你又不是第一日才知晓。要懂你的，你就去找白子嫣，我想她应该很懂你。不懂怎么讨她欢心，倒是很懂得怎么激怒她嘛。南宫瑾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被陶七七气得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赌气的说道：好，本王这就去找他。神经病！这日圣旨到了，正是赐婚给南宫瑾和蒋丹秋的。说完钦词，南宫瑾起身，面无表情的接过圣旨，他懒得凑着热闹，转身要走。玉王妃，留步！尊官有何事？这个是我们娘娘赏给您的，还望您在王府中多照顾着侧妃。她不懂事儿，还要王妃多提点提点。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明知道梁妃赏他的东西是不怀好意的，是警告他在王府中要让蒋丹秋3分。陶七七没有伸手去接那太监手中递过来的东西。本王替王妃收下。我们娘娘说了，您要接下这赏，可就要替娘娘多照顾着点侧妃。王爷既然接下了，自有王爷照顾，我眼盲手笨的，恐怕照顾不好。陶七七嘴角带上些许笑意，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噎人的话：王爷，紫嫣心口有些不舒服，您能陪着紫嫣回白玉阁吗？心口不舒服，我让林烨给你找大夫。本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晚些再去看你。王爷，王爷。桃园，你跟着我多久了？回王妃的话，自您6岁起，奴婢就一直跟着您，到如今已经13年有余。一转眼，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是啊，那个时候，奴婢和小姐都是孩子，时间过得真快。桃园，你说，这么多年你跟在我身边，我算是了解你吗？奴婢跟着您10几年，对您的心思一直未变，我的心思，王妃自然是了解的。可我怎么觉得最近
我越来越不懂你了。王妃，您可是听别人说什么了？奴婢对您一直都是忠心耿耿，从未生出什么其他的心思。你，我也没有说你生出其他的心思吧。起来吧，冬日里凉，跪在地上如果落了什么病根，可如何是好？王妃，这几日奴婢是家中有些事，没敢告诉王妃，是怕王妃为我的事情伤神。有些事情我不问，不代表我不清楚。桃园，你是我从桃府带出来的，我相信你，你可不要让我失望。是，奴婢明白。爱玉姨，要尝尝我让他们泡的梅花茶吗？香醇可口的。王妃啊，还是不要喝这寒性的茶，对您的恢复没有好处啊。哼，说的好像我不喝这茶就能恢复似的。王爷，南宫瑾见爱红门才微微的点头，眼神循着陶七七而去，走过去坐到陶七七的身边，看着他桌上的茶。梅花茶太寒，你少喝一些。跪在佛堂还寒呢，也没见王爷你让我少跪一会儿。进来的第一句话就被噎住了，南宫瑾都快习惯陶七七每日对他这样的态度了。白红文，你还不赶紧诊脉？请王妃将手臂搭在桌上，臣给您诊脉。陶七七伸出手臂，微微搭在桌边。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倒是没有不妥的地方，就是王妃的身子还有些虚。臣这里有个药方，还请王爷过目。这药熬煮过后，1日2次服用便可。去，按照这上面的药材，取了药来给王妃煎药。是。爱玉姨，不打算留下来喝杯茶吗？多谢王妃好意，臣宫中还有要事，就不久留了。哦，那爱玉姨慢走，务员去送送爱玉姨。是。王爷最近日日到我这芳华殿中，又不说有什么事情。王爷若是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说，不要总是卖关子。本王就不能时常来见见你吗？哼！王爷说这话之前，先问问你自己信不信吧。本王自然是信的。不要脸！陶七七现在也没话跟南宫瑾说了，两人就这样坐在外面对着喝茶。过了约摸半个时辰，陶元从外面端着个盘子，盘中有1大碗的药和1个小碗。陶元小心地给陶七七倒了1小碗药，给王妃递了过去。王妃小心烫。陶七七接过药碗，扑鼻而来的就是中药苦涩的味道，微微皱起眉头，药托在手中，半天没往嘴里送。怎么，王妃怕苦吗？你才怕苦呢！将药往嘴边送了送，这味道实在是不好闻，心中纠结着，手中的碗被拿走了。你……南宫瑾将碗中的药一饮而尽，又让陶元倒了1碗，两头喝尽，才重新倒了1碗，给陶七七吹凉，递给他。我喝2碗，你喝1碗，应该没有那么苦了。你，这是药，又不是别的，你怎么能随便就喝呢？谁知道有没有副作用？你担心我？谁担心你？少在那里自恋。然后把药一饮而尽，苦得陶七七的小脸都要皱到一块儿去了。南宫瑾拿起桌上的果脯，喂到陶七七的嘴里。吃点甜的。南宫瑾，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了？你是不是以为这样，我就会很感动？我没那么想。王爷，你实在不必这样，即便是我们2个和离，
也不会影响你跟我爹之间的关系。朝堂上的关系本就不是我一个女子可以左右的，王爷大可不必有这个忧心。为国为民，我不否认你是个好王爷，所以我懂得以大局为重。等我伤好了，我一定会和你和离，不会再占着王爷的王妃这个名分。你现在与我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吗？字字句句都是要与我和离，你已经是我的人，与我和离后，你还想嫁给谁啊？嫁给谁都不会想嫁给你。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重了。陶七七将南宫瑾气走后，男人有5日之久没有踏进芳华殿中一步。王妃，今日是乞巧节，京都城内特别的热闹，我们要不要出去逛逛？不想去，那是要看到才热闹，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一点也没意思。今日七巧节，王爷都不来咱们芳华殿带王妃出去逛逛吗？这也太过分了吧！王妃，要不然我们自己出去怎么样？唉，王妃说不想出去。王妃，你就出去看看吧，外面可好玩了，正好也散散心情啊。有我和乌元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王爷，王妃身体有些不好，还能跟我们一起出去吗？很久没带她出去走走，正好趁着今日一起出去逛逛也好。殿中正劝着，林月在外面禀报，说是王爷邀请王妃去乞巧节。陶七七一阵头痛，她还真的不想去凑这个热闹。算了，替我换衣服吧。我伺候王妃您梳洗换衣服。小心脚下。南宫瑾，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你去扶着白子嫣去，我有乌元和桃园扶着。他有丫鬟扶着。南宫瑾把陶七七说的话还给他。走到长街上，周围逐渐热闹起来，叫卖的声音繁杂，周围男子女子的笑声格外悦耳，还有不少摆摊卖吃食的正卖力吆喝着。南宫瑾给陶七七买了串糖葫芦，塞进他的手里。吃这个。陶七七咬了一颗糖葫芦，酸的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但是嘴里这个又不好吐掉，只好鼓着腮帮子嚼着。南宫瑾看他，还以为他说好吃。想吃我再给你买一串。喏，王爷，您自个儿尝尝吧。什么？尝尝这糖葫芦。南宫瑾低头就着陶七七的手吃了一颗糖葫芦，即便是南宫瑾也被这糖葫芦酸得微微皱起眉头。哼，王爷，你可真会买，这街上到处都是卖糖葫芦的，您就是能找到那卖最酸的一家的买。赏你了。王爷，你可真是会疼人。事情都准备好了吗？我可不希望出什么差错。放心吧，小姐，今日出来，希望殿下已经准备好，等下只要将陶七七引到那个地方去，就万事俱备了。今日我便要一箭双雕。哎呦，公子姑娘，买孔明灯吗？咱们乞巧节放孔明灯，日后一定心想事成。姑娘公子这般般配，许愿定能够天长地久的。多少钱啊？一个6文钱，2个收您10文。您要几个呀？我给您拿。给。哎呦，公子，2钱银子，小的我这找不开呀。拿2个孔明灯，剩下的你收下吧。哎呦喂，活财神爷呀！谢谢公子，谢谢公子。公子爷，您和您的娘子一定是天长地久。谁是他娘子啊？南宫瑾当作没有听到他这句话，拉着陶七七往湖边走，
湖面上交相辉映着五彩斑斓的灯光，今晚的风仿佛也没有那么冷了。许个愿吧。陶七七拖着孔明灯两边，感受着这其中微弱的火光在发热，轻轻地松开手，孔明灯从他手中脱落出去。虽然看不见，陶七七还是扬起脖子朝着天上的方向看。南宫瑾也看着孔明灯越飘越高，又低头看向陶七七。你许了什么愿啊？许了一个不会成真的愿望。为什么？反正都是愿望，都是有所奢求的，那不如我就奢求大一些，反正也不会实现的。看着陶七七的脸颊，南宫瑾弯腰轻轻托住女子的脸颊，在嘴角一侧落下一个浅浅的吻，柔声说道：若是你所求，本王都会尽力帮你实现。我跟你说过吧，南宫瑾，我不喜欢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装模作样的？本王今日说的话都是真的，不管你说再多气我的话也好，我知道你还是会消气。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王爷会有错吗？你可千万别这样说，我受不起。南宫瑾看着手中剩下的那个孔明灯，将其点亮，松开了手。那本王也许个愿，愿陶七七能与我重归于好。说完便松开手，任由孔明灯慢慢飘上去。你幼不幼稚啊？许愿说出来的话就不灵了。再说，就因为我难受了那么久，凭什么那么轻易的原谅你？那我恢复跪在你殿前一晚，我们算是两清。南宫瑾，你今天是头脑发热是吧？这话你也说得出来？真是懒得跟你计较。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个王爷的样子吗？说的都是什么话？白子嫣远远地看着两个人的动作，刘芳在旁边说道：小姐，你看陶七七的样子，还说是不想跟王爷重归于好，明明就是又有别的办法勾到王爷。很快他就会消失在我的眼前，现在就让他先得意一会儿。王爷，王妃，这前面有些表演，好生热闹，我们过去看一看吧。是啊，那边还有烟花的表演呢。王妃，一块儿过去吗？走，一块儿过去看看吧。跟紧我。白子嫣看到没有机会出手，赶紧假装被人绊倒，哎呦了一声，到了南宫瑾的怀中。这一撞，正撞得陶七七松开手，没入了人群中。南宫瑾扶住白子嫣，见陶七七不见了，立刻转身向回走去找陶七七，心中10000分的担心。他的眼睛看不见，不比寻常人。去找找王妃在哪儿？刚才我们被人群冲散了。是，属下这就和凌月去找。陶七七被冲散的一瞬间慌乱了一下，被几个人撞得差点没站稳，抬手要摸索，有人握住他的手。王妃，幸好奴婢找到您了。我还以为大家都被冲散了，我还不知道一会儿要怎么去找南宫瑾呢。是啊，大家都被冲散了，我是因为得了别人的吩咐，这才没有进人群。看到在这儿的您了。得了吩咐？是蒋丹秋蒋小姐，说是在明月楼的上等包间等您，要您过去呢。我这不就赶紧过来给您回。这个女人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若是王妃不去，奴婢去给她回一声便罢了。走吧，去看看。陶七七想的是，现在不应付这个蒋丹秋，以后也要应付的，还不如今日去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去，找到王爷以后跟他们说一声，
我在月明楼上，不然找不到我该着急了。陶元正想着找个理由离开呢，陶七七这话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哎，奴婢这就去，一会儿就回。蒋丹秋叫了几声之后，都听不到有人回话。陶七七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此时陶七七已经觉得有些奇怪了。蒋丹秋，你又在搞什么鬼？再向前走了2步，陶七七被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绊倒跌坐在地上，摸了摸旁边，摸到一点湿润的东西，还微微的有些粘手。收回手，陶七七下意识地闻了闻，有股子淡淡的血腥味儿，这事儿有点不对劲。陶七七向旁边摸了摸，摸到一点布，再往上摸到人的身子，好容易摸到了人的手腕，一搭脉，已经全然没有脉搏了，但是人的身体还有余温，也就是说人死了不长的时间。这个蒋丹秋该不会是要栽赃我杀人吧？快将这个杀人的女子从地上带起来！你们放开我！我没有杀人，我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哼，只有人告发你的罪行，我们才会来捉拿你。你连国公府的蒋丹秋小姐都敢杀，我看你当真是不要命了。死的竟然是蒋丹秋。陶七七的脑子一瞬间有些转不过来，死的人怎么会是蒋丹秋呢？看到陶七七不说话，领头的衙差喝了一声：没话说就给我押下去，等候大人发落。你们几个去通知国公大人。子言，看来这次的计策很成功，陶七七已经被人带入宫中，他能不能熬过今晚都难说。不愧是齐王，想出这样的绝招来，神不知鬼不觉的解决掉2个人。只要我能顺利的当上侧妃，而后稳坐王妃的位置，这在您身边可就多了个得力的人。你先别忙着夸我，今日我们合谋杀害蒋丹秋的事情，除了你我2人，我这边知道此事的人已经永远的闭了嘴。你身边的丫鬟，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置。我身边只有刘芳一个婢女，况且她自小就跟着我，忠心的很，自然不会出去乱说什么。女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陶七七身边那个叫陶元的丫鬟投诚，她也是从小就跟着她的主子，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金钱地位，将他们家那位主子就这样给卖了。齐王，我保证这件事一定不会出任何差错。这边陶七七刚出事，我的贴身丫鬟也一并出事，此地无银300两，以南宫瑾的性格很难不察觉到，小心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梁妃娘娘在宫中知道这件事情大怒，说要亲自审陶七七。宫中的刑罚向来阿杂，神不知鬼不觉让一个人死在宫中，再简单不过了。多谢齐王帮衬着，才能有子言的今日。此事一成，你我之间可就再无人能挡了。那是自然，一切本王都已经打点好了，看今日还有谁能救得了他陶七七。这件事与本王的王妃无关，你们没有证据，就敢胡乱抓人。给王爷请罪，是殿中小二看见的，说是明月楼发生命案，死的还是国公府家的大小姐，下官这才命人来捉拿。放人！王爷饶命，下官不是不想交人，是国公府的人说要亲自审问那女玉王妃，国公大人的话下官不能不听，只能让人送到国公府去。荒唐！这案子要审，
也是尚书侍郎3堂会审，你如何可私下审问？王爷，下官与国公大人的官职是差了10万8千里，我哪里敢忤逆国公大人的意思啊？你最好在这里给本王把这具尸体查清楚，否则小心你的项上人头。是，王爷慢走，王爷慢走。王爷，怎么这个时候有时间来老夫的府上啊？本王来要人，陶七七，本王的王妃。王爷，他是害我们家小女的罪魁祸首，您现在来找我们要人是什么意思啊？您莫不是想包庇自己的王妃不成？王爷，不是我们不交人，这陶七七是最有可能害死老夫女儿的，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了结。王爷且放心，只要1天没有查出真相，老夫就会好吃好喝的供着玉王妃。本王是在这里与你讨价还价吗？如果国公不想放人，那我找人将国公府翻过来，把人找出来。这2败俱伤的做法，你认吗？你怎么能在这里如此胡闹？丹丘马上要与你成婚，做你的侧妃，却死在你的王妃手中。他就是记恨我们家丹丘，你不仅不替丹丘伸张冤屈，反而来冲着我们要人。我看你这王爷是做昏了头了。你母妃平日里说你不听管教，我也算是你的姨母，今日说这话也是为了你好。王爷，玉王三思啊！你刚才说，你算本王的什么？王爷饶命！方才是我口不择言，王爷别跟我一个妇人计较。我倒是不知道国公夫人还要仗着自己的身份来拿捏本王啊！老爷，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王妃不在国公府中，您向我们要人，我们也交不出啊！什么意思啊？你最好给本王说清楚。我知道小女出事后，得知是玉王妃与小女相聚，小女才出的事。我这夫人心急，给宫中递了消息，是梁妃娘娘让人将王妃带到宫中去了。王爷，再过半个时辰，城门就关了，要不要先递个消息进皇城，让公主和瑞王帮忙？你先出去。是，属下遵命。谁给你们出的主意？留着本王在这里拖延时间。是梁妃娘娘说让我们将人送到宫中，之后的事儿不需要我们管。若是问起来，就说是送到我们国公府中。真是好大的胆子！事情没有查清楚，你们胆敢拿本王的王妃，别以为有梁妃顶着，这件事就不会找到你2人的头上。南宫瑾转身出了国公府，驾马往皇城门外赶去。陶七七，本宫没工夫在这里跟你打哑谜，你最好是全招了。你连本宫的侄女都敢杀，你还有什么是不敢的？我没有，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已经有人看见你杀了蒋丹秋，你还想狡辩？陶七七，本宫本不想对你用大刑的，奈何你很不识趣。这刑法呀，是敲碎你的膝盖骨，打断你的双腿，让你永远也站不起来。你可要考虑清楚，是招供呢，还是受刑呢？原来梁妃娘娘在宫中就是这样施以极刑，逼人招供的。哼，你现在不用嘴硬，一会儿你就会求本宫饶了你了。
还不给本宫行刑！铁棒高高举起，重重的落下，慎刑司中传出惨叫的声音。旁边的宫女微微转过头去，不敢再看。几番击打过后，陶七七的双腿一片血红，人已经昏过去。几人将陶七七扔在地上，还不快将他弄醒！他还没有招供，你们这边罢手了。回禀娘娘，这样下去人会受不住的，再行刑下去，恐怕人就活不了了。废物！光姐，回娘娘的话，王妃是在叫着王爷的名字。哼，陶七七，誉王是不会来救你的，死了这条心吧。若是你把实话都和本宫招了，本宫倒是能让你死得体面点。我没有害蒋丹秋，没有害他。拦着我们做什么？誉王妃是不是在里面？梁妃也在里面，对不对？你们赶紧给我让开！他们正在审问重刑犯人，三公主和八皇子不能进去。再加上本王呢？哥，你快救七七，她被关在慎刑司中，现在不知道情况如何。他们几个还敢拦着本公主不让进。瑞王，进我们慎刑司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人，请王爷和公主不要脏了眼睛。你说什么？陶七七才不是罪大恶极的人，你们这些个奴才，仗着我父皇给你们的特权，就能肆意谋害他人的性命吗？公主，请体谅我们的难处。进入慎刑司中的人，若是没有陛下的懿旨，我们是不能随意放人或者让人进去探视的。人也是父皇让你们带进慎刑司的吗？不过是得了梁妃的嘱咐，谁给你们的权利？工人蹬着腿，脸色涨得通红，翻着白眼，马上就要死过去。六哥，快进去找陶七七，我怕出事。将他押起来，听候发落。一众人闯进了慎刑司，把他的衣服给本宫脱了，在胸口刺字。本王看谁敢动！静儿。后面陆陆续续又冲进来好几个人，后面跟着的林业几个人将行刑的工人制住。南宫瑾喊着陶七七的名字，声音都有些颤抖。喂，老妖婆，你在宫中滥用私刑，不如我们去父皇面前评评理吧。南宫从寒，你怎么同本宫说话的？我已经让人告诉父皇这件事，父皇饶不了你。安陵怀疑站在一旁，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陶七七的身上，看着被南宫瑾抱在怀中的人，快要压抑不住自己心中的暴虐，想要上去把梁妃捅成筛子。梁妃娘娘，这还未定罪，您就把人抓进宫中严刑拷打，这是否有违刑法？本宫的侄女被他杀了，若不用刑，他会招吗？陶七七嘴硬狡猾得很啊，本宫自然要亲自审问。我告诉你，谁再敢动陶七七一下试试，本公主跟他拼命！三公主何必为了一个陶七七就动这么大的火呀？杀人偿命这句话，公主不会没听说过吧？若人不是他杀的，本王要你梁妃的命，可否？景儿，你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听母妃的话啊！若是七七杀的人，本王替他填命。南宫瑾，你是不是疯了？为了陶七七忤逆母妃，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七七真的出了什么事，本王还是要你的命。一众人出去后，梁妃跌坐在上位，缓了好一会儿，吩咐旁边的小宫女：“快，
我们去找陛下，不能被他们先找到陛下。陶七七怎么样了？南宫瑾从开始就握着陶七七的手，一直没有松开。听到三公主的声音，头也没有回，眼睛一直盯着陶七七的脸颊。其他伤养断时便能恢复，但是王妃的腿骨被打碎了，这辈子都不能再站起来了。你说什么？我刚才给王妃上药的时候，检查过王妃的膝盖处，是被重物反复敲击过，腿骨碎裂到无法恢复。就算王爷能将这世间的神医请来，恐怕也不能让王妃复原了。七七有内力护体，应该不至于伤成这副模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瞒王爷说，王妃早在上次发病的时候已经没有内力了，她体内的蛊毒已经将王妃的内力化解殆尽，如今的她比正常人还要虚弱几分。为什么这件事你不早点告诉本王？我答应过王妃，这件事不告诉王爷你。今天若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会把这件事跟您说的。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王爷，这件事我知道不妥，但是王妃的嘱咐臣不能不听啊。若是王爷要因为这件事有所责怪，臣也没有怨言。你们两个别为这种事争执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请罪不请罪的。南宫瑾沉下一口气，走到陶七七床榻前坐下，将被子给人盖得严实一些。王爷，下半夜的时候王妃应该会发热，最好有人一直守在她的床边，以便及时发现发热的症状。本王守着。那不行，六哥，你还要出去跟梁妃在父皇面前对峙，要不我守在这里吧。若是陶七七发热，我就出去找爱御医。看南宫瑾不愿离开，三公主也只好走到床榻边。我知道六哥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但是没有什么比证明陶七七无罪更重要。要是为梁妃翻盘，到时候他可就白受这些罪了。南宫瑾伸手扶了扶陶七七的脸颊。南宫瑾站起身，安弘文，我们出去。是。陛下，这件事虽是臣妾般的莽撞，但是有人真看见陶七七害了臣妾的侄女啊！臣妾这才让人将她带进宫的。梁妃，你可知道用私刑可是有罪的？陛下，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若是再慢一步，让陶七七找到景儿，他一定会找机会洗刷自己的罪证。我只能先将人带到宫中来。梁妃这话我可不认同，即便是陛下查案，也要问清楚问明白才能行刑，不问清楚就是极刑。恐怕梁妃你是头一个。德妃这话说的，要是你的亲人被害，你还能顾得了这么多吗？之前梁妃娘娘将玉王妃接进宫，玉王来找到我们国公府，已经刀剑相向了，怎能保证她不会包庇玉王妃呢？我们也就是这一个心肝宝贝，哪里知道她会遭这个难，我们为人父母的心疼啊！王爷这副做派，着实让我们心寒啊！父皇，玉王妃的情况如何？不太好。刚才你的母妃还有蒋国公说，你因为这件事对他们刀剑相向，此事可是真的？回禀父皇，我对国公夫人刀剑相向是真，但只是为了找到玉王妃的下落，才出此下策。七七被带进宫来，他们却谎称人在国公府。若是儿臣没有及时发现，玉王妃怕是要命丧在皇宫之中。景儿，你要恨母妃便恨吧，只是母妃不能让这样的女人留在你的身边呢。她为的是不让丹秋嫁给你，就要谋害人命啊！景儿，你莫要被她骗了。父皇，京都的京兆尹已经在皇城外候诊，
可否让人将他带进来？下官给殿下请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说话。陛下，臣已经命人仔细地查过蒋小姐的死因，仵作查验过，蒋小姐是被一根女子的簪子插入胸口一击毙命，并且用簪子的人用了些巧劲儿，才能如此准确地保证只要一击便能毙命。而这根簪子，我们已经问过王爷府中伺候王妃的人，也有誉王作证，这根簪子是誉王妃的簪子。陛下，这件事现在很明了了啊！簪子是誉王妃的，还有谁能拿到誉王妃的簪子啊？陶七七有些本事在身的，这里所有的人应该都知道，说是他动手最为合理了。而且有人见到过，最后一个见到丹丘的人就是他。誉王，你找金兆尹上殿，肯定不是只是为了让他说出这簪子是誉王妃的吧？是，这簪子誉王妃已经有好几日未戴过了。有人有意想将这珠钗偷出去栽赃嫁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这只是儿臣的推断。郭大人，你继续说。下官找到那个店的小伙计问过，确实誉王妃是最后一个见过蒋小姐的人，但是在这之前也有人来见过蒋小姐，是个男子，并且还戴着面具，遮掩着面容看不清楚。因为今日是乞巧节，街上戴着面具的小姐和公子哥不少，所以伙计没太注意，只知道他确实进的是楼上蒋小姐的包间雅座，只是进去了不长一段时间便匆匆离开，没一会儿才是誉王妃到那包间之中。那小伙计见王妃的模样气派，就仔细的多看了两眼。后来我们的人给了那小伙计看了那簪子，确实王妃头上并没有那枚簪子。他要杀人，不一定会把簪子戴在头上啊！一个小伙计的说辞怎么能当真呢？即便小伙计的话也不能当真呢。梁妃，你怎么就能确定陶七七是那个害人的，而不是前面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呢？要是按照梁妃所说呢，之前进去的那个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她即将要嫁给誉王，又在私下里在乞巧节这一日与一个男人相会，这恐怕说出去会坏了姑娘家的名声和陛下对她的恩赐。德妃娘娘，这事儿还未下定论，您这样说岂不是要定小女的罪吗？陛下您看，国公大人这下着急起来，可是臣妾的不是了。朕的德妃有哪说错了吗？你们尚未查明是否为誉王妃动手，就将人带到慎刑司行刑。德妃不过就是顺着你们的想法向下说，说到你们的女儿，你们才知道这件事尚未下定论。我看蒋国公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朕当真信错了人？梁妃是朕平日对你过于溺爱，才容得你在宫中如此放肆。陛下，老夫就这一个女儿，这样被害，老夫心中是万分哀切，才会一时之间昏了头，做出这样的事情啊！老六，你觉得朕当如何？父皇，儿臣还有一事未说。你先说来。仵作说过，杀人的人有些功夫在身，你们只知道陶七七会一些功夫，却不知道他在半月以前，因为之前我们在古祠中他中了蛊毒，现在已经全然没有了内力与武功了，这是你们没有算计到的吧？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施以极刑，害得他差点活不下去，还害得他这辈子都无法站起来，莫非当真一点愧疚之心也没有吗？蒋国公，你在朕跟前多少年了？回陛下，老臣当差已经20年有余了。既如此，朕心疼你是老臣。今日一事，已看出蒋国公你年老头脑不济，
今日便赐你告老还乡吧。谢主隆恩。陛下，臣妾的侄女就这样被害，臣妾心中万般痛苦，才做出此等错事。臣妾已知无可挽回，愿陛下罚臣妾禁足半年，日日抄写佛经，以度臣妾的罪过。陛下，看梁妃妹妹哭得好可怜，臣妾这心里也有些难过。难过的是，陶丞相若是知道自己的女儿遭遇如此非人的折磨，他的身体怎么能承受得住啊？梁妃，朕念你主动请罪的份上，朕就再多罚你1年的俸禄，给玉王妃作为补偿。是。梁妃的一口银牙差点咬碎，这德妃每每都会坏自己的好事啊。朕知道你为了陶七七这件事，心中也是万分难受。朕这国库中有些奇药，全都赏赐给玉王府，也算尽朕的一份愧疚之情。蒋丹秋的事情如何了？梁妃被罚俸1年，禁足在宫中半年。国公府那2位被父皇提前革了职，告老还乡去了。你们都不知道，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成血人了，差点把我吓到一口气都上不来。还有事情能把我们3公主吓成这样啊？七七，你还笑？七七，你强颜欢笑，是想让大家都不担心。我们都看见你在慎刑司受的什么罪，说了2句，蓝君言的眼角一热，转过身去，再也说不出话来。陶七七嘴角的笑意掩去，听着蓝君言的话，心里那股子难受，像是开闸后奔涌而出。七七，深呼吸，情绪起伏太大，对你身体的恢复没有好处。七七，你的腿会好的。我没有心情继续在这里，我需要回去冷静一下。七七，对不起。能让我单独跟七七聊聊吗？让我和他单独说一说。有事叫我。陶七七点点头。南宫瑾和艾红文几个人出去。小胖子，你有什么话想单独和我说？七七，你知道我今晚有多想动手杀了梁妃吗？他如此对你，南宫瑾可以让这件事过去，我不会让这件事就这样轻易的过去。怀义，千万不要，她是陛下的妃子，你是护国大将军，杀陛下的妃子可是如同造反的大事，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虽然醒过来之后知道自己的腿真的站不起来了，心中也是万分的难受，但是之前受过的罪，他忽然之间对这件事情也释然了。我感觉有的时候就像是在做梦，先是眼睛看不见了，内力也没了，现在我的腿也站不起来了，总感觉有点对不起自己。即便是你将梁妃杀了又如何？我这腿也是再也不能站起来了。我是恨他，但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毁了你的前途和性命。我也不希望王爷因为我的这件事情闹得连王爷的身份都没有了。今日我被带到宫中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南宫瑾告诉你的吗？是我在府中练剑的时候，有人冲我扔了个飞镖，飞镖上缀着一张字条，让我速来宫中救你。字条？还有什么人会让你来救我？安陵怀疑又说，字条上的字有些奇怪，大概的意思能看明白，但是其中有些字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东西，比如其中的遇难2个字，难的旁边
被换成了横撇和一点。这是现代的写法。陶七七的眼睛睁大，是师傅，绝对是师傅。看样子你认识给我们送信的人。我不知道，也不敢确定。别紧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帮你去查。他若是不想见我，一定是不会让我找到的。这件事情就不用劳烦你了。你们两个还没聊完，七七需要休息，本王现在带她回去了。安宁将军也请回吧。南宫瑾上前挡开安陵怀疑，轻轻地将陶七七抱起向外走。没弄疼你吧？没有，吃了爱玉医的药，我的腿现在没有任何的感觉。全都怪我。不怪你，也不怪别人。有人刻意要算计我，当真是高看我一眼。今日没有害死我，应该还有别的招数在等着我吧。本王不会再让你出府，即便是出去，本王也会守在你身旁。不会吧？那我岂不是这辈子都不能出王府了？你以后想出去，本王抱着你出去走。小姐，王爷什么？你支支吾吾的，要急死本小姐了。王爷抱着陶七七回来了，陶七七没死。你胡说什么？陶七七进了慎刑司，怎么可能活着出来？你那眼睛是不是看错了？小姐，奴婢怎么敢胡说呢？刚才奴婢看得真真的，王爷抱着陶七七往芳华殿的方向去了。我问了一个在外面接应的小丫鬟，说是他受伤挺重的。他陶七七的命还真是大，这样都死不了。既然陶七七出了事，我们必然要过去看看。我刚才听说王妃受了重伤，我把上好的金疮药拿来，希望能帮上王妃的忙。啊，白姑娘，我们家王妃和王爷要歇下了，奴婢谢过您的金疮药，请白小姐交给奴婢便好。我就是进去见见王妃，她要是没事，我还能放心。这金疮药还是我亲手交给王妃吧。今日出宫，陛下赏了王妃好些个奇药，您这金疮药还是拿回去自己用吧，我们王妃用不到。乌远，你别说了，怎么能对白小姐说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少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乌远，你是怎么跟我们家小姐说话的？道歉。乌远，你是怎么跟我们家小姐说话的？道歉。道什么歉？你们两个不是挺会装的吗？上次害得我们王妃在佛堂前跪了那么久，害得王妃受了那么大的苦，我都记着呢。谁知道白小姐你这里来送的是不是什么毒药？白小姐要是想跟王爷告状，那就要明日了。今日王爷什么人一概不见，要不然白小姐就在我们王妃殿外守着。好，王妃的奴婢就是这样的态度对我吗？反正不管我什么态度对白小姐你都会添油加醋的跟王爷说的。那还不如我以后就用这种态度对你，省得让白小姐觉得我表里不一。你怎么敢这样对我们家小姐？不要脸的东西！你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我今日便告诉你，我是王妃身边的一等大丫鬟。你又是什么身份？不过是借住在王府中的一个女子身边的婢女而已。你凭什么冲着我大呼小叫？一点规矩都不懂。既然白小姐没有教过你规矩，那我就来教教你。你身为一个下等丫鬟，再见到王妃的一等婢女，不但不行礼，还趾高气扬的，你知不知道？我就能罚你。白小姐，你还要来送金疮药吗？白子嫣转身，带着刘芳落荒而逃。乌元，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这种态度会让王妃都受到牵连的，你懂不懂？我以前对她恭恭敬敬的时候，也没见她少算计过王妃。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两个已经各走各的路，我做什么事不用你桃园来管。桃园转头瞪着乌源的表情，恨不得让他去死。王妃，你真不觉得桃园最近奇怪的很吗？他将您带到明月楼，您才出事，会不会是……他这个人有些自己的小心思，但却不会害我的。他是跟着我从陶府出来的，你别想太多了。好吧，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小乌源，你跟我说，昨晚是不是在外面说了不该说的话？是不是桃园跟王妃你说了什么？是啊，所以你要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惯白子妍这样欺负王妃您，昨晚就给了他脸色看。我都想好了，王爷今日要是罚我便罚，要是杀我便杀，反正以后我对他的态度就是这样。你糊涂，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情，谁来照顾我？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王爷要罚你，也要我同意才行。嘿嘿，我就知道王妃最心疼我。